德宣53年3月初，京都镇东侯府一偏院。初春，笼罩京都整个冬季的大雪刚刚消融不久，天空中依旧寒风刺骨。夏晨衣着单薄，于寒风中挥洒汗水，练刀不辍。他清秀俊朗的面孔上一片潮红，气血之力不断翻涌，眼神中透出坚韧之色。夏晨手握长刀，刀身一片赤红，在虚空中展出道道涟漪，仿佛要将寒风切割开来。随着他每次挥舞，在他的视野范围内冒出一行小字：成功挥舞一次，基础刀法熟练度+1；成功挥舞一次，基础刀法熟练度+1；成功挥舞一次，基础刀法熟练度+1。基础刀法圆满，你于基础刀法中领悟进阶刀法手阳破魔刀，你的气血只已达到9品巅峰，是否立刻突破？随着这些小字冒出来，夏晨俊朗的小脸上露出喜色，他手中的赤红长刀这一刻也变了，体内的气血仿佛在剧烈的沸腾翻涌，丝丝缕缕的气血竟然透过了他的身体，在他的身后凝聚出了一轮赤红大日。这轮大日好似天地初开的首阳，划开混沌黑暗，充满生机与炽烈。在这轮大日的加持下，夏晨浑身剧烈颤抖，整个人宛如岩浆一般，气血之力到达顶峰，仿佛要焚江煮海。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夏晨目光凌厉，还有些稚嫩的脸庞透露着严肃。他一刀挥出，整片院子仿佛由寒冬来到了初夏，一刀改天换地。与此同时，只听见咔嚓一声，夏晨体内传来一声声响，仿佛一道无形的枷锁断裂，浑身沸腾的气血之力仿佛找到了宣泄口，如长江东奔大海。而这一刻，夏晨气势到达顶峰，8品炼金境已成。夏晨缓缓睁开双眼，眸子中有金光闪烁，隐约间似乎有2个眸子合二为一，宛如众瞳。但这种异象转瞬即逝，夏晨整个人恢复平静，气势收敛，化为一个普通少年人。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2个月了，终于突破到8品境了。夏晨嘴角浮现一股笑意，2个月前他便发现自己提前进入了那个神秘游戏的早期版本中。上辈子他突然地出现在地球上，无人知晓这个游戏的来历，只知道一些幸运儿被选中，可以进入这个宛如真实的世界中。此时正是大武文帝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夏晨并不太了解，因为夏晨提前进入了这款游戏中，而等游戏开服内测，那已经是女帝时期了。现在是文帝2龙夺嫡时期，5年后三皇子政变，带兵杀入京城，打开白虎门，杀进宫内，太子身死，三皇子杀到癫狂，将所有皇室血脉屠戮殆尽，但最后的赢家却并不是他。夏晨在理清脉络，回忆这段时期发生的剧情，但可惜前世夏晨是第一次公测时期才进入的这方世界，那时候女帝已经登基6年了，所以夏晨对于这段过往并没有去深入了解，只知道一个大概脉络。这个时期争锋看似是2龙夺嫡，但实则还有一头隐龙隐藏在暗处。5年后夺门之变，二皇女骑兵天降，手握太祖剑，带领着骑兵杀入了白虎门中。那一夜，整座皇宫喊杀声不断，鲜血将漫天白雪都给染红了。最后二皇女平定所有叛军，但文帝、太子、三皇子还有所有皇室男性直系血脉全都在这场夺门之变中被屠戮殆尽，身死当场。最终大武迎来了第1位女帝，一个辉煌的时代开启了。是因为这方玉玺吗？我才能提前11年进入这方世界。夏晨摊开手心，有一方玉玺烙印在他的手心中，宛如图腾，但只有他能够看见。这方玉玺其身上雕刻着9龙，喷吐着混沌气，玉玺周身缭绕鸿蒙紫气。隐约间，夏晨还看到了日月星辰环绕着这方玉玺，在最中心分别是日月紫微星。夏晨还想继续看，但这方玉玺彻底暗淡，仿佛不可探查。夏晨收回目光，呼出一口浊气，让自己的心变得平静。不管这方玉玺有何神意，目前来说，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势力才最为重要。现如今文帝阶段，朝政混乱，匪祸四起，虽总体上还算安稳，但境内已然成4方割据之势。这就是他的机会，时势造英雄，只有在混乱时期才可趁势崛起。必须要抓紧时间了，等女帝登基，解决了8王之乱，整合了大武国力，到时候就要进入大一统时代了。夏晨觉得自己必须要提前布局，因为大一统时代虽然安全系数高，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但机会也少了很多。到那时候，大武朝才是唯一的霸主，威压4海，统御8荒，无论是佛家、道家，还是他们所谓的玩家，都要屈服于女帝之下。只有等后面灵气复苏版本开启，诸天融合，这方世界彻底化为真实，武力天花板上升，女帝消失不见，大武朝分崩离析，仙侠皇朝争霸版本开启，才会迎来新的机会。夏晨一边想着，一边自己打水，拿起毛巾开始擦拭已经浑身被汗水浸湿的身体。这一世他的开局情况还算可以，降生在镇东后府。大武开国800年，637年前，灵帝宠幸宦官，重用外戚，诸侯之乱爆发，京城沦陷。
灵帝第8子武宗皇帝将重整山河，一路北伐，还于旧都，重定天下，才有了现如今的大武19州，为大武重续了600年气运。初代镇东侯夏玄真便是在边疆一路跟随武宗皇帝身边，从一小卒到最后成为了名震天下的神将。武宗皇帝北伐兵分3路，其中东路主帅便是夏玄真。就在其他2路北伐大军受阻，眼看北伐无果时，夏玄真带领5000骑兵奔袭万里，抵达京城，如一柄利剑插入敌腹中，攻破京城，取敌首级，彻底玩转战局，乾坤颠覆，帮助武宗皇帝定天下。封赏大典上，武帝更是当着群臣的面笑曰：外刚而内治，封立为天下冠。因此夏玄真功绩为群臣之首，被加封为镇东侯。也有小道消息说，凭借夏玄真的功绩足以封王，但因外姓不封王的祖制，才只被封为镇东侯，否则便该是镇东王了。现如今镇东侯已经是第17代了，一直繁荣昌盛，从未衰败。虽然还称镇东侯府，但其实早已实现一门3侯。虽然在侯府不受重视，但比起一些人已经是极好的开局了。夏晨对这个开局已经很满意了。据他所知，前世一些内测进来的玩家很多都是无名小卒，甚至有的直接是路边乞丐，地狱开局。根据游戏平衡规律，越早进入这个游戏的人，开局身份便越差。但现如今夏晨打破了这规律，开局便降生在王侯将相之家。三少爷，有2老爷的信。就在这时，有一道急匆匆的身影走了进来，一个青衣小厮气喘吁吁，脸颊红通，不知是被冷风吹的，还是一路小跑累的。小院中大槐树抽出了嫩芽，在春日的照耀下显得熠熠生辉，充满生机。2老爷有一封信给少爷您。夏谦脸上略带喜色，2老爷终于想起少爷了，如果没记错的话，上一封信还是3年前呢。夏晨平静地接过夏谦手中的信，无喜无悲，只是有些诧异地说道：外界是有什么事发生了吗？3年来都没有书信传回，这一次这么突然，夏晨觉得一切可能都没有那么简单。少爷真是料事如神，有大喜事，2老爷在东荒斩了一头3品绝世大妖，听说还是东荒山脉中的一位霸主，经此一战，群妖退避百里，东荒妖祸扫之一空，大掌我5国之威。夏谦年岁并不大，比夏晨还小1岁，今年刚过16岁，正是少年心性。此时正无比兴奋地说道，仿佛斩那3品大妖的是他自己。大家都说这1-2年东荒或许就可彻底平定，到时候2老爷和2夫人到时候就可以班师回朝了。少年夏谦神色激动，14年过去了，少爷终于可以与家人团聚了。夏晨听到这些，眼神中并没有喜悦之色，他已经全部继承了之前夏晨的记忆，跟前世那种游戏登录并无原主记忆完全不同。他仿佛土生土长的拥有之前夏晨的全部情感，好似他本就是夏晨，只是在2个月前觉醒了前世记忆而已。夏晨脑海中情不自禁浮现青衣小厮夏谦话语中那位2老爷的信息。2老爷，东安侯夏渊，夏晨的亲生父亲。在夏晨的童年记忆中，3岁之前，父亲夏渊对自己宠爱有加，百般疼爱。3岁5道检测，自己被检测出废体之后，夏渊陷入了一阵沉默，但最终依旧目光坚韧无儿。虽是废体，但身为5长子，我必定会寻得大造化，为其逆天改命。说完这句话，第2天，东荒妖潮爆发，夏渊被任命为平妖元帅，掌东近10万大军。夏晨母亲苏小雪乃是一位强大的术士，一同随军出征。年幼的夏晨虽不知道这代表什么，但只想跟随在父母身边，想要一同前往东荒，但被严厉拒绝，表示东荒太过凶险。仅3岁的夏晨被独自留在侯府，而这一去便是14年。前3个月还时常有书信传到镇东侯府，并且送来妖物精血给夏晨淬炼血肉。5个月后，书信渐少，年幼的夏晨只以为是东荒大妖作乱，战场瞬息万变，耗费心神，没有时间精力写书信。1年后，夏晨从镇东侯府下人口中才得知，镇东侯府要再添嫡系血脉了。一问才知晓，他有弟弟了。夏晨母亲苏小雪随夏渊出征第1个月后便再次有了身孕。有了弟弟之后，东荒那边的书信从3月1封变为半年1封，6岁后更是只有1封。药物、血肉、精华等也不再送往原有的夏晨依旧坚信东荒战场凶险，各种大妖层出不穷，父亲作为义军主帅，无暇顾及他。直到后来，他再次从侯府下人口中得知，他的那个诞生在东荒战场上，一直被他父母带在身边的亲弟弟，被检测出了绝世根骨，被誉为天纵之资。夏晨这才恍然，他被放弃了。夏晨现如今已经习惯了这般自由无拘束的日子，虽然在侯府中有些小透明，但终究没有像电视剧里那般狗血，比如恶仆欺主、狗眼看人低等剧情发生。但他伯父伯母对他很好，将他当亲儿子。而现如今他父母回来，还有他那个从未见过一面却天资无双、体内还拥有一块特殊的骨头的亲弟弟夏浩，
他的日子还能如这般自由无拘束吗？特别是夏晨知晓，那块骨头是传说中的至尊骨，虽然比不上他天生重瞳，但在未来灵气复苏版本中，依旧可以爆发出金石光芒，而且14年没见，就连一些关于东荒信息，府邸中的奴仆都要比他先早知道。所以夏晨与他们虽有血缘，但早已与陌生人无异。你先下去吧，另外通知厨房，今天中午的饭量再加大1倍。夏晨微笑地对夏千点了点头。这个少年4岁便跟着自己，两人已经一起度过12年春秋了。说起来，夏千也算是本家人，只是已是旁支，200多年前分出的一支，到如今血脉有些疏远了，但终究还姓夏。正是有这层血脉，夏千才能从小被送入侯府中培养，跟在夏晨这个侯府嫡系身边。夏千点了点头，知道自家少爷最近在勤学练武，饭量增大了许多，但他依旧有些吃惊，再增大1倍，那岂不是一个人要吃20多份了？看着夏千远去，夏晨这才缓缓低头，目光聚焦到手中的那封焦黄但却有麒麟纹的信封上。沉默片刻，他才伸出手指，用手中赤红长刀往自己的指肚轻轻一划，一滴鲜红灼热的血液滴下。顿时信封上的麒麟纹仿佛受到刺激，光芒大振，隐约间似乎有麒麟咆哮声。这个过程持续了1-2个呼吸间，光芒内敛，一切归于平静。夏晨知道，这是自己那位娘亲苏小雪的手段。目前这个阶段虽未灵气复苏，但亦有高武。有人一人可抵10万大军，一剑可斩断大江，但达到这个级数的，整个天下目前一双手也数得过来。绝大多数即便强大，也依旧还在普通人范畴，体系也比较粗略，分为武夫、术士。夏晨前世只是将其当作一款神秘有趣游戏时，简单的将这2类分为战士和法师。除此之外，这个世界还有妖，而苏小雪便是一位强大的术士。苏小雪，这封信专门送给夏晨的，所以唯有夏晨的血液才可解封。这是一种防止外人截取探知的术法，这种术法粗鄙的武夫是掌握不了的。夏晨打开信封，上好的宣纸手感细腻滑软，但上面只有寥寥几个字：为父短则半年，长则2年，便可归家。令弟赐婚，你身为无儿，上2公主，好生表现，不要堕我侯府威严。惜字如金。这是夏晨看到信封的第一感受。前面半句话夏晨并不意外，东荒大劫，世间总共1道9品，无论是武夫、术士还是妖，皆在此9品中。3品大妖，天下屈指可数。斩了一位如此大妖，东荒那边的战事持续了14年，也该结束了。更何况刚才夏千也已经跟他说了，让夏晨瞳孔收缩的是后半句，他要上公主还是2公主？未来的女帝。庭院中，春风带着几许寒意，夏晨心头无法宁静。女帝，那可是大一统版本中最强大的存在，威慑天下，八荒臣服，聚拢天下气运，立万世法。随后凭借大一统气运修建神庙，以大气魄向天道发下宏愿，硬生生地将大武王朝提前化为气运王朝，大武境内气运镇压一切。至此，非大武臣民皆为异端，修行速度缓慢，而拥有大武官职，根据品阶可借助不同程度的王朝气运加速修行。天下阴劫进入构中，这种情况一直到灵气复苏诸天融合阶段，女帝消失不见，武朝气运崩坏，大一统分崩离析，天下阴劫才从大武国运镇压中解放。但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便再也不可回到过去。之后但凡一方王朝之主都效仿女帝，以气运镇压境内，王朝气运成为修行补药，官职越高，修行速度越快，王朝之主更是好处最大。夏晨再仔细回想后面剧情，前世他只是把这个世界当作游戏在玩，因此前期并没有上心，很多都是走马观花。但随着后面诸天融合版本开启，这方世界成为主世界，一切变得真实，他们玩家不再拥有不死之身，他才发觉不对劲。没听说过女帝有未婚夫啊？夏晨摇了摇脑袋，仔细回忆，试图凭借后面剧情推演出现如今的局面，但可惜前世他进入这方世界已经是大一统版本前期了，没有人知道文帝时期还是2皇女身份的女帝到底经历了什么。不对，大一统时期镇东侯府依旧大放异彩，绽放出璀璨光芒，人杰层出不穷。我的那位亲弟弟夏浩拥有传说中的至尊骨，天赋异常惊人，在女帝时期更是成为了帝国之柱，成为大武开疆扩土最锋利的矛，立下了赫赫战功。女帝有大气魄，破除祖制，将我那亲弟弟封为镇东王。但坊间却有小道消息，我那亲弟弟夏浩之所以能够封王，那是因为女帝乾隆困冤之时，与镇东侯府一普通子弟有了婚约，但最终这名侯府子弟在夺门之变中血洒当场。女帝登临帝位之后，婚约之事不了了之，但正是因为此事，女帝才会补偿夏家，对夏浩破格封王。原本夏晨一直以为这些事都只是坊间传闻，认为
这些传闻不过是一些有心人诋毁女帝和镇东王的谣言。但现在看来，或许一切是真的，女帝与镇东侯府真的有一段过往，而那个侯府普通子弟连名字都没在史书上留下来的人，便是他夏晨。我的存在只是黑历史，不堪回首的过往吗？会给女帝的光辉形象抹上尘埃，所以连名字都不能拥有。夏晨自嘲地笑着，但眼神深处重瞳异象再次浮现，眸子仿佛日月交融，合二为一，丝丝缕缕的混沌气弥漫，眸子有冷冽寒光闪烁。这么说来，我的剧情到夺门之变便会杀青，难怪前世从来没有听说镇东侯府还有一名叫夏晨的嫡子，那个璀璨耀眼的帝国之柱夏浩有一个亲哥哥。夏晨神色重新变得平静，如同深渊之水，不起丝毫波澜。他走进房屋中，自己穿好一套华服。原本院子中是有一些丫鬟的，但12岁之后，侯府便将这些丫鬟全都撤去了。倒不是侯府看他幼小便欺凌他，而是侯府所有子弟都是这样的，在未踏入8品之前，练武之人最忌讳破身。但练武又气血方刚的，整天美貌的丫鬟在身边环绕，难免会品尝禁果，影响后续前程。夏晨刚一踏出庭院，便有一个身穿碧绿罗长裙、年方28的美丽女子步履款款向夏晨走来碧珠。夏晨认识这个女子。三少爷，老爷和夫人喊您过去。碧珠在夏晨面前停下行了一礼，态度恭敬，并没有如电视剧那般恃宠而骄，看不起这个在侯府中有些小透明的少爷。我知道了。夏晨点了点头，然后跟在碧珠身后，看着她婀娜多姿、曼妙起伏的臀，顿时感觉气血上冲，有些压不住枪了。他连忙挪开目光，刚刚突破，正是气血鼎盛之时。碧珠，夏家主母崔梦柔身边侍女，崔梦柔一直打算等夏晨突破8品，便将碧珠调到他院子中，照顾他生活起居。夏晨分散着注意力，开始梳理侯府的关系图。侯府传承600年，而现如今的嫡系只有3脉。老侯爷镇东侯贾楚天，现如今虽已86岁高龄，却依旧气血鼎盛，但如今已经不管家事和朝事，潜心闭关，希望达到更高品境界。老侯爷生有3子，分别是长子夏乾，也就是碧珠口中的老爷；二子夏渊，夏晨的亲生父亲，府内都称二老爷；还有一个3老爷夏汉。如今掌管侯府的便是大老爷安武侯夏乾。夏晨跟着碧珠穿过蜿蜒曲折的外院，来到一处大厅中。刚一进去，便看到坐在主位上长相威严的中年男子，以及旁边一位看上去30多岁、保养很好、气质雍容华贵的女人。大伯、伯母。夏晨来到大厅，便恭敬行礼。晨儿，都是一家人，无需这般客气。夏乾笑着让夏晨起来，一旁的美丽夫人也跟着说道：晨儿，最近许久未见你来我院子中吃饭了，莫非是听说弟妹要回来了，便对伯母生分了许多吗？崔梦柔在一旁嗔怪地对夏晨说道，那眸子中万种风情，尽显成熟妇人的风姿。崔梦柔，夏家主母，从小照顾养育夏晨，将夏晨视若亲子。伯母，最近晨儿在苦练武学，因此疏忽了。夏晨笑着走近，在崔梦柔身旁坐下，心头升起一股暖意。虽然他那亲生母亲这么多年对他不管不顾，将全部的爱放在二儿子身上，但他的这伯父伯母却对他确实可以，并没有因为他天生废体就看不起他。他能从3岁幼龄在侯府成长到如今，没受过啥委屈，便是有夏乾和崔梦柔的照料。夏乾和崔梦柔听到夏晨说在苦练武学，面色皆一暗，心中纷纷叹息。天生废体虽然能练武，但这辈子却很难有什么大成就，即便比常人付出100倍努力，却收获依旧甚微。夏乾和崔梦柔又询问了夏晨现如今还缺少什么，3人其乐融融，寒暄着，倒显得像一家人。你父亲在东荒立下大功，皇帝赐下婚约，将2公主许配给了你，这件事你知道了吧？这件事你怎么看？寒暄完之后，夏乾步入正题。刚刚知晓。夏晨点了点头，然后眸子神色认真，这件事可还有余地？夏晨不想上公主，娶一位公主对外人来讲那是莫大的荣耀，但无论对侯府还是对夏晨自己来说，那都是锦上添花，甚至会有些束手束脚。特别是那人还是未来的女帝，这更不能娶了，太危险了。谁知道前世的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侯府能够600年屹立不倒，靠的是一代代人才辈出，一位位能够统御大军的神将。如今天下3分，大吴北有大凤，西有大庆，东荒大妖纵横，山脉连绵不断，南有南蛮，巫蛊强盛不绝，天下远算不得安宁。有这些外敌在，他们侯府就不需要一味的迎合皇上，获取皇恩，反而是皇室时常笼络他们侯府，每年逢年过节，宫中都有赏赐。这一次夏嫁皇女便是最明显的信号。而夏晨，他可从来不是郁郁久居人下之人，要真与未来女帝结下婚约，5年后夺门之变就有些束手束脚了。你不想娶皇女？崔梦柔柔声看着夏晨，眼波流转，成熟美妇的风韵自然流淌。不想。夏晨斩钉截铁，没有丝毫犹豫。
此事已没有回旋的余地。这个时间段，圣旨应该已从宫门而出，马上要到我侯府了。夏前叹息地摇了摇头，这件事早就已经商议定下，如今只不过是将结果说出来而已。夏晨沉默，他何尝不知道，很多事情早就已经定下，以他现如今的身份，根本没有参与的资格。可明明他才是这场婚事的主角之一，但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竟然才知晓，这岂不荒唐可笑？原本这场婚事并不是给你的，陛下看中的是你那个弟弟，传旨的天使到达东荒，但却被二弟婉言拒绝，这场婚事主角这才换成了你。崔梦柔看着沉默不语的夏晨，沉思片刻，缓缓将这场婚事背后的争锋道了出来。夏晨仔细询问，这才得知，原先这场婚事本应该赐给他的那个弟弟夏浩，但他父母却毫不犹豫拒绝，理由是夏浩年岁还小，要专心武学兵法，不应太早决定婚姻大事分心。之后又主动上书，言明夏晨身为嫡长子，年岁又与二皇女相近等诸般道理。文帝收到这封回信之后，沉默3天，最终在今日上午，这才有旨意传出宫门，同意了夏渊的上书请求，确定了这门亲事。崔梦柔看到一脸平静的夏晨，于心有些不忍。成为驸马，对普通人来说，那自然是平步青云，但对于他们这种功勋世家子弟，却是一种束缚。至600年前，灵帝宠幸宦官，重用外戚，导致诸侯之乱，江山差点颠覆。若不是武宗皇帝忠心，这江山早就已经改姓。武宗皇帝取得天下之后，总结经验教训，规定自此之后，外戚不得干政，不得担任重要职位。虽然没有将外戚一消到底，可外戚早已不受重用。遂100年前，肃宗皇帝开始重新重用外戚，以平衡朝政。发展到现如今，外戚所面临的局面虽然比之前要好上太多，但依旧处处受到限制。驸马自然也算是外戚的一种。这也是为什么夏渊面对皇帝要将公主许配给小儿子，宁愿硬气得罪皇帝，也不同意公主与小儿子的这门婚事的根本原因。娶了公主，前途无望。夏前眼神中有叹息之色，这位侄儿本就命运多舛，但皇帝的旨意不可抗拒，必须得有一个人去联姻。夏渊夫妇不愿自己的小儿子，那就只能让这个大儿子顶上去了。虽然这对晨儿很不公平，但晨儿天生废体，虽然这些年潜心钻研兵法，但终究武道前途有限，成为驸马，加上有我侯府在，这一生富贵无忧，或许也是一件好事。夏前心中如是说道。虽然从感情上来讲，从小看着这个侄儿长大，对比起那个素未谋面的夏浩，自然感情更亲近，但他是家主，更多的要从家族利益上考虑。二弟的那个小儿子夏浩乃是天纵之资，或许有望达到先祖夏玄真的成就，未来将成为家族领军人物，确实不应该让他被一个驸马身份束缚住。夏晨虽心中愤慨，但眼神中依旧无波无澜，嘴角挂着微笑，平静地接受着这一切。他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厉害之处，自己的亲生父母不愿意影响小儿子的前途，于是终于想起了自己在京城还有一个大儿子，将自己抛了出来，化解了文帝看似拉拢，但实则是一种瓦解打压的攻势。而自己的这场婚事不过是权力斗争妥协下的产物，至于自己的想法意见并不重要。即便是那个统御四海八荒威压天下的女帝，在没掌权之前都被用来当成政治联姻的工具，我又有什么不能够接受的呢？夏晨内心坚韧并且异常乐观，想到这心念通达，而且原本选中的那人还并不想娶她，被退回来了。难怪文帝时期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不能执掌自己的命运，真难受啊。夏晨一边想着，内心叹息，最后一句话不知是对女帝说的还是对自己说的。此刻他愈发坚定了自己要掌权的决心。前厅绿珠有些急步，但却依旧从容优雅地迈了进来。老爷夫人，宫中来人，而且还是叶公公亲自领队，阵仗浩大。夏前和崔梦柔对视一眼，皆已知晓来意。晨儿，跟着我们一起去迎接天使吧。夏晨默默起身，跟在两人身后迎接自己的命运。夏晨在侯府大门外见到了绿珠口中的那位叶公公。叶公公头发花白，但却显得鹤发童颜，气色红润，虽是一位宦官，但却自带气韵，无人敢小觑这位公公。叶无争，人称叶公公，服侍过3代君王，最后安然度过夺门之变，在女帝时期依旧镇守皇宫，实力深不可测，为皇室底蕴，帝王中仆。夏晨脑海中自发地闪过这些信息，这位便是安东侯的嫡子，果然一表人才。叶公公笑呵呵地看着夏晨，恭贺地说道。夏晨看到这位未来在夺门之变大放异彩的公公，目光恭敬朝他行了一礼，这让叶公公有些诧异，但很快回过神来，笑着朝夏晨点头，对这个少年第一印象还算不错。虽然夏晨是主角，但后面的一些事与他关系其实并不大，只是需要他出面而已。将叶公公迎进侯府，紧接着沐浴更衣，叶公公宣读圣旨，夏晨迎接圣旨，这门婚事便正式的确定了下来。一套流程弄下来，夏晨也被弄得昏头转向，这种正式圣旨需要遵循的规章礼仪太多了，因此
一般所谓的圣旨大多都是口语和中指，没有这么多繁琐礼节。但这次是赐婚一位公主，自然有所不同。无论是侯府还是宫中，规格必须要盛大，以表示对双方的重视。整个过程一直忙到下午，夏晨手握那一卷有龙纹，不知用何材料铸成的圣旨，觉得一切如梦似幻。自己真的成为了那位女帝的未婚夫，只是自己真的能够活过夺门之变吗？顺利成为帝夫？夺门之变中，夏晨身死当场，真的只是意外吗？想到这些，他看着走在前方的伯父伯母，不再犹豫，加快脚步走到两人身边。伯父，我已突破到8品炼金境，我想谋个差事，报效国家。夏晨深吸一口气，掷地有声地说道。侯府中，青石铺就的小径蜿蜒曲折，仿佛灵动的丝带穿梭于繁花盛景之间。才刚初春，便有名花忍耐不住绽放，争奇斗艳，微风拂过，芬芳馥郁之气弥漫开来，沁人心脾。夏前崔梦楼柔夫妇俩猛地停住脚步，回头望着夏晨，语气中难掩惊讶。你突破8品境了？若是寻常其他人突破8品境，他们俩人眼皮都不会抬一下。8品境虽称得上不错，特别是夏晨今年才17岁，在外界足以称得上天才了。但这是侯府，天才众多，抛去嫡系中的几个妖孽之辈，就连旁系中，夏晨这一辈中也有几个天赋惊人的年轻人冒头。8品实在算不上惊人，可突破8品之人是夏晨，这足以令人惊奇了。特别是夏前夫妇的俩，对夏晨的天赋情况更是知根知底。这些年，虽然夏晨亲生父母没有从东荒那边送来天才地宝等药物，但夏前也是给夏晨很多好东西，淬炼血肉，打磨体魄。但这么多年，即便耗费侯府众多资源，也只是勉强让夏晨从不入品，进入9品炼体境。这让夏前都不由感慨，武道废体名不虚传。而现如今，夏晨就突破到第8品了。这几天心有所感，练着练着，不由有些顿悟，从基础刀法中悟出了一些东西，境界也不知不觉就突破了。夏晨如实说道，只是隐去了其中的一些关键，现如今不需要太过多隐藏低调，他必须要快速取得侯府资源支持，从而崛起。你施展给我看。夏前听闻之后，面色凝重，内心有些惊疑不定，练基础刀法进入了顿悟之中。他们侯府的基础刀法自然不是普通最低等的刀法，而是他们600年一代代钻研，甚至参考过皇家最强9品刀法，最终领悟出了这种最适合9品炼体境的刀法，对打磨体魄最有效益，因其最适合第9品五副断体，因而这才取名为基础刀法。这款基础刀法早就已经到了进无可进，改无可改进的地步，即便是他当年学习的也是这基础刀法。而现在，夏晨竟然说他在这款刀法中领悟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年轻时，夏前也曾心高气傲，想着为家族做出贡献，改进这款刀法，但直到他现如今的境界，也依旧没有试图去改进这款刀法。不仅是他，夏晨的亲生父亲夏渊，还有他们的父亲侯府真正的主人镇东侯贾楚天都没能做到。拿刀，夏晨对身边随从说道，直接用我这把。夏前二话不说，直接从他的身侧抽出一柄冒着惊人寒光、通体黝黑的长刀。这柄长刀出世的那一刻，夏晨眸子中仿佛看到一条黑蛟从深渊中一跃而出，幽冷的鳞片仿佛能吞噬人心。这种意象仅一闪而过，那柄黝黑长刀很快归为平静。夏晨知道，刚才那一幕并非错觉，这是一柄神兵。那一头黑蛟最少也是3品大妖，这边黝黑长刀沐浴3品之上，大妖精血诞生，刀身内甚至镇压了大妖之魂。这是侯府底蕴之一。夏晨双手紧握长刀，但即便如此，也感觉双手一沉。这一柄黝黑长刀即便已经收敛了神意，但紧刀身也依旧奇重无比。如果是之前还只是9品境的他，最多能够勉强抓起，但根本挥舞不动。这柄长刀本身就是一种考验，考验他的境界水平。看到夏晨平稳接过长刀，夏前赞许的点了点头。这小子真的已经突破到8品境。想到这里，夏前不由对夏晨口中的顿悟有了些许期待。夏晨手握黝黑长刀，眸子中炽热光芒升腾，他全身血肉仿佛在剧烈沸腾，丝丝缕缕的气血之力透过体魄，一轮大日虚影在夏晨身后升起。天空中能量有些许变化，崔梦柔眼眸中这时也绽放光芒。他出身名门崔家，走的是术士体系，对天地中的能量极为敏感。一股极阳之气被夏晨纳入体内，最后注入手心中那柄黝黑长刀中。手阳破魔刀，一声大喝，夏晨站在花园中，但却仿佛在面对千军万马、万千妖魔。他背对众人，横刀向渊。这是他的气势到达了极致，整个人气血滚烫，精气神到达顶峰，一刀斩出，天地变色。夏前看着手心中有一轮大日一闪而过，那一道璀璨刀光被他一掌接下，虽然连他的皮肤表层都没破开，但夏前却难掩喜色，无法平静。你真的改进了基础刀法？虽然是质问语气，但夏前已然相信
亲眼所见，刚才这种刀法虽与基础刀法全然不同，但本质却并无差别，绝对属于进阶版的基础刀法。勾动太阳精气，凝聚杀伐之气，万邪退避，既是杀敌之法，又是淬炼血肉之机。崔梦柔一语道破手阳破魔刀的根本，这种刀法在他看来，杀敌还是其次，更关键的是，这种刀法竟然可以沟通天地，汲取太阳之精来淬炼血肉，这是粗鄙武夫能够做到的。这种刀法有点类似于武夫与术士的集合，这世间竟然有这种奇异的刀法。崔梦柔心中难以平静。夏前虽然不是术士，但也很快想到了关键之处，9品炼体境和8品炼精境，甚至7品炼神境，最重要的都是打体魄，淬炼血肉。而武夫无法沟通天地能量，要么下苦功夫靠时间积累，要么食用天材地宝，但现在这种刀法却可以主动沟通天地能量，用来淬炼血肉，绝对可以极大的加快9品到7品的修炼速度。夏前很快意识到这种刀法的珍贵之处，你领悟刀法的事先保密，这种刀法也不要外传。夏前面色严肃地说道，同时环顾身后的几个随从和丫鬟，幸好这些随从和丫鬟都是本家人信得过，否则的话今天又要造一些杀孽了。这种刀法可愿进献给家族，全凭伯父做主。夏晨没有丝毫犹豫，之所以暴露刀法，本就是用来换取进阶之资的，而且家族这些年在他身上耗费的资源确实多，就算是白送给家族，他也无话可说。好，晨儿，你改进刀法于家族有大功，我会将你的功勋上报功勋楼告知族老，同时你可以前往功法楼再选取一门功法。另外，你说你想去外面谋个差事，这件事我会帮你谋划好。夏前掷地有声地说道，家族能够长生600年不衰，便是有一套完善的功勋制度，不会冷落任何一位对家族有大功之人。侯府中鲜花绚丽，夏晨露出一抹灿烂的笑容。其他的夏晨都不在乎，他只想早点出去，只有出去了才可打造自己的基业。侯府虽好，但终究不是自己当家做主，只可借力，不可全盘托付。对于这一点，夏晨无比的清楚，侯府是大家的侯府，不是他一人之侯府。他的利益并不代表侯府的利益，但目前他却可以借助侯府的资源威势而谋取到一个好过的官职。能走捷径，为何要去从底层攀登呢？夏晨从来都不是一个没苦硬吃的人。夏晨跟随夏前前往功勋楼面见族老，领取功勋，并且铭刻手阳破魔刀真意时，皇宫以东一座大气但却略显低调的府邸坐落在中央大道旁，朱漆大门巍峨耸立，铜锭闪烁着岁月的幽光，两侧石狮威风凛凛。瑶光公主府，这是二皇女的府邸。二皇女现如今正是碧玉年华，但早在年前，她便请求自由出入宫廷。今年春节刚过，便自主请命搬出了宫廷，这般行径自然是与理不合的。按理制，即便公主成年，也应继续住在宫廷中，只有等与驸马完婚，才可从宫廷中搬到公主府中。众人皆不知这位二皇女与皇帝说了什么，竟然让皇帝准许同意。但很快群臣便知，这位公主被赐婚给了东安侯之子。此时公主府前厅，有3女2男安静地坐在下方，但众人的目光皆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张被随意放在一旁的龙纹圣旨上。坐在首位上是一位女子，她肤若凝脂，眉如远黛，双眸恰似星子闪烁，透着深邃宁静。琼鼻秀挺，一头乌发如瀑，在华服映衬下更显柔顺黑亮，容颜精致而绝美。她只是坐在那里，其他人无论男女皆黯然失色。而那张圣旨就放在她手旁。二皇女，封号瑶光公主。公主，那夏晨在朕东侯府中无比透明，显然不受重视，您为千金之躯，那夏晨如何配得上您？底下一女子有些不忿地说道，打破了宁静。那有何简？二皇女眼神中无波无浪，看不出悲喜。底下那个翠黄女子一时语塞，无话可说。是呀，陛下赐婚，且已经昭告天下了，此事已无解。要不派人行刺，将那个夏晨斩杀。听说他在侯府中并不得宠，安东侯远去东荒战场14年，3年才有一封书信，显然对这个嫡长子也并不太在乎。下方左侧一男子沉声说道，胡闹，刺杀这种卑鄙之术岂可随意使用？若是能够奏效，一劳永逸，那倒也罢了，可无论是刺杀失败还是刺杀成功，那都是大麻烦，无法收场。左侧守卫的青年男子摇了摇头，呵斥道，他出身国子监，名叫霍启明，虽是读书人，但也并非迂腐之辈，若刺杀真的能解决倒也罢了，可无论刺杀成功或失败，那都会引发大祸端。夏晨或许只是废体，不受安东侯和侯府重视，但终究是侯府嫡子，而且这场婚约是陛下赐婚，目的是为了拉拢侯府，以示圣恩。二皇女嫁给谁，那并不重要，只要对方是侯府嫡系就行了。所以即便夏晨身死，二皇女大概率也依旧会被许配出去。徐俊听到霍启明呵斥反驳他的话，
眼神中有怒火，但看到公主在场，硬生生地压制了下来。姚光静静地听着两人发言，并没有打断，但眼神深处对徐俊有些失望。徐俊和霍启明都是他这个月从国子监招揽的幕僚，现如今看来，霍启明明显才智高于徐俊刺杀，不是说不可用，但用在侯府嫡子身上太过儿戏了。世间万事若都以杀来解决，那这天下岂不早已大乱？镇东侯府在武勋中虽然不是品阶最高，但将才辈出，镇东侯夏楚天被誉为上一代大武军神。36年前，大武与大凤发生淮阳之战，大战一直持续了3年，最终身为主帅的贾楚天带领20万大军击溃大凤名将萧岳，杀进大凤国境内，一路势如破竹，最终离大凤国都仅有30里。若不是西边大庆和东荒群妖趁机逼近大武国境边疆，那一仗就算不能尽灭大凤，也能收取大凤一半国土。这一战，镇东侯名震天下，也是这一战之后，镇东侯主动交出兵权，开始闭门不出，潜心修行武学。正因为此举，文帝对镇东侯府信任有加，赏赐不绝。二皇女很明白，镇东侯这主动一退，这才免去了他父皇的猜忌之心，也给了夏家2代出头的机会。夏乾和夏渊两兄弟开始在军中崭露头角，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了武勋子弟中的领军人物。21年前，继承侯府中另外2个侯爵之一的安武侯老大夏乾，与南蛮一战中大放异彩，之后也学习父亲韬光养晦，主动交出兵权，回到京城掌管侯府。虽然这么多年没有出事，但天下谁能忍小觑？继承族内安东侯爵的老二夏渊，14年前临危受命，成为东荒战场主帅。前面13年一直稳扎稳打，没取得过大功，但也没犯过任何错误，这使得东晋边疆稳如泰山。群臣一边大喜，一边松了一口气。夏渊能够稳定东方战局，虽然已是大功，但相比起他父亲和大哥，终于不再那么妖孽了。但谁知1个月前，夏渊蛰伏诱敌13年，一招爆发，竟然一举屠掉一位3品大妖，震惊朝野。一门3帅，这如何不让天下震惊？如何不让皇室忌惮？但目前天下纷乱，大武并非一家独大，面对侯府绝不能打压，而是要拉拢。这种局势下，岂能对侯府嫡子进行暗杀之术？那夏臣一介废体不足为虑，只是婚事而已。这件事既已确定，便无需再多言。镇东侯府忠君爱国，于国家有大贡献，我能为父皇分忧，也是一件好事。二皇女展颜一笑，整个大厅瞬间都明媚了许多，但目光一直平静至极。她内心有个大野望，一直未与人言。她之所以行为奇特，不肯与其他皇女一般困在深宫围墙中，便是为了这个野望。谁说天下女子不可为帝？她姚光偏偏要做这有史来第一人。镇东侯府深处，一座气派散发着特殊气韵的7层古塔中，基础刀法真的被改进了。7名气势不凡、头发发白的老者，其实有的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有的不小心揪掉了自己的白胡须，有的将杯中茶水洒了出来，内心皆不平静。基础刀法顾名思义，那是用来铸就武道之基的，乃是根本法。一个人的战力、未来潜力与根本法那是有莫大的关系的。所以侯府基础刀法乃是不外传之秘，只有侯府嫡系和天赋出众，经过考验的旁门子弟才有资格修行这一刀法。这款刀法乃是他们夏家长盛不衰600年的基石，每一武道世家都有独属于自己家族的根本法，全都是不传之秘，进行知识垄断，保证自身的长盛不衰。而他们夏家的根本法由始祖夏玄真所开创，后世家主族老等一代代修改。他们认为这一刀法早就达到至臻圆满了，不会逊色于皇家基础刀法。但现在竟然又有改进，还是一个小辈所达成的，他们如何能不吃惊？可他们看着地面上那道带着炽烈之气的裂痕，刚刚夏臣已经当着他们的面施展了一遍。他们虽然嘴上反问，但内心早已相信。之所以有如此大反应，只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好好，你虽然武道天赋不行，没想到悟性却超群绝伦。论对族内的功勋，你比你父亲夏渊那小子还要大。为首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语气直接，大笑着说道，同时心中不由痛心疾首，上天何其不公啊，给了这孩子超群的悟性，但却没给他武道天赋，不然的话，他们夏家又该出一位绝世妖孽。他名叫夏禹，乃是镇东侯夏楚天的亲哥哥，夏乾夏渊的亲大伯，论起辈分来是夏臣的大爷爷。贾楚天那一代兄弟8人，贾楚天排行老3，但因天赋最为出众，才智最高，当选了夏家家主，继承了镇东侯爵。而其余7位兄弟年轻时也在军中任职。36年前，大武和大凤爆发淮阳之战，贾楚天一战成神，最终主动归还兵权，退出了军伍中。其他7位兄弟也陆陆续续交还兵权，回到侯府中担任族老，开始教导后辈子弟，提升家族底蕴。军功再多，那也不如你这一创法。又一老头跟着说道，
乃是夏臣的五爷爷夏玄。侯府600年辉煌，一代代将才辈出。300多年前，祖上因有大功，再次受封安武侯；173年前，又得到义侯爵安东侯。至此，夏家一门3侯爵，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家族根本不缺军功。而夏臣改良基础法，于家族而言，后代子弟必将世代更加优秀，修为速度更加迅猛，意义重大。夏臣离开了功勋塔，说实话，这座功勋塔他也是第一次踏入，他的那几位爷爷辈祖老，他也是17年来第一次见，但看他们的反应，应该听说过夏臣废体大名。这次刷了一波存在感，对其生活在侯府中的地位有大益处。7位祖老对我的感官都很好，用手阳破魔刀换取这些不亏。夏臣心中思索，至于对7位祖老所说的他之名能够写进祖史中，死后搬进祖祠中，与族内史上诸多大才一同享后人香火气运，夏臣倒是不在意，他只求生前名，身后名不是他现在该考虑的。夏臣绕过蜿蜒曲折的后院，穿过演武场。演武场热火朝天，有5、6岁的小孩跟随武师在练拳筑基，也有11、12岁少年在练枪，一柄长枪耍得寒光阵阵，阵势不凡。还有少年举起千斤巨石，汗如雨下，但眼神中却透露着坚毅，坚持不懈。陈哥。就在这时，一个13、14岁的少年扔下手中巨石，身形似猿猴，几个挪步间便快速地来到夏臣身前。陈哥，你是来看我的吗？少年虎头虎脑的摸着头，笑嘻嘻地说道，显得憨态可掬。这少年名叫夏文，乃是夏臣三叔夏汉家的儿子。夏汉虽出生在武勋世家，但却喜文不喜武，走的是读书仕途，给自己的这个儿子取名为夏文，寄予厚望。本以为会是个读书种子，但夏文从小习武不喜文，在武道一途上天赋超绝，至于读书嘛，那则一言难尽。因夏臣武道天赋不行，从小武道无望，夏汉便将夏臣带在身边，教其读书，养浩然正气，走儒家修行法门，养气立言。因此夏臣10岁之前经常去三叔院子中吃饭，与三叔家的孩子自然相熟，关系良好。我去藏宫楼去挑选一门功法，经过这里便来看看你。夏臣笑着，侯府子弟无论男女，5岁便得前往演武场，无论风吹日晒，每日坚持不懈。但夏臣从小武道天赋不行，大伯夏乾为了照顾他的自尊，便特许他可以不用每日前往演武场。小时候夏臣不甘，咬牙坚持来到演武场，但随着跟自己同岁的人每日进步神速，而自己却依旧连入门都难，便渐渐不来演武场了。夏臣环顾一扫，发现演武场中都是一些年轻面孔，当年与自己同岁甚至小上1、2岁的人大多都不在了。夏臣知道他们大多已经突破到8品炼金境了，开始进入军中磨砺，这是侯府中的传统，不论年纪，只看修为境界，突破到8品炼金境便可以出世，一展宏图。陈哥。又一道声音传来，夏臣循声望去，一个粉雕玉琢，穿着小衣，看上去只有10岁左右的小女孩怯生生地走了过来。她脸颊红彤，刚刚打完一套拳法。这是夏乾和崔梦柔的小女儿，名叫夏雨熙。陈哥，陈哥。又有几人走得过来，都是7位祖老那几脉的子弟，还有几位旁系，但却天赋出众的少年，看到大家都过来打招呼，迟疑了一下，也跟着走了过来。听着旁边的人小声言语，知道这是一位嫡系。夏臣虽然在侯府这些年有些小透明，但名声却不小，毕竟侯府以武立家，这么多年来还是第一次诞生出没有武道天赋的废体出现。有人笑着跟夏臣打招呼，也有人面色平静，只是点头，不交好，但也不得罪，但没有人出言讥讽。大家年岁都还小，但大多都早熟，心智很高，情商不低，没有人会去轻易得罪一位嫡系子弟，即便这个人没有武道天赋。而且众人都已知晓夏臣已成了驸马，这样就更加没理由只是因为对方没有武道天赋便出言讥讽打压了。更何况论起辈分来，夏臣还是在场所有人的兄长，侯府延续600年，极为讲究兄友弟恭。夏臣一一笑着与众人打招呼，语气温和，让人感觉如沐春风。他的目光落在场几位少年身上，目光凝重，这几位在未来都会大放异彩。演武场中此时正是休息时间，各位武师看着众人聚在一起寒暄，倒也没有阻止。夏臣落在外围一个看上去有些高冷的12、13岁少年身上，少年名叫夏逸晨，刚才也打过招呼，所以夏臣知晓，这是一位夏家旁系子弟，在未来大一统时代中威震天下，统御大吴铁骑，纵横东荒战场。而现在这位神将还一脸稚嫩。夏臣目光又望向另一个少年夏浩宇，夏臣六爷爷的嫡孙，未来成就同样惊人。陈哥，你要外出历练了。一旁的夏文一脸喜事地说道。夏臣如实说自己要前往藏宫楼，然后要外出的事情与夏文道了出来。我也马上要突破到8品了，到时候我来找陈哥你。夏文没啥坏心思，加上少年心性，口直心快，
没有太多其他想法。夏晨吃惊，夏文还有几个月才满12岁，竟然快要突破8品了。未来大一统版本中，夏家最耀眼的将星之一天赋果然名不虚传。无论是夏家还是大武朝，年轻一代的天骄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黄金大势即将来到，夏晨心中喃喃自语，激荡不已。黄金一代现如今都还未成长起来，夏家600年气运积累也将会在这一次全部释放，将夏家推向另一个高峰。自己必须要提前抓住机会。藏宫楼大楼总共也有7层，夏晨之前也只来过一次，那边是学习基础刀法时。这次因为有大功勋，魄力6层之下都可以随意进入。夏晨并没有心急的直奔5楼，而是先径直进入1楼，来到右侧书架，拿起一本便开始观看金锋剑法。夏晨快速扫视，但心思却完全不在剑法上。收录功法，夏晨内心平静地说道。功法收录中 1%、25%、100%。夏晨眼眸中出现一道虚拟面板，虽然他提前进入了这个世界中，并且也不再是玩家身份，但这个辅助系统却依旧保留了下来，并且全部权限向他打开。比如辅助领悟进阶刀法，又比如现在的收录功能，初始玩家只有最基础的增加熟练度功能，简单粗陋。而他这个辅助系统早就已经进化到灵气复苏版本了，所以即便等女帝17玩家降临，夏晨凭借着领先他们好几个版本的功能，也可以玩虐他们。夏晨一路走马观花，但其实在快速的收录整个一层藏宫楼功法，但奈何整个侯府600多年积累，即便已经经过筛选，普通功法不可入藏宫楼，整个1楼的功法也依旧浩瀚如烟海。夏晨只是重点的收录了一些被重点圈测起来的功法，便放弃1楼，进入2楼。2楼的功法主要给8品炼精进层次的修炼，不仅有剑法、刀法、枪法、戟法等，断体运气等功法无不包含，还有各种军阵法门，甚至夏晨还看到了一些术士的修炼法门。夏家以武立家，但600年的积累太过深厚，历史上也带军剿灭过一些叛乱的术士门派，将其传承功法收入囊中。夏晨重点收录那些军阵法门。这个世界武夫术士恐怖无比，但士族组成军阵，凝练无双煞气，足以斩杀武夫术士。不过夏晨看了一眼，发现这些军阵都是最基础军阵，大多都是3人、5人小阵，只有一小部分军阵功法可以组成7人军阵。夏晨也没有太过失望，这种军阵法门是不传之秘，是将门世家的立根之本。而那种万人甚至10万人组成的军阵法门，主帅可以聚拢全军之力，加持以身，使主帅可以越阶而战，以下伐上绝世军阵，即便在夏家中也无比珍贵，不是所有人都能学习。夏晨估计这种级别的功法最少存放在藏宫楼5层以上，而整个大武拥有万人以上军阵功法的将门世家绝不超过10指之数。藏宫楼深处，夏黄和夏红两人面面相觑，都早已发现2楼夏晨的那怪异之举。他们分别是夏晨的4爷爷和6爷爷，先前夏晨在演武场看到的夏浩宇便是夏红的嫡孙，他们平日的职责便是镇守藏宫楼，先前被突然喊去功勋楼，知晓了夏晨改进了基础刀法，因此对夏晨自然印象深刻。他在干嘛呢？走马观花？夏红疑惑地问道，以他70多年的阅历都看不懂这究竟在干嘛。你问我，我问谁去？夏黄没好气地吹着胡须，他也没看懂。这小子悟性很好，但终究太过年轻了，此时心智未定，武道天赋又有些欠佳，必须要好好引导，要是因此产生浮躁之心，到时候恐怕一辈子成就有限。夏红仔细观看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对夏晨做出点评。武者讲究的是认定目标，不要犹豫，势如破竹。而夏晨却心智不坚定，每拿起一本功法根本没仔细看，又快速放下，如此心性不利于成大事。哎，可惜了，这也难怪夏渊那小子对这个孩子不管不顾，将全部心思都放在小儿子夏浩身上。夏红也不由跟着叹息，收回目光，不再去过多关注。夏晨丝毫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皆被人看去，并且还对他做出了点评。不过即便知晓，他也不会有丝毫理会。他表面平静，但内心无比欣喜。但看着那系统面板上的一个个100%，嘴角都不由浮现一抹笑意。整个浩瀚的侯府藏宫楼，这一次他要全部搬空。夏晨感受了下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时辰。他快速地将2楼一些特殊的功法收录，然后往3楼而去。3楼的功法相比于1、2层少了许多，但质量明显高出1个层次。夏晨甚至看到了一些道家佛家的功法，佛门经篇道家真意被特别的放在一个区域。夏晨没想到侯府中连这些功法都有。作为在灵气复苏版本中大放异彩的佛家道家，他们的功法都很不简单，一些现在看似普通的经篇，等到那个时代爆发出璀璨的真法奥义。有人从罗汉经中领悟出罗汉呼吸法，也有人从太平经中观想出仙宫太平图，
一举迈入超凡。夏晨对这两家的精篇文章非常重视，率先收录。第3层、第4层，夏晨一本都没有放过，全都收录。之后他来到第5层，第5层空间广阔，但只摆放了100本功法。夏晨依旧如法炮制，他能感觉到不同楼层收录功法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比如第1层大多2-3秒便能够收录，而到第5层则最少都需要1-2分钟。夏晨依旧耐心的等待，在这一层，他发现收藏了千人军阵功法，可以调动全军之力，加持己身。总共有10本，被特殊放在一个区域中，另一个区域中摆放着符道术法，而另一角摆放了一些儒家书法字画等。每一本字帖画卷都蕴含了一种特殊的道韵，内蕴浩然真气，对走儒家道路的读书人有大益处。铭刻，夏晨走到这些字画前，直接开始铭刻。看着面板上的进度条，夏晨露出笑意。最后将5楼所有功法收录铭刻完之后，夏晨拿起一本名叫《赤阳断体诀》的炼体功法，开始装模作样的看了起来，但同时在内心中说道：开始推演并进行灌输。系统推演中，5分钟后，面板上有新的文字出现：赤阳断体诀真意灌输中，进度值 5%， 进度值 35%， 进度值 78%。整个传输过程持续了3分钟，夏晨感觉自己的皮肤变得炽热起来，血肉骨骼仿佛在被岩浆淬炼，每一块血肉都宛如在被神将敲打，将杂质敲出。夏晨眸子中有大日升起，之前领悟的手阳破魔刀真意与赤阳断体奥义融合，每一滴血液都变得粘稠，蕴含至阳之气。整个5楼空间都变得炽热起来，仿佛来到了盛夏。夏晨整个人如同一块刚刚从高温火炉中新鲜出炉的钢铁。夏红、夏黄2位族老瞬间出现在第5层空间中，目光凝重地看着夏晨的变化。这是领悟了赤阳断体诀，这么快就领悟了赤阳真意。2人同时惊呼，眼神中皆闪过不可思议之色。赤阳断体诀这门功法他们是知晓的，对武夫修行有大益处，即便是对4品境都有一定功效，因此这才能被放在第5层藏宫楼中。整个藏宫楼都是在他们2个的感知中的，原本他们看到夏晨走马观花的观看功法，便不再过多关注，但怎么突然一下子就领悟了赤阳断体诀呢？2人脑门上一头问号。夏晨缓缓睁开双眸，眼眸中的那轮大日缓缓褪去，毛孔中喷薄的气血之力也缓缓收敛，皮肤不再赤红。4爷爷、6爷爷，你们怎么在这？夏晨装作好奇地问道。他自然知道，这么重要，乃是整个侯府根本的藏宫楼，必定会有人守护。你怎么这么快就领悟了赤阳断体诀？夏红性子急，率先问了出来。我也不知道，我看着看着就突然心有所感。夏晨摸了摸脑袋，显得憨态可掬的，这副天真的表情像是进阶版的夏文。夏红满脸的疑问，突然被堵得说不出话来。不知道，突然心有所感，就这么简单。夏黄没有说话，直接上前一步抓住夏晨的手，一股真气涌入夏晨的体内，开始探查。他有些怀疑这个孙儿有问题，但他沿着夏晨的经脉走了一圈，却没发现任何问题，并且还感觉夏晨的体魄无比的壮硕，根基异常深厚，确实根骨普通，不适合练武，但底蕴很深厚。夏黄满脸疑问，觉得有些邪门。这么多门功法，你为何选择这一门？还有，你先前在干什么？夏红问出心中疑问。先前夏晨的举动太令人不解了。我听闻古贤博览群经，融万家真意，创出惊世法，因此不自量力，想效仿古人。夏晨搓了搓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至于为什么选这一门，我感觉这一门功法与我之前领悟的手阳破魔刀有些类似，心有所感，所以便选择了这一门。夏黄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旋即哈哈大笑。你小子还想效仿圣贤？他笑着，他多少年没听到这般有趣的事了，但很快反应过来，这般放肆的笑可能会有些打击到小孩子，于是又找不告诫说道：你才多大，能有多少阅历，并且境界太低，博览群经对你来说还太早。你现在要的是专心一致，走一条路，就算天赋出众，最多也是选择一条辅路，经不可学得太杂，否则对境界、心境等反而有害。夏晨连忙点头。虽然你武道天赋不行，但悟性出众，或许未来未免不可取得一番成就。夏红勉励说道。是。夏晨又与夏红、夏黄聊了一会儿，两位长辈将一些修行注意事项一一耐心告知，夏晨这才告退。看着夏晨离开藏宫楼的背影，夏红叹息一声，可惜了这孩子，悟性堪称妖孽，但却是废体，上天何其不公啊！当初怎么没让这孩子去走儒家道路？不是听说他小时候跟在老三夏汉身边吗？为何没让他继续走下去？如此惊人悟性，走儒家道路养浩然正气，我夏家或许能够走出一位大儒啊！夏黄也有些痛心疾首地跟着说道。他是真的心痛，
如此大好前程竟然被耽误了。他们夏家600年大多都是粗鄙武夫，在朝堂上也经常被那些文人看不起打压。如果夏晨成为一代大儒，那或许他们夏家今后便要产生一道文脉了，使其阴阳平衡。夏红沉默，最终终究还是开口缓缓说道：听说当年是老二从东荒战场中回了一封书信给老三，说他的孩子就该练武，就算是废体，即便未来血溅战场上，那也应该双手握刀，而不是握笔。藏宫楼中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良久才有声音再次响起：哎，老二夏渊是一位好男儿，也是一位好将军，才智过人，天赋出众，没给我侯府丢脸，但唯独在做父亲这方面有些欠缺了呀。夏黄摇了摇头，想起了曾经听闻过的夏渊对夏晨的态度，叹息不已。夏晨回到自己的院落，黑夜早已笼罩大地，明月高挂，丝丝缕缕的月辉洒落在夏晨的指尖，如同精灵般在起舞。从上午出门一直到晚上，这一天比他过去2个月还要多姿多彩。少爷！夏谦听到声响连忙走了出来，欣喜地喊着：少爷，听说陛下将2皇女赐婚给了您，如今府上可都传遍了呢，各个院子都送了一些礼物来。你帮我收好就行。夏晨点了点头，没有在这方面多花费精力。接下来的2天，夏晨都老实地待在院子中勤学苦练，随着系统面板上的那一个个熟练度加以升起，夏晨感觉自身进步飞快，体内纯阳真气浓厚，战力与之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他一边用手阳破魔刀引动天地间的极阳之气，有针对性的淬炼血肉，又用赤阳断体诀修炼体内真气，锻炼骨骼等。虽然这2法门有些重合类似了，但更像是互补，让夏晨的体魄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宁静在第3天被打破，一位常年跟在家主夏乾身边的随从敲响了夏晨的小院大门。三少爷，老爷请你过去。夏晨在他们这一辈嫡系中排行第3，所以在府内被称为三少爷。东叔，你怎么亲自过来了？吩咐下人过来喊我就行。正赤裸上身在断体的夏晨连忙将这个中年男子请了进来。夏冬，夏乾的得力助手，也拥有夏家血脉，乃是156年前分出的一支，所以血脉关系还算近，从小跟着夏乾，类似于伴读一般，无论是练武、学习兵法，甚至后来前往兵营，这位都跟在身边。21年前，跟随夏乾在南疆边境立下过大功，朝廷封赏为将军，但夏乾退出军中之后，他也跟着辞去官职，跟随在夏乾身边，如同普通随从。关乎少爷之事，还是我亲自来一趟较好。夏冬笑着站立在院落中，看着夏晨浑身如同金铁一般的皮肤表层，赤红缓缓褪去，眼神中有些许惊讶。都是一家人，何须如此客气？东叔先坐，我洗漱一下，马上就好。夏晨笑着拉着夏冬的手在庭院中坐下。虽然夏冬以下人自居，但没人会真的将夏冬当成下人。夏冬面带笑意，也没有太过客气，对这位有些小透明的三少爷观感不错。相比去其他少爷庭院中，这位三少爷对他尊敬许多。夏晨很快便洗漱好，换了一套干净衣服，虽心中有些高兴，但步履依旧沉稳，显得不动如山。他已经猜到夏乾呼喊他是为何了，定是那官职一事有了着落。侯府占地极广，由于无法急速奔驰，夏晨只能慢悠悠地走着。20多分钟后，这才来到夏乾住所。伯父，不必多礼。低调内敛的前厅摆着几张座椅，夏晨落座，立刻有丫鬟添茶，随后便立马退下。晨儿，你想要外出历练，这事已经解决，目前有3个职位，都还算不错。夏乾喝了一口茶水，不急不缓地说道。夏晨露出笑容，背靠侯府，果然好做事。前世他进入游戏花了大半年时间才拥有官阶，而且还是最小的从9品，而现在3个官职任其选，虽还不知这3个官职适合品阶，但侯府出手，官职肯定不会低。第一个乃是禁军羽林卫，第2个青州镇守府军，还有一个是南疆边军，皆是正7品官职。夏晨目光如炬，夏家身为世勋家族，家族子弟是可以试阴入朝为官的，而且品级还不低，这也是为什么夏晨要让夏乾出手的缘由了。能直接空降，没必要从小兵做起，从小兵做起只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简直可笑。空降之后，从一个较高的起点出发，之后难道就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了？禁军羽林卫吧。夏晨深吸一口气，快速做出决定。禁军为天子亲军，职责便是守护宫廷和京城安危，负责京城的昼夜巡警，维持京城的治安秩序，管理门禁等事务，还有权力对京城内的违法犯罪等行为进行稽查执法。夏晨看中的便是这最后一条的执法权，虽然京城大佬多，随便一板砖扔下去，说不定都能砸到皇亲贵族，但要是能够利用好这一职责，便能够撬动巨大的权力。而且更关键的是，5年后夺门之变，禁军便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或许可以提前在里面布局。夏晨目光中有光芒闪过，
府兵被他直接排除。南疆边军虽然可以磨练自身，并且快速积攒军功，但对目前的夏臣无用。修行速度他有系统辅助，根本不用担忧。军功虽好，可以快速升迁，但夏臣觉得留在京城权力中心或许机会更多。你确定了？夏乾认真问道。伯父，我确定了，就进军羽林卫。夏臣没有丝毫犹豫，快速确定。好，你等我消息吧。夏乾笑着挥了挥手，夏臣也笑着转身告辞，心情大好。2个月了，终于要出新手村了吗？京城，我来了。前世他玩这款游戏时，虽然初始身份只是一个普通平民，但也很快体验了京城繁华。但这一次虽然初始身份尊贵至极，侯府中却有诸多限制，不到8品境不能随意出府。话说，我为何依旧对前世那个世界中的诸子百家、佛道经文、诗词歌赋等依旧还有记忆？夏臣突然想到了很关键的一点，前世他们玩家虽然降临在这个世界中，但除了知道自己是另一个世界的，能想得起来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亲朋好友。而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文化、思想、经典文章、佛道经文篇章等全都被屏蔽了，一进入这个世界便根本想不起来，仿佛这个世界不允许那些东西存在。直到后面诸天融合版本开启，这种限制才被取消。夏臣做出过猜测，很可能是涉及到了至高的道语里一些经文奥义、思想等不允许提前降世。我成了被遗漏的那个人。夏臣深吸一口气，再次看了一眼手，心中只有自己能够看到的那一番九龙玉玺虚影。你究竟有何来历？不仅能够带着我提前进入这方世界，还依旧保留着我的辅助系统，并且解除了对我的屏蔽。夏臣喃喃自语，但随着他的询问，这一方玉玺竟然发出朦胧宝光，仿佛要复苏，又宛如想要回应。夏臣看到这种异变，瞳孔一凝。这2个月以来，他一直尝试唤醒这方玉玺，但却一直没有一丁点反应。今日竟然有丝丝缕缕的光芒扩散，夏臣加快脚步，穿过偌大的侯府，进入自己的院子房间中，关上房门。他感觉自己手心中一片炽热，仿佛有某种东西要从血肉中生长出来。夏臣能明显感知到自己与玉玺有着彼此联系，仿佛彼此共生，同根同源。玉玺中有丝丝缕缕的混沌气弥漫，恍惚间夏臣似乎看到道与理在交织，秩序神链激射而出。神秘的符文在玉玺表面浮现，夏臣看到了有亿万生灵匍匐在地上，鲜火焚烧。在广阔亿万里疆域中心，一个高大的祭台用5色混沌石搭筑而成，一种神秘而古老的祭祀。夏臣听到了这种仿佛要贯穿诸天的祭祀之音。在呼喊我吗？夏臣感觉头晕目眩，震耳发聩，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就在这时，原本虚幻的玉玺竟然缓缓化为真实，要显化世间，似乎要从某种未知之地降临这方世界。夏臣情不自禁地朝着悬浮在房间中散发着丝丝缕缕的紫气的玉玺走去。下一瞬间，他整个人消失在房间中，被吸进了玉玺中。而房间外部平静无比，号称强者无数的镇东侯府没有一个人有丝毫察觉。夏臣快速稳定心神，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万物冰封，一片死寂，只有夏臣所在的周围附近有丝丝生机，为正常之地。夏臣发现自己站在一个高大5色祭台上，而祭台上还摆放着一些物品，比山岳还要庞大的太古凶兽，还滴落着新鲜血液，仿佛刚被猎杀不久。还有一块散发混沌气混沌玉髓赤金凤凰神经，那是一枚凤凰卵吗？夏臣打量着，发现自己明明第一次见这些物品，但脑海中却突兀地冒出这些物品的信息。他看到远处悬浮在虚空中还有浓郁生机，仿佛正在涅槃的一枚卵，心神俱颤。他又看到这枚纯血凤凰卵不远处还有一枚卵，仿佛在与这枚凤凰卵交相辉映。龙蛋，夏臣难以平静，凤凰与真龙早已绝迹。纯血凤凰与纯血真龙作为天地间最顶级的神兽，但凡出现踪迹都会掀起腥风血雨。灵气复苏时代，曾有人得到过几滴凤髓龙血便快速崛起，但现在这里有一枚凤凰卵与龙蛋，似乎还有生机，这太惊人了。用太古凶兽、稀世珍材甚至纯血龙凤作为贡品，这是在向谁祭祀？苍天吗？不是。夏臣内心波涛汹涌，究竟是谁能够享受这样的祭品？他下意识地觉得是在向苍天祭祀，可他环顾四周，立马否决，因为他正屹立在苍天之上，高坐9重天。这是一座浩瀚宫殿群，以星辰为材料，横跨亿万里，仿佛在镇压诸天。此时，夏臣仿佛化为了此地之神灵，整个世界仿佛都在他的视野范围内，知晓了此地的一些情况。他获得了某种权限。夏臣想要靠近那些祭品，但刚接近便仿佛有种无形的隔膜将他阻拦开来。夏臣百般尝试，最终放弃，全部权限似乎并没有朝他打开。是我没有得到这里的认可，还是因为什么原因？解锁条件不够吗？夏臣喃喃自语猜想，但很快不再纠结。
他继续打量着这个神秘世界。这是天庭吗？强盛无比，统御诸天的仙朝，但似乎因为什么原因落败了，一切被冰封。夏晨看到了远处被冰封的天兵天将，还看到了一座座宫殿上的名字：凌霄殿、兵部、药殿、翰林院、诸子百家书院、斩妖台、封神台、藏宫阁、退凡池，各种各样的部门应有尽有，里面历历着各种各样散发恐怖气息的人。但这些宫殿全都被冰封着，他们的生命似乎都已暗淡，但体内都有一颗散发着特殊道运、充满大道规则的晶石孕育而出。就在夏晨窥探着的时候，他耳边传来一声龙吟咆哮声。夏晨瞳孔剧烈收缩，他看到一条横跨不知多少疆域的金色神龙从紫霄殿中冲出，神龙见首不见尾，但这条神龙似乎此时状态极其不好，异常虚弱，金光暗淡，仿佛要彻底的从这片天地中消散不见。气运神龙。夏晨猛然间心中浮现出这条神龙的来历。这条气运神龙眼中灵性十足，看到夏晨的身影出现，眼神中有浓郁的喜悦之色。眨眼间，他便出现在夏晨头顶上空，在夏晨还没反应过来时，直接扎入夏晨的额头中，与夏晨融为一体。夏晨感觉自己的身躯要爆炸开来了，庞大的能量注入他的体内，让他全身经脉瞬间支离破碎。但很快，这股能量中带有一股庞大的生机，夏晨原本在一节一节泯灭的肉身竟快速重生，毁灭与生机循环往复，彼此交融，相互对立又统一。夏晨的肉体仿佛化为了一个容器，而现在保持了一种另类的平衡。与此同时，夏晨的眸子仿佛受到了剧烈刺激，原先若有若无的重瞳开始彻底的展现出来，他的黑金眸子仿佛产生了变异，皎洁的眼眶中有两个眸子出现，一阴一阳，又仿佛是日月交融，紫金之气弥漫，而那条气运金龙一闪而过，似乎在与他的眸子融合。重瞳，古之异象，上古圣贤帝皇专属异象，传闻身具重瞳的人都有至尊命格，只要未夭折，都成为了统御诸天的存在。而现在，夏晨体内的重瞳开始复苏了，这个过程不知持续了多久。夏晨苏醒过来，他发现自身体魄如同金刚一般锻造而成，整个人由内而外开始变得有些不同。那条金色神龙是这个残破天庭的气运之力凝聚出来的，但现在钻入了我的体内。夏晨面色凝重，气运王朝可以凝聚天下气运，册封神官，神官可以借助王朝气运修行，这也是后期仙朝争霸的根本缘由。天下纷争，争的便是一个气运之力，只有王朝之主才可以承载国的气运金龙，但现在自己似乎吸收了那条气运金龙。夏晨仔细探查体内，但那条气运金龙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出现。探查过程中，他感觉自己的精气神达到了巅峰，状态前所未有的好，我的根骨似乎被重塑了，实力竟然突破到了7品炼神境。夏晨喃喃自语，虽然他拥有辅助系统，只需要单纯提升熟练度便可精进实力，但根骨重塑不再是废体，显然也很重要。而对于自身实力提升，夏晨只有少许吃惊，那么一股庞大的能量注入他体内，他当时感觉自己的身体都已经彻底泯灭崩坏，但没想到那股能量中还蕴藏着一股浓郁的生机，让他的身体重新涅槃归来。夏晨站在祭坛中央镇定下来，随即开始向前走去，前方正是凌霄殿。夏晨不知走了多久，在这里时间仿佛停止了流逝，一天、一月、一年，又好似是10年、100年，那看着不远的距离，却宛如跨越了无尽空间。最终他进入了紫霄殿，入目一位位浩大的神灵，他们的身躯比山岳还庞大，目光能够穿透9幽地府，气息能够压碎山河，但此时他们全都静止了，低下了头颅，对着前方叩首，仿佛耗尽了全部的生命气息。而在他们的胸骨处有一种神秘晶石酝酿。夏晨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撼，他手心中的那一枚9龙玉玺来头比他想象的还要大，一座破败的远古天庭似乎被收纳其中。夏晨忍不住朝众多神灵叩首的方向望去，那是一道伟岸的身影，诸天星辰围绕在他的周围，9条真龙如同装饰品悬浮在他的手臂之上，这道身影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即到帝王气息扩散，地道独尊，万道臣服。众同。夏晨心神俱震，在他目光望去的瞬间，原本遮挡那位帝皇脸庞的无尽混沌气缓缓上去。夏晨第一眼就被这位男子的眼眸给吸引住了，竟然天生重瞳。就在这个时，夏晨眸中的重瞳似乎被牵引，自主复苏，竟然与那位帝皇眼眶中的重瞳在共鸣，似乎在互相呼唤，似乎感受到了同类气息。那道紫金帝皇身影的重瞳中射出一道紫金色之光。又来！夏晨下意识就想后退，他想到了先前的那道气运金龙，也是这般突兀地射入他的身体中。但这时他感觉自己的身躯根本动弹不了，整片世界似乎都复苏了，万道在轰鸣，
紫金光射入直接他脑海中，庞大的信息瞬间在他的脑海爆炸开来。夏晨嗯哼一声，眼睛一黑，直接当场昏迷了过去。夏晨醒来时，远处的天边泛起微光，笼罩整个京城的黑夜缓缓褪去，光明重新降临整片天地。他看了一眼房间中由天师府术士出产的时针，只过去了1夜吗？夏晨检查自己的身体，发现除了精气神有些不好之外，体魄的气血值达到了巅峰。我的境界达到了7品炼神境，我经历的那并不是梦。夏晨摊开手心，发现自己手心中那个玉玺图腾缓缓浮现在自己的眼眸中，有丝丝缕缕皎洁亮光散发，仿佛在欢呼宝玉终于不再蒙尘。夏晨能够明显感知到自己与这方玉玺有了一种特殊的联系。夏晨仔细回想昨天晚上在那方残破天庭中发生的一切，突然他感觉自己的脑海被针扎了一般，剧烈疼痛。太初地道与天经。夏晨自己脑海中多了一本经篇，夏晨想要翻阅这篇功法，但却发现宛如被一片混沌迷雾遮掩了，仿佛这篇功法还没到出世的时候。这是地道功法，是那位天庭之主传授给我的，但为何我看不了？是因为现在还没到灵气复苏阶段，还是说我没有建立气运王朝，凝聚气运，所以无法观看？夏晨做出了一些猜想，但最终他放弃，船到桥头自然直，只要这篇功法在他脑海中到了一定时机，自然便可知晓其中奥义。夏晨盘坐在床上，开始恢复自己的精气神。虽然他的实力提升巨大，但最后似乎因为接受功法传承，耗费了大量精气神，直接昏迷了过去。夏晨觉得一切可能都是因为自身太弱的缘由，无论是体魄还是精气神都无法承载那种力量，更别说去修行了。夏晨一直修炼到下午才睁开眼睛，脸色红润，精气神与体魄、气血都恢复到了巅峰。夏晨走到院子中开始练拳，拳风呼啸，在空气中发出阵阵爆鸣。7品跟8品实力果然有质的不同，在如今这个阶段，7品境已经算是实力不错，即便在军中也可以担任千夫长了，统御1000人，放到江湖中，这个实力更是可以称得上高手了。少爷，您的文书下来了，还有你的铠甲甲胄，禁军那边也一道送来了。就在夏晨练拳时，夏谦捧着文书和一份甲胄跑进了小院。夏晨停下，接过文书，直接看了起来。这是由兵部直接下发的任命文书，至此夏晨从一介白身正式踏入官场，起点便是7品校尉，侯府嫡子的身份果然好用。夏晨笑着，前世他为了爬到7品官位上，不知付出了多少时间与精力才达到，但现在却轻而易举便达成了。侯府600年荣光，无数的军功，战死的先辈才换来了这些。夏晨看着手中的文书，喃喃自语，他深刻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得到这些。少爷，您什么时候去上任啊？明天。夏晨平静地说道，他等待这一刻已经等待了2个月。这么急？少爷，我也想跟你一起去。夏谦眼神放光，从小待在侯府中，他也想去外面看看。他天赋不错，1个月前便突破练了8品炼金境。明天收拾东西跟我一起上任。夏晨点了点头，武勋世家子弟出任是可以带嘉宾的，这是现如今大武朝不成名的规矩。一方面是为了武勋子弟快速地掌控军营局面，防止刺头挑事，一方面也是为了安全。这个世界的武勋子弟很多时候那可不是去镀金的，而是要上战场真正拼杀的。这也是为什么大武朝文官没有意见的原因。谁有意见，武勋这边便直接说，不派嘉宾也行，那不如将你们家的后辈派往战场，去与蛮子妖兽等拼杀。此话一出，每次朝堂都是一片寂静，无人吱声了一语。天刚亮，夏晨便早早起来。今天是他上任之日。夏晨穿好武官官服，走出小院。夏谦已站在门口等候，而在他身后还有3位气血鼎盛的男子。夏晨一眼就看出这3人不是普通人，身上煞气环绕，光是站在那里，一股彪悍之气便由内而生。少爷，4人一齐开口。夏晨看到这3人并不意外，这是侯府的嘉宾，每一位出世的侯府子弟都会配几位嘉宾，一方面充当护卫，一方面也是根基，方便辅助侯府子弟快速掌握军队。走吧。夏晨点了点头，没有过多言语。5人安静地穿过侯府，从偏门中走出。侯府邑立在京城最中心处，极为靠近皇宫，一出门便是中央大街。这条街道乃是800年前开国修建的，说是街道，但其实更相当于一个广场，可以同时容纳12架马车通行，极为宽广。虽然还是清早，但此时街道上就已极为的繁华，各种小贩等站在道路两旁，做着一些生计。行人车水马龙，还有一些马车行走。随着黎明来到，偌大的京城如同一辆机器，快速地运转了起来。夏晨带着夏谦几人在路边随便的吃了个早餐，便直奔羽林卫衙门而去。因为羽林卫管的是京城安危，有时皇室出行还要充当护卫，
所以并不驻扎在城外，在内城中便有固定衙门。站住！来者何人？夏臣来到一座靠近皇宫颇为气派的衙门面前，刚一接近便被拦下。有全副武装穿着铠甲的士兵立刻上前，但态度还算客气。夏臣今日前来上任。夏臣没有多做废话，也没有故意隐瞒身份，最后来个扮猪吃老虎，上演公子哥装逼打脸的情节。他是来办实事的。夏校尉。门口的士兵瞬间肃然起敬，连忙行军礼。他们早已收到消息，他们羽林卫中空降了一位校尉。这位校尉来头惊人，乃镇东侯府嫡子。夏臣点了点头，表情依旧严肃，给人一种生人勿近之感。校尉大人，我带您进去。站在前方的一位小头目连忙走到夏臣身边，躬身态度谦卑，脸上堆满笑脸，亲自将夏臣迎了进去。看着夏臣身影消失在衙门口，剩下的士兵这才大口呼吸，小声议论了起来。我的乖乖，啥时候咱们老大这么堆满笑脸过啊？笑得脸上都起褶子了。他们羽林卫选拔标准非常严格，大多都是世袭，要么就是功勋子弟，再有一部分便是各大军营中异常彪悍之人才能够进入，加上又是天子亲军，所以大家都有一定的底气。平日里不要说校尉了，就是将军那也经常见。像一般校尉上任，他们虽然会客气，但绝不会如此卑微姿态。但这次情况却着实不同。废话，你也不看来人是谁，虽说是个名满京城的废体，但架不住人家身份在那里啊。这次空降咱们羽林卫，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哈哈，咱们羽林卫中卧虎藏龙的出了名的公子哥多，这次不过是多一个侯府嫡系而已，咱们看热闹就行。有士兵笑着说道，一边说着眼神中有期待之色。校尉大人，这里便是兵营了。李喜带着夏臣走进后院，虽为后院，但后方却内有乾坤，极为宽广，宛如一片兵营。此时这片广场上正有队伍正在操练。我的人马在哪边？夏臣平静地问道。他刚来人生地不熟的，正需要向导。这个引他进门的小神尝遍极为不错，有眼力劲。校尉在那边，不过此时。李喜咬着牙，面露犹豫之色。夏臣皱着眉询问，但李喜却怎么也不肯说了。校尉大人，您自己过去看便知晓了。夏臣一言不发，也没有再继续逼问，抬起腿便往兵营深处走去。在兵营的右后方，夏臣刚一接近这边，便听到大笑声。哈哈，我又赢了。今天中午我请兄弟们德顺楼喝酒。夏臣站在帐篷外，听到了啪啪声，还有大笑声，聚众打牌。夏臣心中瞬间明悟，这个世界是有自牌的，是一种为数不多的休闲娱乐活动，但军营是明令禁止这些活动的，特别是还赌上了钱财的。但他脸上却没有任何神色显露，这让站在一旁默默观察的李喜暗自心惊。这位刚来的校尉心思有些摸不透啊。他自然知晓这边的情况，也知道这是为何，原本是想存了看热闹的心思，但现在却没看到这位新来的校尉大人脸上的愤怒之色。看来这位校尉也没啥血气，只不过是投了个好胎罢了。李喜在心中暗自摇头。我去喊他们。站在夏臣身后的夏谦忍耐不住，脸上一脸怒气。大清早的，别的队伍都在晨练，而这支队伍竟然这么光明正大的打字牌。我来。夏臣拦住夏谦，他目光已经穿透了厚重帐篷，看到了帐篷内的场景。今天早上一起来，他便发现了自己的这一双眸子的特殊变化，可以捕捉到一些特别的东西。像这种目光直接穿透凡物，更是轻而易举。夏臣直接抬腿撩开帐篷，顿时一阵冷风将守在帐篷门口的两个士兵给冷醒，两人打了个哆嗦，脸上一脸愤怒。当看到是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更是大声呵斥：你是谁？竟敢擅闯军营！两人刚刚打瞌睡，现在脑子都还不清醒，禁军中的人物他们都见过，所以这才敢大声呵斥。这两个士兵的声音瞬间吸引了军营帐篷内其他人的目光，围着几堆打牌的人群瞬间站了起来。夏臣。夏臣依旧一脸平静，随即声音便又响了起来：你们这里谁是主事的？军营中瞬间寂静无声，有人立马知道来人是谁，脸上有些紧张，将手中的字牌连忙藏进甲胄中，但也有人不以为意，脸上露出笑容，丝毫没有敬畏。原来是夏公子。夏公子倒是好生心急，昨天的任命才下来，今天便赶来上任。这时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从军帐中响起，浑然不惧夏臣。军帐中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站起了身子，他甩了甩手中的字牌，脸上浮现笑容，看着夏臣，不仅脸上没有害怕，反而有些挑衅。赵宇，羽林军旅帅，晋武侯第三子，夏臣的直系下属。夏臣已经了解过他手下的几名军官的来头，侯府昨天便将这些人的资料给他送来了，其中便重点提到了这个赵宇。夏臣知道对方为什么对自己怀有这么大敌意，因为夏臣抢了他的位置。如果不是夏臣这次空降校尉，赵宇凭借他晋武侯之子的身份担任校尉，那是板上钉钉的事。
原本赵宇都已经在手下面前夸下海口，只要等军中任命下来，他便请所有人吃饭。结果只是3天过去而已，情况便彻底大变，夏晨直接空降，这让赵宇自然不服气。从昨天起便带头挑事，带着人不去演练，开始说在军营中娱乐，目的便是要给夏晨一个下马威。本以为还要再等上几天，没想到这才第2天，夏晨便到了军营上任。赵宇看着夏晨，眼神都要喷火了。那套军服本应该穿在他身上的，现在竟然穿在了这个大名鼎鼎的废物身上。你可知军中带头打牌是何罪？夏晨忽视赵宇的眼神，直接开口质问道。他是空降兵没错，但对方又能比他好到哪里去呢？赵宇当初进入禁军，不也是直接空降旅帅职务的吗？人人都恨特权，又恨自己没有特权。他的特权是他祖辈一代代用命用鲜血换来的，600年来，他们夏家为国捐躯的人还少吗？这无非不过是赵家比不过他们夏家罢了，所以被他压了一头，直接空降了这个职位。现在又没有任务，我们只不过是在闲暇时间娱乐娱乐罢了，夏公子有意见？赵宇反问，眼神中依旧不以为意。工作的时候称职务。夏晨眼神微眯，盯着赵宇。还有，我在问你话呢。夏晨的声音很平静，但没来由的，赵宇感觉到了一股极强的压迫感。这种感觉他只在他父亲或一些朝中大人物身上感受过，这让赵宇脸上一阵潮红，感觉有些丢脸，自己竟然被这个夏家废物一句话给震慑到了。怎么，校尉大人今天刚上任，这是要拿我立威吗？赵宇眼神中透露凶狠之色，家里人已经警告过他了，让他这几天老实点，不要去惹事，但是他依旧不服气。大家都是侯府子弟，虽然夏晨是嫡长子，而他上面还有2个哥哥，但别以为他不知道，对方在镇东侯府根本不受重视。安东侯对这个嫡长子漠不关心，这件事早就已经传遍了京城，而且夏晨还是大名鼎鼎的废体，简直是给他们5勋子弟丢脸。所以他不认为自己的地位会比夏晨低，不顾家中的劝诫，铁了心要跟夏晨斗一斗。哼，我大庭广众之下不给他面子，消他威信，只要开了这一道口子，给其他人一个榜样，他今后还如何立足进军中？赵宇想法很简单，便是要在夏晨上任第1天将他的脸面狠狠地踩在地上。军营帐篷外有很多士兵趴在帐篷边开始偷听了起来，在夏晨进入军营的那一刻，他们便抱了看热闹的心思。帐篷外的人围绕越来越多，所有没在操练的人基本上都跑了过来。军营中心，此时2位中年男子正在这里喝茶。要不要管管？咱们当作不知道喝茶就行。2位侯府子弟冲突，咱们没必要去插手凑热闹了。可那夏晨毕竟是镇东侯府的嫡子，又是驸马，咱们可是天子亲军，若任由赵宇那小子闹下去，怕是不好收场。一位国字脸的将领喝了一口茶水，有些忧心地说道：不急，正是因为他身份特殊，咱们就更不要随意插手了。今天是他上任第1天，若是连手下人都管不住，可能会让一些人失望。坐在首位上，一副文官打扮但却满脸彪悍模样的将军沉声开口：将军，您是说有人在关注这个夏晨？势必。国字脸男子一脸心惊，突然想到了什么，那2个字刚要说出口，坐在首位上的将军目光突兀地望来，他连忙收住口，闭口不言。咱们是天子亲军，虽然5勋子弟进入，咱们这是惯例，可谁进来，怎么进来的，那都是重中之重，没有陛下的首肯，就算是镇东侯府想要塞人，也有些困难。李文忠目光悠悠，抬起头颅，目光好似要穿透军营，看到远处的争斗。国字脸名为秦牧的中年将领点了点头，心领神会。藐视上级，带头闹事，军营打牌，你可知这3罪该如何处罚？夏晨声音在军帐中响起，声音穿透很远，让所有站在军帐外偷听的人皆能听到。赵宇皱了皱眉，夏晨全程一脸平静，这种说话语气，这让赵宇心中极为的不舒服，好像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在俯视他一般。真把自己当大人物了不成？赵宇心中冷哼，愈发的不以为意。说了这么久，这夏晨能拿他如何？校尉大人，你不会想要处罚我吧？就凭你？赵宇哈哈大笑，在他笑着的同时，一些士兵渐渐向他靠拢，站在他身后，一种无形的威慑产生。夏谦4人瞬间释放自己的气势，不再压制自身的气血。3罪并罚，按军令，先授军棍100丈，并逐出军营，阻拦我者同罪而论。夏晨依旧平静，仿佛没感受到气氛变化，但他刚说完这句话，他的气势瞬间变化了，他的血液变得粘稠，浑身炽热，滚烫的气血在他的身后凝聚出了一轮大日。他直接从身后拔出赤红色长刀，一刀直接向着赵宇斩去。这一刀如同一轮大日划过虚空，赵宇全身汗毛瞬间竖起，身体有一股割裂感，感受到了生死危机。开！赵宇瞬间拔出自己的军刀，体内真气注入军刀中，想要挡住夏晨这一刀。他没想到这个在京城大名鼎鼎的废物，竟然真的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拔刀。这一刀给他的感受
为何如此恐怖？剧烈的火花在赵宇刀口上燃起，刚一交锋，赵宇脸色巨变，他感受到了一股磅礴的力量从刀口上传来，下一刻他一声冷哼，脸色瞬间变得潮红起来，然后一口剧烈的鲜血直接喷了出来，而他整个人摔飞出去，撞在帐篷上，直接飞出了帐篷，砸在了一个躲在帐篷外偷听的士兵身上，两个人一齐摔飞在了外面平地上。顿时整个军营接济，所有人待在原地。这一幕发生的太快，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这真是说动手就动手啊，这么百无禁忌吗？直到众人看着赵宇无力下垂，嘴角有鲜血溢出，这才从呆滞状态中反应过来。吕帅！军帐中有人惊呼，连忙夺门而出，前去搀扶赵宇。没想到咱们这位校尉看着斯文，但却是个暴脾气。不是说咱们这位校尉是有名的废物吗？怎么实力如此之强？赵吕帅可是8品巅峰境界了，有点霸道啊！军营中有人站在远处小声议论，神色吃惊。有人注意到了夏晨的实力，竟然仅1刀而已就击败了赵宇。要知道赵宇出身侯府，修炼的不是普通功法，平日里可是能够和军中几位7品高手交上几招的。虽然赵宇是仓促接招的，但这也败得太干净利落了。先前带领夏晨进来的李喜眼中也带着吃惊，他预想到了会有冲突爆发，但却没想到会是地头蛇的赵宇一来就吃大亏。他看向夏晨的目光开始有些变化，这位名动京城的侯府废体看来是有一些真本事的。不要说是他吃惊，就连夏晨身后的夏千几人眼神中都有波澜。夏千感觉自家公子这段时间变化有些大，不仅心思不可琢磨，连实力好似也突飞猛进了。夏晨一招打败赵宇之后，神色依旧不变，他缓缓将手中赤红长刀收回刀鞘中，然后挑起军帐门帘，阳光倾斜在夏晨的身上，让他整个人如同沐浴在黄金海洋中，神圣威严，不可侵犯。好一张俊俏的脸庞，这是所有看到夏晨面孔的人的第一反应。夏晨此时虽然穿着铠甲，没有做副贵公子哥打扮，但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都太为出挑了。夏晨缓缓走到赵宇身边，你想对我家公子干什么？赵宇此时脸色苍白，神态萎靡，看到夏晨向他走来，想要抬起双臂，但双臂刚才被夏晨一刀给震断了，而他身后的3名士兵连忙站起，挡在赵宇身前。这是赵府家兵，赵宇藐视上级，已被我拿下，甲子营何在？夏晨面对赵府家兵的质问并不答，而是环顾一周，那不大的声音却如涟漪一般扩散，在整个军营中响起4周士兵面面相觑。但很快有人反应过来，快速的在空地上集合。原本有些犹豫的士卒看到周围同伴前去集合，又看了一眼还躺在地上吐血的赵宇，咬了咬牙也融进队伍中。整个甲子营98号人仅仅10几个呼吸间而已，便整队成军。都记队何在？夏晨话音落下，甲子营中有5人动作干净利索的走了出来。这位空降的校尉连赵家都不放在眼里，侯府嫡子更是说打就打，现在威严正盛，他根本可不敢含糊。拖下去100军棍，然后让晋武侯府来领人，即今日起逐出禁军。夏晨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赵宇，又看了一眼都记队的人，不带丝毫感情的声音在整个军营响起，让很多人都打了个寒战。逐出禁军。都记队队长李正颤颤巍巍地问道：听不清吗？要我再阐述一遍？夏晨目光望来，李正感觉自己被洪荒猛兽盯上了一般，不知为何他感觉这个新来的校尉身上的威势比朝中那些大臣给他的压迫感还要强。听清楚了。李正连忙点头。你有什么资格将我逐出禁军？赵宇虽然气息微弱，但此时也缓了过来，听到夏晨的话，气急攻心，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他直接大喝，眼神中充满血丝。他要真被逐出禁军，那不仅是他颜面无存，今后恐怕没脸在京城这个圈子混了，就连他们晋武侯府恐怕也会沦为笑话，成为京城达官显贵们的饭后笑谈。夏晨根本不理赵宇，这个人脑袋太蠢，公然在禁军军营中带头打牌不说，还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挑衅他。军中可是最讲究谦卑的，这不就是将刀亲自递到他手中，用给他杀鸡儆猴立威的吗？晋武侯英明无比，怎么就生出了这么一个蠢货？夏晨都有点怀疑，这赵宇究竟是不是晋武侯的种了？简直一点基因都没遗传到，还愣着干什么？还不醒醒？夏晨不悦地看着李正，李正打了个哆嗦，不再犹豫，直接带着4名手下向赵宇走去。过程中，赵家家兵还想阻拦，但夏千几人直接出手，缴了几人的刀具。他们正闲着无聊呢，本来今天跟随夏晨来到军营，正是给他壮声威的，结果从头到尾都没他们出手的机会，夏晨一人便轻易地掌控了局面。军营中，众人看着赵宇被拖走，然后没过多久，远处响起凄厉的惨叫声，皆头皮发麻。赵宇可是晋武侯嫡子，但这位镇东侯府嫡子出手却根本没有忌惮之心，仿佛根本不将其放在眼里。他们这些人
无论是职位和背景都比不过赵宇，此时哪里还敢轻视夏晨呢？夏晨彻底掌控局面，出手真是干净利索，如秋风扫落叶，占着大势，出手快、准、狠，借此立威，瞬间稳定了自己的地位。军营中心，国字脸秦牧缓缓点头，有些赞叹。虽然赵宇手段是粗糙了些，仗着自己出身晋武侯府，本以为夏晨会有些顾忌，但没想到他这么肆无忌惮，直接以力破万法，震慑军心。看来这小子在镇东侯府学过兵法。羽林军中郎将李文忠喝一口茶水，目光平静。他是你的下属，等他树立好威信，彻底掌控局面之后，你把他带来见我。进入羽林卫，不先来见我，反而直入军营，真是没一点规矩。李文忠没好气地说道。刚说完，看到秦牧一脸严肃，连忙又说了一句：态度恭敬些。是。秦牧恭敬地说道。李文忠叹息了一口气，哎，他们羽林军庙小，这个新来的校尉不仅是镇东侯府嫡子，又是驸马爷，身份太特殊了，可不能当作寻常下属来对待。谁知道近些年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琢磨的那位天子，究竟对这个夏晨是何态度呢？万一将他安排进禁军，是有其他打算，那圣人目光一直在关注这里，也说不定啊。夏晨跟在秦牧身后，缓缓穿过军营，前往中郎将军帐。羽林卫为禁军一部分，有3000人编制，最高统帅为中郎将，正4品官职。而在中郎将之下，还有3位都尉，每人掌管1000禁军，而秦牧便是都尉，夏晨的顶头上司。都尉之下便是校尉，校尉管2个营，总共200人。校尉之下便是吕帅了，管1营。先前的甲字营便是赵宇掌管，在军帐中打牌的也正是甲字营的人。夏晨与这个秦牧已经认识，出乎他的预料是，这个秦牧虽然是他上级，但对他的态度颇为客气。夏晨稍微一想，便明了是何缘由了。多位大人，不知中郎将传唤下官有何事？夏晨走到秦牧身边，小声地说道。不知，你进去就知晓了。秦牧笑着摇了摇头，不过想来不是什么大事。你今天刚刚上任，按照流程，本应该先来见中郎将大人的。秦牧看着气质温和，丝毫没有先前对付赵宇是那般凶戾之气的夏晨，不禁多说了一句。夏晨若有所思，这确实是他疏忽了。先前他背门未带进来，本以为是来找中郎将，但却直接被带到了营帐旁。夏晨眼神微眯，哪里还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被人算好的。一边想着，高大宽广的军帐中走出一位士兵。校尉大人，将军请你进去。夏晨点了点头，不卑不亢，气定自若地走了进去。刚一进来，便看到军帐中坐着一个中年将领。拜见将军。夏晨立马抱拳，恭敬地行了个军礼。军营中一切以职位论称，即便要讲背景，那也是私底下再论。下级必须要对上级恭敬，这是根本。所以不管是何缘由，下级敢冒犯上级，在军营中都是大罪。这也是为何夏晨敢直接将赵宇逐出禁军的依据。这件事就算闹大了，那也是赵宇理亏，不必多礼。李文忠笑呵呵地说道，让夏晨坐下，亲自给夏晨倒了一杯茶水。喊你过来也没什么事，主要是见见认识一下，哈哈。李文忠一点没有上级的架子，他继续说着，咱们同为武勋子弟，那都是一家人。而且我跟镇东侯府也算有莫大的渊源。200年前，我祖上跟随那一代镇东侯出征，立下赫赫战功，为军中先锋，最终为我李家挣来了一个侯爵。虽然这侯爵不是世袭侯，但也算融入了武勋中，这才有了今日我能坐在这中郎将之位上。所以你若不嫌，便叫我一声师叔吧。李文忠看着夏晨，主动拉近2人的关系。师叔。夏晨没有犹豫，当即笑着说道。但与此同时，他心中一片平静，快速分析昨天大伯下前命人送来的资料中有关于李文忠的详细介绍。李家虽然是武勋集团中的一员，但800年国运，大武朝上下不知有多少武勋世家，800年来早就已经沧海桑田，开国武勋至今只传承下来3家。武宗皇帝收复河山，说是开国之主也不为过，当年封赏有功之臣数不胜数，但到如今也只传承下来6家，其他的早已没落。而现如今整个武勋集团中坚力量大部分都是近100-200年来因军功获得爵位的家族，李家便是其中一员。只不过李家的侯爵早已不在，从李文忠父亲那一代开始，李家便开始衰落。本来李家的命运应该如同大多武勋世家一般，慢慢衰落，直至消失在历史舞台中。但李家在即将没落时，又仿佛突然回光返照，李文忠异军突起，竟然快速地从禁军中一路升到了中郎将，掌控羽林卫。这让李家这些年开始恢复元气，在武勋集团中开始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他是皇帝的人，尽管下前资料中没有明说，但夏晨还是很快便得出了这个结论。能够在禁军中升得这么快，只有一个可能，那便是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否则羽林军之主这么关键的职务，不可能随便给人来担任。
对我的态度这么好，看来我的这个驸马身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特别是在禁军中，这个身份格外好用。夏晨很快便从各种信息中知晓，为什么无论是秦牧还是李文忠，都对自己如此态度的原因了。他出身镇东侯府是一方面，但根本原因恐怕还是他是驸马爷。若把皇室比作一家的话，那禁军明显就是皇室的家兵，而他这个驸马爷怎么也算是半个主人了。在上面对他的态度还没明确之前，底下的这些人自然不敢怠慢。想到这些，夏晨态度更加的从容不迫了起来，在李文忠面前既没有失礼，又表现得不卑不亢。两人边喝茶边聊，关系那是越聊越近，很快便一口一个世叔，一口一个贤侄的喊了起来。夏晨走出李文忠的军帐，脸上浮现笑容，这个开局比他原想的要好。他在禁军中能够窃取的权利，说不定也会比他原想象的要大。夏晨回到自己的军营中，夏谦连忙跑了过来：“少爷，李将军没为难你吧？”军营中还是称职位，以后不要喊少爷了。夏晨摆了摆手，又接着说道：“没有，我与李将军相谈甚欢。”夏晨简单的将一些情形跟夏谦和3位嘉宾说道。跟随他一起来军营的3位嘉宾分别名叫夏辉、夏萧、夏康，都是真正上过战场的铁血军人，其中夏辉修为更是达到了7品炼神境，放到军中那绝对能担任校尉，甚至是都尉一职了。夏晨与4人聊着天，军帐外有声音响起：“属下钱南求见校尉大人。”夏晨在军帐中接见了他的另一位旅帅钱南。钱南一进门便恭敬行军礼，然后便表忠心，显然早就已经听说了赵宇的下场。说实话，他背后已经冒起了冷汗。赵宇昨天已经找到他说，两人联手一起给新来的校尉一个下马威。幸好今天上午他带兵出去巡街了，没有碰上，否则的话，他估计自己也已经被逐出禁军了。此时他内心无比庆幸。军帐中，夏晨打量着钱南，半晌没有说话。钱南当即额头上的冷汗便冒了出来。就在钱南内心心惊胆战的时候，耳边传来一道平静的声音：“起来吧，谢大人。”钱南心中一松，感觉笼罩自身的压迫消散不见。刚才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他便感觉度日如年。他感觉这位新来的校尉身上的威势，比军中的中郎将大人竟还要可怕许多。这就是镇东侯府出来的嫡系吗？这气度当真不一般。钱南在内心感叹。巡街如何？一切安好，中途碰到一起偷盗事件，已经将小偷抓进刑部大牢了。钱南连忙恭敬回应。夏晨又询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关于羽林卫的工作范畴以及一些注意事项，当然大部分他都已经知道，他询问的是一些细节。最近京城有些不太平，大庆的探子开始冒头，咱们羽林卫被命令协助提灯人，要尽快将这些探子查找出来。钱南又提到一桩事情引起了夏晨的注意。提灯人是一个组织名称，在大武朝情况特殊，不归属于内阁，也不隶属于六部，是一个独立于文官武官体系之外，只对皇帝负责的一个组织，有点类似于夏晨记忆中明朝的锦衣卫。夏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再继续追问。禁军虽然是大，但此时非战乱时期，其实禁军在京城中威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至少一旦出现一些案件或者敌国暗探，皇帝第一个想到的是提灯人，再其次是刑部、大理寺等，他们羽林卫大多都只是协助，或者是最后尘埃落定，帮忙上门抓人抄家等中务。夏晨请同僚下属等去京城同福楼吃饭，诸位同僚都很给面子，只要在军中且没有任务的，都来到了同福楼。到最后，就连李文忠和秦牧都到达了现场，这让夏晨的同僚皆是心中凛然。大家在京城混的都是人精，太明白这一幕代表什么了，因此对待夏晨愈发的恭敬，频频热情主动敬酒。就在夏晨这边春风得意时，京城靖武侯府已经炸开了锅。少爷，少爷，这是怎么了？一座气派不凡的大门前，门卫大老远的就看到被嘉宾带回来的赵宇。此时赵宇模样极为的凄惨，不仅双臂下垂，整个背部都已经血肉模糊，而他整个人早就已经昏迷了过去，不省人事。赶过来的门卫看到这一幕，脸色一变，伤势这么严重，如果不是赵宇有武道修为在身，恐怕这种伤势早就已经咽气了。原本宁静的靖武侯府开始嘈杂起来，各种奴仆丫鬟奔走，有人快速的前往东城去请玄机医馆最好的大夫。我的儿啊！赵宇的亲母靖武侯夫人匆忙的跑进了房间中，看到了躺在床榻上不省人事的儿子。这是谁做的？下手竟然如此狠毒，一点都不将我靖武侯府放在眼里。赵夫人看着一直跟在赵宇身边的嘉宾厉声说道，但说着说着眼泪便流了下来。今天早上出去时还好好的，怎么回来就被抬着回来了？难道是敌国探子做的？夫人，几位嘉宾连忙跪下来请罪，然后将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这小子对同僚竟然如此狠毒，我靖武侯府怎么也算是武勋一员，竟然如此不念情义，必须要让夫君参他一本。赵夫人听完之后眼神狠毒，
先是将自己儿子的双臂断了，之后还打了100军棍，竟然还将自己儿子逐出禁军，这还有天理吗？真是欺人太甚。好了，这时一个中年男子走进屋内，看着大发雷霆的夫人，有些不悦地说道：夫君，你可得给雨儿做主啊，那小兔崽子这是想把雨儿给废了呀。赵夫人看到晋武侯赵月走了进来，连忙拉着他走到赵宇床边，指着赵宇气声说道。赵月看到自己儿子赵宇这个模样，也不由眼神一凝，但还是保持了头脑清醒。他自作孽，我昨天还特意拉他进书房，好好跟他说明了其中利害关系，叫他不要去跟夏家那个小子去斗气，人家现在是他的直系上司，想拿捏他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我都说了，过段时间我会再帮他谋划一个校尉之职，结果这个蠢货还是跟人家去斗也就算了，手段还如此粗糙，简直是没脑子。赵月眼神中有怒火，这个小儿子跟他2个哥哥相比，无论是智商还是能力，简直是太差了，简直不像是他们赵家的种。否则的话，凭借着侯府嫡系出身，都已经20多岁了，怎么可能还在一个小小吕帅位置上打转？赵夫人被赵月这一通怒骂给吓得脸色一白，但还是不甘地说道：是雨儿先挑事的没错，但咱们同为武勋世家，是同一阵营，那说是一家人也不为过。就算有矛盾，那就不能好好坐下来说吗？非得如此下狠手？如果雨儿不是达到了8品境界，100军棍，那真的会被活活打死的。晋武侯听到自家夫人这么说，眼神中有凶悍之气一闪而过，但很快理智便重新占据上风。军中之事比不得寻常，人家刚上任第1天便带头给下马威，若是不拿他立威，那今后还怎么在禁军中混？从这个蠢货准备带头闹事的那一刻起，这件事便已经不能善了。晋武侯平静地说道：虽然这个侯爵是继承的，但他也带过兵，自然知晓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内心对这个儿子很失望，手段太粗糙，若是换他，绝不会在对方上任第1天在明面上给对方来个下马威。那夏家小子都已经是他的上级了，天然就占据道德高地，要干那也是背后使绊子，让那夏家小子栽一波大跟头。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他可是将雨儿直接逐出了禁军，他一个小小校尉有这个权利吗？赵夫人还是怒声说道：好了，这件事我自有打算，他是没这个权利，但是你儿子太蠢，什么罪名都让人家抓到了，这件事往上面一报，结果也是一样的。这段时间老实一点，不要派人去针对他，他情况很特殊，说不定圣上的目光就在关注他，明白吗？晋武侯目光严肃地看着自家夫人，警告地说道：明白。看着自家夫人还是不甘不愿的模样，晋武侯叹了一口气，大儿子、二儿子智商随了他，这个小儿子智商是全都遗传了这个婆娘的吗？一点都没继承到他的智慧。瑶光公主府后花园中，一道美丽的身影目光望向池塘，中央池塘水波潋滟，荷叶田田，粉白荷花亭亭玉立，似娇羞佳人翩翩起舞于翠玉之上。金鱼在水中嬉戏，偶尔溅起晶莹水花，为这静谧画面增添几分灵动。这一切美丽的像一幅画卷，直到一个黄衣女子脚步有些匆匆，破坏了这画卷诗意。公主，刚刚有关于夏晨的消息传来，你想听吗？她去上任了。二皇女并没有转身，依旧静静地观赏着池塘中的荷花。公主怎么知道？黄衣女子吃惊，她还什么都没说呢，公主竟然就已经知道了。她名叫黎薇，是二皇女的贴身侍女之一。黎薇长相漂亮，喜爱吃糖葫芦，见到天才，女帝25年，独自一人前往建城，问件件胜，3件败之，震惊天下。她向来待在镇东侯府，京城中除了关于她废体的消息之外，向来少有动静。最近这些天，镇东侯府一直在帮她谋划职位，听闻是禁军，想来便是这件事了。二皇女声音清冷，这件事并不难猜，稍微一想便能够想通。公主真是厉害。黎薇发自真心赞叹，她怎么就想不到这些呢？你还是多跟子月多学学吧，要多看书，书中有很多智慧道理。二皇女摇了摇头，自己这个侍女什么都好，但就是脑子不太灵光，看书太困了。子月喜欢看，但我还是喜欢美食，美食多好啊。黎薇摇了摇头，笑嘻嘻地跑到二皇女身边。她跟子月从小一起跟二皇女长大，所以私下里没有那么多规矩。公主，你想不想听她的消息？这可是你未来夫君。黎薇跑到瑶光身边，脸上带着一丝羞红。她和子月都是瑶光的贴身侍女，按照规定，公主与驸马爷成婚之后，他们俩也是要侍寝的。不想听。二皇女看到黎薇这副模样，摇了摇头，但眼神中略带笑意。她想逗逗黎薇，不过她确实对那位未来是她夫君的男子并不好奇。公主，你怎么这样嘛？我还是跟你说吧。黎薇小嘴一撇，模样煞是可爱。她抱着二皇女的手臂，便急忙地将夏晨在禁军遇到的一切说了出来。听黎薇说完之后，原本一直平静的二皇女眼神中有情绪荡漾，她一招就将赵宇双臂废了。
对啊，听他们说当时夏晨可凶悍了，一人面对一营，但其余人根本不敢动弹，全都被震慑住了。黎薇认真的点了点头，无比的肯定。是他带着嘉宾出手吗？不是啊。二皇女点了点头，没有再继续问，眼神中若有所思。公主怎么了？是有什么不对吗？黎薇虽然脑子灵光，但并不代表她蠢，看到一向聪慧的自家公主这副模样，便连忙问道。镇东侯府600年以来都有一项规定，凡侯府子弟只有达到8品炼金境才可出府入军，夏晨能够出来就说明他已经达到8品境界。可他不是武道废体吗？原本我以为他能够突破8品境，是侯府花了大代价用宝药将他的境界堆上来的。可现在看来，我之前的判断可能有误，他的战力肯定已经达到了7品炼神境，境界可以用宝药堆上来，但战力可是各方面因素决定的。二皇女缓缓说道，眼神中有些许疑惑。难道他吃了神丹妙药？黎薇眼神一亮，这世上哪有这种神丹妙药？夏家，这是你们藏了一手吗？二皇女皱起眉头，她突然想到了关于夏晨废体的消息，一直以来都是从夏家传出来的，但外界根本没有人接触过夏晨，也就是说这个消息可能是夏家故意传播的。那么目的是干什么？隐藏一位普通天才。可不说夏家历史上有过天才诞生，就是这一代就已经浮现出好几个天骄了。所以一个夏晨而已，有必要这么隐藏吗？一向聪慧的二皇女此时很不解，有些想不通。你继续关注夏晨，有什么事向我禀告。二皇女看向黎薇，却看到她不知从何时从哪里掏出了一个冰糖葫芦，在那里舔食着，不禁笑着摇了摇头。好的，我会继续关注的。说完之后，黎薇又从衣袖中掏出一根冰糖葫芦。公主，你吃吗？外面好吃的东西真多，宫外的日子比宫内的日子好玩多了。黎薇笑着，然后又连忙舔了一口冰糖葫芦，丝丝缕缕的酸甜味在她味蕾上炸开，让她的眼睛笑成了月牙状。我不吃，吃一个吧，我买了很多的。说着，黎薇便将一串冰糖葫芦塞到了二皇女手中。1刻钟后，二皇女手中拿着一串冰糖葫芦，一边赏花一边舔着。别说，这冰糖葫芦还真的挺甜的。一向高冷的二皇女嘴角不禁有一丝笑容泛起。下午没有什么大事，夏晨闲着无聊，将他手下2个大营的人全都召集，开始认人头。1个下午下来，200号人他便已基本全认识。这件事看着是小事，但却又很重要。其中，他让嘉宾夏辉暂时统领甲字营，担任统帅一职。夏辉拥有7品炼神境，夏晨了解了之后得知，他之前在边军中便已经做到了都尉之职，手下管着1000多号人，因此现在管100号人，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给他做一个小小旅帅，那简直是屈才了。虽然夏晨任命是有些违规的，程序上也不对，但夏晨将这件事上报上去之后，中郎将李文忠没有过多犹豫，便将手续办好了。原则上这样肯定是不对的，但那只是原则上而已。李文忠很乐于做这个顺水人情，而夏辉只是暂代，今后夏晨如果离开禁军或者前往别处，夏辉肯定是要跟着走的。当年都尉之职他都没有留恋，现如今怎么可能留恋一个小小的旅帅呢？晚上，夏晨回到家中，原本夏晨今天晚上去宵禁巡街，但一问这才得知，分配到他手下2营的宵禁任务前2天便已完成，所以今晚自然无事，又不能去勾栏听曲，所以干脆回到家中。少爷，夏晨进入自己房间没多久，夏谦的声音便在房外响起。进来。少爷，你要的关于大庆暗探的资料要过来了。夏谦拿着一叠资料走了进来，这份资料是羽林卫的内部资料，夏晨现在是校尉，有资格调动。最近这1个月，京城局势有些动荡，听说都直达圣厅，引得圣上大怒，替登人出动，在京城已经抓捕了很多人，引得现在京城百姓人心惶惶。西北军防图被盗。夏晨翻开资料卷宗，这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何事。大5国西北边境与大庆大凤接壤，这里驻扎着20万边军，但现在军防图竟然被盗，这事情就严重了，难怪皇帝都会动怒，直接调动提灯人出手，在京城大肆抓人。这么重要的军防图，竟然有人从兵部直接拿出，当时没有惊动任何人，看来兵部是有内鬼啊。夏晨看着卷宗喃喃自语，这几十年来，大武和大庆大凤一直争斗不休，但除了36年前与大凤的淮阳之战之外，一直没有大规模战争，只是边境小有摩擦。而现在西北军防图被偷，这显然可能会引发大动荡。大凤36年过去，想来已经恢复元气。自淮阳之战之后，大庆和大凤2国便越走越近，颇有一种合纵抗武之势。夏晨想到这些，接着往下看去。卷宗上写着，军防图由兵部一小吏偷出之后，交给了京城西城一个铁匠手中。提灯人掌握这条消息之后，去往这小吏和铁匠家中时，发现这2人早已自尽。消息到这里便断了。6、7天过去了，军防图肯定已经被传了出去，
看来西北那边的形势会有大变化了。夏晨若有所思，无论是否能将大庆暗探给揪出来，那份军防图肯定是丢了，说不定都已经传回大庆国都了。那一名小吏和铁匠之间肯定最少还有一个中间人，但这个中间人在卷宗中却没有提及，是遗漏了还是有人故意隐藏了？夏晨很快从卷宗中发现了一丝蹊跷，那名小吏能够进出兵部，甚至能够从兵部核心中将这份军防图给偷出来，仅凭他一个人肯定是完不成这些的。而且夏晨注意到，那名兵部小吏住在北城靠内城，而那名铁匠住在西城边缘区域，两者的直线距离都有20里以上，绝对不可能是那名小吏亲手将军防图交给铁匠的。晚上无论是内城还是外城都是要宵禁的，除非有特别通行令牌，否则无论是谁都不能行走。而军防图正是晚上走丢的。夏晨躺在床上思考着这些，晚上能够自由行走的唯有禁军和提灯人，这说明禁军和提灯人都有嫌疑，甚至严重的这两方都被渗透了。夏晨抽丝剥茧，想到了很多东西，但奈何手中的信息实在太有限了，他只能从案卷中分析出这些，而且他怀疑这份案卷并不完整。提灯人那里一定掌握了更多消息，他们无论是办案还是侦探都是专业的。可惜我没有权限从提灯人那里调取案卷，就算上门去要，我与林卫说是协助，但其实在他们眼中恐怕只是当作打手一般吧。羽林卫并不擅长办案，这点是公认的，平时他们也不操这个心，哪一方有需求，最多是等那些大人物将事情查了个水落石出之后，带着他们上门抓人抄家等。因此无论是提灯人还是刑部、大理寺那边，很多事情都不会跟羽林卫这边说太多。夏晨想着这些，缓缓睡去。翌日，夏晨依旧早早的来到了羽林卫衙门。头儿，早啊！刚一踏入后院军营，夏晨就看到昨天领他进门的李喜。李喜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还把手中的袋子提了起来。头儿，吃包子不？这可是我特意从犬不理包子铺买的，他家的包子是全京城最好吃的，尝尝。夏晨看着笑得一脸褶皱，明明只有20多岁，但看上去如同40多岁的李喜，眼神微眯。昨天可是这小子带着他直奔军帐大营的，到底是想坑他一把，还是想看热闹，还尚未可知呢。头儿，真的美味，味道一绝，这犬不理包子可难买了，都要提前预约的。李喜仿佛没察觉到夏晨情绪变化，依旧一脸笑容，手中的包子都快要硬塞到夏晨手中了，热情的像条忠犬。夏晨瞥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手中的包子，确实香气扑鼻。这好好的包子，名字怎么就叫犬不理啊？名字有些难听，可是咱们忠实的好朋友，可不会被煮的。真要是被煮了，恐怕容易做成狗肉馅包子啊。夏晨将手中的包子捏在手心中看了一眼，确实肉大馅薄，味道不错，难怪京城的一些达官贵人都喜欢吃这一家包子。他一边吃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而一旁的李喜听到夏晨这一句话，眼神微微一变，知道昨天自己的把戏已经被这位校尉大人看穿。这位校尉大人昨天一来就将晋武侯之子打成了那样，显然不是一个脾气好相处的。这以后要是被他穿小鞋，日子还怎么过呀？包子不错，以后每天给我带一份来。就在李喜内心惶惶不安时，他耳边传来了夏晨的声音。他抬头望去，发现夏晨已经走远。李喜反应过来，脸上顿时一喜，心中松了一口气。好嘞，头，我以后每天给你带早餐。李喜激动地大声喊道。原本夏晨都要迈入军帐中的腿顿时停住，脸上怪异。什么每天带早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要追求自己呢。夏晨看了一眼手中吃的正香的包子，靠，这犬不理包子名字确实有些不好听啊。中午，李喜又跑了过来，依旧笑容灿烂，脸上起了一脸褶皱，颇有喜感。头儿，晚上散衙之后，我请头儿去好玩的地方玩。李喜凑到夏晨近前，一脸神秘地说道，脸上带着猥琐的笑容。他胆子颇大，虽然只是一个小师长，跟夏晨这个校尉拆了好几个等级，但却直接称呼头儿，以示亲切拉近距离。夏晨一脸怪异地看着他，这小子不会想带他去哪座青楼或者勾栏听曲儿吧？这个世界娱乐活动匮乏，而晚上的活动那就更少了，无非就是喝酒听曲以及看姑娘，以及看了姑娘之后深入交流的那些项目。因此深入交流行业在这个世界上很繁茂。不过青楼在这个行业中算是档次很高的地方了，相当于高档会所，里面的姑娘那叫一个漂亮，但消费那也叫一个高，去里面睡一次那最少要花掉普通人家大半年的收入，而且这还是最低档次的，若是想睡花魁，那就可不仅仅是钱能够解决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勾栏自然繁茂起来，虽然档次相对青楼要低一些，但价格便宜啊，性价比高，普通人家咬咬牙也是能够消费得起的，因此自然更受追捧。说实话，夏晨对这些场所确实是相当向往，虽然他是正人君子，但也要与人同乐嘛。秉承着这个理念，夏晨很爽快地
便答应了李喜。正好今晚没事，看你小子神神秘秘的，今晚上便跟你走一遭。夏晨拍了拍李喜的肩膀，小伙子有前途。李喜满脸欣喜地离开了夏晨的军帐，开始去安排晚上活动了。当领导就是好啊，娱乐放松都有人安排，不用自己数钱，也不用自己操心。不过这算不算另类的洗脚？商 K 啊，尺度应该更大吧。夏晨抱着浓厚的学术性研究思维想着，他倒要看看今晚两个世界的文化碰撞究竟有多激烈。时间来到晚上，一整天都没有什么大事。下午夏晨跟着下面的人去巡了一趟街，京城繁华无比，看得夏晨身后的夏千那是眼花缭乱。沿途夏晨还经过了瑶光公主府，看了一眼那屹立在公主府门前经历岁月沧桑两个气派的大狮子，他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没有再过多打量。此外，夏晨认识了一下路，主要将几所青楼位置给摸清楚了。夏晨注意这些，那可不是为了自身逍遥快活，他可是正人君子曹孟德，呸，是不近女色小郎君。晚上，不近女色小郎君跟着李喜，带着夏千偷偷摸摸地离开了羽林卫衙门，向着一条小巷子便钻了进去。夏晨越走越不对劲，这个路线跟他白天研究的青楼烟花场所背道而驰了呀。嘿嘿，头儿，好玩的，听曲赏舞。到了这时，李喜也不再隐瞒，笑得脸上褶子都要开了花。我知道头儿出深圳东侯府，侯府一向管得严，突破8品境之前不能随意外出，要在侯府中勤学苦练，更别说外出过夜了。想来头是没来过这些场所的，今天我请客，带头感受感受咱们京城的夜文化。夏晨还没回话，夏千在身后便脸色一阵潮红了。他说今晚公子怎么不回侯府呢？原来要去这种地方。说起来他也没去过呢，不过倒是听后厨的一些下人说过一些，说这种地方那可是世间一等一的绝妙之地，去一次便流连忘返了。这方向不是去苏玉街的吧？青楼勾栏不大都集中在这条街道上吗？夏晨平静地问道，同时内心警觉，这不会是个局吧？难道是赵家那边要报复自己，特意今晚把自己引到这黑灯瞎火的小巷子之中，准备报复回去？李喜似乎是看了出来夏晨内心的警觉，连忙说道，勾栏听曲儿还是低端了一些，配不上公子身份。青楼倒是不错，但公子身份特殊，那些地方人多眼杂的，要是被人传了去，败坏了公子名声，那可就不好了。所以我特意找了一间名叫清雅小筑的院子，这个地方既可以听曲，又可以赏舞，还能过夜。在这里每个进去的人都面戴面具，保密性很好。李喜跟妖公似的小声的说道，夏晨跟二皇女定亲的事情，京城早已人尽皆知，他自然也知晓。夏晨眼神怪异的看着他，这小子想的确实周到，莫非真他娘的是个人才？在大武朝出入烟花场所没什么大稀奇的，甚至这些年被文人吹捧的出入这种场所变成了风雅之事。在文人之间，要是弱冠之年还没去过这种场所，那简直是丢了读书人的脸。夏晨知道之后一脸感慨，还是读书人脸皮厚会玩，嫖娼就算了，竟然还能以此为荣，难怪后来女帝大一统时期开始明令禁止打压深入交流行业，以至于后来夏晨等玩家进入这个世界后，那是纷纷惋惜不已，从前的大好日子还没经历享受过，竟然便没有了。甚至还有一些玩家因为这条禁令，想着去造女帝的反，推翻大武朝统治，重振男儿雄风。当然这个人后面直接便被女帝一巴掌拍死了，我还以为你小子要带我去教坊司呢。头儿说笑了，教坊司我哪去得起啊，光进去便要5两银子，喝酒听曲开桌那还得另算，至于睡姑娘那没有10两，那想都别想。李喜摇了摇头，眼神中满满是对教坊司的向往，他可是听说里面的姑娘一个个白的能掐出水来，而且更关键是里面的姑娘大部分都是官员7眷女儿，说不定睡的哪位姑娘便是之前顶头上司或者同僚的老婆或女儿，这种身份加成带来的爽感那是用钱买不到的。教坊司是这个世界娱乐休闲的顶级场所，里面的女人大部分都是范氏的官员妻女，这种资源是青楼或者其他场所比拟不了的。一路上夏晨沉默无言，多听少说，听着李喜介绍着一些注意事项，脑海中对这种风月场所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这些风月场所也不全是皮肉生意，那样太俗，所以便衍生出了听曲，甚至是诗词歌赋等一些文人喜好的文化活动，越是高雅的便越是受追捧。而今天李喜要带他们去的这间清雅小筑便类似这种场所，当然核心业务过夜那自然也是有的，否则真当大家大晚上的都是闲着没事去听曲儿吟诗的了吗？很快3人便走进一条隐蔽的小巷子中，来到了一处院落前。这处院落跟周围居民楼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只是庭院门前简简单单写了4个字清雅小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间院子只是简简单单的居民房而已。太祖少时一心向道，实力于禁军，有同僚邀太祖夜往青楼诸处饮酒游乐，太祖曰：年少之时当惜立于武道，不可这般虚掷光阴，溺于女色也，遂决然拒之。由是
太祖武道境界日进，远超同僚矣。下史卷1，太祖皇帝本纪。清雅小筑，名字倒是好听。夏臣赞叹了一句，如此高雅的名字，但谁能想到里面是心灵交流场所呢？李喜很有眼力劲的去敲门，然后一边给夏臣讲解着。清雅姑娘是小院主人，在京城小有名气，很受文人的追捧。听说这间院子，就连一些朝中官员老爷有时都会来这里。进小院中，除了交入门费和酒水费之外，后续夜里能不能够留在院中，就得看个人才华能不能被清雅姑娘看中了。不过，就算清雅姑娘没有看中，也是可以选一些丫鬟侍女的。清雅姑娘在京城名气极大，是有名的美人。夏臣有些诧异，这清雅姑娘很有商业头脑啊！这清雅小筑不活脱脱的是高档私人会所吗？凭借着清雅姑娘自身的个人 IP 打造名气，然后又凭借着你情我愿的特色，与其他青楼勾栏等地拉开差距，打造差异化，提高产品竞争力。这种披着你情我愿的特色模式，必定会吸引那些文人读书人的好奇。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读书人眼光颇高，都不会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差。而且越是得不到的，大家就越想得到。一次来这里消费没能过夜，那就第二次、第三次，那种看得着却摸不着的感觉，能勾得人心痒痒的，从而又再一次提高了回头复购率。真是绝啊！夏臣点了点头，对这个清雅姑娘有些好奇了，只是不知道这间小院当家主人是那个清雅，还是另有其人。可有请帖。这时，清雅小筑大门后探出一个小脑袋，脸颊圆圆的，面容清秀，看上去颇为可爱。李喜连忙将手中的请帖递了进去，很快大门被打开。夏臣早就已经戴好李喜提前准备好的面具，一进去，夏臣便闻到了一股扑鼻的胭脂味。圆脸丫鬟带着3人进入院落中，院落中此时已经有不少人了，约莫20-30号人，皆都做文人打扮。此时看到3人进来，也只是抬头望了一眼，便收回目光。夏臣在末席落座，然后便开始认真打量了起来。院子中莺莺燕燕的，有侍女翩翩起舞，也有人在玩行酒令、飞花令等。夏臣看了几眼，便收回目光，目光放到了院子中心那翩翩起舞的舞女身上。除了衣着略为清凉之外，舞女气质出众，不像是媚俗中人，反而像是大家闺秀。这种气质也难怪这间普通的清雅小院这么受追捧，果真是清雅脱俗，就是不知那位清雅姑娘究竟是何模样。想来容貌应该更出众一些，否则的话名声也不会这么大。夏臣内心琢磨着，突然耳边听到一阵极为好听的琴音，而席间也略微有些骚动。清雅姑娘要出来了。夏臣静静地倾听这动人的琴声，直到琴音渐息，耳边才传来李喜声音。清雅姑娘诗词歌赋音律等样样精通，其中特别是这古琴号称一绝，有人赞叹清雅姑娘的琴不输于教坊司的姑娘。夏臣点了点头，目光向屋内望去，只看到一道窈窕身影在灯火的照耀下若隐若现，映照在屏风上。诸位公子久等了。一道清冷动听的声音传来，一位丽人从屏风后走了出来，脸上挂着微笑。顿时在场的所有人即便戴着面具，眼睛也都一亮。好一位大家闺秀。夏臣看到这位清雅姑娘的庐山真面目之后，不禁一笑，这玩的是反差感吗？有意思。清雅姑娘说笑了，我等都是来喝酒的，这才刚刚入夜，实在不算久等。西北方向，一位坐在第一排的男子大声说道，他戴着面具，穿衣着华丽，此时眼神有些炽热地看着清雅。对啊，再说了，美丽佳人总是值得等待的。又一个大腹便便的男子开口说道。清雅姑娘闻言轻笑，拿着手帕遮住半边容颜，含羞带怯的，惹得人想要将她搂在怀里怜惜。清雅姑娘一出场，便遮住了院子中所有侍女的风采，让他们有些黯然失色，使在场宾客目光全都集中在清雅一人身上。院子中的气氛也到达另一个顶峰，大家开始不复之前的安静，开始争相开口，想要博美人一笑，吸引美人注意，成为今晚的入幕之宾。清雅姑娘环顾在场一周，扫过每个人的面具，在目光经过夏臣时，目光微微有些停留，似乎是想透过面具看透此人究竟是谁。众人的目光都在清雅姑娘身上，自然发现了这一细节，于是在场众人皆开始打量夏臣。这一仔细打量，内心一紧，虽说夏臣戴着面具，但夏臣端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喝着小酒，气质有些太过出众了。有些人天生便是人群的聚焦点，这莫不是一位王孙贵族子弟？众人心中纷纷猜测，但也没有太过惊慌，大家同为嫖客，此时又戴着面具，那本就是公平竞争，没有什么需要在乎的。诸位公子，那不如我们先来一盘飞花令吧。清雅笑着，飞花令是一种文人喜欢的游戏，众人依次吟出包含关键字的诗句，输者罚酒，要求参与者要有一定的诗词储备。众人皆是笑着点头，显然对自己都很有自信。夏臣玩了几盘，也答出几句，但没有去太过出风头，因此在场中并不怎么出挑。虽然侯府是将门世家，但从小也是要求侯府子弟读书的，
不说要多精通，但一些基础的肯定都要学习。时间缓缓流逝，各种游戏纷纷展开，曲水流觞，击鼓传花，甚至最后有人比诗词。整个院子不大不小，但气氛热烈。夏晨不禁点头，这个清雅是个人才，将整个流程节奏拿捏得刚刚好，将气氛推向了高潮。过程中有几个读书人表现得确实出众，拿出的几首诗词，即便夏晨看质量都可圈可点。诸位，奴家有些乏了，先下去休息了，各位玩得尽兴。清雅姑娘起身对众人盈盈施了一礼，气质温和高雅，怎么看都像一位大家闺秀。众人纷纷点头，但神色都有些紧张，知道重头戏来了。不知今晚谁能够有幸被清雅姑娘看中留下，成为裙下之臣。其中今天表现良好出尽风头的那几个读书人不禁站了起了身，眼神无比自信，都认为自己今晚能够被留下来。小院中大部分人心思都不在游戏上了，但还有一小部分人知道自己没有希望被清雅选中，目光开始停留在院子中丫鬟身上。头儿，咱们去选个丫鬟，还是说今晚回去？李喜小声问道。此时已快到亥时，马上要到宵禁时间了。三人这一行表现的都不突出，清雅全程没有在三人身上多停留，所以李喜才会如此询问。夏谦在身后一脸潮红，今晚上他一直手足无措，他第一次来这种场所，因此很不自然。再等等看看吧。夏晨平静地说道。李喜沉思，没有再继续多说了。按道理来说，他的这个头儿应该是第一次来这种场所，但却表现得很自然，仿佛是熟心应手，此道老手了，全程表现得从容不迫，根本不像一个雏儿。屋内屏风后热气升腾，雾气弥漫，一道曼妙的身影进入木桶中，热水与细腻洁白的肌肤紧紧相贴，水面上漂浮着各种鲜花花瓣，香气扑鼻。清雅那如玉牙般的香肩锁骨暴露在空气中，头发湿漉漉的，精致绝美的脸庞有些许愁容，这副模样越发的惹人想要怜惜。此时她的这副神态丝毫没有了先前在外界那般笑靥如花，反而给人一种圣洁如9天之上的仙女。如果此时夏晨在这里看到清雅这副模样，一定会感叹，真是个气质百变的女子，适合玩角色扮演，想来应该会非常刺激。此时一个侍女打扮的女子一边给清雅添水，一边问道，小姐，今天晚上留人吗？清雅小筑是有过夜业务的，但清雅并非每天晚上都会留人在她屋内过夜，一周最多1-2次，但越是如此越受人追捧，甚至之前有个富豪开出过1000两银子求清雅一夜，却都被拒绝，也因此清雅名声大噪。清雅听闻之后眉头微皱，突然想到了一点，眼神突兀的一亮，你将那个戴白色面具气质不凡的公子请进来，今晚留他过夜。侍女一愣，有些不解，他今晚表现得平平无奇，反倒有几个公子表现得很出众，留他过夜怕是会引起那些人的不满，有损我们清雅小筑公平之名。今晚就留他，我们这些天遇到的麻烦或许可以从他身上破局。清雅嘴角微微泛起，露出一抹美的惊心动魄的笑容。这个人身份很特殊。侍女闻言一喜，她姿容也相当出众，换到外界绝对算是大美人了，但此时依旧被清雅给压了一头。她就是前段时间与大武二皇女定亲的镇东侯府嫡子夏晨，现如今在禁军中当校尉，听说他昨天将晋武侯之子给逐出了禁军，恐怕已经在禁军中站稳了跟脚。清雅露出笑容，竟显得有些甜美，气质百变。侍女小莲吃了一惊，她知道自家小姐双瞳很特殊，能够看透面具遮掩。好，我去将她请进来。小莲不再犹豫，缓缓退出房间。清雅叹息了一声，然后整个人从浴桶中站了起来，完美无缺，如同艺术品的曼妙身姿全都暴露在空气中。洁白的水珠顺着细腻的肌肤往下滑，在灯光下的照耀下晶莹剔透，让人血脉喷张。可惜这一幕无人能够欣赏。院落外，这位公子。就在夏晨三人静静喝酒观舞时，身旁突然走进一个面戴白色面具的年轻人。家父李刚，户部郎中，刚才在那一边见公子气度不凡，但看公子身姿似乎是第一次来这清雅小筑。年轻人笑着，然后连忙补充，我名李逵，字德顺。年轻人一副读书人打扮，对着夏晨先施了一礼，然后展开手中的折扇，颇为自信地说道。夏晨听到李逵的这个名字之后，嘴角微微有些抽搐，这面具之后不会是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然后一开口就叫哥哥的彪形大汉吧？你有哥哥吗？夏晨没忍住问了出来。公子何作此言？吾乃家中独子。李逵一边说着，一边扇着手中的扇子，似乎这样能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气质。哦，一时好奇，我名杨喜，没有表字，直接叫我名字就行。夏晨抛了一个梗，但见没人懂这个梗之后，自觉无趣，便正色说道。一开口便用了一个马甲，出门行走在外，特别是出来玩，那当然行要更名，坐要改姓，怎么可能用真名字呢？原来是杨公子。李逵又施了一礼，但同时脑海中快速运转，
京城中有哪家姓杨的家族，但却又是他没有交集的，但思来想去，却怎么也无法确定目标。他见夏晨丝毫没有想报上自家门户的想法，也不好去追问。不会是杨阁老家中子弟吧？突然，李逵想到了内阁中杨岩和杨阁老，内心一屏，但又觉得不太可能。杨阁老家教一向甚严，从没听说过杨家子弟来这种场所的。夏晨丝毫不知道这个李逵在猜想自己的出身来历，不过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在乎，一个户部郎中而已，五品官职在京城并不算什么，至少他不用太在乎。李逵看着夏晨不太热情，心中有些摸不准对方是何来头，但想来对方家里绝对不差，因为这一身气质是骗不了人的。他再次主动搭话：杨兄，今晚估计想让清雅姑娘留宿不太可能了，不如咱们转到去苏玉街，那里热闹，我知道有家青楼，里面的姑娘那叫一个漂亮，不如咱们去那边喝酒，晚上就留宿在那里，我请客。李逵拍着胸脯，一脸爽快豪迈地说道。俗话说，男人四大铁交情，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李逵自认为自己眼光不错，很少看走眼过，说不定这个杨喜就出身京城大家族，京城姓杨的大人家可是有好几个，万一被他赌中了，那就赚妈了。夏晨身后的李喜听到这话，一脸警惕地看着李逵，我靠，这人也想舔他的头儿。今晚他请头儿来清雅小住，结果这小子想挖他墙角，带头儿去另外的青楼，这岂不是在说他今晚安排的不到位，让头儿玩的不尽兴吗？一瞬间，李喜看李逵的眼神都变了。李逵丝毫不知道自己无形中得罪了人。就在李逵一点自信的时候，里面走出一个女子，小莲姑娘。原本都准备撤退的众人瞬间眼神一亮，虽然没有机会让清雅姑娘留宿，但是要是能跟小莲姑娘今晚，那也是绝好的呀。李逵也眼神一亮，他目光痴痴地看着小莲，光是这个小莲模样便不输于寻常青楼的头牌花魁了。要是今天能够让这个小莲侍寝，那今晚也算是没白来。李逵心中这样想着，便看到小莲姑娘朝着众人打了个招呼，便径直地朝着自己这个方向而来。李逵心中扑通扑通地跳着，他被选中了。难道这个小莲姑娘看自己气质出众，不知从哪里知道自己父亲是户部员外，便准备将自己留下，替主上阵，让自己今晚快活一灾？李逵在心中脑补着，然后眼角余光便看到小莲姑娘从自己身旁掠过，来到自己刚刚想结交的那个杨喜身前。公子，我家小姐有请。小莲脆生生地喊道，对着夏晨施了一礼，顿时那件洁白的衣服紧紧贴着身躯，将身材衬托的婀娜起伏，圆润的臀展露无遗。看得在场众人皆呼吸一平，目光火热，呼吸粗重，但同时他们也有些发呆。什么？今晚清雅姑娘留人了，留的还是这人？大家对夏晨还有点印象，之前清雅姑娘在这个人身上多停留了一个呼吸间，但后来游戏时，清雅姑娘的目光从未停在她身上，而夏晨自身表现的也平平无奇，众人便也不再关注了。几位先前表现良好的才子顿时站了起来，面色不服。凭什么后来者居上？是因为他们不争不抢吗？开玩笑是关女人的事，还是事关今晚能否与清雅姑娘深度交流？没人想让出这个机会。小莲姑娘，这有些不公平吧？这人今晚表现的可谓平平无奇。有人当即大声问了出来。而站在夏晨旁边的李逵早就已经石化了，他刚刚还说清雅姑娘不可能留他们过夜，自己还说要转场找个青楼，请这个杨喜潇洒潇洒，结果转头这个杨喜就被选中了。凭什么？大家都是戴面具的，分不清帅丑，就凭对方气质比自己略微出众一点点吗？看着院内有些群雄激愤，场面略微有些失控的一幕，小莲深吸一口气，然后再次露出笑脸。诸位公子，最终能否留在清雅小住过夜，还是要看我家小姐的心意。今晚我家小姐已经确定了心意，诸位改日再来吧。小莲说完，然后又转头看一下夏晨，这位公子，请吧，你们先回去吧。夏晨起身，对着身后的夏谦和李喜说道。夏谦刚想要说什么，李喜一脸笑容，拉着夏谦抢先说道：好嘞，头儿，不过明天早上可要早点起了，明天营里有任务，估计是提灯人那边要我们去帮忙。李喜小声的在夏晨耳边说道，然后给了夏晨一个男人都懂的眼神。夏晨没有多搭理李喜，跟在小莲身后，但在经过还有些发呆的李逵身边时，李逵一把抓住夏晨，他眼神发亮的看着夏晨。杨兄，这其中可是有什么秘诀？为何你能够被清雅姑娘看中？李逵微微停顿，最终还是没把走后门几个字说出来。他也想知道怎么走后门，走清雅姑娘的后门那多爽啊。夏晨略微沉思，然后拍了拍李逵的肩膀，轻声说道，可能是我比大家都帅吧。说完这句话，夏晨不带一丝犹豫，只留给众人一个神秘莫测的背影。而其他人，特别是先前表现良好的几人，一脸焦急，生怕今晚夏晨真的走了清雅姑娘的后门，顿时也想要上前跟上去。但是这时，一直站在墙角的两个彪形大汉站了出来，挡在几人身前。几位才子看了一眼两个大汉的身板，
然后默默后退，重新在自己位置上坐下，当做一切无事发生。读书人要的就是能屈能伸。夏晨进入房间，发现里面还另有乾坤。这座庭院面积出奇的大，夏晨静静地跟在小莲身后，将一路走来的所有东西都收入眼底。公子到了。小莲走到内院的一间屋子中，便不再行走，让夏晨自行进去。夏晨站在门口，略微犹豫沉思，看着门纸上那道曼妙的身影，不再犹豫，直接推开大门。刚一进来，夏晨便闻到一阵扑鼻香味，这味道颇为奇特，像是植物花香，又好像是女人体香，极为好闻。屋子中，清雅坐在梳妆台前，也不搭理夏晨，一个人安静梳妆。铜镜里映出一张芙蓉面，发梢油滴着水珠，4点点碎玉滑落。他轻轻拿起一方丝帕，将水珠缓缓拭去，那动作轻柔的如同抚过春日的花瓣。随后他执起木梳，于如云的乌发间缓缓梳理，从头梳至尾，一下又一下，每一次梳理都带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幽芳。3000青丝逐渐顺滑，在烛光下泛着墨玉般的光泽。他只穿着里衣，但却没有一点多余肌肤暴露在外，脸颊红润有光泽，大家闺秀的气质让人联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这幅画面便顿时变得诱人了起来。夏晨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幕，也不出言打扰，安静欣赏着。公子真沉得住气。突然，清冷的声音在屋内响起，清雅转过了头，露出了她那张倾国倾城的绝美脸颊。如此美景，若是破坏了，倒显得我不解风情了。夏晨轻笑着，显得颇为轻佻，一副公子哥形象。公子都已经在奴家屋内了，都还不解开面具吗？清雅眼神似幽怨，颇为的挑动人心。她缓缓地朝着夏晨走来。我想着，这样戴着面具岂不是更有兴致一些？夏晨笑着，而清雅一愣，没太明白为什么戴着面具会更有兴致一些，但他心思聪慧，也大致明白夏晨说的是深入交流的事，这让他心中冷哼。男人啊，果然都只是馋女人身子而已。夏晨主动地在桌边坐下，然后瞟了一眼清雅曼妙的身姿，特别是那高耸的胸脯，绝对是可以施展大招3000雷动的。月色美好，长夜漫漫，如果是你想看的话，确实也应该坦诚相待一些。夏晨笑着，然后主动揭开了自己的面具。俊朗的面孔，深邃而明亮的眼神，鼻梁高挺如峰，薄唇微微上扬，带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肌肤白皙如玉，在光影交错间散发着迷人的光泽。虽然之前特殊的瞳术已经看过一次夏晨的面孔，但那只是匆忙一瞥。而现在两人近距离，清雅目光微微有些凝固，没能成功的装作自然的从夏晨脸庞上挪开目光。好一张俊朗的面孔，清雅在内心情不自禁赞叹，她还是第一次见到男生有着无双容貌的。她下意识的竟有些想起了那个大武二皇女，真是便宜她了。未来夫君有这样一张面孔，想来闺中是不会腻了的。想到这里，清雅脸颊一红，自己怎么想到这些了？她连忙收回目光。清雅不知为何自己脑海中会浮现出这种乱七八糟的念头，她很快止住，然后恢复自然从容。公子容颜真是出众，想来可以去竞选京城第一美男子了。清雅笑着，京城有好事者，给京城的俊男靓女们排了一个榜单，男女共选出4位，分别号称京城4大美女和京城4大美男。虽然这个称呼是有些俗气了点，但上榜的8人无论男女，容颜气质皆是不似凡间人。这么说，清雅姑娘见过那所谓的京城4大美男了。夏晨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一点都不客气，颇有一种反客为主之势。有幸见过一位，但感觉跟公子相比还略逊一筹。清雅带着一股香风主动在夏晨身旁坐下，她这话倒不是恭维，而是真话。而且据他皇城司的信息所知，这个夏晨今年还只有17岁，再等1-2年，夏晨弱冠之年，将来容颜还会更出众，到达一个顶峰。夏晨听到这话不禁一笑，好家伙，自己这是成为男版的杨贵妃了吗？天生丽质难自弃，养在深闺无人时，这次一朝出府天下惊吗？夏晨脑海中突兀地浮现出这句诗句，自己这17年来确实没怎么出过侯府，外界鲜少有人认识自己。然后夏晨又想到自己那个未来会成为女帝的未婚妻，自己好像确实有机会成为异界版的杨贵妃啊！我靠，自己刚刚取的化名也姓杨，一切都对上了。夏晨想着想着有些发呆，随口说出的一个化名，怎么感觉好像冥冥中蕴含了一些因果呀？公子在想什么？看着夏晨眼神发散，清雅有些好奇，自己不就是发自内心夸赞了一下她的容貌吗？怎么还走神了？没什么。夏晨恢复平静，正襟危坐，看得对面的清雅不禁一笑，这小子不会真是第一次来这种场所吧？公子，长夜漫漫的，喝茶多无趣啊，这里有美酒。清雅美眸明亮，觉得有些有趣，拿起桌边的一壶美酒给夏晨倒了一杯。不知清雅姑娘口中的4大美女究竟有多美？夏晨找了个话题，
他对这些京城八卦信息确实所知甚少。公子这都不知？清雅有些诧异，男人不都对这些最感兴趣了吗？但很快，他专业的职业素养便压过了他心中的疑问，缓缓开口：这4大美女个个出身不凡，比那所谓的4大美男还要令人信服，毫无争议。一个是天师府当代天师的亲传弟子，还一个是天龙寺是当代佛女，另外2个都是世俗中人，一个是首相林寒甫的嫡女，另一个则是当今陛下的2女儿瑶光公主。对了，前段时间听说这位瑶光公主已经许配了人家，好像是镇东侯府的一位嫡子。清雅说到2皇女时，故意多说了一句，然后仔细打量夏晨的表情，但令他失望的是，夏晨脸庞上毫无波澜，好似那位侯府嫡子不是他一般。天师府和天龙寺的人也参与竞选。夏晨好奇，天师府和天龙寺是大武朝道家佛家圣地，甚至也能算是天下佛道圣地，为佛道2家正统。而天师府的天师和天龙寺的主持都是当世天花板，但2家都不参与世俗之事，这2家分别坐落在京城一东一西，仿佛相互对峙。他们没参选，但经不住有好事者将这2位给排了上去。清雅轻声缓缓说道，颇有一种江南韵味。清雅姑娘的容颜相比这4位如何？奴家如何比得上这4位？清雅一愣，但很快便摇了摇头，轻笑道：公子莫要取笑奴家，无论是身份还是外貌气质等，奴家与他们皆是天差地别，不配与他们相比。清雅柔声自嘲道，然后缓缓起身。公子，天色已晚，难道公子今晚真想与奴家在桌上彻夜长谈吗？清雅似乎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聊了，她主动走到床边，抬起玉足便走上了床榻，气质瞬间变了，从先前的大家闺秀、高冷女神变为世间最妖艳的魔女。她媚眼如丝，仿佛发散着魅惑的光芒，屋子中气氛顿时变得暧昧。夏晨露出微笑，脚步轻浮地朝着床榻而去。看来清雅姑娘是忍耐不住了，怎么这般没耐心？夏晨打趣着，直接坐在了床榻上，看着近在眼前的美人，而不是公子太铁石心肠、良辰美景的禁锢着跟人家说话，也不主动点陪奴家玩玩。清雅眼神幽怨，反差感简直拉满。夏晨笑着，然后便想要扑上去将这个反差感拉满的大家闺秀给搂在怀里吃掉，但他刚有所行动，整个人便浑身无力，瘫倒在床上，沉声睡去。呸！果然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刚定亲出府便急着来这些场所。小莲从门外走了进来，呸了一声，像一只小雌狮。她全程都守在门外，她知晓夏晨的身份，先前又听到了新雅主动和夏晨说起2皇女的婚事。我也没想到她会来我这，不过正好给了我机会，我们或许可以借助她的手给提灯人提供一些信息。最近提灯人探查的太厉害，咱们在京城的暗网损失惨重，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出大问题。清雅叹息着，看了一眼已经昏睡过去的夏晨，从床上走了下来。他已经重新恢复了端庄高雅的姿态，之前的魅惑已经全然消失不见，整个人显得清冷脱俗。一旁的小莲怒声说道：该死的大凤人，当年要不是我们出手，恐怕他们早就已经被大武灭国了，但现如今恢复了元气，竟然敢坑我们一手，偷了军防图就算了，还嫁祸给我们。小莲愤愤不平，最近他们的人很多都被抓了，虽然基本上都是外围成员，但这样下去迟早会抓到他们头上。更关键的是，凤国监察院暗探还将他们皇城司在大武国都暗探信息透露给提灯人，导致他们皇城司损失严重。咱们皇城司中绝对有监察院卧底，否则的话咱们这次绝对不会被打得如此狼狈。咱们这个身份已经不安全了，这次过后该换个身份了。清雅冷声说道。小莲也面色严肃，点了点头。说完，2人又看了一眼昏睡在床上的夏晨。小莲忍不住开口：小姐，接下来怎么做？直接施展幻术告知他一些线索吗？可就算他知道了线索，他会去查案吗？小莲有些担忧，关于谍探工作基本上都是交由提灯人管理的，而夏晨只是一个禁军校尉，真的会有用吗？像他们这种功勋子弟入官场肯定是想着立大功表现，从资料中显示他入禁军绝对不是去混日子的，不管有没有效果，先试试吧，咱们必须要主动出击，不能被监察院的人牵着鼻子走了。清雅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床边，她眼神宛如水波一般荡漾，一股奇异的能量蕴含在其中。我先拉他入梦境，在梦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他，让他明天去春花楼，春花楼会有一些线索被他发现，而这一切他都会认为是自己聪明过人才能发现这些细节，但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为了我们手中的刀。清雅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若不是为了收集情报需要这个身份，她才不会让臭男人进入她的房间，至于让男人碰她身体，那就更不可能了。不管是谁，一进入房间都会被她拉入梦境中，而这梦境无比真实，足以以假乱真，甚至可以影响人的一些思维想法等。清雅全身有晶莹光芒覆盖，特别是眼眸中有灵性光芒荡漾，有2只虚幻的蝴蝶从她眼眸中飞出，
飘荡着飞入夏晨身体中。但刚一进入，清雅的脸色一变，在他的视野范围中突然看到了一双眸子正在俯视着他，高高在上，不带一丝感情，宛如神明。而这双眼睛竟有4个瞳孔，仿佛蕴含了到雨里世间的终极奥义。化为蝴蝶的清雅感觉自己的灵魂在战里被冻结，下一瞬间，那已经入侵夏晨识海中的2只幽蓝色蝴蝶破碎，一切镜花水月。清雅睁开双眸，脸色苍白，眼神深处中还有惊恐之色。她刚想要后退，但纤细葱白如玉的手臂被一只宽大的手掌牢牢抓住，巨大力量从手臂中传来，清雅站立不稳，直接往床上摔去。等清雅反应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夏晨的怀里，而夏晨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隐约间清雅似乎看到了夏晨眼眶中有2个瞳孔合二为一，深邃的如同黑洞，能够吞噬人心。放开我家小姐！这一惊变发生的太快了，等小莲反应过来时，发现自家小姐脖梗已经被人掐住了，但内心也深深不解，夏晨不是已经中了幻术，昏睡了过去吗？美人在怀，温润如玉的触感，明明应该暧昧至极，但床榻上的2人此时都没有兴致继续深入交流下去。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清雅姑娘还是一位强大的术士，强行拉人入幻境，不知是否能够梦境杀人呢？夏晨颇有兴致地问道，一只手轻轻捏起清雅那光滑洁白的下颚，像一位富家公子哥调戏良家妇女一般，将她那张精致完美的面孔挑起，注视着她那一双还在散发幽蓝色光芒，宛如蓝宝石的瞳孔。2人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可谓是近在咫尺，2人呼吸间的气息拍打在对方的脸颊上。瞬间，清雅身上的绒毛竖起，身体起了反应，鸡皮疙瘩开始泛起，脸颊红了一片，宛如喝多了一般。屋内的小莲看到夏晨丝毫没有搭理自己，反而是对自家小姐动手动脚，顿时急了。她身上气机爆发，气血如虹，身躯紧绷，如同一只小雌兽，准备随时前扑。一位术士，一位7品武者，黄承思没想到小小的清雅小筑却深藏不露啊！夏晨丝毫不惊慌，更加肆无忌惮地用手指抚过清雅那张完美无缺的脸庞，手指顺着洁白如玉的肌肤，让清雅脸色潮红。他感觉夏晨手指经过的地方发烫至极，仿佛那手指有什么魔力一般，这种体验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你全程都没有昏睡，将我们的谈话全听到了？不可能，你明明已经喝了茶水和酒，我里面都放了迷药。夏晨怀中的清雅开始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事情有些脱离了自己的掌控，他有些害怕夏晨真的对自己做什么，导致自己的清白真的毁在这个男子手中，连忙出声，想要分散夏晨注意力。今晚他为了万无一失，不仅还多加了一道物理程序，在茶酒中放入了他们黄承思研发的无色迷药，再加上他的瞳术，可竟然对这个男子无效。可能我比较身强力壮吧，你的药剂量放少了。夏晨随口说道，他有系统，任何莫名物质进入他体内都会先被扫描一遍，如果对人体有害，那便会被系统屏蔽。可以说他的这副身躯那是百毒不侵之体。清雅一呆，什么鬼？药量放少了？院子中都是我们的人，你走不出去，聪明一点就将我们小姐放开，否则的话你要对我动手吗？可你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一瞬间将我制服吗？就凭你7品境？夏晨抬头上下打量着小莲，一个丫鬟，看上去年岁不大，但却有7品炼神境，看来他手上这个清雅来头比他想象的要大，即便在皇城失踪，想来也不会是什么默默无闻之辈。今晚他很可能抓到了一条大鱼。他继续说道，你可以试着出手，也可以将院子中的那些人喊进来，说不定院子中的人有6品甚至是5品的高手，可以将我制服。不过我提醒你2点，第一，那些人应该也是黄承思的人，不是你们的家仆，是被他们看到你家小姐这样的跟我躺在一起，传出去啥那可不怪我。第二，现在已经是宵禁时间，这附近有提灯人和禁军巡逻，这里一旦爆发战斗，你说提灯人和禁军中的高手能不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呢？夏晨笑着笑得有些肆无忌惮，然后又捏了捏怀中清雅那柔滑细腻的脸颊。他之所以敢让夏谦和黎熙2人回去独自留下，便是对自己的身手和京城治安有信心。房间中一片沉默，只有夏晨的笑声飘荡，配合着他怀中抱着一个美人，这画面像极了一位反派人物在欺凌良家少女。小莲咬牙切齿，气得满脸通红，但却无可奈何。事实正如夏晨所说的那般，一旦这里爆发战斗，必定会引来京城高手，到时候他们一个都走不掉。公子，你既已知晓我们的身份，不如先将我放开，咱们坐下好好谈。此时清雅已经恢复了冷静，她主动用明亮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夏晨。她觉得这个镇东侯府不受重视的嫡子身上有秘密，绝对不跟他们黄承思资料中显示的那般平平无奇。在床上就不能谈吗？夏晨手指轻轻拂过清雅那诱惑自己的光滑后背，让清雅浑身鸡皮疙瘩瞬间起了一地。
身上的肌肤变得通红，感觉仿佛触电了一般，酥酥麻麻，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他的心头。夏晨这是在警告他，让他清醒的知道他已经沦为阶下囚，竟然还想掌控局面，拿到话语主动权。公子，你既已经听到我们的谈话，那我便如实说了，那张军防图并不是我们偷的，而是大凤监察院设计陷害，拿我们当挡箭牌。我为何要信你？军防图是谁偷的我不知道，但你是皇城司的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而且想来你在皇城司中级别也不低，我能抓到你并且拔除你们这个据点，已经是大功一件了。夏晨微笑着，不管军防图是谁偷的，只要他能将人交上去，那都是大功一件。既然如此，何必舍近求远呢？清雅和小莲皆一阵沉默，无法反驳。对于夏晨来说，不管他是抓皇城司还是监察院的人，都有大功。还有一个方案，大凤检察院能够安插人在你们皇城司中，想来你们应该也有类似的安排。不如你将监察院成员在京城分布的信息交给我，并且拿出证据证明军防图确实不是你们这一方的人偷的，我就放了你如何？突然，夏晨的声音再次响起，在房间中，两个刚才因为夏晨的一番话而陷入黑暗的清雅、小莲瞬间眼中冒出亮光，情绪如同过山车一般起伏巨大。清雅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与他近在咫尺，就连呼吸都能清晰感知到的少年一眼。这个少年不仅外貌非凡，想进步的野心也远超他人。夏晨眼眸中光芒流转，这次能够抓到皇城司固然是大功一件，但还不够。军防图如果真的不是皇城司偷的，随着提灯人搜查下去，迟早会知晓这个消息，那到时候夏晨抓捕皇城司暗探的功劳就会大打折扣了。但如果他能够率先发现这个问题，并且将大凤监察院在京城的暗探网不说一网打尽，至少让他们损失惨重。如果我能做到这些，应该可以将文帝的目光吸引过来吧。夏晨沉思，他当然不仅仅满足于摧毁一个皇城司的据点，他想要凭借此一役快速升迁。如果真的做成，虽然会将提灯人的颜面踩于脚下，并且锋芒毕露，惹得各方注意，但利大于弊。只有5年时间了，他目前还只是一个小小7品校尉，所以他必须要快速崛起。我凭什么可以相信你？我将监察院的情报给你，如果你反手将我们抓捕，那我岂不是输得太彻底了？我无法给你证明，你唯一可以相信的便是我的人品，你可以选择不赌。夏晨再次紧紧地捏住清雅那滑嫩的下巴，让他那如秋水般荡漾的眸子的看着自己的眼睛，漫不经心的话语中充满了霸道。夏晨眸子中恍惚间似乎有一种神秘波纹荡漾出来，影响着清雅的思维判断。清雅又仿佛看到了自己先前入侵夏晨识海时那恍如天道般的巨大眸子，短暂间他思维仿佛暂停了一般。房间中沉默了许久，最终一道声音缓缓从清雅那性感的红唇中传出：好，我将监察院暗探资料给你。晨阳初薄，阳光倾洒房内，将屋内照耀的如同一片黄金海。床榻上，清雅缓缓睁开双眸，她感觉精神身体一阵疲惫，腰部酸痛，双腿发麻，特别是膝盖处宛如跪久了一般，充满淤青。她意识回归大脑，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她猛然间往身旁望去，发现果然有一个男人就睡在她身旁，一只手还搭在她腰之上，似乎是察觉她动了，那温暖的大手还不满地用了用力，将她那轻柔的身躯直接给搂在了怀里。清雅感受着那男子炽热宽广的胸膛，脸颊唰的一下变得绯红。她低头往自己身上望去，心中不由一松，自己身上的衣服还在，虽然有些凌乱，但还是昨晚那一套早上好。夏晨眼睛依旧没有睁开，似乎还在熟睡，但声音却飘荡开来：可以放开我了吧？清雅让自己冷静下来，自己虽然用特殊身份来收集信息，但从来没有让哪个男的碰过她的身躯，从始至终她都是清白之躯。昨晚这个男子虽然并没有强迫和自己发生什么关系，但孤男寡女待了一晚上，并且还是躺在同一张床上，更关键的是还有肢体接触。想到这里，清雅抿了抿嘴唇，目光复杂地看着夏晨。尽管最后一步没有发生，但自己的清白显然是已经毁在了这个大武驸马手中。还不行，这院子中都是你们的人，万一我将你放开，你们一起上将我碎尸万段，这怎么办？夏晨依旧没有睁开眼睛，但却又仿佛能够看见一切。他很谨慎，即便到最后一步，但也没有放松警惕。昨晚已经夜深人静，外面宵禁，他自然留下来过夜。我要的资料准备好了吗？小莲。清雅感受着被子下自己腰之上那一张炽热大手，目光复杂，脸颊上有红晕。她深呼吸，再次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呼喊门外。大门立刻被打开，小莲双目赤红，杀气腾腾的手拿一柄长刀冲了进来。小姐，这个混蛋昨晚没对你做什么吧？小莲昨晚一夜未睡，一直站在院子中。原本她是想一直待在房间中的，但奈何夏晨将她赶了出去。我没事。清雅摇了摇头，但神色却有些不自然。
昨晚夏晨确实没对他太过动手动脚，但他后半夜感觉夏晨睡着了，想要破门而出，挣脱夏晨的束缚。而就在他刚有所行动，想要爆发体内气机时，原本已经睡着了的夏晨仿佛拥有上帝视角，提前一步苏醒，并且再次一把将他制住。夏晨对于这个不听话的美人的惩罚是让他跪着，保持着一个极为羞耻的姿势，因此他那葱白如玉的膝盖才有淤青。直到后来他精疲力尽，夏晨才让他重新躺下睡觉。从这次之后，他再也不敢耍小动作了。这个少年有点邪门。小莲看着自家小姐那里有些不自然的神色，愈发着急。虽然他昨晚没听到房间中有什么大动静，但自家小姐与这个男人共处一室待了一个晚上，谁知道这个男人究竟对自家小姐做了啥啊？把资料给我吧，时候也不早了，该去上班了。夏晨对着小莲招了招手，那模样如同使唤自家奴仆似的，这让小莲更加气炸了。夏晨看了看天色，再不去衙门，夏谦跟李喜恐怕会真以为自己昨晚太过勇猛，导致今早腿软疲惫。夏晨可不想因为这点小事被他们俩以为自己不行。将资料给他吧。清雅虽然不知道夏晨口中上班是什么意思，但他真的不想再跟夏晨拉扯下去了。昨天晚上拉扯了一晚上，他没占到一丁点便宜。小莲不甘地退了下去，没过多久，手上拿着一叠资料走了进来，不情不愿地交给夏晨。夏晨懒散地躺在床上，一只手接过资料，另一只手松开清雅。清雅感受着一直搭在自己肩膀上的那只温暖大手，心中松了一口气。经过昨晚一晚上的折腾，她的衣服早已经凌乱，半边香肩都已经裸露在外，因此两人的距离实际上是没有半点衣物阻隔的。虽然夏晨松开了清雅，并且眼神注意全都在资料上，清雅却不敢有丝毫动弹。昨晚上他已经见识过这个少年的邪门了，他很确定昨晚这个少年已经睡着了，但他刚有所行动，竟然就先发制人，宛如提前预判一般将他拿捏。这种本领太可怕了，难怪昨晚都已摊牌，他还敢让自己睡在他旁边，原来是根本不怕有人在睡梦中对他下死手。有意思，看来你们皇城司在监察院中安插了不少人手啊。夏晨看着手中的一叠详细资料，露出了一抹微笑。作为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三大黑暗组织，帝王手中的利刃，无论是大武的提灯人，还是大庆的皇城司和大凤的监察院，都是在相互渗透，而最激烈的战场都在三国的国都内。大武京城是提灯人的主场，但却隐藏着皇城司和检察院的人，这是满朝文武甚至普通百姓都心照不宣的秘密。而出现这种情况，不是提灯人仰寇自重，而是提灯人深刻知道，就算将皇城司和监察院在京城的人全都剿灭，立刻又会有一批新的人赶到京城潜伏。无论是大庆还是大凤，都不会放过首都政治中心的。同样在大庆和大凤国都，情况也差不多，也是各种暗探潜伏。这里是提灯人的主场，原本我们和监察院的人应该抱团，不说互帮互助，但至少也不会背后捅刀子。而这一次，监察院既然将我们当刀使，那就怪不得我们也出手了。清雅冷声说道。夏晨将手中资料看完，沉默片刻，然后抬起手掌，将指尖划破，赤红的鲜血中仿佛蕴含了一种奇异能量。夏晨平静地说道：张开嘴。清雅一愣，有些没反应过来，但身为术士的他下意识地觉得这种鲜血有些古怪。据他所知，有些术士以自身鲜血为引，可以施展一些古怪的术法。夏晨看着他没反应，也不多废话，直接捏住清雅的脸，然后将她的嘴粗鲁地捏开，直接将流着鲜血的手指伸了进去。咳嗨嗨。清雅呼吸不畅地咳嗽着，她捂着自己的嘴。你干了什么？这是我侯府的一种法门，武夫也能使用。你体内融入了我的精血，从现在起，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能感知到你。所以，我希望这份资料是正确无误的。另外，你这个身份或许该换了，如果你听话，或许后面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夏晨露出微笑，轻轻地再次捏了捏清雅那一层红润光滑的脸颊，如同恶魔一般在床上站起。时候不早了，伺候我洗漱穿衣吧。夏晨俨然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主场，毫不客气，温柔的语气中却极为霸道。侧躺在床上的清雅抿了抿嘴唇，目光复杂，但最后她缓缓起身，给夏晨梳发整理。她第一次伺候人，各种手法极为的陌生，整个过程下来很不顺利，但夏晨却很有耐心，一直没有想换人的想法。整个过程宛如驯化一般。如果这个时候有玩家降临，看到这个画面就明白夏晨在干什么。他们那个世界对这种行为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服从性测试。夏晨神清气爽地走进衙门中。少爷。夏谦已经在衙门中等待，此时看到夏晨连忙走了过来。头儿，昨晚怎么样？另一边李喜也看到了夏晨，目光闪烁，然后也连忙上前，脸上浮现男人都懂的笑容。除了爽还能怎么样？夏晨拍了拍李喜的肩膀，脸上露出笑容。头儿舒服就好。李喜跟着傻笑着。所有兄弟们都到衙门了吧？
夏晨没多描述昨天晚上的事，而是环顾一圈，转头问道：基本上都到了。好，让甲自营和乙自营集合。夏晨脸上的笑容褪去，表情严肃地开口。夏谦一愣，不明白为何突然喊集合，但他没有询问，而李喜则一脸平静。很快，夏晨手下这200号人全都动了，快速在营地上集合。营地中，其他各营的人都面露疑惑之色，不明白甲乙2营为什么大清早的，这架势仿佛要大动干戈一般。夏晨将夏辉喊到一旁，然后在他耳边小声地说了一些事，夏辉越听眼神越严肃，最后只听到夏晨说：咱们兵分2路，速度一定要快，过程中如果有人敢反抗，直接射杀，但核心几人一定要抓捕带回来。是，校尉大人。在军营中，夏辉称呼夏晨的职务，没有喊少爷。夏晨走到所有士兵前，开口说道：甲自营跟夏旅帅走，乙自营跟我走。除此之外，夏晨什么都没有说。200号禁军都面面相觑，一头雾水，但皆没有人询问去干什么，除了让他们去攻打皇宫之外，他们只需要遵从命令就行。夏晨100号全副武装的禁军快速地冲出羽林卫衙门，直奔东街而去。少爷，咱们究竟去干什么啊？直到这时，夏谦才悄然地跑到夏晨身边，小声询问。不用多问，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夏谦缩了缩脑袋，他知道自家少爷这种神态，接下来肯定会有大事发生。1刻钟后，众人来到东正街。这条街是京城茶4戏楼聚集地，可以说是大武文娱中心，每年流行的各种戏曲、评书等都是最先在这里发酵，然后流传到大武各地，甚至整个天下。白月楼，夏晨在这座京城著名的戏楼前停下，将这座戏楼包围，不要让一只苍蝇出去，谁若不顾警告，想要冲阵，直接射杀。夏晨严肃冷酷，让一众禁军背后都冒凉气。京城达官显贵众多，特别是白月楼名气巨大，听说一些皇室中人都会来这里听曲儿。万一真射杀啥有大背景的人，那可就麻烦了。但一想到他们这位头出身，众人便没有丝毫犹豫，快速地将整个白月楼都给围了起来。白月楼中，一个巨大豪华的戏台上，各种各样的戏子正在演出。最近，一部名为《鸳鸯传》戏曲横空出世，颇受京城达官显贵们的喜爱。而这部戏曲正是出自他们白月楼。而现在这一部戏曲，每天都要最少演出3次，才能满足络绎不绝的达官显贵们。鸳鸯传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但主角一个是侯府嫡子，女主角则是东荒狐族公主。原本这是不被世俗所看好的，但最终男女主角却冲破了重重阻碍，私定了终身。原本这应该是一个幸福的爱情故事，但这部戏曲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便是编曲人那新颖的脑洞。在人们就以为狐族公主能与侯府弟子幸福的在一起时，狐族公主死了，这令所有看戏人都石化，女主角死了，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这种戏。而之后男主黑化，为了给女主报仇，开始走上了复仇之路，这种设定众人还是第一次见，瞬间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使得白月楼鸳鸯戏一票难求。不好了，官兵将白月楼围住了。就在剧情进入高潮时，各府的小四下人慌忙地跑进场内，有的进入阁楼包厢，神色有些慌忙。白月楼大门被狠狠推开，带刀禁军鱼贯而入，顿时白月楼中一片慌乱，不明白发生了何事。禁军办事，不要动，待在原地，否则就地斩杀。就在白月楼即将陷入混乱之际，一声大喝传来，将所有人心神震得有些恍惚。夏晨站在前面，而在他身后10多位禁军在他大喝的同时拔刀，而在他的身侧有连弩和火器对准了大厅中的人，一旦有异动便会瞬间发射。这种破甲连弩和火器一旦同时发动，即便一些高手也很难躲避，会被射成筛子。原本被打扰一脸不悦的一些达官显贵们瞬间神色一凝，原本想要质问这些官兵想要干什么的话，到了嘴边悄悄地咽下，开始老实地坐下。夏晨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很快便锁定了舞台上站在最中心正在饰演鸳鸯戏男主角的一个俊俏小生身上。此时这个俊俏小生目光也在打量夏晨，两人的目光碰撞。好俊俏，不过如此。前面那个新生是舞台上的俊俏小生看到夏晨的下意识想法，而后面自然是夏晨清雅给的资料标注，这个戏灵乃是一个美男子，凭借着最近新出的鸳鸯戏红遍京城，颇受京城一些贵妇人的追捧。但现在夏晨一看这外貌，觉得也不过如此。拿下！夏晨没有丝毫废话，手指一指戏灵，冷声开口。瞬间夏晨身后有5名禁军直接拔出长刀，如同虎入羊群，身手极为干脆利索，朝着戏灵便抓去。戏灵面色严肃，这些官兵一进场时他便意识到了不对劲，而现在直接对他出手，显然是认准了他。这不是一场意外，这就是冲着他来的。戏灵身后一个武旦角色看着冲过来的禁军，没有丝毫犹豫，挡在戏灵身前，
手心中有暗器使出，5名禁军连忙用长刀格挡，而戏灵身后又有3人出手，顿时整个舞台上一片混战。台下的观众们此时惊呆了，有些暗器刀片直接打在他们身边，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他们没想到这些戏子们竟然一个个武力高强，并且敢对禁军出手，而禁军目标明显也是他们。一想到他们刚才在看一群凶徒表演，他们心都在颤抖。上！夏晨一脸平静，面对这场面丝毫没有惊慌。顿时他身后又有10名高手出击，而大门处越来越多的禁军涌了进来。戏灵站在舞台中央，心愈发的夏晨，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今天很可能要栽在这里。即便他冲出了这个明月楼，绝对也会惊动巡逻的禁军和隐藏在暗处的提灯人，他没有退路了。即便如此，但戏灵并不准备束手就擒，他衣袖中有各种各样的纸人，有的手握大刀，有的拿着长剑，这些纸人在空中竟快速变大，宛如活了过来。很快，这些纸人竟展现出了不俗的攻击力，开始与禁军碰撞在一起。白月楼中，惊呼恐慌声时不时地响起，那些扩张的刀光将一些在大厅的观众吓得脸色发白。幸好场内站满了禁军，让他们心中安定了许多。夏晨眼神微眯，事情拖得有些久了，他要的是闪电战，打得监察司暗探措手不及，但现在却被拖住了。一起上，速速拿下！说完，夏晨率先抽出背后那柄赤红色长刀，随着他气血爆发，赤红色长刀有炽热之气升腾。夏晨气息瞬间暴涨，至刚至阳，霸道至极，直接对着一个纸片人便一刀斩去。瞬间，这个纸片人身上燃起熊熊大火，一个能抵挡2-3位禁军的纸片人竟瞬间被毁灭。夏晨身先士卒，如同虎入羊群，一刀一个纸片人，而他身后夏谦带领着禁军也跟着冲杀了过来。夏晨在斩杀纸片人的同时，注意力一直在那个戏灵身上。青雅给的资料显示，这个戏灵乃是监察院在京城的中高层，很多监察院在京城的活动都是这个戏灵直接指挥的。而这次盗取军防图便与这个戏灵有重大关系。戏灵面色凝重，即便到了这种关头，他依旧没有慌乱，他快速地观察着四周，想要冲出包围。冲出去！戏灵冷声说道，然后他手中有更多的纸片人飞出，但似乎是因为维持这些纸片人耗费太多气机，戏灵脸上无比苍白。你先走，我来断后。最先出手的那个武旦手持一柄大刀挡在戏灵身前，而这时夏晨杀到了近前。武旦一声大喝，手中大刀一挑，如同泰山压顶一般，想要直接将夏晨劈成2半。夏晨仿佛未卜先知一般，在这位武旦举起大刀之时，便已经一刀劈出。在场所有人恍惚间都看到一轮大日从夏晨刀光中划出，光芒照耀大地。当人们睁开双眼时，看到挡在夏晨前面的那名武旦身躯中央出现一条血缝，然后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中，这人的身躯被分成了2半，鲜血染红了舞台。这场面极为的血腥。2、3层的包厢中，一些深闺大小姐和贵妇人们面色惨白，看着那个极为英俊的少年，眼神中不再是痴迷，而是害怕与惊恐。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当场分尸，不管这些禁军捉拿的是什么人，任何一个正常人看到这画面都会害怕。些许鲜血洒在夏晨脸庞上，让他映照的宛如一尊地狱修罗。一刀斩杀挡在前面的敌人之后，夏晨没有丝毫停留，直冲戏灵而去。你是夏晨，镇东侯府的那个废物，看来所有人都看走眼了，被蒙蔽了，一刀斩杀一位8品巅峰武夫，你隐藏的是真身啊！戏灵边退边冷声盯着夏晨，他们监察院有夏晨的资料，但现在看来资料有误，17岁的7品武夫，即便在镇东侯府中也绝对算得上天才了。夏晨并没有与戏灵现在对话的念头，他此时目光中只有戏灵这个首领，一心只想窃 C 位，根本不管周围挡在他身前想要保护戏灵的其他人。在夏晨带头冲阵的过程中，夏晨运转赤阳断体诀，他身体中的气血之力从他体魄中涌出，覆盖着他的身体表面，宛如甲胄一般将他保护着。他的速度快如闪电，眼眸中重瞳再次浮现，在他的视野范围中，周围人的速度都变得极为缓慢，宛如时间流速被更改。戏灵看着近在咫尺的窗户，双脚一蹬，刚想要直接冲出去，但突然间一道如同魔神一般的身影快速地出现在他身后，一只手伸出，戏灵感觉周遭空气都被抽干了，下一刻他后颈一疼，整个人被夏晨如同拎小鸡一般给拎起。他是一名术士，术士虽然手段众多，但如果被武夫近身便非常危险，更何况他现在面临的是夏晨呢。随着戏灵被抓获，白月楼中的场面也很快被控制，一些攻击禁军的戏子直接被军母当场射杀，剩下的直接被生擒。整个过程虽然复杂，但其实非常迅速，只不到10分钟而已，便将目标拿下，将白月楼的所有人押回衙门。在我回来之前，不管是谁来，
都别让他们将人给抢走了。夏晨对着身后的夏千说道，让他亲自带30人回去，将人给押回去。头儿，我跟夏千兄弟一起吧，白玉楼这么多人，我跟着一起押送稳妥些。李喜全程跟着，此时连忙开口，想要帮夏千分担压力。夏晨看了他一眼，然后点了点头。白月楼中，打扫战场的禁军们给蹲在地上抱着头的监察院按探打入风血针。风血针是天师府研发的一种一次性输气，对武夫有很大限制，一旦被植入体内，便很难调动全身的气血之力。夏晨看了一眼手中的细灵，发现他正用阴冷的目光盯着自己，仿佛要将自己活生生吃了一般。这么目标明确的冲着我来，看来你已经掌握了我们的信息。你想要从提灯人手中抢功，你这么多年隐藏这么深，看来野心不小。细灵狠狠地望着夏晨，他预想过被提灯人找上门来，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栽在禁军手中，而且还是这个完全没被他放在心上的夏晨手中。夏晨依旧没有搭话，直接给细灵后脑勺狠狠地来了一锤，将他直接击晕，手段暴力直接，但却异常有效。他将细灵提在手心中，并没有将这个人交给夏青、李喜让他们带回去，他要亲自看管。来一些人跟我去下个地方。夏晨带着几十号人快速离开白月楼，往另一处地方而去。兵贵神速，他这次就是要靠闪电战打的监察院措手不及。头儿这时还去哪呢？是还有暗探吗？李喜拍了拍夏千的手臂，饶有兴致地问道。不知道。夏千摇了摇头，没有多说，转头开始处理白月楼后续事情。白月楼此次来看戏的观众们皆都松了一口气，看着所有暗探都被抓捕，这才小声讨论，这些人是皇城司还是监察院的人？没想到白月楼竟然是他们的据点。有人无比后怕地说道，太祖少时任事于禁军之中，才思敏捷，聪慧过人。时京城突发军防图被盗一案，太祖洞见敌方诡计，遂率禁军行事果敢且雷厉风行，成功擒获敌国暗探，军防图一案由此得破。太祖原此一役，人称玉面郎君焉。领头的那个人是谁？好生狠辣。虽然夏晨出手迅速结束战斗，但却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全程一言不发，哐哐就是干，太霸道，太冷酷了。那个笑玉好生英俊，京城中竟然还有这样的美男子。阁楼中，一些美妇人双眼放光，虽然刚才场面血腥，但现在已经完事了。夏晨的外貌又重新让他们上头了。打听一下，这是哪家子弟，可有婚配？有大小姐目光痴痴，脸颊上燃起一片红晕。白月楼第3层，最中心视野最好的一间包厢中，此时正有一个气质不凡的年轻人和一个浑身散发着迷人韵味的美妇人正在喝茶。刚才即便是最混乱时，这两人都没有丝毫的慌乱，居高临下，仿佛正在观赏一场大戏，而台下所有人都只是戏子。许不留，刚才那名校尉身手如何？气质不凡的年轻人轻笑着，头也不回地问着身后一直默默站在阴暗角落中的一名抱剑剑客。这个人无论是气机还是对自身气血之力的运用，都堪称完美，一刀斩出，全部力量都凝聚于刀尖，并且已经领悟刀意，刀意至刚至阳，7品境中恐怕少有人是他的敌手。除此之外，并未看出太多，不知是否他还隐藏了实力。站在阴暗角落的许不留看上去大约27、8岁，目光闪烁，对夏晨做出点评：你们若是在同一境界中，可能战胜。气质不凡的年轻人听到许不留的这话，饶有兴趣地问道：打过才知道。哦，你可是名动京城的天才剑客，你都没有必胜信心？年轻人有些诧异。我现已是5品巅峰，即将迈入4品，若压制到7品境，胜他自然不难，但若是当年7品境的我，还是要打过一场才知晓。许不留话很少，但听到青年人的询问，还是耐心的讲解。青年人听到许不留这话，眼眸中对夏晨更加好奇了。有意思，查一查那人是谁，把他带到我面前，我要跟他见一见。没想到禁军中竟然还有这样的好苗子。青年人露出微笑，对着身后的一些仆从说道：许不留可是京城有名的剑道天才，更是被誉为10几20年后有机会迈入3品境，但现在竟然冒出了一个不输当年他的人，把这样的一位天才收下当狗，岂不是挺有意思的？不用去打探了，若是没猜错的话，这个人应该跟咱们还有些关系。此时一直没有开口的那个美妇人转过头来，嘴角泛起弧度，极为魅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但却散发着迷人的韵味。她看上去大约30来岁，身上极为朴素，但却给人一种极为尊贵之感。哦，姑姑知道这人身份？青年人诧异，但一想到他的这位姑姑不甘寂寞，野心极大，以一个女儿家的身份插手朝政，手底下收拢了不少爪牙，消息灵通也就不奇怪了。他应该就是安东侯的那位嫡长子，前段时间与瑶光订婚的夏晨。我的人打探说他样貌极美，不输那京城所谓的4大美男子，今日一见，这人竟然比那4大美男子还要更加俊俏。美妇人眼角含笑，回想着夏晨的模样，
眼神深处有着春意荡漾。平阳公主成熟美丽，性感动人，热衷权势，终生未嫁，内心寂寞又不愿将就，渴望爱情。我那个侄女倒是好命。平阳公主感叹了一声，她是文帝最小的一个妹妹，与文帝虽不是同胞，但却是文帝母亲一手带大的。文帝登基已经50多年，将这个妹妹那是当女儿养。长大之后的平阳公主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更关键的是，文帝并没有阻拦，反而是默许一般让她插手政治。因此，平阳公主在皇室中极为特殊。三皇子此时更加诧异了，没想到原本自己想收下当狗的一个小小禁军校尉，竟然与自身还有这种关系。姑姑的消息没错吧？可我记得没错的话，那个夏臣不是有名的废物吗？安东侯这些年对他不管不顾，可如今为何如此厉害了？前几天夏家为他谋了一份职位，羽林卫校尉，身份样貌都对得上，是他没错了。至于他的修为，确实有些令人吃惊。平阳公主若有所思，拖着精致的下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夏臣并不清楚，白月楼中，平阳公主与三皇子全程将自己抓捕画面收入眼中。他此时正马不停蹄赶往另一处，这一处据点是一间客栈。这间客栈是监察院在京城的一处情报中转站，那一份军防图很可能便是在这里被传出去的。这一次抓捕虽然过程依旧有反抗，但在全副武装的禁军军弩射杀之下，很快便将客栈老板抓获。仔细搜查，所有资料一件都不能放过，全都带走。夏臣沉声说道，然后立刻带人前往下一个地点，地点是一个靠北街赡养堂，相当于现代的孤儿院、养老院。但夏臣刚来到这里便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只有几个稚童和几个已经动不了的老人。大人，里面没有人了，也没找到什么资料。夏臣陷入沉默之中，他认真地看着有些破烂的牌匾，上面写着赡养堂3个大字。从羽林卫衙门出来到白月楼，再到客栈，再到这里，全程绝对不超过1个小时。但既然已经人去楼空，想来后面的那几个地点人员也早就已经撤退，消息还真是灵通啊。夏臣目光闪烁，大人，接下来咱们去了。有人小声地说道。全程至始至终，夏臣都没有跟他们说太多。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还不知道抓的究竟是哪一方人呢。回衙门。夏臣挥了挥手，已经打草惊蛇，再去搜查下去已经无意义。夏臣带着人回到羽林卫衙门，刚一进来便看到秦牧站在门口。秦牧看到夏臣进来，连忙上前，我今早一到衙门便听说你带200号人全都出去了，这是何事？这么多人被你抓了回来。秦牧现在还一头雾水，虽然禁军确实有抓捕权，但连他都不知晓的情况下，一次性抓捕这么多人，绝对此时消息已经传遍整个京城了。都是监察院的人，今天早上情况紧急，来不及先请示大人了，等一下我会亲自向将军解释。夏臣知道自己这次有些犯了忌讳，没有请示便直接带这么多人出去抓捕，若是普通人，恐怕刚才秦牧在自己进门的一瞬间便喊人将自己拿下了。秦牧面色一凝，原本想斥责的话硬是说不出口。夏臣将秦牧拉到一旁，然后小声地说道，大人，我知道流程有些不对，但你放心，这件事中郎将大人知道之后绝对会大喜过望，不仅不会怪罪你，或许还可以凭借这次功劳往上面挪挪位置。夏臣脸上挂着微笑，丝毫没有先前工作时那冷面阎罗般冷酷。虽然秦牧只是个都尉，但毕竟是他的上司，夏臣可是学毛选的，老人家的智慧那是铭刻心中。混政治那从来都是要将朋友弄得多多的，将敌人弄得少少的，团结一切可团结的人，到了关键时候、关键时机，自然会有人自发的将你推举到那个至高位置上。秦牧听完之后眼神一亮，刚想要说话，夏臣的声音便再次响起，人都已经抓回来了，时间也不急了，不如咱们现在一起去中郎江大人那里。夏臣笑得灿烂，什么？你是说军防图其实是监察院暗探偷的？中郎将李文忠忽的从座椅上坐起，茶水都洒了一身，被夏臣的话给惊到了。一旁的秦牧也一脸吃惊，最近京城发生的大事，军防图被偷，他自然知晓，他们羽林卫还被命令协助提灯人彻查此事，而军防图是被黄承思偷走的，这已经是共识了，就连提灯人那边目前都是这般认为。可现在夏臣竟然说出了另一个版本。据我得到的消息所知，军防图便是由今天我抓的这些人进行策划指挥的，人都已经抓了回来，一切审查便知。而且就算军防图跟这些人没关系，但他们是监察院暗探，是板上钉钉的事，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大功一件。夏臣恭敬的禀报。李文忠重新从座位上坐下，平复心情，但越想着脸上的笑容便止不住。如果真的军防图是监察院的人偷的话，那这就是一件泼天大功。退一步，就算夏臣弄错了，只要抓回来的人真的是暗探，那也算是大功，怎么都不亏。只是咱们这一次会有些得罪提灯人，不知道大人能不能顶住那边的压力。还没等李文忠将自己的心声说出，
夏晨便开口了。李文忠目光闪烁，提灯人组织独立于朝廷之外，权势巨大，而这一次军防图丢失，已经算是提灯人办事不力了。如果军防图真的是监察院偷的，那这又是提灯人一次重大失职。他们立下的泼天大功，那直接是踩着提灯人上位的呀。无妨，我羽林卫乃是天子禁军，提灯人还管不到这里来。再说了，这件事咱们也是有权利插手的，称得上名正言顺。李文忠仅是犹豫了片刻，便目光坚定，这大功劳都已经放到他口中了，他若还不敢拿，那岂不是太怂了？提灯人权势滔天，难道他李文忠就没有背景吗？这件事先不要声张，先去把那些人的嘴给撬开，把证据收齐，到时候我会入宫请见陛下，为大家请功。李文忠说到最后一句话时，目光落在夏晨身上，这个侯府少年比他想象的要更加懂事，全然没有初出茅庐时那种不将天下人放在眼中的傲气，做事太老道了。夏晨都已经将功劳喂到他嘴中了，他自然也要投桃报李。夏晨听到这里露出一抹微笑，然后恭敬抱拳，一切听将军做主。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定要懂分蛋糕，要给下面的人谋福利，还要给上面的人喂食，绝对不能一个人吃独食。以史为鉴，古往今来，但凡想要吃独食的人，皆下场凄凉。夏晨自然不会犯这种错误，而且他现在还太弱小，真与提灯人对上是落不到好处的，还不如分出一部分功劳，让李文忠扛大旗去冲锋陷阵，他躲在后面猥琐发育就行。后续与提灯人的争斗，不是他这个级别能够参与的。秦牧站在一旁，看着一脸自然的与李文忠商讨后续事情的夏晨，突然有一些恍惚，不禁想到了一句话：那年35，我战如喽啰。不是，他不是夏晨的上级吗？为什么自己的下级和自己的上级在那里热火朝天的商讨着，而自己一句话都插不进去？但秦牧一想，自己啥事也不用操心，躺着就把功劳赚了，这也太爽了，还是安心打辅助吧。秦牧认命了。夏晨刚从李文忠军帐出来，便看到夏辉带人走了进来。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大人，我捣毁了3处据点，并将重要人物全都抓回，但去第4处据点时，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了。夏晨听到夏辉的话之后陷入沉思，他这边只收获了2个据点，而那夏辉边监察院的人显然是得到消息晚了一步将人带进去吧。夏晨没有多说，最重要的细灵已经被抓获，这一趟怎么都不算亏了。中午，整个羽林军士兵都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仿佛从上至下都变得紧张了起来。原本一直待在自己军上喝茶的中郎将大人都出来好几趟，亲自前往羽林卫衙门最后方的那几间小监狱中，出来时脸上洋溢着笑容，根本止不住。应该与夏校尉今天早上抓捕回来的那些人有关，很多人都猜出了与此有关。夏晨一直老实待在军帐中，中途只是陪李文忠前往监狱审问细灵等人，说是监狱，但其实只是几间密不透风的房间。整个朝堂只有刑部和提灯人那里有自己独立的监狱。其中为了快速地得出有效信息，夏晨还传授了几条大记忆恢复术，帮助细灵等人快速回忆整个军防图被盗过程。夏晨并没有去插手这些步骤了，他只知道他传授完大记忆恢复术之后，那小监狱中惨叫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让一些听到的人都不禁背后一凉。一些实施大记忆恢复术的人看夏晨的目光都变得有些敬畏起来。这个新来的校尉大人绝对是个狠人，这种变态的刑罚都能够想出来，就算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暗探，恐怕也扛不住啊。下午，提灯人来了，无论是夏晨还是李文忠都没有太过出乎意料。今天早上他们羽林卫大肆出动，抓捕了那么多人，这消息根本收藏不住，早就已经传遍了整个京城。提灯人作为情报组织，怎么可能没收到消息呢？原本他们并没有太在意，但随着一些情报的传来，他们才面色凝重，意识到有大事情发生了。提灯人千户蔡明奉我家指挥使之命前来提人。蔡明带着10几号人递上腰牌，语气客气，但态度却坚决，一开口便是提人。蔡千户莫不是搞错了？这是我羽林卫来我们这里提人，提什么人？秦牧亲自带着人在门口将蔡明拦下，他疑惑地看着蔡明，神色不解地问道：秦都尉莫要装傻充愣，今天早上听说羽林卫出动，抓捕了一批暗探，暗探之事一直是由我提灯人负责，禁军管辖的是城中安危，现在人已抓捕，自然该交由我提灯人大牢关押。秦牧听到这话之后笑了，他丝毫不怵。今天早上我们确实抓捕了一批人，但我们这里可没有什么暗探，我们是收到了百姓的举报，说那些都是不法分子，准备密谋做一些危害京城安危的活动。我羽林卫的职责便是守护京城安危，现在我们正在审查，以防止有同伙，等我们审查完了，自然会将人交给你们。蔡明听到这话，嘴角抽搐，真将他们提灯人当傻子忽悠不成？秦都尉，我没有什么闲心跟你继续拉扯了，不管今天早上抓的是暗探还是普通的不法分子，将人交给我们提灯人就行了，
后续的事情我们会负责，有什么功劳也不会忘记禁军这边的兄弟们的。蔡明态度强硬，说完便直接带人想要走进去。秦牧脸色一冷，也主动上前一步。禁军衙门重地，即便你是提灯人，也没有资格随意擅闯。说完，他身后的士兵纷纷上前，站成一道人墙，将所有其他人挡在外面。蔡明一脸铁青，他认真地看了一眼态度强硬的秦牧，脸上阴晴不定，直到过了10几个呼吸间，他才恢复平静，冷声说道：好，这件事我会禀告指挥使大人，你禁军可没有关押犯人的权利，这件事我们提灯人会参你们禁军一本。撂下这句狠话，蔡明转身带头就走，这边铁了心不放人，他不可能真的去强硬闯入，而且这件事明显是背后有人授意，否则一个小小的都尉怎么可能敢态度如此强硬？千户大人，接下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回去禀告指挥使大人，我一个小小千户，在人家的地盘还能翻天不成？蔡明怒骂道，他情绪激动，对着问话的下属踢了几脚，但眼神却很平静。羽林卫宁愿得罪我们提灯人，也不愿意将人交给我们，是因为那些人蕴含了大功吗？怕我们抢功，还是另有原因？蔡明脑袋飞速运转，很快便想到了军防图身上。能让羽林卫态度如此强硬，唯有这件事了。蔡明心中总有不好的预感，他们这边已经得到确切消息，羽林卫今天早上抓的人是大奉监察院的人，但却不知道具体缘由。夏晨和李文忠早已封锁消息，知晓全部内情的人根本没几个，而审问的人更是不准离开监狱，就是为了防止消息走漏。虽然提灯人是情报组织，但禁军非常特殊，除非陛下授意，否则随便在羽林卫中安插暗探，那是会出大事的。所以即便到现在为止，提灯人这边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何事。当蔡明将自己的猜想禀告了上去之后，顿时得到了重视。权力运转起来的提灯人是很恐怖的，特别是当他们有了目的去做某件事时。晚上，提灯人根据夏晨早上行动，抓捕了监察院一伙提前得到消息而撤离据点的人，在严刑拷问之下，他们才得到具体内幕消息。深夜，什么？军防图是监察院的人偷的？提灯人指挥使陆离沉声开口，目光死死地盯着前来汇报的手下。手下颤颤巍巍地开口，审查结果是这样的。陆离在自己座位上重新坐下，深呼吸了一口气，意识到事情麻烦了。他们提灯人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查了好几天案子了，但却将目标都搞错了，这要是被陛下知晓，会怎么想？会不会怀疑他的办事能力？难怪已经查了好几天，但却一直没有关键结果出来，方向走错了，这能成功上岸才怪了，将沈放给我喊过来，他是怎么办事的？这事都能弄错。陆离怒不可遏，但很快他便恢复了冷静。将我的衣服拿来，我要出去。这已经是深夜了，他在自己家中已经睡下，原本美妾在怀的，但却被硬生生的喊醒了。而现在他更是睡意全无，他必须要马上到羽林卫那边，将那几个关键人物全都带回来，并且还得跟李文忠商讨。这件事必须要从他们的失职变成是他们提灯人和羽林卫一同发现端倪，然后深入调查，最终将监察院的人一捕抓获。如此不仅无过，反而还有功。但他刚穿好衣服走到前厅时，便看到自己管家匆忙地跑了进来。老爷，宫中来人了。陆离听到这面色一变，意识到已经迟了，羽林卫已经率先出招了。夏晨神清气爽地从床上爬起，昨天晚上睡了一个好觉。昨晚他留在羽林卫衙门中加了一个班，等所有证明是监察院的人偷走军防图资料都准备好之后，这才离开。他知道后续的事情与自己关系已经不大了，那些人的博弈，那种层次他目前还够不着。夏晨在院子中打了一套拳，刚准备出门前往衙门打卡的上班时，三少爷，一个嘉宾出现在夏晨院子外。家主让你过去，说有事问你。好的。夏晨点了点头，原本准备向西走的脚步开始往东迈，朝内院那边走去。他知道应该是询问关于军防图的事情，无论是夏晨还是李文忠都认为这件事并需要兵贵神速，在各方都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让他尘埃落定。所以昨晚李文忠连夜进皇宫，彻底敲定这件事。明德院，这个院子是夏前居住的院子，春光明媚，花团锦绣。这个院子至今已有400年历史，每一代家主都居住在这一院子中，因此明德院中到处都是岁月的痕迹。二哥，夏晨刚一到这里，并看到一青年人从院子中走出来，长相英俊，约莫20出头。小陈，青年人名叫夏轩，乃夏前第二子。夏轩如今也在禁军龙武卫中，凭借自己短短几年便升到了都尉之职，算是现如今禁军中的年轻一代领军人物之一。夏轩朝着夏晨点了点头，脑海中不禁回想起了刚才父亲夏前对他说的那些话，看向夏晨的目光不禁有些变了。他们禁军抢功劳，抢到了提灯人头上，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关键人物便是他眼前的这个三弟。你先进去吧，父亲在等你。
两人并没有过多寒暄，夏轩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去。夏晨也没有太多意外，夏轩性子从小便是这种不冷不淡，倒是没有太多恶意。他小时候经常来这个院子，说起来与夏轩两兄弟关系还算不错。只是大了之后，他独自搬到偏院中，关系便有些疏远了晨儿。夏晨径直走入院子中，便看到夏乾坐在庭院中，似乎在专门等待自己。夏晨行过一礼之后，也不客气，直接坐下。旁边的丫鬟给夏晨倒过茶水之后，便远远退开。夏晨拿起桌子上的点心，便开始吃了起来。别说，这点心还挺好吃的，正好可以当早餐吃。其实他对这院子颇为熟悉，一草一木，每个丫鬟他甚至都认得。12岁之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院子中，只是后来大了，有了自尊心，主动搬出明德院，除了过节之外，一般都待在自己的小院子中。夏乾看着吃东西的夏晨，目光悠悠，然后这才缓缓开口：军防图一事是你谋划的？这里并没有外人，所以夏乾开口很直接。今天快天明时，他收到消息，才知道昨晚宫中发生了大事。算是吧，但我将功劳分出来了，让李文忠顶在前面。夏晨将手中的一个糕点一口吞下，灌了一口茶水，平静回答：这件事你做得很对，你现在终究还只是一个校尉，初入官场，太过耀眼很不好。夏乾听到这话点了点头，看向夏晨的目光多了几分赞许。你可知昨晚发生了何事？夏乾话锋一转，严肃认真地说道：昨晚李将军连夜进宫之后，我便回来了，没有再去管后续事情。夏晨摇了摇头，后边的事情他插不上手了，所以没必要去再管。陆离倒台了。夏乾平静的话语却蕴含着信息炸弹。陆离掌管提灯人已经26年，乃是当年文帝一手提拔上来的，那是名副其实的黑暗之王，掌管着大武所有阴暗活动。但现在这样的一位人物竟然倒台了，可想而知，接下来大武官场绝对会迎来地震。在洗牌过程中，有大量普通人眼中所谓的大人物会被暗死。因为军防图的事情，算是吧，军防图被偷从责任划分上属于陆离失职，而这次他又搞错了对象，连续犯下2次大错，昨晚在宫内直接被解除了指挥使之职。夏乾长叹一声，他情绪并不高涨，似乎是想到了一些事。夏晨陷入了沉默中，说实话，他也没想，因为自己直接将提灯人指挥使陆离这样一位在整个大武官场中权势也可以排进前5的大佬给弄倒台了。这件事应该只是导火线吧，他执掌提灯人26年，是那位手中的刀，为那位干过太多见不得人的事，因此得罪了太多人。这一次他倒台，看似是因为他工作失误，但其实是各方势力都想捅上他一刀吧。夏晨环顾四周，喝了一口茶水，然后平静地说道。夏乾目光一变，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整个过程持续了2-3个呼吸，然后大声呵斥：住嘴，谨言慎行。他虽然是呵斥，但眼眸中却爆发金光，看向夏晨的目光彻底变了。他没想到从小一直待在府内，没和外界接触过的夏晨，竟然对朝堂局势分析的竟这般的入木三分，透过现象看本质。现如今夏家中虽然天骄层出不穷，但有这般政治头脑的，除了他3弟之外，根本没有几个。就连他那2个儿子对政治这一块也都不甚敏感，而夏晨竟然有这眼光，难道上天关了一扇窗，真的会给人再开一扇门吗？想到这里，夏乾看向夏晨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夏家中从来不缺天骄与帅才，而是缺乏这种有战略眼光、对政治敏感的人才。族内没有这种人智囊坐镇，越是璀璨繁茂，便离衰亡越近。或许让晨儿从军是错误选择，当初真该让晨儿去读书，走读书人道路，这样的话3弟也能轻松一点，可以帮忙分担点压力。哎，2弟啊！夏乾心中叹息，当年他原本是准备让夏晨跟着3弟夏汉读书的，结果被2弟夏渊一封书信给阻止了。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听2弟的。夏乾有点悔不当初。夏晨并不知道自己的一番话让夏乾想到了这么多。他看着有点走神的夏乾，继续试探地说道：咱们的这位陛下聪明至极，但也自私至极，在位这么多年，不断地挑拨文官集团与我们武勋集团争斗，平衡朝政。不仅如此，还利用陆离和平阳公主收回了一部分权力，将陆离和平阳公主放在明处，而自己躲在幕后，高坐9重天，俯瞰着我们。陆离这些年手上沾满血腥，但哪件大事不是他背后指挥的？好处他全拿了，但罪名陆离全背了。咱们这位陛下帝王术真是用的炉火纯青啊！夏晨这些天将朝堂局势大概了解了一遍，便感觉当今这位陛下像极了他那个世界的嘉靖皇帝，皆自私自利，但却天赋超绝，在位50多年，对权力掌控堪称一绝。还有什么看法？出乎夏晨预料的是，夏乾听到他这些大不敬的话之后，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反而继续追问。庭院中，夏晨看着自己这个大伯，嘴角有一抹笑容浮现，一切都如他猜想的那般。侯府600年辉煌，
若只有忠君爱国这一条理念，怎么可能在600多年的权力洗牌中依旧保持自身的璀璨，从不曾衰落？镇东侯府爱国可能并没有错，但至于是否忠君，那就有待商讨了。无论是老镇东侯还是夏前自身，这么多年来一直老实的待在侯府中，深居简出，不与外界接触，不就是因为文帝猜疑吗？为了侯府的安全和下一代子弟们的出头机会，他们只能如此。而这一段时间，他那个便宜父亲夏渊在东荒立下大功，再过不久或许也将返回京城，结局自然显而易见，交出兵权，不问朝事，或许只有等哪一天再有大战爆发，才有出事机会。这是一种政治智慧，可能都是有情感的。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没有情绪呢？陆离倒台，最开心莫过于文官集团了吧？夏沉沉声说道。没错，这一次李阁老亲自出手了，陛下放弃陆离，或许也有这一深层原因。夏前点了点头，虽然提灯人组织是用来平衡文武集团，但其实更侧重于压制文官。这些年，文官集团势力增长迅猛，已经成长为一股可以威胁皇权的力量了。你能够看出这么多东西，已经很不错了。这件事，你是导火索。虽然明面上这件事是李文忠在冲锋陷阵，但李文忠这个人这些年来一直不偏不倚，而且不擅长办案，他不太可能冒这么大风险去提灯人手中抢功。据我收到的消息，昨天你私自带人出营，将人给抓捕之后，这才禀告李文忠的吧？夏前眼也不抬，看着远处的风景，平静地说道。夏沉心中一惊，没想到这件事都被夏前知晓了。这件事我能猜出来，其他人也能猜出来，京城中可不乏聪明人。夏前深深地望着夏沉，这段时间低调一些，有些事我会帮你应付过去。谢伯父。夏沉恭敬行礼，表现得如同谦谦君子，让夏前满意的点了点头。你去吧。夏前挥了挥手，让夏沉自行离开。聪明人无需多言。接下来几天，京城官场发生了地震，刑部和禁军出动，一方大佬的倒台让很多人都兴奋不已。上面的位置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上面的人倒了，下面的人才有机会往上爬。而在普通人看不到的世界里，提灯人纷纷出动，对大凤监察院展开了疯狂打击。很多隐藏在京城的监察院暗探被抓获，甚至被当场斩杀。而在遥远的西北边疆，军队也开始大规模调动，开始戒严备战，防备西边的庆国和北方的大凤，随时准备应付战争。整个五勋集团好几个代表人物被召入皇宫中进行军事商讨，甚至内阁都已经在商讨，如果西北边疆真的发生大战，该派谁出征。在这种硝烟弥漫紧张的氛围下，安武侯夏前也被多次招入宫中。夏沉从小道消息上听到，说那位陛下准备启用夏前，甚至可能任用正在闭关中的老镇东侯夏楚天。36年前，贾楚天带兵在淮阳之战中差点将大凤国灭，对于这位老帅出马，整个朝野上下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应该不会让你爷爷出手。你爷爷当年在淮阳之战中军功太盛，如果这次真的爆发战争，并且再次打赢，那恐怕真的要封王了，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是陛下还是内阁都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的。花园中，夏沉和夏前散着步，聊着天。自从那日之后，最近几日夏前没事就将夏沉叫过来，主动将一些消息告知他，听取他的想法，这让夏沉很是诧异。夏前看着落后他半个身位的夏沉，眼神中复杂。谁能够想到最近朝堂发生了这些大事，与这个小小禁军校尉有关呢？所以如果庆国真的想再次发动战争，能够出征的人便只有伯父您和太尉了。夏沉笑着，当今大武，有能力指挥大规模军团作战的人不多，而这些人中有较大把握胜过庆国的人，只有老镇东侯贾楚天和20多年前在南疆之战中大放异彩的夏前，还有一个则是当今太尉欧阳靖。而这3人中有2位都是出自夏家，这也难怪夏家2代做事都无比的低调，每次一打完仗便主动交出兵权，换哪个帝王恐怕都会猜忌。陛下已经下旨让2弟在东荒那边快速结束战斗，2线作战压力太大了，如果拖得久一点，西边庆国肯定也会插手，到时候便危险了。而且陛下肯定不会让我和2弟同时掌兵。夏渊在东荒手中现如今有10多万兵马，如果这次与大凤爆发战争，最起码也要调动30万兵马，夏家手中便掌握了40多万兵马，已经有大5国半国之力了。这种情况谁也不敢去赌。而夏沉沉默，看来他那个便宜父母很快便会从东荒返回了。夏前看着并没有什么神色的夏沉，内心叹息了一声。紧张的气氛愈演愈烈，提灯人按探查到大凤境内确实有兵马调动，这让内阁连夜开了几个深夜会议。除了这件事之外，京城还有一件大事，那便是提灯人新任指挥使上任了，名叫马宋。对于这个人上位，出乎京城所有人意料，因为之前马宋在整个提灯人中一直不起眼，乃至整个提灯人8大司中全是最小的一个司，但这次不仅没有跟随陆离倒台，反而一跃而上，摘得了最后的果子，成为了大赢家，
这让很多人不禁深思。夏晨仅仅是了解了一些信息，并没有再过多关注。目前提灯人那边跟他关系不大，他在等待升迁。随着军防图的事情渐渐尘埃落定，该享受胜利果实了。算算时间，可能就是这1-2日，便可能往上挪一挪位置了。想到这里，夏晨露出微笑。除此之外，夏晨还关注了一件事，那便是清雅小筑在他离开的第2天夜晚便失了火，整个清雅小筑烧得一干二净，所有人尸骨无存。这引得很多前往过清雅小筑的宾客伤心不已，他们心中的女神清雅姑娘从此之后竟再也见不到了。那清雅姑娘可惜了，年纪轻轻便香消玉殒。夏千跟在夏晨身后，一手拿着油条，一手豆浆，感叹着说道。作为那天跟着夏晨一起前往清雅小筑的3人之一，夏千是见过青年的，此时听闻清雅死讯，也不禁暗叹有些可惜。夏晨头也没回的咬了一口手中包子，鲜香的油脂在味蕾上爆炸开来。这犬不理包子确实美味，但说实话，夏晨早餐更喜欢吃米粉。用高汤熬制的汤料，烫熟的米粉，加上一些小料，那是绝顶的美味。但可惜京城这边甚少有卖，夏晨这几天找过几家，但味道都感觉差了一些。夏晨想到这，不禁摇了摇头，然后将口中的包子吞咽下，这才开口说道：个人有个人的命运，有些人虽然死了，但可能还活着，有些人虽然还活着，但可能已经死了。夏千挠了挠脑袋，显然并没有明白夏晨口中这句极有哲理的话。夏晨嘴角露出微笑，也没有去解释。他自然不相信清雅死了，清雅虽然在他手中吃了大亏，但无疑是个聪明人。京城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就连提灯人指挥使这位大权臣陆离都因此倒台，而这一切都是夏晨引发的，这自然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聚集到夏晨身上。而夏晨究竟是从哪里得知监察院潜伏在金暗滩的隐藏身份地点的？那日虽然夏晨一群人非常低调隐蔽，但京城神通广大的人太多了，清雅小筑很可能会被查出来。清雅自然不会去冒险，因此一把大火将他的这个身份彻底的抹去。胆子倒是大，还潜伏在京城中。夏晨默默地看着系统面板上有一个被标注的小红点，这个小红点代表的便是清雅。那一天夏晨是骗清雅的，他的鲜血并没有什么追踪功效，他目前是个纯粹的武夫，不是术士，也不会什么法门。但大道至简，夏晨有系统，系统有地图功能，这些天他早就已经将偌大的京城转了一遍，除了皇宫没去之外，整个京城系统地图已经完善了 95%。 那天早上夏晨用系统标记了清雅，只要在他的系统地图范围内无处遁形。而现在地图中显示清雅正待在京城西城区中。目前夏晨并没有想去找清雅的打算，反正只要他还待在京城中，随时可以找到，逃脱不了他的手掌心。所以夏晨准备下次找个深夜时间去给清雅一个惊喜。羽林卫衙门，夏晨刚一进入自己的军帐，秦牧就神神秘秘地走了过来。都尉大人怎么亲自来了？夏晨笑着，但却并没有起身。叫什么大人？如果你不嫌弃，直接叫我一声老秦。老秦脸上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此时的他完全没有夏晨第一次见时那满脸的严肃正经。秦牧在夏晨身旁主动坐下，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水。显然经过这件事之后，双方的关系亲密了许多。这事过后，说不定你就能直接升到都尉之职了，到时候咱俩都是同级。秦牧喝了一口茶水，呼出一口浊气，有些感叹地说道：17岁的都尉啊，而他今年都已经35岁了，两人就已经是同级了。可以想象夏晨未来的前途绝对不可限量。军防图一事有结果了，夏晨立马明白过来，这件事要尘埃落定了，马上要到瓜分胜利果实的时候了。否则的话，秦牧不至于如此激动。虽然这几日西北军事才是头等事，但各位朝中大员也没忘记军防图之事，咱们羽林卫破此案乃是大功，论功行赏，想来这几日便会下来。秦牧喝了一口茶水，强压住激动之色，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平静。恭喜大人了。夏晨笑着以茶代酒敬了秦牧一杯。哈哈，这件事你乃是头功，中郎将大人已经将此事上报上去了，此次过后你最少是个都尉之职。秦牧感叹着，如果不是夏晨太过年轻，凭借查破军防图一案和摧毁大凤监察院在京城的暗网的功劳，绝对不是升到都尉一职这么简单。事实上17岁的五品都尉在整个大武800年历史中那都是凤毛麟角。夏晨笑了笑，并没有继续接话。这次中郎将大人很可能会被调往龙武卫，担任龙武卫大将军，我可能也会跟着大人一起过去，正好可以给你挪挪位置。秦牧继续说道，心情大好。虽然羽林卫和龙武卫各成一军，但实权根本不同。羽林卫只有3000人编制，并且只负责京城治安，但龙武卫可是有6000人编制，个个都是精锐中的精锐，负责镇守皇宫内城，皇帝出行便是龙武卫亲自负责。龙武卫大将军虽然只有正3品官职，
但权势滔天，上头只有一位顶头上司，那边是文帝。可以说，如果李文忠真的能够担任龙武卫大将军的话，那他便彻底的走进了皇帝的内心，大武朝的权力中心了。消息可靠吗？虽然旨意没有下来，但这2日中郎将大人已经进宫2次了，想来没有意外了。夏臣听到这，大脑高速运转了起来，职位的变动必然引来权力的洗牌。能够担任龙武卫大将军，那说明李文忠绝对是文帝的心腹，他之前的判断没有错，李文忠背后站着的就是文帝。原先的龙武卫大将军与太子走得有些近，所以突然秦牧环顾四周，然后靠到夏臣的耳边小声地说道。他话没有说完，但夏臣自然已经明白什么意思了。龙武卫大将军便相当于文帝的保镖，而现在他的这个保镖竟然与帝国的继承人走得有些近，这种信号对一位帝皇来说乃是绝对不可容许的。皇帝和太子的关系自古以来便相当复杂，既是传承又是竞争对手，太子是唯一一个可以正大光明威胁到皇帝权力的人。夏臣快速地将这些信息记录到脑海中，从而解析出有用的信息。皇帝对太子并不放心，因此扶持了三皇子进行平衡，让三皇子与太子进行争斗。这种做法没有错，但也为5年后三皇子政变埋下了祸端。夏臣眼神中爆发出金光，政治舞台上光彩绚丽，他也想站上去一舞。下午，夏臣待在军营中，并没有如往日出去带人巡街。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预示着升迁旨意马上要来了，他手拿一本兵书，正在认真研读。这本兵法乃是这个世界一个著名的兵法大家所著，基本上每一位学习兵法的人都看过这本兵书。夏臣并不是第一次研读，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本兵法中的一些思想还是很有东西的。大人！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声呼唤：“进！”夏臣头也没抬，眼神依旧落在兵书上。李喜走了进来，目光落在端坐在书桌前的夏臣身上，不禁有些失神。好一位翩翩卓氏公子，样貌举世无双。此时的夏臣手里捧着一卷兵书，脱去了甲胄，身着一式简洁的便衣，头顶上的乌黑长发用发簪简单的盘弄起来，自然随和，气质像极了天上谪仙。何事？夏臣平静地问道，脸庞上波澜无惊。中郎将大人让您过去，应该是喜事。李喜低下头颅，不敢再多看，他感觉眼前的校尉大人气质飘飘若仙，仿佛随时能够飞升而去，不属人世间。知道了，退去吧。夏臣挥了挥手，依旧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越到这紧要关头，他反而心思平静，没有那么多杂念。等李喜退出军帐之后，夏臣起身整理仪表、服装等，然后这才不急不缓地向李文忠军帐走去。夏臣走进李文忠军帐，看到端坐在书桌前的李文忠，巧的是他手中也拿着一卷军书，看得与夏臣是同一本，名为《九阳兵法》。兵法有云：为降者，诚心以定谋，肃气以整军。还没等夏臣先开口，李文忠便率先问道：作为将领，要使内心澄澈平静来制定谋略，整肃士气来治理军队。夏臣没有丝毫的思考，瞬间答道：这句话是《九阳兵法》的开篇第一句。为将者，无论有何事，或大喜或大悲，都必须要保持绝对理智，不能有太多情绪波动。这一点你很有定性，不愧古往今来名将辈出的夏家子弟。李文忠放一下手中的《九阳兵法》，脸上浮现笑容，赞叹着。这些天，无论京城闹得有多沸沸扬扬，夏臣都从来没来找过他，询问事情发展到了何种地步，更没询问自己会得到何种封赏。这种心性可不像一个17岁的少年人，而像是一位久经政坛的老者。我相信大人，既然已经将事情交给大人，那便静静等待结果就行。夏臣露出微笑，不卑不亢，透露出从容与自信。都说了没人的时候，私底下叫世叔就行。李文忠挥了挥手，让夏臣坐下。好奇自己的封赏是何吗？上午秦都尉跟我说，很可能是升官，顶替他的位置，担任都尉一职，而他会跟随大人前往龙武卫。夏臣平静地说道。原先上面的人是这么论功行赏的，但现如今情况有了变化。夏臣眉头一皱，有了意外发生。他正在思索着，李文忠的话继续想起，我和秦牧都已确定调到龙武卫那边去，主要是你。我。夏臣看着李文忠，略微诧异。他原本以为是李文忠担任龙武卫大将军之事出了问题，结果没想到是自己。原本确实是提拔你为都尉，但陛下出手了。李文忠深深地看了一眼夏臣。陛下。夏臣眼神中有光芒流转，他没想到陛下会亲自插手自己调任都尉之事。你不用太过担心，陛下没说不让你担任都尉，只是说你胜任不着急，年轻人要多磨砺磨砺。李文忠喝了一口茶水，笑着说道，终于看到眼前这个年轻人脸上有情绪波动了，终于不再是之前那般波澜无惊，显得比他还老成稳重。这是一件好事，
朝堂无数多少官员，但能够进入陛下视野中的寥寥无几。李文忠拍了拍夏臣的肩膀，收拾收拾，等一下随我入宫。入宫，陛下要亲自见你。李文忠神色凝重地说道。这些年，陛下早就已经不经常上朝了，很多官员都只能在1年1度的年朝会中才能得见龙颜一面。很多事都是陛下召见诸位阁老，商议好之后，直接由内阁施行。而这次，陛下竟然要亲自召见夏臣，这是在对外界传递某种信息，还是另有重用呢？李文忠一时也无法揣摩圣意。我知道了。夏臣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再次平静下来。进宫就是了，他有大功在身，又是驸马身份，那位文帝总不可能生吃了他不可吧。半个时辰之后，李文忠和夏臣坐上一辆马车，马车缓缓朝内城中心而去。陛下御疾50多年，大半时间一直不近女色，前20年专心修佛，后10年修道，直到大臣劝谏，国朝不可无子嗣，因此这才有了太子、2皇女、3皇子等。有了子嗣之后，陛下不再如之前那般冷酷薄情，但近10年来，陛下越发的不可捉摸，无人能够猜透陛下的心思，所以面圣时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你可明白？马车中，李文忠小声告诫，将一些入宫要注意事项全都一一说明。夏臣点了点头，内心对这位文帝有了稍微准确的一个形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50多年来，大武国在文帝手中实力愈发壮大，多次取得对外战争胜利。比如36年前的淮阳之战，差点将大奉灭国；20多年前与南疆之战中也取得胜利，将大武朝边境向南推进了几百里。而现如今，东荒与妖族之战也即将落下帷幕。大武朝现如今可谓是威压天下，让其他2国与东方妖族和南方蛮人忌惮不已。但常年来武事不断，对5国百姓却是一种压榨，国内矛盾早就已经非常尖锐。现如今的5国虽然是天下第1国，但却仿佛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如果后面没有女帝横空出世，恐怕5国在5年后的政变中就会彻底的分崩瓦解，由盛而衰。马车中，夏臣不断结合当今形势和未来形势分析。很快，马车在一座高大巍峨的城墙前停了下来。李文忠和夏臣齐刷刷地睁开眼睛，皇宫到了。城墙外有瑞甲士兵把守，看到李文忠的马车，有2人上前：“下车吧，马车不能进入。”李文忠率先下车，夏臣跟在他的身后。李大人。士兵看到李文忠之后，连忙行军礼。他们是龙武卫的人，这2天消息早就已经在他们龙武卫之间传遍了，他们龙武卫大将军可能要倒台，而接替之人正是眼前的李文忠。搜查一下吧，我要进宫。李文忠点了点头，随后张开双手。入宫前就算是内阁首辅，那也要先检查一遍才能进入，不因人而改变，这是规矩。大人，陛下旨意已经传来，大人直接进去就行。士兵随意地给李文忠检查了一遍，然后便连忙说道。李文忠点了点头，而夏臣跟在他身后一言不发，在默默地观察。如果他没认错，这个城墙上那白虎门3个大字的话，5年后宫廷政变正是从白虎门发生的。3皇子带着大军打开了白虎门，杀入皇宫中，整个皇宫血流成河，这片城墙高大无比，城墙上还有术士布置的一些术法，城墙上站的都是破甲的连弩士兵，除非几万大军用人命来堆，否则的话根本无法强行攻取。夏臣将白虎门的地形全都收入眼帘中，京都城外有3大营，总共5万人，与禁军一起守卫京都。这3大营除了皇帝旨意之外，无人能够调用，而这5万大军不管发生何事，都是不能够踏入京都的，所以这注定了想要打开白虎门，只能从内部攻破，让人从里面打开。3皇子绝对将驻守白虎门的将领买通了，或者这人本就是3皇子的人。夏臣若有所思，龙武卫有一些人倒向了3皇子，这是一个重要信息。就在夏臣思索间，李文忠跟着前面一个领路太监穿过重重宫阙。夏臣不再多想，开始打量皇宫。琉璃瓦在日光下闪耀，4星辰落于宫顶，雕梁画栋绘尽千古风华与传奇。宫灯摇曳，光影在廊间穿梭，如梦如幻。降秦瑞兽蹲踞于屋脊垫脚，仿若守护这方圣地，尽显皇家威严与奢华。800年的岁月，每一片砖瓦都蕴含着岁月的痕迹，让人不敢有丝毫的冒犯之心。李将军，您带着驸马爷进去就行。领路的老太监满脸笑容，丝毫没有对外人那般骄横，仿佛真的只是一个普通奴仆一般。李文忠点了点头，但没有过多客气，一个普通公公而已。他马上已经要担任龙武卫大将军了，除非是执掌12监的几位太监，其他的他不需要太在意辛苦马公公了。夏臣从衣袖中拿出一块银子，塞到马公公手中。马公公眼神一亮，但很快清醒过来，连忙摆了摆手：“都是奴才应该做的，奴才哪敢收驸马爷的银子？能够替皇上跑腿的太监，哪个不是人精？
马公公可是知道这个年轻公子哥的来头，若是寻常驸马倒也罢了，他也无需这般客气。可这位出身下府，更关键的是，陛下竟然亲自召见。这么多年来，除了几位内阁阁老和朝堂上的几位大员之外，他就没见过陛下单独召见过谁。所以，这他哪敢收下臣的银子呀？虽然是为陛下做事，但劳烦公公等了这么久，一点银子而已，买一壶酒喝。夏臣笑了笑，没有多说，直接手一翻转，将银子塞到了马公安的腰带中，然后挥了挥手，向宫殿中走去。马公公感受着自己腰带中的那一块沉甸甸的银子，看着夏臣的背影，有些失神。他虽然是为陛下跑腿，但没有什么实权，接触的这些朝中大员，没有谁对他如此尊敬过，更没有人关心他究竟等了多久，还亲自给他银子。马公公感受着银子上残留着夏臣的余温，深呼吸一口气，将银子放入自己口袋中，目光重新变得平静。臣叩见陛下。一进入宫殿，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进入一间大殿中。还没等夏臣观察宫殿中的环境，李文忠便拉着夏臣跪下。起来吧。一道有些飘渺，一时无法让人知晓来源的声音在宫殿中响荡。夏臣这才看清楚宫殿的环境。在宫殿最中央，地面上盘坐着一个身穿道袍，但脖子上却挂着佛珠的老年人。他头发有些花白，背对着两人，让人看不到他的真实面孔。这便是整个大武帝国的掌控者文帝。这是龙武卫令牌，将令牌拿去吧，明天便去龙武卫上任。文帝背对着两人，仿佛在修道，又仿佛在悟禅，一种莫名的气运在他身上流转。隐约间，夏臣似乎看到了一条几十米长的金龙从文帝身上一闪而过。这条金龙有些虚幻，仿佛还未到出世之时。气运金龙嘛，是因为时机还未到，还是因为现如今大武国国力还不够，还是说是因为文帝个人原因？在夏臣思索间，李文忠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音有些激动地说道：臣叩谢陛下，定不负陛下重托。先下去吧。文帝挥了挥手，如同9天之上的仙人。李文忠起身，经过夏臣身边时，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好似在跟他说别紧张。等李文忠离开之后，房间中便只剩夏臣和文帝两人。香烟袅袅，房间安静的能让人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夏臣极有耐心的等待着，并没有率先开口，坐吧。时间也不知过了多久，文帝的声音再次响起：多谢陛下。夏臣瞬间跪下，叩谢君恩，然后在旁边找了个座位坐下。你这性子倒不像安东侯。文帝依旧背对着夏臣，没有想转过身的念头，但却仿佛能够看见身后的一切似的。我小时候便与父亲分离，因此记忆中没有多少父亲的记忆。这些年与父亲信件也很少联系，所以并不了解父亲究竟是什么性子。而陛下的气势如同羽山一般厚重，又如同9天之上的神佛，威严而不可冒犯。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陛下有一种亲切感，因此便少了一些紧张，胆子大了一些。夏臣恭敬地答道，但语言却非常大胆。听到夏臣的回答，文帝竟有些沉默，眼神中有光芒流转，不知道想到了何事。在金碧辉煌却又透着森冷威严的宫殿之中，文帝的声音仿若洪钟，毫无情感的砸落。我听闻安武侯这些年对你不管不顾，还在东荒那边给你生下了一个弟弟，你可有怨言？夏臣身形微微一震，刹那间脸上似有风云变幻，先是愤怒如燃着的小火苗在眼底跳动，随即被一抹悲伤的阴云笼罩，却又强力克制，那嘴角微微的颤抖，终是化作了声音里的哽咽。回陛下，臣确实有怨言。文帝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仿若寒风吹过冰封的湖面。你可知我大武朝800年，乃是以孝治国，那可是你的父亲，为人子，怎可有怨言？夏臣扑通跪地，额头重重扣在地板上，声音坚定而又诚恳。我大武朝以孝治国，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在前，父父子子在后。陛下为君父，因此陛下询问，臣怎敢欺瞒陛下？此时文帝眼眸中乍现金光，如烈日破云而出。夏臣顿感一股排山倒海的压迫力汹涌袭来，仿若沉睡千年的巨兽正在苏醒。他心中暗惊，文帝还是术士，境界竟如此高深。这强大的气势似已超脱凡俗，定是3品之上，甚至2品的绝世高手。夏臣不禁思索，这般强大的文帝，5年后三皇子是如何将其弑杀？即便面对大军围攻，文帝也应能全身而退，除非政变之时有同级别乃至更强者出手。夏臣心中思绪电转，脸上却依旧是一片真挚。此刻的他演技堪称登峰造极。好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大武朝若能多些如你这般之人，明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朕亦能少却诸多烦恼。文帝转身，目光如炬，细细打量着跪在脚下的少年。抬起头来，让我瞧瞧。夏臣闻声抬头，悄然留意到文帝平日多以我自称，而非威严的朕。
倒是生得一副好面容，配得上朕女儿瑶光。文帝见之，微微点头赞许。只见他目光深邃幽沉，鹤发童颜间，精气神饱满如朝阳，年纪轻轻便能道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语。想来你在侯府中颇读了些书，这份学识已然胜过诸多朝中大儒。文帝虽常给大臣们一副僧人道人的模样，可无人能否认他实乃极为聪慧的帝王。虽只是初次听闻此语，文帝却敏锐洞察到其中蕴含的对政治秩序稳固的非凡意义。此语犹如基石，巩固君主集权，强调秩序与等级，令所有人皆需无条件臣服于君主。文帝对这话自是极为喜爱。这句话可是有人教你的？文帝问道。回陛下，这是臣自身所想。下臣答得干脆。好好好，都说朕东侯府武道昌隆，未料这一代中竟出了你这么一个读书种子，不比那些大儒逊色。文帝罕见地绽出一抹笑容，那站在宫殿角落的侍女与太监们见状，不禁面露惊色。他们侍奉文帝多年，却从未见其有这般情绪波动，便是接见内阁阁老之时，文帝亦不曾如此。你可知今日唤你来所为何事？文帝话锋一转，回陛下，并不知晓。下臣依旧恭敬作答，他深知自己已赢得文帝几分信任，而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语，便是他抛出的重磅棋子。此语于封建君王而言，恰似无坚不摧的神器，是维护统治的无上法宝。听闻你查破了军防图一案，还抓捕了大量监察院在京城的暗探，原本凭此功绩，你可升任都尉之职，然朕如今并不打算将此职位于你，你可有怨言？并无怨言，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臣深信陛下不给臣都尉之职，定是另有深意，故而臣全凭陛下做主。下臣言辞恳切。好一个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满朝臣子若皆有你这般思想觉悟，朝堂之上何来诸多纷争？下臣这话似触动了文帝心底某根弦，文帝望向他的目光已然全然改变。本是闲来无事落下的一枚棋子，却不想带来如此多的惊喜。你若自幼读书，走那读书入仕之路，入翰林院，当有首辅之资。文帝平静的话语在宫殿内回荡，令那隐于角落柱子后的侍女太监们神色骤变。若换作旁人说出谁有首辅之资，恐只当是阿谀奉承。可这话出自文帝之口，虽似随口而言，但其心中究竟有无此念，又有谁能断言？臣一生之志便是保家卫国，若陛下有需，臣愿为陛下手中最锋利之刃，即便血溅沙场，马革裹尸亦在所不惜。下臣说的掷地有声，此刻的他演技狂飙，连自己都几近信以为真。马革裹尸还？文帝喃喃低语，似在回味这话中的悲壮与苍凉。你学我，实在可惜了。最终，文帝缓缓道出：你说的没错，朕对你却有重用。你有此才智，留在禁军中太屈才了。朕想让你前往提灯人。此前的交谈已让文帝笃定这位女婿对自己忠心耿耿，且与镇东侯府心存嫌隙，尤其是他那父亲安东侯，这正合文帝心意。提灯人，下臣佯装疑惑：你不愿去？文帝问道。回陛下，无论去往何处，只要是陛下差遣，臣皆心向往之。下臣面露激动之色，活脱脱一个急于在君王面前一展身手、建功立业的热血少年郎。文帝满意颔首，提灯人9司尚缺1司长，你且暂代司长一职。陛下，此职位臣恐资历尚浅。下臣面露犹豫。提灯人9司司长乃正4品官职，而他现今不过7品校尉，从7品跃升至4品，着实不合规矩。朕让你去，便无人敢有异议。且只是暂代，朕派你去提灯人，自是有任务交付于你。文帝言语霸气，然说到最后，语气凝重：陛下，是何任务？纵是上刀山下火海，臣必誓死完成。下臣语调激昂，面色涨红。此刻的他演技足以捧得小金人影帝大奖。宫殿之内烛火摇曳，光影在墙壁上诡谲地舞动着，仿若无声的幽灵。那蜡烛燃烧时发出的轻微沙沙声，恰似舞女的裙摆摩挲，每一丝火焰的跳动都撩动着静谧的空气。文帝高坐于上，俯视着匍匐于跟前的少年下臣，微微颔了颔首，脸上露出一丝满意之色。朕无需你赴汤蹈火，只看你能勘破检察院的诡计，便知你有些许才智。今命你入提灯人，辅佐马谡，将陆离的党羽连根拔除。文帝的目光如炬，紧紧锁在下臣身上，似要穿透他的肌肤，直探灵魂深处，审视他是否真的忠诚不二。许久，下臣未闻声响，才缓缓抬起头来。陛下，仅此而已。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探究。你觉得还应有何事？文帝的声音飘渺，似从遥远之地传来，反问之中带着一丝玩味。陛下特意召臣入宫，想必另有要事嘱托。下臣大胆回应，目光坦然地迎上文帝的注视。你却是聪慧。
朕却还有一事交给你做，起身吧。文帝的语调柔和了些许，此刻的他仿佛只是一位寻常老者，然而那周身散发的威严却让人不敢有半分僭越。谢陛下。夏臣起身，于座位前安然落座。你入提灯人，首要之务乃是揪出潜藏其中的皇城司监察院暗探。文帝的话语平静，却如巨石投入夏臣的心湖，激起千层浪。提灯人竟已被渗透。夏臣不禁脱口而出，说渗透过重，但有内鬼无疑，且职位恐不低，否则陆离岂会犯下这等低级错误，连偷盗军防图的对象都能弄错。文帝微微眯眼，似在回忆那错综复杂的局势。臣定当在3月之内查明真相。夏臣抱拳，誓言铮铮。哦，3月，你竟如此自信？文帝眼皮轻轻抬起，目光如刀，在夏臣身上轻轻刮过。君前无戏言。夏臣毫不退缩，坚定回应。好一句君前无戏言。3月之后，朕便静候佳音。文帝右手轻挥，一枚白金色令牌缓缓飘至夏臣身前。明日便去赴任，查案事急，特许你从禁军中挑选数人同往提灯人。言罢，文帝摆了摆手，示意夏臣退下。微臣告退。夏臣大礼参拜，动作标准的如同教科书中的典范，每一个姿态都尽显恭敬。文帝亦不禁多瞧了一眼。马车之中，夏臣与李文忠相对而坐。世叔难道不想知晓陛下与我所言何事？夏臣率先打破沉默。陛下既让我回避，自是有私密之事对你单独交代，我又何必多问？李文忠眼皮未抬，仿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闭目养神。陛下委我重任，命我入提灯人担任9大司司长。夏臣的话如同一颗惊雷，瞬间炸响在李文忠耳畔。什么？李文忠双眼骤睁，目光如电，那光芒许久才渐渐暗淡。陆离倒台后，9大司有2大司长随之而去，但陆离掌权提灯人20余载，受其恩泽者众多，心向于他之人亦难计数。陛下派你前去，想必是助兴指挥使马送整顿。提灯人之中，一场血雨腥风，怕是在所难免。李文忠目光深邃，语调之中满是感慨。20多年来，陆离的风光无限，他皆看在眼里。谁能料到，如今竟如大厦倾颓，转瞬即逝？如何不让他心生叹惋？提灯人权势过重，游离于朝廷纲常之外，本是陛下手中利刃。然陆离近年来锋芒太盛，于提灯人中大肆培植亲信，致使许多人只知陆公而忘陛下。其下场绝非仅因军防图一事，实乃咎由自取。夏臣目光平静，语气淡然。陆离之败虽因他而起，但根源乃是文帝之意，军防图不过是导火索罢了。李文忠深深地看了夏臣一眼，心中暗叹，这年轻人远比自己预想的更为清醒睿智。为人臣子，伴君如伴虎，虽得陛下赏识，乃天赐良机，却亦是危机四伏，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劫不复之渊。昔日陆离，如今的我，还有提灯人的马宋，甚至包括你，皆在这权力的漩涡之中。李文忠目光悠远，头颅轻靠在马车壁上，仿佛要看破这世间虚妄，洞察命运走向。夏臣亦凝视着李文忠，未料到这位向来谨小慎微、颇具传统武将风范的将军，竟会在自己面前吐露这般肺腑之言。世叔即将出任龙武卫大将军，乃陛下亲信重臣，如今却说出此等言语，难道不怕我告知陛下？夏臣嘴角微微上扬，似笑非笑地看着斜倚的李文忠。虽与你相识不久，亦谈不上深知，但我观人向来精准，你眼中不见敬畏，无论是望向我，还是谈及陛下，皆是如此。我并非如表面这般忠心耿耿，你亦如是，你我本是同路人。李文忠目光依旧沉稳，说罢又看向夏臣。我颇为看好你，只要你不犯大错，好好表现，或许能打破外戚不得掌权的几百年定律。届时说不定我还得仰仗于你，全当我提前投资了。李文忠脸上泛起一丝笑意，端起茶杯，隔空向夏臣示意，而后一饮而尽。夏臣沉默良久，最终也举起茶杯回敬李文忠。古人云，大智若愚，说的便是世叔吧。都说朝堂诸公皆是世间绝顶聪慧之人，我看世叔若走读书入仕之路，成就必不逊色于他们，投身军旅未免可惜。夏臣笑着赞叹，大智若愚不敢当，不过些许为人处世之道。京城之中犹如龙蛇混杂之冤手，那云端之上的天子，翱翔天际的权贵，仗势欺人的爪牙，看似莽撞愚钝的武夫，阴险狡诈的政客，隐匿暗处的阴谋家，还有那引领群盟的魁首，哪个不是聪慧过人之辈呢？面对这些人，怎能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呢？李文忠摇头轻叹，目光再次落于夏臣身上。倒是你，这些年你是我所见后辈之中最为聪颖者。是说，你我莫要再互相夸赞。夏臣赶忙叫停，
不愿再继续此话题。马车徐徐前行，两人各倚一角，皆陷入自己的沉思。忽然，静谧之中，李文忠的声音再度响起：“若有朝一日我将失势，你可否护我家人周全？”世叔为何如此言说？夏晨目光凝重，望着一脸平静的李文忠，心中涌起一股沉重悲凉之感。春风将马车窗帘吹得沙沙作响，车窗内寂静无声。世叔何故如此悲观？夏晨看着李文忠，感叹着说道：“你可知这50多年来换了多少任龙武卫大将军了？”李文忠声音无比的平静，但眼神深邃，整整8任，特别是近20年来换了5任。夏晨听到这个数字也不由沉默，不到20年换了5位，看来这个龙武卫大将军真的是高危职业。这些年来，陛下越发的让人捉摸不透，喜怒哀乐不显于色，猜忌之心愈发强盛。下场最好的一任龙武卫大将军还是30多年前的赵强，沉稳落地回家养老，而其余的皆被抄家。李文忠话语平静，但却透露着一股肃杀之气。这个职务风光无限，但却也风险无限。我明白了，是说。夏晨郑重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言。马车继续缓缓向前行驶，风吹过铃铛，发出悦耳的脆响。京城的风有些大了。夏晨明白，李文忠并非只是单独的将筹码压到自己身上，他更看重的是他身后的镇东侯府。按照20年换了5位龙武卫大将军的时间来算，每一位平均是担任4年。李文忠看好夏晨没错，但4年时间太短，显然不相信夏晨那时能够左右朝堂，左右陛下。他压的是夏家。李文忠看似在与他对话，但实则是在与他身后的夏家对话。李文忠故意泄露这么多，甚至露出自己的把柄，这就是一种投名状。夏晨正思索着，马车突兀地停下。老爷，前面有一辆马车将我们拦住了，看马车上的标识，应该是三皇子。马车前，李家老仆轻声说道。李文忠皱着眉，他前任那位龙武卫大将军，可就是因为跟太子殿下走得有些近了而倒台的，而现在三皇子又凑了过来，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一种危险的信号。给他们让让，让他们先过。李文忠沉声开口，但显然这是让不开的。正德街乃是主干道，宽广无比，足以容纳6辆马车同时经过，对方显然是冲着他来的。果然，对面那辆豪华的马车在经过李文忠马车身旁时停了下来。听闻李将军即将高升，本王听说之后也颇为高兴，正巧在这里遇上了。前面正是德顺楼，朝中官员升迁都会在这里办酒，不如现在同去德顺楼吃酒，一起庆祝一番。豪华的马车被掀起一帘，露出一张英俊的年轻人面孔。年轻人脸上挂着笑容，正是上次在白月楼包厢中观了一场好戏的三皇子。李文忠知道自己已经避不过，也掀开窗帘，语气冷淡地说道：殿下，臣家中还有急事，今日就不便同去德顺楼了。如要办升官酒宴，到时候一定会给殿下请帖的。李文忠拒人于千里之外，现如今朝中谁不知道太子与三皇子争斗的有些厉害，他现如今身份敏感，怎么可能会与三皇子牵扯上关系？除非他是真的一点都不想做龙武卫大将军了。到如今他这一步，他只能是陛下的人。李将军有些小心了，我对将军仰望已久，更何况我这是大街上相邀，又非私下相聚，我父皇是有大心胸之人，岂会因为此事而猜忌将军？三皇子笑着说道，神色颇为豪迈，颇有一种放荡不羁、爱自由之感。殿下，臣家中真的还有事情，今日真的不便。李文忠摇了摇头，这三皇子绝对没安好心，若真想拉拢他，私底下偷偷接触，那还可以多聊几句，可这大街上这么多人，看着谁敢多聊啊？更别说吃饭了。哦，莫不会是将军哪位小妾今日即将要生产了？三皇子面露好奇，饶有兴致地问道。李文忠嘴角有些抽搐，但还是正色地回答道：佳期贤惠，我李家一直子嗣不昌，因此佳期今日给我安排了一场相亲，挑选一下侍妾，想来明年今日应该会有小妾要生产了，到时候定请殿下喝喜酒。李文忠一脸正经地抱拳说道。夏晨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他们俩谈话，脸色怪异。李文忠又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啊。三皇子被噎住了，原本想为难一下李文忠的，结果没想到这个李文忠这都能够接上话，比他还能扯。三皇子目光微转，然后往车厢里面望去，目光落到夏晨身上，没想到还能遇到熟人，可是夏家夏晨公子。见过殿下。夏晨抱拳施礼，不过也没有主动下马车。你是我二皇姐的驸马，都是一家人，何须这般客气？三皇子挥了挥手，颇为热情。夏公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李将军胆子小，为了避嫌不肯约我去吃酒，不如咱们去喝上几杯。三皇子邀请夏晨。是啊，都是一家人，无需这般客气，殿下叫我一声姐夫就行，我叫你殿下，咱们各论各的，叫其他的显得生分了。夏晨也笑着，极为热情，手都伸出窗外，似乎想要握住三皇子的手。三皇子嘴角微微抽搐，今天无论是这个李文忠还是这个夏晨，
都有些不按常规出牌啊。特别是这个夏晨一点都不客气，竟然想让自己叫他姐夫。他今年都已经20岁了，而夏晨才17岁，这声姐夫他如何叫得出口？但从辈分关系上来看，这夏晨还真是他姐夫。三皇子在心中暗骂不已，都怪自己那个不靠谱的父皇，让自己现如今在辈分上吃亏了。三皇子看着夏晨伸出窗外的脑袋，看着那张英俊的面孔，更是有些暗骂不已了。这人不仅占自己便宜，长得还比他帅这么多。三皇子承认自己有些嫉妒了，但他强忍着不适，脸庞有些僵硬的看着面庞还有些稚嫩的夏晨，嘴角挤出一抹微笑。姐夫，殿下。夏晨也笑容灿烂的抱拳回礼。今天这趟入宫还是有很多收获的嘛，这不立马收了一个便宜小舅子，只是这小舅子野心很大，未来更是敢发动夺门之变，杀兄弑父，是个狠人。正德街上，沿街商铺走贩还有一些路人目光全都聚集在道路中央2辆马车上，一辆辉煌大气、古朴内敛的马车行驶在正德街上，众人见多识广，知道这绝对是2位大人物的车辆。左侧的那一辆是三皇子的专属车辆。路边一栋酒楼上，有人认出了三皇子的车辆。谁能让三皇子主动在大街上拦下车辆与其交谈呢？有人疑惑不解地问。没看错的话，那应该是李府的车辆。李府就是最近在军防图一案中大出风头的李将军，听说他即将要升迁了，一跃成为朝中重臣。有人面色凝重地说道，还有人面露金光之色，使人将消息传回去。整个正德街顿时有些暗流涌动。而此时众人目光聚集的中心，李文忠面色凝重，他知道自己被摆了一道，无论结果如何，陛下和太子可能都会对他有些猜忌，不放心了。还没上任，这就开局不利啊。殿下，姐夫我家中也还有事情，不过我可家中没有小妾要生育，更没有要去相亲小妾，我对你姐姐那可是忠贞不二，这点殿下尽可放心，改日有机会我们再聚。夏晨嘴上没个正经，笑着抱了抱拳，然后放下窗帘。马车缓缓启动，独留三皇子马车停留在正德街中央。这个李文忠和夏晨好生放肆，一点都不将殿下放在眼里。宽敞的马车最里头，一个容貌姣好的女子气冲冲地说道，他们一个是陛下的人，一个是夏家嫡子，论身份来讲还是我姐夫，我又不是太子，他们怎会将我放在眼里？车厢中三皇子面无表情，看不出喜怒，可他们也太无理了，满口胡扯，特别是那个夏晨还敢占殿下的便宜。黄衣侍女不忿地说道，她是三皇子的亲近之人，不是寻常侍女，我知道他们不会应我相邀的，今天我特意过来，不过是想恶心一下他们，李文忠注定不会投靠我，那我便恶心一下我那太子哥哥和父皇。而那夏晨，我确实想拉拢他，之前一直听京中传言，没将他放在心上，但上次在白月楼中见过他出手，确实是位悍将，现如今就连我那父皇都想要重用他，倒是有点意思。虽说他年纪比我小上3岁，叫他姐夫确实有些羞耻，但有这层关系在，要确实好拉近关系。他出身镇东侯府，若能因为他而取得镇东侯府的支持，到时候兵权在手，是否是太子身份便也不那么重要了。三皇子躺在黄衣侍女怀中，露出微笑，滔滔不绝，而黄衣侍女则静静地听着。他一边给三皇子搂着脑袋，有些时候他只是装作不懂，并不是真的不懂。他看似无脑，但能得到三皇子的信任，绝不是只靠美貌。他知道三皇子孤独，有时候需要一个说话聊天解闷的人。此时的三皇子仿佛彻底打开了心扉，打开了话匣子。我这父皇早年沉迷于长生之术，又是修道又是修佛，登基50多年，20多年前才生下我大哥，后面才有了我二姐和我等。他虽痴迷于长生之术，但却放不下权势，他只不过把我当作棋子罢了，用来制衡平衡太子。我知道他从来没有想将那个位置传给我过，不管我再优秀，他也不会，我只是他手中的一个工具罢了。三皇子闭目，语气轻柔平淡，仿佛不是在说自己，让人无法看到他目光中的悲伤。黄衣女子看着他怀中三皇子那张俊朗的面孔，轻轻抚过他的额头，眼神有些心疼。他要将我当工具，那我便当；要将我化作太子的磨刀石，那我就给他磨。哈哈，他自认为能掌控一切，自以为自己是人世间的神明，可笑，真当自己是神了吗？能掌控一切，我倒要看看他是否真的是人世间的神佛。三皇子语气越来越淡漠，透露着无尽的冰冷。这位三皇子消息还真是灵通，我们前脚出宫门，他后脚就追了上来。夏晨把玩着手中的一把匕首，颇有兴致地说道，他看似是冲我来的，实则目标是你。李文忠瞥了一眼夏晨，无非是看中我身后的镇东侯府罢了，可惜啊，他如意算盘打错了，我在侯府中只是一个不受宠的嫡子罢了。夏晨漫不经心地说道，也不知这话是对三皇子说的，还是对李文忠说的。安东侯确实不重视你，但你那个伯父夏乾对你可并不差吧？
他才是现如今的夏家家主。李文忠头也没抬，声音飘到了夏晨耳中。夏晨一笑，没有再继续在这个话题多聊了。李文忠将夏晨送到文道街，镇东侯府便坐落在这条街道的中心。明天我便要去提灯人报道了，那我禁军这边的差事怎么办？陛下没有特别说明，想来便是让你先身兼禁军这边的职务。李文忠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夏晨点了点头，潇洒地跳下马车，然后挥了挥手，便转身走进侯府中。夏晨进入侯府中，没有回自己的院子，而是直奔大伯夏前的院落。文帝将他调入提灯人中，明面上是说让他去查案找内鬼，但夏晨总觉得另有深意。毕竟即便他与夏家与他父亲心有间隙，但终归身上流着夏家的血，现如今夏家已经风头无量，掌控兵权，难道就不怕夏家渗透提灯人组织中，掌控大武的情报暗探组织吗？夏晨将所有情况一一与夏前说明。这件事我知道了，你先回去，有情况我会叫人给你传消息。夏前面色凝重，就连他一时也琢磨不透。夏晨点了点头，回到自己院子。夜幕降临，如一只黑暗巨兽吞噬了整个京城，属于达官显贵的夜生活真正开始。青楼一条街，权贵富家子弟，甚至有众多官员聚集在这。一则消息在各个小群体中流传开来。听说了吗？今天陛下亲自接见了镇东侯府嫡子夏晨。这怎么可能？便是六部中的几位侍郎都很少能被陛下召见吧？是真的。你们可知陛下召见这个夏晨时说了什么话吗？李兄，快说吧，别卖关子了，急死我了。陛下说，夏晨若从小走读书仕途，入翰林院，30年之后必定可成首辅。哎，李兄，我怎么听说的是20年必成首辅？胡说，陛下明明说的是此子有经世之才，有意10年后让夏晨顶替当今首相林罕普，成为我大武国柱。整个青楼酒楼等社交之地全都在谈论夏晨今天被陛下召入皇宫之事，各种版本满天飞。到最后甚至说出了夏晨有惊天伟地之才，虽是少年之身，但才学智慧等皆都已经超越了当今首相林罕普。杜鹃楼，这是京城最有名的几家青楼。此时一间雅阁中，几位年轻人各自端坐在席面旁，身旁都有一位姑娘陪伴。林兄，要不咱们去将那个夏晨揍一顿？什么惊天伟地之才啊，口气狂妄得很。一位身着紫袍的年轻人看着坐在首位上的青年人，挥了挥拳头，示意说着，竟敢拉踩林相，吃了雄心豹子胆了。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哼，粗鄙的武夫能有什么文化？现如今为了名声，竟然如此无耻。一时间整个雅间喧闹无比。这几位年轻人都是京城有名的公子爷，家父或祖父都是朝中大员，涉及圣上，这件事想来不会有假，但经过众人言传，肯定是有所夸大了。坐在首位上的那个青袍青年人缓缓摇了摇头，理智很清醒。再说了，人家出身镇东侯府，我们几个读书人，到时候谁打谁还说不定呢。林子涵放下手中的酒杯，虽语气淡然，但眼神中还是有情绪波动。不过我确实很好奇，那个夏晨究竟有何本领，竟然能够被陛下召见并当众称赞，有机会倒要领教领教。众人听到林子涵说话面面相觑，知道虽然林子涵头脑清醒，但他是林首相嫡子，是关林首相的名声，心中还是非常在意的。瑶光公主殿下最近在张罗文会，邀请京中有名的才子，不如我们到时候也将这个夏晨邀请过来，到时候究竟是有真本事还是博名声的跳梁小丑，一试便知。刘伯展开手中的折扇，面带笑容，语气淡然地说道。他就坐在林子涵身旁，他父亲是工部尚书，这可是瑶光公主开的第一个文会，怎么能邀请一个粗鄙的武夫呢？这可是我们读书人的盛会。有人摇了摇头，一想到要与粗鄙的武夫一同参加，便感觉整场文会都已经有些不干净了。这些年来，以文官集团为代表的读书人与武勋集团的矛盾越发尖锐，双方都瞧不上对方，一个觉得对方粗鄙空有蛮力，一个觉得对方只会笔墨嘴皮不干实事。好主意啊！说起来，瑶光公主与这个夏晨还有莫大关系啊。有人眼神一亮，觉得到时候那场面绝对会很好看。众人一听到这人的话，心里都有些不得劲，跟吃了苍蝇一样。一想到那美貌动人的瑶光公主竟然许配给了一个粗鄙的武夫，很多人都不由默契地摇了摇头，黯然神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点东西。离杜鹃楼不远的另一家青楼，一间私密包厢中，5位中年男人喝着小酒，吃着京城年初才兴盛起来的清蒸鲈鱼。5人身后都各自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一位留着胡子长相威严的男子沉声开口，卢兄，这句话有你说的那么什么？坐在卢云身旁的一个中年男子疑惑，他虽感觉这句话确实不错，但一时又有些抓不到关键之处。卢兄师从孔宋大儒，又是我们当年那届科举的榜眼，
治学方面自然要比我们深厚一些。陈志忠笑着开口，然后一把将身旁的年轻漂亮姑娘入了怀中，手极为自然地握住那风韵之地。从今天傍晚出门经过国子监时，我便听到有几位年轻学子在那里谈论这句话，当时也没太注意。现如今到这里，又听到所有人都在谈论此事。今天下午宫中发生的事，这么快就传遍了整个京城，你们不觉得有些奇怪吗？卢浩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反而是问了四人一个问题。卢兄是说这有人在故意传播？陈志忠眼神一亮，瞬间想到了问题关键，然后他又想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瞬间他好像抓住了事情的关键。在京城，谁有这么大本领，这么快将御前陛下召见臣子的对话散播出去，还是闹得满城皆知？卢兄是说，众人神色凝重，然后皆不敢往下说下去了。唯有提灯人有这个本事了。卢浩叹了一口气，但他心中明白，这件事肯定是陛下吩咐的，否则的话，提灯人怎么敢擅自做这样的事情？众人都是经过科举筛选的聪明人，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社会各司其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范和职责，这句话足以流传万代。如果这句话真的是那个下臣所说，那真的不得了啊！卢浩叹息了一口气，他明白仅凭这一句话，下臣的名字便能够记录在史书上，被后世读书人所诵读。即便是读书人不认，后世所有君王台也会将下臣抬进史书大书特书。众人面色皆一变，这么夸张？唯有陈志忠有些跟上卢浩的思维，他对这个出身镇东侯府的下臣心中产生了无限好奇。翌日，陈阳出阁，下臣也朝气勃勃，被子被高高的撑起，一个金字塔瞬间出现，完美的如同艺术品。下臣掀开被子，然后压枪释放积攒了一个晚上的洪荒大水。他洗漱了一番，拿起提灯人腰牌，然后便走出了镇东侯府。陈哥，咱们直接去提灯人还是怎么的？夏谦在身后兴致勃勃地问道，神色无比的激动。原先以为今后要在禁军中大展身手，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调进了更加刺激的提灯人中，那可是神秘的提灯人啊！京城谁不是从小听着提灯人的故事长大的呀？夏谦从小便听说提灯人无孔不入，神秘的如同幽灵一般，今日竟然要跟随自家公子成为其中一员了，他怎么能不激动呢？不急，先去一趟羽林卫，将事情安排好再说。夏臣沉稳地朝着东边而去。提灯人虽然重要，但禁军那边也不能够忽略。5年后夺门之变，禁军可是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原本他是准备以禁军为根基，提前在禁军中埋伏笔，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没想到这才刚展开拳脚，竟然就被文帝调入了提灯人组织中，这有些打乱了他的部署。但这都是小事，不管怎么变，目前局势都在他掌控中。更何况他对提灯人大牢很感兴趣，没记错的话，未来有几位在女帝时期大放异彩的大才，现在这个时间段正被关押在提灯人暗牢中。夏臣露出微笑，万般韬略尽在腹中。羽林卫衙门，大人，带我一起走吧。提灯人桀骜不驯，大人此去提灯人，肯定要一些自己人帮衬，我想为大人效力。军帐中，李喜抱拳半跪，眼神坚定地说着。夏臣深深地看了一眼李喜，沉声认真严肃开口：咱们都是为陛下效力，为人臣子都是为陛下分忧解难罢了。起来吧，看在你这些天每天给我带犬不理包子的份上，跟我一起去吧。夏臣挥了挥手，将李喜给扶了起来。谢大人。李喜神色激动地开口：你先下去准备吧。夏臣看着李喜离开之后，这才转身看着身后夏谦、夏辉、夏小、夏康4人。夏谦和夏小跟着我一起去提灯人。夏辉，你带着夏康在禁军发展，你们都是有功勋在身，兵部记录在案的，我已经为你们请命，今后可以慢慢升上去。公子，这怎么行？家主已经将我们2个分配给公子了，公子便是无主，公子去了，我们便跟着去拿保护公子安危。夏康有些急了，每位公子出府都会分配几位嘉宾，从那一刻起，他们便与公子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也是从那一刻起，他们便只属于夏臣，而不再是属于整个夏家。我安排你们在这，那是另外有打算，听我的。再说了，在京城中还有人敢暗杀我不成？要真的有人来暗杀我，多2个人和少2个人也没什么差别。夏臣摇了摇头，然后看向夏辉，他很看重这个夏辉。据他所知，当年夏辉便指挥过军队，拥有一定的军事才能，这些年从军队中退了下来，在夏府中也没有闲着，一直在识文断字，学习兵法。甚至他大伯夏钱知晓这件事之后，还考教过夏辉，之后更是亲自教导了夏辉一段时间的兵法。因为他出府，夏钱才专门将夏辉给派了出来辅助他。而这些天夏辉表现出来的能力也相当不俗，夏臣觉得让他担任一个小小的旅帅，管着100号人简直有些太屈才了。公子放心，
禁军这边有我会掌控这边的局面的，至少公子现在手下的200号人永远会是公子的人。夏辉露出一抹微笑，神色郑重地看着夏阳说道。提灯人衙门，一座气派辉煌但却又古朴充满岁月沧桑的大楼坐落在中央大道上，离皇宫白虎门刚好100米。提灯人是行走在黑暗中的一群人，但他们的大本营却坐落在光明之中，不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皆知道提灯人衙门的具体位置，但却从来没有谁敢没事靠近提灯人衙门100丈之内。听说了吗？咱们鹰眼司要空降一位司长，今天就回来报道上任。空降是跟暗影司那位新司长一样。靠，最烦这些空降兵了，一个个自以为是很懂，其实啥也不是。哎，自从陆指挥使倒台了之后，咱们提灯人内部现在是乌烟瘴气，头上都悬着一柄利剑，说不定哪一天就掉了下来，将咱们的脑袋都摘了去。嘘，谨言慎行。一间办公桌前，一人紧紧地将同伴的口捂住，环顾四周，神色无比的紧张。你疯了啊？说这话，不知道咱们现在内部情况紧张吗？有些大人们都被清洗了，咱们这些小人物就别跟着掺和了。同伴眼神中有愤怒，但理智战胜了愤怒，整个人跟阳痿了似的，很快便瘫坐在位置上，没了精气神。是啊，那些大人物的争斗关咱们这些小虾米什么事？做好自己的事便是。李伟叹息着，知道自己刚才确实有些口无遮拦了。你知道那位新来的司长是什么来头吗？张正挑了挑眉，关我什么事？反正我又不认识。你还真认识？还记得咱们昨天下午接到任务，那我们去京城宣传的那个人吗？张正小声地在李伟耳边说道。你是说镇东侯府的小侯爷夏晨？就是他，他就是空降我们鹰眼司司长的那人。张正给了李伟一个怎么样震不震惊的眼神。怎么是他？没记错的话他才17岁吧，这也太年轻了。有什么办法，人家什么出身啊？而且人家可是驸马陛下的亲女婿，咱们提灯人那是陛下的鹰犬，别说陛下给这个夏晨司长职位，就是把指挥使职位给夏晨，那又有什么话说？张正叹息着，深感命运不公。正在两人聊着的时候，有人着急忙慌地推开房门。兄弟们，快点将咱们的办公桌整理一下，然后打扫一下卫生，咱们的新司长马上快到了。谢平喘着气，然后便主动拿着一个扫把，开始将地面上的一些杂碎纸片给清扫了起来。众人面面相觑，眼神中有些犹豫，但最终在人带头下，还是从座位上起身开始动了起来。心中不忿又如何，感叹命运不公又如何？他们只是小人物，那些大人物斗法，一个余波都能将他们打得粉碎。即便对这个新来的司长再不服，甚至很多人觉得自己儿子都比新司长大，但现如今人家是司长，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了。他们还没这个底气给人家一个下马威，这就是现实。有什么可打扫的？一个新来的黄毛小儿，人都还没到呢，就这么摆谱，还要咱们打扫卫生，搞这个面子工程，老子偏偏不搞。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此时一脚将座位底下的椅子踢倒在地，他脸上有一道刀疤，从额头一直延展到下巴，显得无比狰狞。众人看到这个年轻人站起了身，皆缩了缩头，然后低下了的头颅，眼神一亮。对啊，怎么把这个刺头给忘了？他们没背景没身份是小人物没错，可这个刺头那可是有大身份大背景的。当今皇后是这位的姑母，当朝太子是他的表哥，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我也看他不爽，在禁军待着不好吗？竟然还想来咱们提灯人中搅风搅雨。我可是听说咱们陆指挥使之所以倒台，便是因为这小子，一切都是这小子一手策划的。现在他竟然还敢来咱们提灯人中，是找死吗？又有一个人站了起来，这人看上去30左右，此时面色阴沉。众人眼神又是一亮，这位可是陆离的养子，看来这次真的有好戏看了。陆晨，陆离的养子之一，也是最有能力的养子。陆离将其放入提灯人中，未免没有让他做继承人的想法。只是圣意难测，陆离已经做了20多年指挥使了，若再让陆晨继任，恐怕提灯人便真的姓陆了。陆离倒台原因之一，这便是其中一条。鹰眼司总共有5个堂口，而这陆晨和云阳博崔护分别便各自掌握一个堂口。此时两人发声，顿时引得与众人共鸣，但也有人眼神闪烁，默不作声，隐藏在人群中，慢慢退到角落中。神仙斗法与他们这些小人物无关，挺热闹的吗？就在众人振臂高呼时，外面传来一道声音，声音平静，但却极具穿透力，透过几道门传入众人的耳朵，让众人脸色一变。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众人目光望去，而这时大门被狠狠地踹开，夏谦那还有些稚嫩的面庞面露凶煞之气，拿着长刀开路，率先走了进来。紧接着夏晨带着夏小离喜走了进来。夏晨面带微笑，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从容自然，仿佛是来游山玩水踏青的，加上他那举世无双的容貌，像极了一位翩翩卓氏公子。这是鹰眼司司长腰牌，
从今后起，我便是鹰眼司长。夏晨脸上挂着笑容，从腰带中掏出一块白金色令牌，往人群中一抛，动作颇为的轻巧，宛如一位纨绔子弟。而这块腰牌正好被李伟接住，李伟有些发僵，看着众人的目光皆望着自己，顿时感觉手中这块令牌有些烫手。怎么样，有问题没？没问题的话就还我吧，这个是陛下亲赐的。夏晨笑着，容貌气度绝世无双，让众人神色都有些恍惚。这位新来的司长身上贵气太盛了。他们身为提灯人，在京城中也是见过诸多大人物的，可年轻一辈中有此风度的，他们还是第一次见。李伟有些紧张，慌忙地将腰牌尊敬地给夏晨递上。先前他对这个新来的司长不以为意，甚至敌视，但现在他见到夏晨本人，明明这个人比他还要小上好几岁，但现在他却有点大气不敢喘。难道真有人天生高贵吗？高高在上，不可冒犯。明明夏晨什么都没说，甚至脸上还挂着笑容，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感，可李伟心中却不自主的无比惶恐，这让他脑海中不禁冒出了这个想法。不仅是李伟内心有这种想法，所有人都感受到了类似的感觉，大家感觉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抽离了，让他们呼吸有些不畅。整个鹰眼寺都是一静，没有人再敢大声嚷嚷，即便是先前叫得最凶的人，此时也目光闪躲，不敢直视夏晨。夏晨全程都无比的平静，但众人看着他，却被他气势所震慑。这是一种无形的交锋，东风压西风。生的倒是一副好皮囊，可皮囊不能吃饭，咱们提灯人要的是真本事。你若是觉得你有关系有背景，便可以在提灯人中为所欲为，那我劝你还是早点滚回禁军中吧。云阳伯、崔护眼见夏晨简简单单一句话，竟然就将众人的士气打击得全无，顿时皱着眉头，知道自己再不站出来，便彻底大势已去。17岁的黄毛小儿，你有什么资格？陆晨也站起身来，沉声开口。在他站起的瞬间，他身后有10多位提灯人也跟着站起，没说任何话，但行动表明了一切。顿时，现场的气氛重新变得有些紧张。云阳伯、小公爷，若是其他人站出来说我靠背景、靠身份上位，我绝无他话。可你们2个站出来说我，未免也太可笑了。夏晨站在门口，收起手中的折扇，指着崔护和陆晨2人，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起来，根本不将这2人放在眼里。站在前方靠近夏晨的几位提灯人面色都有些发白，觉得这个新来的上司有些太邪门了。这种气势不是修为上的压迫，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慑，让人一旦生出敌对之心，便心中会害怕、惶恐不安。他们竟然有一种见到了当今陛下之感，深不可测，宛如天威。陆晨和崔护也感受到了这种震慑，纷纷皱着眉头，这种感觉很不舒服。夏晨双眼中有重瞳闪烁，2个眸子分分合合，眼神深处有奇异之光散发，但这种变化却无人发觉。夏晨自然知道自己身上的这种奇异之处，自从那天晚上激活9龙玉玺进入那方残破天庭之后，不知是因为那条庞大的气运金龙与他融为一体，还是因为他的重瞳复苏，只要他凝神聚气，身上便会自带一种威压，震慑心神。那一刻仿佛化为天道，他一人便代表的是大事。而且夏晨感觉这种威压气势还可以深入挖掘。提灯人中没有什么云阳伯，只有崔堂主。崔护被夏晨注视着，心有些发颤，但听到夏晨称呼他为云阳伯，他皱着眉沉声说道：有什么可笑的？我们怎么了？我们凭什么不可说你？陆晨沉着脸，神色阴冷，如同暗中的毒蛇。不可笑吗？我们的云阳伯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吧？夏晨环顾一周，重点在陆晨身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便看着崔护我说了：不要称呼我云阳伯。崔护非常厌恶这个称呼，他如同一头愤怒的雄狮，眸子紧紧地盯着夏晨，仿佛下一刻便会随时扑击而上。云阳伯是你祖辈的荣光，一个连自己出身都不敢正视的人，不配这样跟我说话。夏晨嘲讽着，然后又接着开口说道：你说的没错，我能这么快走到这一步，确实靠了我的出身，我的背景。我一出世便是7品校尉起步，而这个起点已经是普通人一辈子触摸不到的高度了。我深刻的明白，我之所以能够如此，靠的是祖宗福泽庇佑，所以我格外珍惜，我也勇敢承认。因为这没有什么不对的，我能从7品校尉起步，那是我无数祖辈从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报效国家，才给我换来了这一切。我没有什么不敢承认的，不仅如此，我非常自豪。而你呢，明明享受着你祖辈给你带来的福泽，却满口羞于承认，还到处嚷嚷我能有今天的一切，有现如今的成就，都是靠自己。你听听这话，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夏晨指着崔护冷声开口，而对面崔护整个人已经面色涨红，双眼赤红，握紧拳头，嘴巴张开又闭上。他下意识想要反驳，可却浑身无力。整个大厅寂静无声，而在门口有人小心翼翼地趴在墙上，这是其他4的提灯人在看热闹。夏晨的话还没有停，还在继续。
仿佛想要一举击破崔护的道心。你出生清河崔氏，生来便继承了云阳伯的爵位，姑母更是当今皇后。你从生下来身上便带了这些烙印，你不会觉得你能够走到今天，一切都是靠自身能力吧？我大武19州，广袤疆土何其庞大，能人异士何其之多，可有郁郁不得志之人数不胜数。你若不是身上有这些烙印，只是一个出生平凡之人，不要说你20出头便成为了提灯人堂主，恐怕就连提灯人大门都进不来吧。人要对自己祖辈心怀感恩，更要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不要将自己取得的一些成就全都归于自己的能力。我们能走到今天，包括朝堂诸公，能取得一些成就，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有些东西靠努力靠能力是没用的，人生的分水岭是羊水，投个好胎才是最重要的。夏晨的这番话如同黄钟大吕一般，让人震耳发聩。众人下意识觉得这是诡辩，离经叛道，满口胡言，可他们一时想反驳，却又不知如何反驳。更有人不禁点了点头，夏晨的这一番话仿佛让他们思想觉醒了一般。是呀，人生的分水岭是羊水，后天的努力能力固然重要，可投个好胎才是最重要的。你们也不要觉得我这是只对他说的，这话也是对你们说的。夏晨指着崔护，缓缓环顾在场所有人，你们虽然自认为都是提灯人中的小人物，可事实上呢，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你们已经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了。你们每一个能够进入提灯人中的人，靠的不都是父辈、祖辈吗？父亲死了，或者是老了，你们才能够顺利的顶替加入提灯人，这难道不也是靠着关系吗？只不过你们的关系没我大，背景没我强，所以你们要叫我上司。本质上你们与我有何差别，都不过是靠祖辈的荣光站上了一个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起点。你们之所以会愤怒，对我不服，不过是不服自己没有我这样的背景，我这样的身份罢了。一个个可笑至极。夏晨指着众人，一人面对着鹰眼司上100号人，但此时在场的所有人没有一个敢与夏晨对视，因为夏晨说的全都是事实，他们全都是关系户。提灯人靠努力是进不来的，提灯人传承大部分是靠父死子继，或者成为提灯人外围成员，然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最后才可成功晋升为提灯人。崔护垂头丧气，如同一只淋湿的落汤鸡，此时已经毫无斗志。夏谦崇拜地看着夏晨，自家公子这嘴皮真是太厉害了，说的在场所有人哑口无言。而李喜则目光奇异地看着夏晨，他想过很多种破局方法，比如以武力镇压，又比如将指挥使马宋喊来给夏晨撑腰，但却没想到夏晨仅靠一番言语便掌控了局面。成为校尉，这确实是靠我家世，这点我没什么可否认的，但我能够被陛下看中，从禁军调入提灯人中，成为你们的上司，这靠的可是我个人能力。夏晨不依不饶，话锋一转，再次给他们来了沉重一击。我没听错的话，军防图一案便主要是鹰眼司去查的吧？夏晨话音刚落，众人脸色皆一变。你想说什么？一直沉默无声的陆晨此时终于忍耐不住，站了出来，眼睛死死地盯着夏晨。陆晨啊，说起来你应该还亲自带队去抓捕过偷军防图的人吧？只是没想到连人都抓错了，方向都搞错了，你说这可能到达终点吗？夏晨看着陆晨，而陆晨脸色难看。你究竟想说什么？陆晨咬牙切齿，夏晨的话如同刀扎在他心口上，让一向骄傲的他心头剧痛。我只是看你好像还不服气，而且你刚才说我凭什么，有什么资格当你们的上司？不好意思，我这人心眼小，并且好为人师，既然你有疑惑，那我就好好给你解答一下。夏晨一脸平静，让人看不出此时究竟是喜是怒。我为什么可以来提灯人？为什么可以当你们的上司？因为我比你们聪明，因为我比你们更有能力，因为你们破不了的案子我破了，所以我来了，所以我是司长，而你只是堂主，所以你现在服吗？接连几个因为所以，每一句话都如同洪钟一般撞击在人们的心头，让人脸色发白。我不服。陆晨双目赤红，想到养父陆离就是因为眼前之人而被清洗倒台，他握紧双拳，很想一刀将这个人劈成两半。夏晨缓缓走到陆晨身前，两人距离不过1丈。夏晨注视着陆晨那赤红双瞳，缓缓开口：不服你可以出手啊，长刀不就在你手侧吗？瞬间出刀，说不定可以将我一刀劈成两半。夏晨笑着，给人一种疯批之感。所有人都感觉他们这个上司似乎有些疯，疯得连自己的生死都不在乎。他们可是深刻知道陆晨的性子，在这种盛怒状态，陆晨可能真的会出手。整个大厅的气氛在这一刻都凝固了，陆晨目光如刀，仿佛在丈量出刀轨迹。李伟心惊胆战，生怕下一刻夏晨变血剑当场被劈成两半。你当我是赵宇那个蠢货吗？当初你在禁军上任第一天便故意引诱赵宇对你出手，然后占据大义，以势压人，
不仅暴打了赵宇一顿，还拿他立威，杀鸡儆猴，最后更是将他逐出了禁军。你当我也这么没脑子吗？陆晨突然笑了，他闭上双眼睛，等再次睁开双眼后，他眼中如同一潭死水，没有了任何情绪。就差一点，他就被夏晨成功的将情绪完全激发，失去理智出手了。不管结果他是否能够成功将夏晨斩杀，光凭以下犯上这一条，他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夏晨目光平静也不失望，只不过是随机应变，随意走的一步而已，对方没有上钩，夏晨并不意外。若是这么容易失去理智，那这位女帝时期权倾天下执掌的提灯人，成功覆灭监察院和皇城司的黑暗之王，也太让他失望了。夏晨露出一抹满意的微笑，虽是年轻版低阶版，还没进化到最终版本的黑暗之王，但金子是遮掩不住的，这样的人收服起来才有挑战性嘛。鹰眼司再次陷入了寂静之中，没有众人一开始预想的激烈冲突，只有一番唇枪舌战。新来的这位司长仿佛一位大儒，舌战群儒，将所有人说得哑口无言，特别是带头挑事的崔护和陆晨。这位新来的司长嘴皮功夫好生厉害，这是所有人的心声。而此时未来声名赫赫的黑暗之王陆晨脸上已经收敛所有表情，看不出任何情绪。他看着夏晨，用一种几乎淡漠毫无情感的语气缓缓说道：我查过你，你虽然年少，但出手极为老练，如同一位成熟高明的猎人，喜欢谋而后动。无论从你出上任禁军校尉，还是去抓捕监察院暗探，皆是如此。从你出府以来，在大众面前出手过2次，但每次都展露出了不俗的武力，世人皆说你是废物，但我看你才是隐藏极深的那个人。所以我出手不仅不能将你斩杀，还会白白将罪名亲自交到你手上。陆晨的话在所有人耳边响起，让一些提灯人诧异，他们都以为刚才陆晨之所以不出手，是承担不起斩杀夏晨的罪责，结果没想到原因竟然是没有信心一刀将夏晨斩杀。这个京城有名的废物真的有这么厉害？陆晨在他们提灯人中可是有名的少年天才，与6品武夫都可以交手过。哈，既然研究过我，还想要出手对付我，这可不是聪明人所为。夏晨笑着接着开口。陆晨沉默不语，不知道心中在想什么。既如此，说说吧，都到这局面了，该怎么收场？你们这上百号人围在这，都是我鹰眼司精锐核心，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想造反围殴我呢。夏晨漫不经心的开口，让很多人神色一变，这一开口就是造反的大帽子扣下来，这谁顶得住啊？司长说笑了，我们围在这里，自然是得知今天司长要来上任，因此来迎接司长的。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满脸笑容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然后小碎步的跑到夏晨的近前，低头恭敬行礼。夏谦嘴角抽动，这老家伙脸皮未免也太厚了，如果是没听到他们先前那大张旗鼓叫嚣要联合一起对抗他家公子的话，他差点都真信了。而其余提灯人则眼神一亮，不愧是老郑堂主能够在鹰眼司担任堂主20多年，不是没有道理的。说话就是漂亮，原来都是来欢迎我的呀，那我这深感荣幸。夏晨瞥了一眼这个留着山羊胡满脸笑容讨好之色的中年人，脑海中浮现他的信息。郑平，鹰眼司5大堂主之一，稳坐20多年堂主之位，稳坐20年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郑平在提灯人中资历极深，年轻时表现得极为出众，与前指挥使陆离乃是同辈。有传闻年轻时两人便争锋过，从提灯人小旗百户千户到最后堂主，两人便一直暗中较劲，但最后陆离高歌而上，名震整个大武朝。而郑平20多年来则一直在堂主之位，没有挪动过位置。有人说当年郑平得罪了陆离，因此20多年来一些小辈都爬到他头上去了，他都还只是个堂主之位。但也有人说两人是君子之争，这20多年来郑平一直在堂主之位稳如泰山，便是证明。夏晨脑海中浮现出这些资料，然后收回思绪。你们我都当是欢迎我的，可他们2个我可是明确听到他们准备带头挑事的。夏晨环顾四周，然后最后目光落在崔护和陆晨身上。一些误会，你们2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见过司长大人？郑平给了崔护一个眼神，然后又走到陆晨身旁，给他屁股上来了一脚。崔护眼神变幻，知道大势已去，但直到这时陆晨声音响起：见过司长大人。崔护一个机灵，知道慢人一步了，然后连忙也开口：见过司长大人。两人恭敬行礼。夏谦看到这场面露出微笑，知道自家大人已经在提灯人中站稳脚跟了。公子真是厉害，仅是凭借一张嘴便说的所有人不敢对抗，比拳头还厉害。夏天心中喜滋滋的想着，看向夏晨的目光更加崇拜了。既然你们都认我这个司长，那就好说了。我虽是个心软好说话之人，但也是个讲规矩之人，有些事情没有这么好算过去的。今天这是其他人我不追究，但你们2个目无尊卑，妄图煽动下属以下犯上，这件事不能这么轻飘飘的算了。夏晨语气平静，
但给其他人感觉却比摄人可怕。大人，都是一场误会。今天您刚上任，我这边已经备好了酒菜，不如咱们一起一步，我们不醉不归。郑平也脸色一变，连忙上前。你不用再多说了，做错了事情就要罚，你可知？夏晨瞥了郑平一眼，郑平顿时如遭雷击，那是怎样的一双眸子呀？毫无感情，宛如天道，规则秩序蔓延，深邃黑暗，又仿佛蕴含万物。郑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整个人僵在那里。他第一次在一个人身上感受到这种气息，太可怕了。夏晨眼神变得冷漠，手指着崔护、陆晨还有他们身后的那10几人，语气平静中却又夹杂着霸道。你们这些人每人50军棍，然后打散插入其他堂口中，从今天起5大堂口100户1000户进行轮换，你们可有异议？夏晨这话一出，所有人皆面色一变，特别是崔护和陆晨，如果只是罚50军棍而已，都是响当当的硬汉，咬咬牙挺过去就是了。可最要命的是轮换，一个轮换便是釜底抽薪，将他们所有的权力结构都给打乱。他们这些年在提灯人辛辛苦苦培育的势力，可以说一招都被打散了。大人，轮换之事是不是有些草率了？这恐怕会引起一些动荡。就连郑平都忍不住再次开口。郑堂主，我说了，我这个人有善心，有好生之德，你难道还不明白吗？我这是在救你们啊！你是个聪明人，不会猜不出陛下将我调入提灯人中是想干什么吧？你们这些人平时结党营私，一个个抱团取暖，这提灯人究竟是跟你们姓，还是跟陛下姓？陆离究竟是怎么倒台的？真的是因为我查破了军防图一案所导致的吗？郑堂主不会想不明白吧？夏晨说着，拍了拍郑平的肩头，露出一抹微笑。我好心救你们，你们不对我感恩戴德，却还不明白我的一番苦心，太让我失望了。如果你们不愿意轮换，也可以，轮换之事，今日就当我没说过，我也不会强求你们。你们想怎么样都听你们的，随你们的意，我没有意见。不过后面会发生什么，我可不保证。我这人有善心，希望真到了那一步，不会是我亲手来操刀。若真的到了那一步，回想起今日你们一大群人集聚这里欢迎之情，我应该会手下留情的吧？夏晨笑着，而郑平冷汗早就已经出来，身体控制不住的有些颤抖，面色发白。夏晨走了，当着所有人的面走进了属于司长的办公室中，成功入主，无人再敢阻拦，只留下沉默无言的众人。老郑，平时你最聪明，你来拿主意吧。咱们究竟轮不轮换？假如真的轮换的话，咱们这些年的根基可都打散了。另外2位堂主皆围绕了上来，依附在郑平身边。2人分别名叫李岳、陈颂。我接受轮换，你们要不要接受是你们的事，别拿我当枪杆子。我年纪大了，不顶用了，只想安安稳稳度过余生。老郑从夏晨的那一番话中缓过神来，看着2人，又看向崔护和陆晨，摇了摇头，然后也转身离去。李岳、陈颂、崔护、陆晨4人对视了一眼。我也接受轮换。陆晨也沉声开口，说完，他带领着10多人也离开了大厅。李岳和陈颂2人面面相觑，然后将最后的希望放在了崔护身上。你们2个还不明白吗？我们提灯人内部抱团已经引起了陛下的注意，陆指挥使便是因此倒台。崔护看着2人的目光，冷声开口，同僚一场，有些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够意思了，可这一上来就把我们手下所有人打乱，这也有些太过分，太霸道了吧？自古以来哪有新上任的长官如此行事的？李岳皱着眉头，将他手下人全部打乱，这是要他的命，就算他允许，他背后的人能够接受吗？言尽于此，你们自己权衡利弊，好自为之。崔护说完，转身离开，随着他离开，整个大厅便只剩下了2拨人，一个个的被拿捏的如同一个青楼女子，让人使唤。平时一个个傲气的很，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现在呢，被人单枪匹马就给压制的没一点脾气，比女人还女人，呸！陈颂怒骂，先前一个个叫嚣的厉害，这夏晨还没动手呢，结果现在全怂了。他一个人仅凭一张嘴，就将那些人给治得服服帖帖的。瑶光公主府花园，各种鲜花野蛮生长，争奇斗艳，蝶舞翩跹于花丛间，似精灵嬉戏。四周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雕花的栏杆蜿蜒曲折，环绕着一方方莲池，池内金鱼嬉戏，荷叶滚珠，晶莹四露。瑶光公主颇有兴致地给池那金鱼喂食，此时听到身后一个紫色衣服的侍女禀告，有些惊讶地转过了头。而在瑶光公主身侧还站着一个黄色衣服的女子，容貌虽比不过瑶光公主，但放到外界也绝对是一等一的大美人。此时这个大美人手中还拿着一串冰糖葫芦，神态憨憨，可可爱爱，正是黎薇。紫衣女子和瑶光显然早就已经习惯了黎薇。紫衣女子名叫紫月，与黎薇是瑶光公主的2大贴身侍女，如果夏晨在这里便会认识紫月，因为这个紫月便是女帝时期赫赫有名的女相，权势甚至一度超越了内阁首相。
子越将提灯人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一禀告。郑平、崔护禄、陈三人都已经同意轮换，现在正跪在驸马办公门口，主动上报恳求要求轮换。但李岳和陈颂二人受不了这个屈辱，现在正带着手下巡街去了。子越灵动的双眸中有智慧光芒闪烁，一头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仅用一根羊脂玉簪简单挽起，几缕碎发垂在脸颊两侧，更添几分温婉。她身姿婀娜，一袭紫色罗裙随风轻拂，似一朵盛开在幽夜中的罗兰。她在与瑶光说话时，眼神专注，聪慧在她的眉宇间展露无遗。这是一个极有魅力的女子，但可惜她站在瑶光身边，显得光芒有些被遮掩。看来我小觑我的这位未婚夫了，当初是我看走眼了。瑶光静静地听完子越的禀告，沉默半晌之后，这才开口。郑平三人都是聪明人，李岳和陈颂其实也是，但他们是太子哥哥和三弟的人，所以才这么有底气。看来接下来鹰眼司会有大洗牌出现了。瑶光声音清冷，红唇微张。殿下，您不是一直想要将手伸进提灯人中吗？现如今驸马入主鹰眼司，这个是好机会。而且驸马出身夏家，如果我们能借此够取得夏家的支持，便有了军权，那或许您成为我大武朝第一位女帝将不再是梦。子越说到这，眼神有些火热，连太子和三皇子都只能将手伸到提灯人中堂主一级，而他们现在如果能取得驸马的支持，那他们便有了眼睛耳朵，那可是9司之一啊，能够调动的力量是无比庞大的，对他们的帮助也是无比巨大的。还没成亲呢，喊什么驸马？瑶光瞥过头去，只留给两人一个精致的侧脸。他眼神闪烁，不知道在想什么。那个夏臣要是见过殿下，肯定会被殿下迷得不要不要的。我就不信世间有男子能够抵抗殿下的美貌。李毅微笑嘻嘻地抱住瑶光的一只手臂。三人从小一起长大，虽是主仆关系，但感情非比寻常。反正早晚要成亲，早晚是真驸马。子越也在一旁笑着。我听说那夏臣容貌无双，甚至有人说他外貌比那所谓京城4大美男子还要强上一筹。你们两个是我的贴身侍女，我若真与那夏臣成婚，你们可以是要做通房丫头事情的。我看不是我急了吧？是你们看上那个夏臣了吧？瑶光露出一抹微笑，顿时整片花园中的花都黯然失色了。他不甘示弱，反击2个侍女。若真躲不过，最后要与他成亲，不如你们2个去替我尽妻子的义务吧。瑶光看着子越和黎薇，这2个丫头竟然敢取笑他，而此时2人早已经满脸羞红。我们可不敢与殿下抢男人。子越笑着，他安静时仿若一幅古画，散发着宁静致远的气息，但说话时又似灵动的紫霞，虽不张扬，却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魅力。子越，女帝17影香，追求者众多，但却如天上明月，高不可攀，无人可触摸。整个花园池塘边欢声笑语，就连池塘中的金鱼都被吸引过来，沉迷在这美妙的画面中。欢声笑语过后，瑶光、子越都安静下来。瑶光神色认真严肃：你帮我送一张请帖过去，邀请他3日后来参加文会，也确实该与我这个未婚夫见见了。瑶光精致绝美的面孔上让人有些挪不开目光，他有些后悔当初先入为主，认为他这个未婚夫就是一个无才的废物。但这才过去多久，竟然在京城搅动风云，就连他都无法插手进去的提灯人，这个未婚夫竟然都成功入主，并掌控了整个鹰眼司。他当初确实有些看走眼了。文会，夏晨刚下班，结束了提灯人第1天体验卡，在正德街街口便被人拦了下来。夏晨前面这个美丽动人、未来名声赫赫的子越有些疑惑地问道：对，驸马爷，我家公主与驸马爷定亲已久，但还从未见过。3日后我家公主举办一场文会，公主和驸马爷正好可以见一面，增加感情。子越从自己马车中下来，也不避嫌，直接进入了夏晨的马车中。一进来，抬头仔细端详夏晨的外貌，发现果然容貌甚伟，举世无双，京城无人能比之。子越顿时想到先前自家小姐所说的那些话，让他们先去侍寝，顿时脸颊有些羞红了。夏晨有些疑惑，他自己钻进了马车的，怎么还脸红了？自己可真是清白的，没对他动手动脚。这位未来的影香还有些不够沉稳啊，还是一个小女孩。想到这，夏晨决定逗逗她，增加感情。怎么，你家公主想我了？夏晨把玩着手中的一块玉佩，饶有兴致地挑眉问道。驸马爷说笑了，我家公主只不过是想着见上一面，互相了解，免得日后成婚却不知根底，影响婚后感情。哦，不是公主想我了呀，那不会是你想我了吧？夏晨乱读一回，顿时子越从脸颊红到了耳根，感觉浑身燥热。驸马爷莫要说笑。子越抿了抿嘴唇，也不知怎么的，一进入这个马车，他感觉自己的思绪好像全乱了，根本不能保持镇定。我是看你主动钻进我的马车中，我以为你是要提前替你家公主试一下感觉呢。你是瑶光的贴身侍女，以后也会是侍寝侍女。据我所知，皇家嫁女
会先派一个侍女来试一试驸马那方面行不行，以后这个视常人选不会就是你吧。夏晨轻佻地说着，而坐在他对面的紫月脸上早已经羞红的能滴出血来。夏晨看着紫月这副羞涩的模样，觉得颇为有趣，一想到未来的职业那么沉稳，站在那里整个朝堂都不敢大声说话，气势无双，而现如今却被他逗得说不出话来，这种反差感太有趣了。还请驸马正经一点，之所以进入驸马爷的马车，是因为街上人多眼杂，我虽是女人身，但是公主的侍女，也算是驸马爷的侍女，所以无需太避讳。至于何人检验驸马行不行，那要由公主决定。紫月收敛心神，仰着小红脸，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此时她坐在夏晨对面，面带微笑，重新恢复了从容镇定，气质比京城闺秀小姐还大加闺秀。今日前来是想邀请驸马爷参加文会的。羞红之色从紫月那精致的面庞上缓缓褪去，她再次将话题拨回正轨。文会那是读书人参加的，一个粗鄙武夫去那里不是惹人笑话吗？若是你家公主真想见我，找个四下无人的地方，或者直接去公主府，咱们关上门来好好商谈，何须去文会这种外人众多的地方。夏晨笑着看着紫月，现如今京城谁人不知驸马得陛下亲口夸赞，说有惊天伟地之才，不输林首相，若是走读书人道路，未来定可以拜相。夏晨听到这话眉头一挑，今天早上他也知道此事，他也猜到这其中必然是提灯人奉了文帝之令在推波助澜，文帝就是要将他推出来，只要夏晨名气越大，夏晨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经世理论便会流传得越广。虽说驸马现如今名气极大，但现如今京城众多读书人对驸马极为的不服，甚至扬言要暴打驸马一顿。公主是为了驸马爷好，驸马爷能够在提灯人中舌战群儒，相信也能在文会中大杀四方。紫月将一张精致的请帖递给夏晨，然后盈盈地施了一礼，冲着夏晨一笑，便退下了马车。夏千夏小钻了上来，夏千一脸坏笑，都还没成亲，公主便这么急不可耐，派人来联络公子，不会是想急着成亲吧？这个公主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找我，恐怕是看中了我现如今的身份。人啊，果然还是要先提升自己，这样别人才会重视，否则啊，你就连生气，别人都会当你可爱。夏晨撩开窗帘一角，看着紫月的马车缓缓消失在他的视野中。瑶光公主再怎么奇特，可终究只是女儿身，与公子的婚约更是圣上赐婚，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的，最迟再过2-3年便会成婚。夏千笑着不以为意，公主虽然身份地位尊贵，但终究只是一个公主而已。夏晨摇了摇头，没有去详细诉说现如今京城，谁会想到这个相对太子三皇子有些毫不起眼的瑶光公主，最后会取得胜利呢？多年蛰伏，一跃化龙，那一晚震惊整个天下。正因为夏晨知道这位瑶光公主的可怕，他才没有自以为是。对方主动联络自己，绝对不是因为自己，只是因为他手中现在掌控鹰眼司而已。情报系统对于任何一个组织都至关重要，谁掌控了便能先发制人。夏晨回到镇东侯府中，依旧没有先回院子，而是先来到夏乾的住所。夏晨详细的将今天在提灯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与夏乾诉说。你力度把控得很好，既展现了你的威严，又刚中有柔，没有引起所有人的反感，彻底站稳了跟脚。现如今3大堂主都已同意轮换，你便可以借此机会彻底掌控这3大堂口。那2大堂口你准备怎么办？夏乾沉思片刻，抬起头问着夏晨。那个李岳和陈颂分别是太子和三皇子的人，我们都能够查清这一点，陛下肯定能够知道。陛下之所以将我调入鹰眼司，想来便是让我剪除太子和三皇子深入提灯人中的手。这2大堂主如此不听话，正好给了我机会。我初来驾到，还是要提拔一些自己的人手，一个一个萝卜一个坑，有人上来就得有人下台，就拿这2大堂口开刀吧，提灯人中该清洗一番了。夏晨话语无比平静，但却给人一种森寒。说实话，比起动口，他更喜欢动手，能用拳头解决的，说话就太累了。夏乾看着眼前的这个侄儿，一直以来他都感觉这个侄儿虽然聪慧，但做事却有些太柔了，缺少他们夏家一贯的血气方刚，因此夏乾有些担心夏晨走上歧途，只会一味地使用一些阴暗权谋，如同毒蛇影在暗处。但现如今看，却是他看走眼了。他这个侄儿分明是刚柔并济，阴阳协调，喜欢多思，但却也不缺少雷霆手段。3代中论武道天赋，晨儿并不是最出色的，但论头脑，年轻一辈中还未有人能与他比肩。等我老去，或许晨儿扛起家族重任，由他掌舵，这样我夏家不仅有了武力拳头，还有了大脑，未来或许还可再昌盛100年。夏乾陷入了沉思之中，从这段时间夏晨的表现来看，有勇有谋，真的是天生的家主人选。夏家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600年，便是从来不拘一格，谁有能力，谁有智慧，便由谁担任家主。夏乾也是如此，一心为家族。虽然他那2个儿子都很优秀，但相比夏晨大局观还差了一些。
伯父，我准备搬出侯府。就在夏钱在心中畅想夏家未来100年大计时，夏晨突然开口，让夏钱心头一惊。好端端的搬出侯府干什么？是因为你那个院子太偏僻，下人太少吗？我等一下就叫人安排。夏钱皱着眉头，目光有些严厉。夏家600年，很少有嫡弟子弟会搬出侯府，但凡搬出侯府的，都代表着分家不是因为这些。夏晨摇了摇头，脸上挂着微笑，气质温润如玉，让人如沐春风。你要分家？夏钱更加皱眉头了。他刚想着未来以后让夏晨担起家族重任，好好培养，以后将家主之位传给他，结果现如今夏晨竟然要搬出去。也不是分家没这么严重，但现如今我已经不适合住在侯府中了。夏晨喝了一口茶水，安抚了一下夏钱的情绪，然后这才缓缓说道：陛下对我们侯府极为重视，但又对我们侯府是有些不放心。功高震主自古以来都有，咱们侯府之所以还能如此繁荣昌盛，是因为现如今天下还未一统，世道还不太平，所以陛下还需要咱们侯府，但他又是极为忌惮的。我现如今身份有些特殊，侯府嫡系，但又是驸马，陛下是想拉拢我的，从他将我调入提灯人中就能够看出来。或许他还有其他的打算，比如利用我来分化夏家，最好夏家能够分裂成2支。我在外界人看来，从小在侯府中不受重视，更是父母漠不关心，从小放养长大的，因此他们都觉得我与侯府关系不好，甚至陛下都是这么觉得的。这也是陛下选中我的原因，所以接下来我不能表现出与侯府太亲近，而侯府也不能对我太好。夏晨缓缓开口，夏钱眼神变幻不定，他想反驳，但最终怎么也无法开口，最后才沉声说道：事情真有你说的这么严重？这些年来，无论是你爷爷还是我，都主动交出兵权，还有你爹也一直老实安分，难道陛下还容不得我们？即便我们没有一心，但一个团结一致又人杰辈出的镇东侯府对皇权的威胁太大，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不希望看到的。夏晨眼眸中有日月星辰闪烁，深邃的如同黑洞，幽暗寂静，他语气悠悠，让人情不自禁的就紧张起来。我们不要去赌一位无情的帝王是否有情，陛下登基50多年，早就已经化身成为一台政治机器了，任何威胁到他的统治，脱离他掌控的事物都会被他毁灭。夏晨看着夏钱，神色无比的认真。所以陛下想看我们夏家分裂，想看到你敌视我们，想看到咱们夏家3代不团结，那咱们便演给他看，让他放心，然后暗中积蓄咱们的力量。你是想要这样做吗？夏钱眼神中光芒流动，盯着眼前的这个侄儿，语气无比的严肃。对，我越与你们关系不好，陛下便会对我越信任，也会给我更大的权力，而我们夏家也会更安全。夏晨与夏钱对视，这一刻他不再掩饰自己的锋芒，整个人如同利刃出鞘，这种自信的气势让夏钱目光都出神。良久之后，夏钱才缓缓开口：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去吧，就按你说的做。第二天，提灯人衙门鹰眼司，都这个时辰了，那位新来的司长怎么还没来？我还想看他今天怎么出招呢。听说今天就要开始轮换了，这位大人虽然年轻，但心是真狠啊。听说昨天郑堂主他们主动前去请求轮换，但这位大人硬生生让他们3人在门口跪了3个时辰才让他们进去。这位大人是不一般，明明是他要求轮换的，但最后郑大人他们却不得不主动请求，真是把刀子递到这位大人手中让他砍啊，这手段真是厉害。众人聊着聊着，但眼见都快中午了，夏晨还没来提灯人。出事了，别等了，今天估计那位新来的大人不会来咱们衙门了。有人急忙地跑进了鹰眼司，发生什么了？难道又有什么变故？众人连忙询问，然后就听到了一则震惊的消息。一则消息划过京城上层圈子，让很多人惊愕不已。最近京城头版风云人物，那位得陛下赏识，现如今掌控提灯人鹰眼司9司之一，镇东侯府小侯爷，陛下的女婿驸马爷的夏城后院起火了，这让很多人惊愕不已。什么？镇东侯府起火了，还不赶快救火？救什么火呀？镇东侯府高手众多，哪能真得起火呀？是这位驸马爷与镇东侯府闹翻了，听说现如今都直接搬出镇东侯府了。我表姑家的弟弟的儿媳的哥哥的姐夫的小姨子的儿子亲眼看到，那个夏晨现在正带着手下在挑选院子呢，都已经付款了，看来是真的从侯府中分家出来了。那究竟是什么事啊？闹得这么大，分家这可不是小事。侯府这么多年，好像还没有嫡系子弟从侯府中搬出来的例子吧？不知道啊，我只听说闹得可厉害了。夏家家主那位安武侯夏钱可是都叫来了族老，亲自动了家法，听说差点都要将夏晨逐出族谱中呢。京城中上到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普通百姓，此时全都听说了这件事，酒楼茶馆中全都在议论此事，一时间整个京城都沸腾了。而此时热搜的主人公夏晨正带着夏谦搬进新买的3进大院子中，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漂亮的丫鬟侍女，正是碧珠。
公子，明天去提灯人吗？夏千跟在夏晨身后小声问道。刚刚入主提灯人，好不容易将那些人治得服服帖帖，长时间不去恐怕会生出变故。明天休息一天，后天去参加文会。至于提灯人那边，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夏晨新买的这间3进院子虽然远远比不上侯府，但放到京城中也算是豪宅了。位置所属内城，且靠近中央大道，地理位置极好，且院内无论景观还是房间都颇为精致，夏晨一眼便看中了。因此光是买这座院子便花了3000两银子，这个数字对于普通人家绝对是天文数字。这个时代银子购买力可是相当强的，现如今夏晨的俸禄1个月也才50两，1年总共才600两。长安米贵，京城居大不易啊。站在院子的一棵桃花树下，夏晨感叹着说道，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之前一直居住在侯府中，生活用度什么都不用愁，因此没有什么感触。而现如今自己搬出来了，才真正知道不易，吃穿住行柴米油盐哪里都需要花钱。这10多年来，逢年过节长辈给的礼物总共积攒下来也才2000多两，若不是昨晚崔梦柔知道夏晨要离开侯府之后，含着泪印塞了他3000两银子，恐怕他连买这座院子的钱都不够。少爷，一道温柔动人的声音传来，一位气质温婉的侍女从屋内走了出来。是的，现如今碧珠是夏晨的人了。碧珠之前一直是崔梦柔身边的丫鬟，原本就是想等夏晨突破8品，就将他调入他院中，照顾他生活起居。结果前段时间夏晨一直忙着公务，也不习惯自己房间多个人，所以这事便一直耽搁了下来。昨晚崔梦柔知晓自己要搬出侯府了，流着泪，怎么说也要让他将碧珠带上，让碧珠照顾夏晨。夏晨看着哭得有些伤心的伯母，只能将碧珠收下，想到这些夏晨不由心里暖暖的。虽然他那亲生父母不在乎自己，但伯父伯母这些年待他如亲子，是真的没把他当外人。你觉得这院子如何？夏晨看着碧珠开口问道。碧珠眼中有些许羞涩，不敢直视夏晨。主母将她调入3少爷屋内，说是担任侍女，但其实就是暖床的。高门大户，公子少年到了一定年龄，都会安排几个暖床侍女，而这些暖床侍女会一直跟随，直到少爷成婚。等少爷成婚之后，这些侍女便会自动升级为小妾。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她就真正是属于夏晨的人了。我这还有2000多两银子，以后家里的内务便交由你了。明后几天，你带人去西市，买一些丫鬟仆从回来，年纪小一点没关系，但一定要家世清白。夏晨将一大叠银票递给碧珠，但碧珠却有些惶恐的没敢接银票。少爷，我只不过是侍女身份，如何能管家里内务？这些事应该是由主母，也就是公主才能够管的。什么时候成婚还不知道呢？难道我们还一直等他来？咱们刚搬出来，一切都要从新置办，等他来黄花菜都凉了。夏晨一把拉过碧珠细嫩光滑的手，然后将银票一把塞到了他手中。现在家里就你一个女眷，不你管，难道让夏千去管啊？就这样说好了，屋内的事以后全都你打理，我也没这么多心思操持屋内的事情。夏晨笑着说道。碧珠微垂着头，不敢抬头看夏晨，感受着夏晨牵起她的手，那手心传来的温度，眼神略微迷离，恰似春日含苞待放之花，偶尔抬眸，星眸流转间满是羞怯，那一抹红晕悄然爬上血腮。少爷真好。夜晚，明月高挂，夏晨站在院子中，夏晨在练刀，他的动作招式无比的简单，只有最基础的劈砍撩刺魔斩，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看起来无比的普通，但有懂行的在这里看到便会惊呼，因为夏晨每一刀契机都无比的凝练，如同一根细线一般划过虚空，将空气都给切割开来了，无比的精妙，眼界较低的人根本看不出这其中的奥妙。夏晨眼神无比的专注，不管白天事务多忙，只要回到自己院子中，他都会每日劈砍1万刀。这种坚持不懈、勤奋努力自然是有惊人回报的。在夏晨视线范围中，他的系统面板上不断的有小字升起，熟练度加10，熟练度加10，熟练度加10，刀法技能经验值9830100000。随着时间流逝，院中一少年重复着动作，锲而不舍。没过多久，夏晨听到叮咚一声响，您的刀法已到达圆满，即将领悟1进刀意，是否领取？领取。你已领悟纯阳刀意，刀意等级1进，2进刀意所需经验值3万，1进刀意030000。夏晨已经没有注意系统面板上的小字了，他整个人宛如被拉进了一个奇异世界中，他变成了一个5岁孩童，跟随师傅练刀。太阳东升西落，春去秋来，无论严酷与寒暑，夏晨每日都坚持站在山崖大石上，经历风吹雨打日晒。8岁夏晨刀法小成，11岁刀法大成，18岁刀法圆满。刀法圆满之后，夏晨告别师傅，下山历练，踏入红尘中。他一路向东，领教各路刀法大家，路途遭遇过马匪，也经历过作乱的军队，
一路拼杀。20岁，他加入军队中，一路从小卒做起，于尸山血海中磨练刀艺。22岁，夏晨心有所感，退出军队，继续一路向东，最终他看到了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夏晨坐在海崖岩石之上，例如小时候站在山崖之上练刀一般，重复着基础刀法动作。这一年，夏晨捕鱼为生，看潮起潮落，观大日东升西落。他整个人收敛了锋芒，与军队尸山血海中凝练出来的煞气杀意等，宛如被海水冲刷一般，彻底的内敛消失不见。他整个人普通话为了一个普通渔夫。到后来，夏晨放下了手中刀，不再执着于练刀，每日顺其自然，不再强求。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渔夫。只是这个渔夫有一个爱好，每日喜欢坐在岩石上看大日，一坐便能坐上一整天。在一个普通的午后，太阳西落，彻底的落入海平线下，被大海吞噬。就在岩石之上枯燥了一天的夏晨突然浮现笑容，眼神中神光绽放，宛如一轮大日缓缓升起，划开了黎明黑暗。他拿起放在身旁的鱼叉，无比随意地往海面上一划。此刀名曰破晓。夏晨声音无比轻缓，仿佛在喃喃自语，但又刚正纯阳，震慑人心，仿佛一尊神佛向人世间宣告。顿时，已经渐渐陷入黑暗的大海光芒大盛，一些刚刚返航的渔船中，渔夫睁大了瞳孔，他们看到了什么？又一轮大日冉冉升起，光芒照耀世间，整片海域被重新照亮，原本光滑平整的海平面被划开一道口子，露出了海底的沟壑。整个过程整整持续了5-6个呼吸间，最终庞大浩瀚的海水才重新倒灌，但那处海平面上就残留着浩瀚纯阳之气。一刀而已，恐怖如斯。夏晨睁开双眸，眼眸中一轮大日缓缓收敛，重新化为一颗眸子，众同合二为一，与常人无异。潮水，大日，刀意。夏晨喃喃自语，他抬头看向明月高挂的位置，时间仿佛才过去了一瞬，但他却有一种真实度过了20多年岁月沧桑之感。那个世界经历的一切都无比真实，特别是他练刀的感悟，又模糊了，只剩下纯粹的感悟。夏晨皱了皱眉，他脑海中关于那个世界的记忆开始有些模糊，只记得发生了很多事，但具体发生了什么，一下子似乎又想不起来。只有他练刀的记忆无比真实。我这个系统似乎发生了变异，与前世的玩家系统有了很大不同。前世玩家系统也能够积攒经验值，然后领悟刀意、权益剑等，但却是直接灌输。而夏晨这次却宛如真的经历了一世，从5岁孩童开始练刀，最终在东海悟道，23岁成功领悟刀意。这是前世没有过的体验，尽管那个世界的记忆模糊了，可感受却无比的真实，一切都不像是假的。你于小世界中成功领悟纯阳刀意，令东观大海，领悟潮汐真意，自创刀法。破晓，表现优异，奖励小还丹1枚。宿主，夏晨，年龄17岁，境界7品巅峰，功法5技，赤阳断体诀，手阳破魔刀。破晓，刀法一境纯阳刀意，意境法则潮汐真意。系统空间实力方米，下品小孩丹，省3个月苦修。系统商城未解封，修炼速度10倍加持，气运金龙洗精法水。根骨天赋上等根骨元废体，天生重瞳，觉醒1%。系统面板上密密麻麻的文字显露出来，夏晨仔细将信息看了一眼。这次悟道收获巨大，上一次进入九龙玉玺吸收了那条气运金龙，对他的改变也是巨大的。最明显的便是修炼速度这一项，原本他无论是练刀法、熟练值还是经验值提升等，都是+1+1这样叠加，而自从那次之后，他都是直接加10+10，直接提高了10倍效率。还有他的根骨原本是5道废体，但自从那次气运金龙洗精法水之后，他的根骨直接变为了上等根骨。这个根骨他即便不依靠系统，自己修炼也绝对称得上天才了。没想到还获得了1枚丹药，夏晨心中一喜。前世他在玩家论坛上与人交流过，知晓每个玩家虽然都有一个系统，但系统都很简陋，也没听说过系统汇报装备、奖励物品。我这个系统似乎真的很特殊，难道我重生提前进入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九龙玉玺，而是因为这个系统？夏晨目光闪烁不停，一时间真的想不明白。原先他一直认为是因为他手心中那玉九龙玉玺，但现如今系统的变异让他又有些动摇了。夏晨摇了摇头，不再去多想，现在不知晓的，等未来或许就会浮出水面。他从系统空间中拿出那枚散发着淡淡馨香的小还丹，这枚丹药只是下品等级，但却可以直接省了3个月苦修。这个世界虽然有丹药，但却并不繁茂，大多都是一些疗伤丹药，很少有能直接提升修炼速度的丹药。想到这里，夏晨眼神一亮，如果能弄到这个小还丹的丹方，那对日后他发展自己的势力将有绝大助力。这还只是下品，
如果是有中品、上品甚至更高等级的小孩丹，那一瞬间夏晨想到了很多很多，然后他就将手中的那枚小还丹扔进了自己口中，瞬间一股炽热的能量在他的喉腔中炸开，流入到四肢百骸中。夏晨的血液开始沸腾，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如同大鼓敲击一般，院子中仿佛真的响起了鼓声。很难想象，这竟然是一个人的心跳声。此时还是刚3月中旬，天空中的寒冷刚刚褪去，绝对称不上温暖。院子中那棵桃花树刚刚抽出嫩芽，开出花苞，但还未绽放。而此时，随着夏晨盘坐在那，呼吸有节奏的吞吐，整个院子里的温度开始上升。一直在房间里给夏晨收拾房间床铺的碧珠自然察觉到了院子中的异动，他连忙推开窗户，顿时他看到了他永生难忘的一幕。夏晨盘坐在桃花树下，在他的身后有一幅异象浮现，广袤无垠的大海，一眼望不到天际，大浪一重接着一重，气势磅礴，震慑人心。这是碧珠第一次见到大海，他一直听说侯府中的说过大海极为宽广，无边无际，今日他见到了。而这时一轮大日缓缓地从海平面之下升起，如同破晓一般，给世间带来了光明，一股浩瀚温暖之意笼罩了碧珠。这轮大日一直从海平面缓缓滑到了海面正上空，化为了一轮炽热骄阳。顿时整片院子一片明亮，花开了，那株桃花树一瞬间全部绽放，美丽至极。碧珠看得痴痴入神，这是神迹吗？少爷真厉害。夏晨睁开双眸，而这一次他的眸子中有闪电划过，他的这双眸子越来越神异了。他正式踏入6品5副境。此时夏晨感觉自己浑身力量都用不完，今天晚上一晚上的提升便比之前强大了10倍不止。虽说现如今这个阶段，除非到达3品境之上，否则的话境界并不代表一切，但6品境在整个京城也都能算得上高手了。在江湖中5品境便可以开宗立派了，可以想象6品境的含金量。少爷真厉害。碧珠缓过神来，连忙从房间中跑了出来。今晚上的这些事不要和外界说，这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秘密。夏晨对着碧珠露出一个明媚的笑容，碧珠看着夏晨这张绝美的面孔，心脏顿时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放心，少爷，我懂得的，不会去外面乱说的，即便未来公主嫁入咱们家，我也不会说的，这是属于咱们2个的秘密。碧珠羞红着脸，小声地说道。说到最后，她还补充了一句：夜晚。碧珠给夏晨倒好热水之后，便一直站在木桶边上。少爷，奴家给你洗吧。碧珠灵动的眼神中有些许期待，夏晨仅仅思考了1秒，便点了点头。碧珠现如今是他的贴身侍女，而他在这个世界上可谓是土著，没必要将现代人的思维带到这里来，更没必要装什么正人君子。一个人除非力量强到可以改变世界，否则的话就不要试图与世界去对抗，搞特立独行。碧珠羞红着脸贴到夏晨身边，解开夏晨的腰带，然后帮夏晨所有的衣物都褪去。顿时一副宛如艺术品的完美身躯呈现在碧珠眼前。碧珠的身高只到夏晨的胸口，2人的距离极近，他感受着夏晨身躯上传来的极阳之气，眼神迷离，整个人都待在原地，直到听到扑通水花溅起的声音，才看到夏晨已经进入了木桶中。他这才回过神来，然后连忙走到木桶边，将自己柔滑细腻的小手伸入木桶中，开始帮夏晨搓澡。只是一边搓着，他一边走神。少爷真大啊。深夜，夏晨关上灯，刚上床铺，便看到黑夜中与他这间主卧室连通的那个小偏房有一道小小的身影，蹑手蹑脚地往自己这边走来。夏晨的眸子即便是黑夜也如白天一般清晰可见，他看见碧珠衣着清凉，只有一件紫色韵味的小肚兜遮挡着碧珠。夏晨轻声呼唤，黑暗中的碧珠顿时吓了一大跳。怎么了？还有什么事？黑暗中一片沉默，半晌之后，碧珠小声的声音才传来。主母说让我照顾少爷衣食起居，晚上要帮少爷暖床。碧珠的声音如同蚊蝇一般，若是耳力不好根本听不清，而此时黑暗之下，他的面孔已经红得能滴出血来了。夏晨沉默，他知道这是大家族的习俗，之前他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他还没突破8品境，还不能破身，我不用暖床，今晚你睡偏房吧。夏晨叹息了一口气，他虽不是正人君子，也不是什么伪君子，更没有想将现代人思维带入这个时代中，可也不是什么急不可耐之人。碧珠早晚是他的人，而且碧珠如今还小，所以不着急。少爷是嫌弃我吗？黑暗中一片沉默，良久之后，碧珠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她声音哽咽。我不是这个意思。夏晨看着黑夜中哭得有些梨花带雨的碧珠，感觉有些头痛。算了，你先上来吧，不过真的只是暖床。夏晨掀开被子，顿时一道如同小猫一般柔软的身躯钻入他的怀中。夏晨在这个封建时代
既然无法改变，那便顺从。一个人武力强大，可以从肉体上毁灭一个人，但却无法强行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清晨。夏晨醒来便继续开始练武。提灯人那边他已经叫夏千去请好假了，他准备明天参加完他那个未婚妻的诗会之后，再去跟那些人斗一斗，给他们一点真正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什么才叫杀鸡儆猴。那天舌战群儒只不过是开胃菜而已。碧珠也从床上起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眼神痴痴的。昨晚虽然少爷真的没对他做什么，但两人的关系感情经过昨天晚上一夜，比之前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一点点的从陌生到熟悉，两人开始真正的知根知底了起来。第3天，夏晨生物钟准时醒来，睡在他怀中如同小猫一般的碧珠也被惊醒。他揉了揉睡眼朦胧的眼睛，从被窝中爬了起来，洁白细腻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里面穿着一件清凉的小衣。少爷今天是要去见公主吗？不算是，只是去参加文会。夏晨摇了摇头，然后笑着揉了揉碧珠的小脑袋。你再睡一会儿吧，我自己起来就行。不行，我伺候公子穿衣，文会就在公主府举行，今天少爷肯定是能够见到公主的，必须要打扮得帅气无比，才不会让公主小瞧。碧珠一边说着，一边连忙从被窝中爬起，然后开始伺候夏晨更衣。中央大道沿街一家卖羊肉汤的小店中，公子，咱们真的不急吗？前面几百米就是公主府了，咱们先吃完早餐再说，急什么？没听说过重量级嘉宾都是最后出场的吗？夏晨头也没抬的喝着碗中的羊肉汤，对着一旁东张西望有些急躁的夏千说道：这家羊肉汤味道很不错，很正宗，他很喜欢。夏千看着稳如泰山的夏晨叹了一口气，然后也开始跟着喝汤。不知为何，夏千总感觉自家公子对那位大名鼎鼎的二皇女有些冷淡，一点都不期待。但明明自家公子对待任何人，即便是城中乞丐都彬彬有礼，温润如玉，挑不出一丁点毛病的呀。夏千有些想不通。走吧。慢悠悠地喝完羊肉汤之后，夏晨这才起身招呼夏千走。老板，多少钱？公子，不用钱。老板小心翼翼地凑上前来，低着头，满脸笑容。虽然他不认识夏晨，但夏晨的外貌和气质太出众了，一看就是大人物家的公子。他这小本生意又没背景，哪敢收钱啊？给你，我家公子吃饭从来都是给钱的。跟在夏晨身后的夏千二话没说，从兜里掏出一粒碎银子放在了桌子上，然后留给店主一个高伟的背影。这是哪家的公子，竟然如此讲究，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李老汉喃喃自语，目光失神。此时他绝没想到，这个人便是最近京城大街小巷议论、热搜榜第1的驸马爷夏晨。瑶光公主府，各种各样的马车、轿子停靠，门前车水马龙，各种各样穿着儒衫的读书人，穿着华服的贵公子从门口递上请帖，然后一脸笑容地进入公主府中。快看，那个女子好生漂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美的美人。那是哪家府中的大家闺秀，气质如此出众？那个紫衣女子可是大有来头，是瑶光公主的贴身侍女。不是，她只是侍女。这侍女竟然比其他府中的大小姐还要漂亮，还有气质，不愧是瑶光公主身边的人。众人围在公主府前等待时，便看到府门另一侧这一个漂亮、气质出众的紫衣女子，众人顿时议论纷纷。更有一些大胆的公子哥想要上前搭讪，但都被紫月冷漠的拒绝。这位紫月姑娘是在等什么人吗？何人能让紫月姑娘这般重视，在门口等待这么久？不会是平阳公主今日要来吧？还是太子三皇子？也唯有这几人能让瑶光公主这般重视吧，派出自己的贴身侍女在门口等待。众人小声议论着，然后一直平静无比的紫月姑娘眼睛突然一亮。众人循着紫月姑娘的目光望去，顿时看到一个男子走来。只见这个男子眉若墨画，斜飞入鬓，双眸狭长而深邃，黝黑中透着星芒，仿若藏着无尽情思与智慧。肤色白皙胜雪，面如冠玉，一袭青衫在身，身姿挺拔如松，举手投足间尽显温润如玉，如行于尘世，仿若仙人临世，叫人移不开眼。紫月看到这副精心打扮的夏晨，眼神一亮，一时间都没挪开眼。众人有些嫉妒地看着夏晨，不是兄弟，你搞这么帅，让咱们怎么活啊？众人面面相觑，瞬间感觉压力山大。这文会还没开始，便输了一筹。明明他们也是精心打扮过来的，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这么大呢？众人内心想哭，然后让他们更加伤心的是，他们心心念念的紫月姑娘竟主动朝着这个男子走去见过驸马爷。公主府门口，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他们心目中的女神紫月姑娘，竟然在这个男子面前如此姿态。不是哥们儿，你不就是长得帅一点吗？大家都是七尺男儿，要外貌有身高，要身高，外貌虽说是差了一点，但也是个人啊。大家都是来参加文会的，凭什么你可以有特殊待遇？众人内心愤慨，异常不服。你怎么在门口？
夏晨有些诧异，看着紫月，自然是专门来迎接驸马爷的。这里是公主府，驸马爷来自然不能与寻常宾客一般。紫月站在夏晨身边，恭敬答道：“今日的夏晨确实比那日在马车中穿着提灯人制服的夏晨要帅出一个档次。那日的夏晨有一股玩世不恭的邪性，显得有些锋芒毕露。但今日一身华服精心打扮过的夏晨，处处显露着贵公子气质，贵气逼人，但又无比的内敛。”夏晨听到紫月的回答，看了他一眼，又扫视了一圈堆积在门口，到目光全都望向他这边的读书人和公子哥，不想在门口多说什么了。夏晨怀疑，要不是这是在天子脚下，公主府门口，这些目光已经喷火，极度无比的众人恐怕会冲上来打自己。到时候自己是该调禁军过来，还是调提灯人过来让他们围殴一顿呢？唉，难办，人的嫉妒之心太可怕了。想到这，夏晨朝紫月淡淡的点了点头：“咱们先进去吧。”紫月领着夏晨和夏谦掠过堵在公主府门口的众人，直到夏晨的背影消失，众人才开始大声议论起来。这个人究竟是谁啊？紫月姑娘亲自相迎，这么有排面。关键是凭什么他这么帅啊？他这一来还有我们的事吗？怕什么？文慧比的是文，又不是比长相。这人我看就是个绣花枕头，蜡头银枪，中看不中用。有一个身穿锦袍的公子哥一脸不屑，他最看不起这种靠脸吃饭的了，不像他靠家里吃饭。长这么帅来参加文会，这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冲着瑶光公主去的吧？一看就是想吃软饭的。哼，我虽然没他那么帅，但靠爹妈养活，从不吃软饭，我自豪。杨伟想到这，挺直了腰杆，身子骨硬了硬，一脸自豪。但很快他的背便塌了下去。看来得要好好休息了，一直这么硬，挺累的。杨伟脸上挂着笑容，摊开手中的折扇，刚想展现出自己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完美气质时，耳边便听到有人的声音传来：“嘘，小声点，你们可知刚才那人究竟是谁？还能是谁啊？一看就是小白脸，就是上门求包养的。呸！我最瞧不起这种人了。”还没等那人说完，杨伟便抢先开口答道。说话那人听到杨伟这话，脸色一变，紧张的环顾四周，然后赶忙捂住了杨伟的口：“伟哥，这话可不能随便说，那人大有来头，小心被他的人听了去。”“谁啊？搞得这么紧张，不可能是哪个皇子吧？”同伴好奇，也有些人不满这人这么卖关子。那人便是夏晨，安东侯嫡长子，瑶光公主的驸马。昨天关于他的事不还闹得沸沸扬扬吗？听说他从镇东侯府中搬了出来。什么？他就是夏晨，难怪紫月姑娘亲自出来相迎。众人脸色一变，然后恍然大悟，这里是公主府，虽说两人还没成亲，但这是圣上赐婚，这门婚事也昭告天下了，两人成亲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这公主府夏晨自然也算是半个主人了。你们小声一点，你们可知现如今夏晨可是掌管着提灯人9司之一的鹰眼司，每一个司职权和管辖范围都不同，而这鹰眼司便是主要管辖京城范围。今日文会，全京城大半读书人和贵公子都来了，鹰眼司肯定安排了人手混了进来，说不定咱们每一句话都被鹰眼司记录了回去。吴白环顾四周，声音无比小心翼翼，生怕对话被旁人听了去。众人面色一变，特别是杨伟，提灯人无孔不入，这些年提灯人在京城抄家灭族可没少干，他们这些大家族子弟最害怕的便是提灯人了。伟哥，伟哥，你没事吧？你身子骨怎么这么软？你要硬起来啊！众人面色变幻之际，而一旁的杨伟头脑一晕，眼睛翻白，身体一软，整个身子都站不住，往地上倒去。我不行了，我头晕眼花，这场文会恐怕是参加不了了，我先回去休息一下。杨伟害怕极了，他刚才可是说了夏晨的坏话，而且还声音奇大无比。那夏晨不会带提灯人来找他麻烦吧？快扶伟哥回去。伟哥，听说枸杞可以治头晕眼花，我这有一张单方，便是以枸杞为主要，我上次吃了效果极好，等晚会结束之后，我便亲自给你送门来。一位兄弟拍着胸脯，一脸笑容地跟杨伟保证。整个门口乱作一团，而此时的夏晨已经走进了公主府内部。这不是去前听闻会场所吧？夏晨在紫月身后，沿着蜿蜒曲折但景观奇特的小路，一边欣赏一边开口问道：“前方是内院，我去内院不太合适吧？”夏晨眼睛都没抬一下，打量着远处那个美丽花园中的那个绚丽喷泉，随意的开口：“驸马爷又不是外人，就算进入内院，外人知道也不会多说什么。现在离文会开始还有一段时间，驸马爷是自家人，自然要先休息一下。”紫月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夏晨俊朗的面孔，认真答道。夏晨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紫月带着夏晨穿过重重庭院，最终来到了一座风景雅致、处处透露着历史韵味的院子天凤阁。院子牌匾上只有简简单单3个字，没有落款，但这3个字中却透露着不凡。
紫月回头看着夏晨，驻足在院子门口盯着这3个字，然后便盈盈一笑。这3个字是公主亲手所写，公主的字，可是就连太傅也称赞过。夏晨点了点头，这字确实极好，但夏晨之所以驻足，不是字的本身，而是这天凤2个字。姚光登基后，年号便是天凤。现在夏晨从这天凤阁3个字，由此便可以看出，姚光早就志在天下，志存高远。驸马爷是觉得这3个字有何不妥吗？紫月无比聪慧，从夏晨的表情中看出了夏晨似乎有一种异样的情绪。字本身是极好的，可天凤2个字却有些太大了。凤本就是可以翱翔9天的凤凰，可还志存高远，还想一飞冲天，有些锋芒毕露了。夏晨眼神语气无比平静，淡淡点评，但就是这淡然的语气让紫月眼神一变。驸马爷说笑了，这就是个普通的院子名。紫月嫣然一笑，很快便掩饰了自己眼神中的异样。哈哈，我就随口一说，不过要是我来起名的话，我觉得这个院子就简简单单2个字就行了。哦，驸马有更好的名字。紫月盯着站在院子门口的夏晨，眼神异样。聪慧如他，一时间也有些摸不透刚才夏晨究竟是随口一说，还是意有所指。清晨的阳光倾洒在夏晨身上，将他半张绝美的脸庞照亮，他整个人如同沐浴在阳光中，宛如神明，熠熠生辉。不如就叫瑶池吧。夏晨笑容灿烂，令人无比温暖，整个人温润如玉，让人如沐春风。说完这句话，他便迈开腿，跨进院子中，不再去看牌匾上那天凤阁3个字。瑶池。紫月站在门口重复着这2个字，一时间有些不理解，但又觉得这2个字非常宏大神圣，仿佛有大因果，有大来头。他越是重复念着，越觉得这2个字充满韵味，但他又无法捕捉这丝韵味。这个世界没有瑶池与王母娘娘等神话故事，所以他注定无法理解这2个字代表的含义。等紫月回过神来，他看到夏晨已经主动推开房门，走进了大厅中。驸马爷，等等我！紫月提着裙摆一路小跑，但动作依旧无比的优雅美丽。等紫月进来，便看到夏晨已经主动坐在大厅中了。驸马这边来，公主现在正在洗浴，还需要等待一会儿。御膳房已经给公主和驸马爷准备早餐了，马上就好。紫月带着夏晨走进一片电用膳之地，然后便笑着开口。夏晨眉毛一挑，这就要与未来的女帝碰面了吗？这么迫不及待，还要与她一起吃早餐？他俩的关系有这么亲密了吗？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俩已经是老夫老妻了呢。夏晨安静地坐在凳椅上，暖光摇曳于描金绘彩的梁间。厅内檀木长桌居中而设，铺就的锦缎桌布绣工精细，四周翡翠屏风幽光隐现，隔绝尘世喧嚣。夏晨独自一人，神态自若，如同一渊幽潭，深不可测。周围有侍女静静矗立，给夏晨添茶，夏晨也没有主动搭话，显得异常安静。瑶池。院子深处，一间并不算奢华的闺房中，瑶光坐在梳妆镜前，听到紫月的详细禀告，喃喃自语，重复着这2个字。铜黄的镜面，但镜中的那张面孔却绝美无瑕。紫月站在瑶光身后，拿起木梳，3000青丝如瀑。我总感觉驸马爷有所指，他对天凤这2个字的态度有些奇特，我总感觉在他面前似乎没有秘密，被他看透了一般。紫月秀眉微皱，神色不解。看来我的这位驸马比我们想象的还聪明，之前17年他也一直在蛰伏，韬光养晦，藏锋敛恶。瑶光穿着一袭清凉的礼衣，刚刚洗浴完毕，她的肌肤气泽红润，散发着诱人的光芒。可这是为什么？驸马爷为什么要隐藏他的锋芒才华？他又跟我们不一样？难道这些年他在侯府中处境并不好，甚至有人想对他不利，将他扼杀在摇篮中，所以他才这么小心翼翼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庸才？紫月皱着眉头，声音清脆又透露着温柔，他有些不解。14年前，安东侯去东荒战场，生下了第2子。听说那个夏号天纵之姿，无论是安东侯还是安东侯夫人，都对这个孩子喜爱有加，而对夏晨却漠不关心。但夏晨终究是嫡长子，只要有这个身份在，未来安东侯爵必定是要传给他的。瑶光的声音自带御姐音，透露着成熟稳重与智慧。她的容颜仿若春日呈绽的桃花，粉腮娇俏，白里透红，每一寸肌肤都似羊脂玉般温润细腻，双眸犹如盈盈秋水，波光潋滟间让人心神向往。她美得动人心弦，恰似从画中走出的仙子，令世间万物皆失了颜色。紫月站在瑶光身后，看着镜子里的那张不知看了多少次的容颜，也依旧有些失神，挪不开目光。最终他缓过神来，开口说道：公主的意思是，安东侯想将爵位传给小儿子夏浩，但夏晨的存在便是阻碍，所以安东侯想要对驸马爷不利可虎毒不嗣子，即便14年未见，也不可能下此狠手吧。紫月越是推理分析，越是背后发凉，他脑海中浮现夏晨的容貌，想起他那从容自信的笑容，内心有些心痛。这些年
驸马爷究竟是怎样从侯府中安然长大的呀？一定经历过很多凶险，吃过很多苦吧？难怪这一次与侯府闹翻，要与侯府分家搬了出来。我也不知具体缘由，也有可能我猜错了。姚光摇了摇头，眉宇间已经依旧有一丝不解。他总感觉事情没这么简单，他似乎进入了某个思维误区中。他现在在干嘛？突然，姚光看了一眼铜镜中的紫月，话题一转，他安静地端坐在那呢，不多看，也不多问，静静品茶。倒是有耐心，我听李文忠所传来的消息，说夏臣喜爱读兵书，心有静气，有大将之风。今日一看，果然如是。姚光露出一抹微笑。紫月，你对夏臣怎么看？李将军对驸马爷评价颇高，京城里的谣言是可以骗人的，但是李将军对公主忠心耿耿，显然是不会欺瞒公主的。驸马爷我见过2次，虽不知驸马爷是否有帅才，但确实常人不同，绝非庸人之辈。紫月沉默片刻，一边给姚光梳妆，一边沉吟。姚光听到紫月的话，并没有立刻回答，房间中的安静之中，半晌之后，姚光才点了点头。或许是可以拉拢他，他未来或许真的会成为我的夫君，有些事注定绕不开他。姚光灵动的美眸中有着思索之色。对了，以后李文忠将军咱们尽量不要去联系了，现如今他已升任龙武卫大将军，身份终究与之前不同了。我那父皇猜忌心重，一定会派人盯着李文忠的，看他是否与其他人有接触，咱们要小心一点了。是，公主，我会减少联络，除非有重大事情或变故需要用到李将军，否则绝不启动李将军这步暗棋。紫月神色严肃，显然也知道这其中利害关系。将我那枚凤玉簪子拿来吧，今天戴这枚。突然，姚光看着铜黄镜中自己绝世容颜，开口说道：公主不是说那枚簪子太过艳丽，要低调一点吗？紫月有些诧异，这枚簪子是当今陛下赏赐的，在整个大武朝都有名，乃是当年武宗皇帝得到了一块奇异宝玉，浑身赤红，宛如沾染了凤血。武宗皇帝得到这块宝玉之后大喜，请天下最有名的玉匠和当代天师合力精心雕刻打磨而成的。这枚凤玉簪子，第一代主人便是武宗皇帝的皇后，而现如今这枚簪子已经在皇室中传了600年了。瑶光公主16岁时，文帝将这枚簪子赏赐给了瑶光，但迄今为止，瑶光也是戴过一次，今日竟又要戴上。我没有什么头饰装饰品，拿得出手的便也只有这枚簪子了，正好拿这枚簪子点缀一下。紫月露出一抹微笑，不再多说，起身去拿那枚簪子。她心里跟明镜似的，公主天生丽质，所以为了收敛自己的锋芒，公主从15岁时便不戴任何配饰了，为的便是给其他的一些闺中小姐贵妇人一条活路。但公主府中配饰也依旧不少，公主今日特意带着这枚凤玉簪子，显然颇为重视。紫月动作轻柔的一个玉石盒子拿出了一枚簪子，这枚簪子浑身赤红，簪身雕琢精致，凤羽纤毫毕现，仿佛下一刻便可以化作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灵气十足。公主戴上这枚簪子后，整个人的气质都不同了呢。紫月眼神失神和赞叹道：这场文会众多才子都会来，需要重视一点。瑶光打量着镜中的自己，自顾自地说道，但又仿佛是故意对紫月解释，我看是为专门见驸马爷而戴的吧。紫月听到这话，直接拆穿打趣着瑶光，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好，因此根本不忌讳。瑶光听到这话，耳根微微一红，但又很快掩饰，眼神恢复平静。胡说什么，还不快去看看那夏晨，等了这么久，到时候别说我怠慢了他，我马上就来。瑶光轻推了一下紫月，紫月眼角含笑，这才缓缓退出了房间。夏晨心中有静气，静静等待，直到看到紫月穿着一袭紫衣袅袅而来。驸马久等了，公主马上就来。紫月施了一礼，莲步轻移来到夏晨近前，红唇微张，开口说道：没事。夏晨摇了摇头，眼神依旧淡定。紫月一时看不出夏晨究竟是真的没事，还是心中有气，毕竟这都让夏晨等了3杯茶的时间了。公主刚刚洗漱完毕，为了见驸马，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因此花费的时间久了些，还请驸马见谅。紫月不想让夏晨误会公主，因此特意解释了一句。夏晨微微一笑，摇了摇头：紫月姑娘多虑了，我此刻无事，多等一会儿也是无碍的。夏晨对这些小事并不在意，无论是对方是在给自己下马威，还是确实在梳妆打扮，夏晨都没有太多的在意，因为他内心始终有阴霾。自从踏入公主府中，他虽看似从容平静，但是这一直内心戒备，小心翼翼。从前世的各种事迹来看，二皇女隐藏得太深，深得有些可怕。太子和三皇子争得头破血流，到最后三皇子不惜谋反，发动夺门之变，也要奋力一搏，显然是被逼到了绝境。而二皇女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直到夺门之变最后一刻才站了出来，终结了乱局。出手快，准狠。
让夏晨觉得这个二皇女深不可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虽然夺门之变中，就算皇室嫡系血脉都被屠戮殆尽，但皇室内还有8王，他们的血脉也不算太远，也是有继承权的。按照惯例，这种情况下明显是要选择一位宗室子弟，以小宗继大宗。可无论是文官集团还是将门世家，竟然都选择支持女子之身的二皇女登基，这就有些可怕了。显然这些人早就已经被二皇女笼络了，甚至全都拜在了她的门下。这份心机将整个天下都耍得团团转。现在这么可怕的一个人成了他的未婚妻，而现在还要跟他见面，夏晨怎能不打起12分精神小心翼翼呢？虽然他是半个玩家，身上还有外挂，但夏晨从来不敢小觑这方世界的人，因为前世无数玩家用自己的性命演示了一遍如何被这些土著虐杀戏耍的。但更让夏晨内心介怀的是，前世夺门之变中的夏晨究竟是怎么死的？真的是死于意外吗？真的不是二皇女在评判时顺手将自己捏死了吗？夏晨内心深深怀疑。驸马爷，公主要到了。恍惚间，夏晨耳边传来了紫月的声音。夏晨听到了轻缓的脚步声，往侧厅方向望去，一女子从后方走出，倾城绝世。夏晨神色恍惚，这女子确实是自己目前见过最漂亮之人，而在她身后还跟着一个可爱充满灵气的女孩，正是黎薇。见过公主。夏晨仅仅是恍惚的一瞬，便立刻起身恭敬行礼。不管猜想如何，是否正确，但现在戏必须要做全套。瑶光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男子，美眸中有神色流动。这个男子确实是他见过最出众之人，外貌无可挑剔。不必多礼，起来吧。瑶光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平静淡然，但嘴角却浮现出一抹连自己都未察觉到的淡淡的微笑。黎薇站在瑶光身后，目光好奇地打量着夏晨。夏晨注意到他的目光，朝他点了点头，便收回。坐吧。瑶光挥了挥手，示意夏晨在他对面坐下。顿时很快便有侍女鱼贯而入，各种制作精美的佳肴开始上来，每一份分量都很小，但极为精巧，色香味俱全。妈。瑶光看着眼前这个美少年，主动开口。还好。夏晨平静地点了点头。一时间屋内陷入了沉默。瑶光低着头看着桌面上不断被盛上来的佳肴，想要再说些话打破这种沉闷，但一时不知找何种话题。他向来能言聪慧，但今日不知怎么的有些说不出话来。眼前的这个男子，他的未婚夫，与他想象中确实有些许差别。情报中，夏晨温润如玉，谦卑有礼，浑身充满贵气，对待每个人都很友好，脸上常常挂着微笑。今日一见，夏晨确实有礼，但却有些太过平淡，甚至冷淡了，这让瑶光有些微微皱眉，这是为何？而见到他，夏晨就变了，是情报有误吗？女人的第一直觉是非常准确的，夏晨自认为自己表现得还算不错，恭敬有礼，但瑶光还是觉得有些许不同。两人坐在餐桌前，一时间无话。紫月皱了皱眉，驸马爷不说外向能言，但也绝不内向，而且看驸马爷这表现也不像是紧张，为何如此冷淡？听说驸马爷极有文采，就连陛下都赞叹过，今日文会可有准备？身为瑶光的智囊，紫月觉得不能让这种低沉气氛蔓延。公主和驸马爷第一次见面，两人不说就要立马产生情愫，可至少也不能太过怪异，让双方都难受不自然，坐立不安。果然，紫月这句话一出，现场沉闷气氛瞬间被打破。我就是一个武夫，今日主要来看个热闹，见识一下我大武的青年才俊。夏晨脸上挂着微笑，笑着回应。刚刚一瞬间，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自己先入为主，怀疑未来自己可能死在二皇女之手，因此对他戒备有加。但现如今一切都还没发生，自己也才刚与他订婚不久。至于他那亲弟弟，未来的大武国柱镇东王夏浩，今年也才刚刚13岁。前世有传言说是女帝有意选择夏浩，但这明显是谣言，因为女帝在位几十年，威压天下，世间早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与她对抗。若真看中夏浩，恐怕两人早已在一起。可据夏晨所知，自始至终女帝都是一人，他眼中似乎只有道，后面就连地位继承人都是从宗室中挑选了一个年幼的孩子。而且后来灵气复苏时代来临，女帝在灵气复苏时代前期便诡异的消失不见。有消息传出是镇东王夏浩下手的，这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后面大武朝分崩离析，最大的受益者确实是夏浩自己。通过结果去推论过程，虽说占尽先机，可也容易陷入先入为主的思维误区。夏晨及时醒悟，不管这个历史谜团真相究竟是什么，自己现如今处在这洪流中，认真去感受，去经历便是。至于结果如何，是否能够改变，自当奋力一搏，不惧艰难险阻。想到这里，夏晨对着瑶光露出一抹灿烂的微笑。房间中气氛顿时缓和了不少。瑶光和紫月都不解，不明白为何夏晨短短瞬间态度有些变化。第一次见到公主威仪，因此有些紧张，似乎知道两人在想什么，
夏晨微笑着解释了一句：“那现在不紧张了。”瑶光红唇轻启，此话一出，就连他自己都略微诧异，自己怎会这般小女儿姿态？初见公主殿下，只觉得公主殿下如9天之上的凤凰，光芒万丈，威压天下，因此心中难免惶恐，不知所措。然刚刚坐下，才看清楚公主这绝世容颜，因此放松了不少。夏晨笑着，他仪表堂堂，与瑶光对立而坐，距离极近，目光温和却不炽热地盯着瑶光，分寸把握得极好。瑶光原本与他对视着，但此刻略微挪开目光，有些不自然，这种感觉很奇怪，他之前从未体悟过。我家公主的容貌自然是天下最美的。李薇此时突然开口，看着夏晨认真地说道：“我家公主虽是天下最美，但威压天下有些夸大了。”子月在一旁笑着，他总感觉驸马这一句威压天下似乎并不是随便说说，奉承公主而已，就如同先前驸马非常在意那天凤二字一般，身有鸿鹄之志，未来未免不可一飞冲天。夏晨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凤爪，吞噬完之后笑着说道，话语随意，仿佛只是在聊天开玩笑而已。但坐在夏晨身前对面的瑶光却目光嗖的一下凌厉了起来，目光盯着低头吃着早餐的夏晨。房间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只有夏晨吃早餐的咀嚼声，动作优雅至极，身为女子再有宏图之志，那又如何？突然瑶光笑了，顿时整个室内如同春花盛开，阳光明媚，美得让人失神。瑶光对眼前这个男子真正的产生起了兴趣，如果他再认为对方只是随意说起，那他恐怕就真的蠢到家了。瑶光蠢吗？他当然不蠢，反而聪明至极。夏晨觉得整个大武朝或许也没有几个人比他更聪明，因此瑶光非常确定自己的这位驸马对自己很了解，甚至知道自己的一些根底，但令瑶光心中却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感觉自己仿佛被这个男子看透了，在他面前自己没有遮挡，赤裸裸的。而且更关键的是，自己对这个未婚夫根本称不上了解，之前的那些信息很多都对不上。那个男子仿佛处在迷雾之中，一时让他看不清楚。你很喜欢吃凤爪？一瞬间瑶光思绪万千，但他很快便缓过神来，恢复了从容自然。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多问，而是换了个话题。凤爪美味多汁，特别是公主府的这凤爪别有一番滋味。夏晨早上来之前已经喝了碗羊肉汤，因此已经有了8分饱，但他真心觉得这个凤爪确实不错。这精致的小碟中只有3枚凤爪，他就吃了2枚。瑶光看着他沉默不语，不知为何他总感觉夏晨这话中有歧义。听说今天文惠林香家的公子会来，最近京城有人说驸马才高8斗，比林相环要厉害，林香家的公子今日恐怕会刁难驸马。子越不得不再找话题，他内心不由叹气，他都要成为2人之间的润滑剂了。街头警示之中的谣言罢了，林相家的公子今日要来，正好可以见识一下，看是否有林相风采。夏晨无所谓，专心对付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他吃着吃着，突然抬头问道，今日有哪些人会来参加文会？回驸马，朝中一些大员之子，还有国子监的一些青年才俊，白鹿书院的一些大儒也会带着一些学子前来，还有天龙寺的天海大师天师府可能也会来。随着子越将一串串名号念了出来，夏晨都不由瞥望了他一眼，原本没兴趣的心突然有些兴趣了。官员之子还有国子监白鹿书院的学子过来并不意外，但白鹿书院的大儒竟然也会来，这场文会的规格不低呀。更关键的是，还有天龙寺和天师府竟然也会有人来参加，这就有些不寻常了。天龙寺的龙树主持和天师府的老天师可是当今天下一品强者，当今天下人类威压天下，便是因为人类拥有5大一品强者，被号称陆地神仙，每个人都拥有神鬼莫测的实力。天龙寺和天师府都在国都范围之内，但这2家都不理世俗，地位非常超然。夏晨深深地看了一眼瑶光，一场文会竟然能将这2家都请来，真的很不简单，驸马怎么不吃了？李伟本来正好喊侍女再盛凤爪上来，结果看到夏晨已经放下了筷子，不由好奇地问道，这个凤爪这么好吃，我怕吃多了上瘾，以后又不能天天吃，那多难受。夏晨笑着开了个玩笑，这样啊？李伟有些天真无邪，喜欢吃可以常来。突然瑶光美眸望着夏晨，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夏晨诧异地看着瑶光，常来，要不直接搬进公主府？夏晨心中想着，但终究没有说出来。现在我们还未成亲，经常出入公主府的话，恐怕会招人说闲话。夏晨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那你怕人说闲话吗？瑶光美眸直视夏晨，并不回避，目光坚定。房间中子越离微都有些诧异地看着瑶光，他们都没想到公主会这么直白。事实上瑶光刚一说出这句话便有些后悔了，他也意识到这句话中有些暧昧了。2人还未成亲，
自己刚才那句话就好似主动的邀请夏晨来自己的家中，不管是否有意，这怎么也容易让人误解。想到这里，瑶光不由偷偷地看了一眼夏晨，但发现他依旧一脸平静，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似乎并没有想歪什么。公主都不怕，我自然也是不怕的。夏晨笑容灿烂，神态自若。接下来两人都很默契的，没有继续在这个话题聊下去了。瑶光慢慢地吃着早餐，他小口小口的动作非常优雅，甚至让夏晨有种赏心悦目之感。但瑶光却被夏晨这种注视弄得有些不自然。他还是第一次吃饭，被人这样当面注视着，这种感觉很奇怪，他第一次体验。瑶光不由默默地加快了吃饭速度，但动作依旧优雅。一场早餐就这样的结束了。整个过程没有太多的波澜，夏晨让自己从容，他不断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就当做是一场另类相亲了。公主是否要稍作准备？不如我先去文慧那边看看。夏晨看着瑶光吃完，正在用丝帕擦拭鲜艳嘴唇，不由开口说道。他对天龙寺和天师府颇感兴趣。瑶光沉思了片刻，看着夏晨，声音清冷。时间也差不多了，一起去吧。说完，他便也起身。夏晨看着他的背影，一时间想不通他究竟想干嘛。整个京城近5年来都没有这么浩大的文会了，瑶光公主费那么多时间精力举办这么一场文会，肯定不是办着好玩的。他是想要通过这场文会笼络英杰，招揽幕僚手下等。夏晨很清楚这一点，而自己若是与瑶光一同出场，肯定会对瑶光招揽手下有一些影响，不利于他向外界打造独立自主的女强人人设，因此他才知趣的说要先行过去。结果没想到瑶光丝毫不避讳自己与他的关系，两人一同出场，这无疑是在向外界散发某种信息，比如两人感情良好，瑶光和夏晨都对这场婚事满意，说不定两人马上就会成亲等。这些思绪从夏晨脑海中一闪而过，他追上瑶光，与他一同向外院走去。管他呢，瑶光都不避讳，那他还避讳什么？他又没在外界养小三，白鹿书院来的是哪些人？还有天师府。夏晨与瑶光并排走着，但公主府实在是宽广，夏晨会有利用这个间隙问着身后的紫月。白鹿书院来的是大儒卢通，他带着自己的一众弟子下山了，前些天便来到京城。而天龙寺来的是天海大师，天师府如果没意外的话，应该来的是玄真子道长。紫月一一答道，夏晨点了点头，心中了然。他来到这个世界后便做过功课，知晓大武和整个天下的一些知名人物。白鹿书院是大武有名的儒道书院，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传承悠久。卢通这个人颇有传奇色彩，15年寒窗苦读，20岁中科举入仕为官，是有名的少年天才。但32岁时，上书请奏文帝，劝诫文帝要让百姓休养生息，少发动战争。因为当时的大武昭经过了淮阳之战与南蛮之战，已如烈火浇油，国内百姓赋税日益加重，乱局丛生。但这一奏折却引来文帝怒斥，最终卢通愤然辞官，回归白鹿书院，全心钻研圣人经典。45岁终成一代大儒。而今距离卢通辞官离开京城已过去了20年，20年官场早已沧海桑田。卢通便是在这场文会中投靠了瑶光吗？还是说卢通在这个时候来到京城再次入仕，便是瑶光的运作？夏晨认识这个卢通，准确的来说是前世，因为这个卢通在女帝时期一路扶摇直上，最后入阁成为阁老，之后一直发展民生，出台了很多政策。大武朝的经济正是在卢通的带领下开始好转，为后来大武铁骑驰骋天下，吞并庆国大凤打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而天龙寺天海大师在这个时代名气也很大，能言善辩，精通佛理。他虽出生天龙寺，但却并不排斥外家，对儒家、道家都有钻研，精通是儒道。同时他也是龙树主持的6大亲传弟子之一，排行第3，经常出入宫中与文帝讲佛，探讨佛法。至于天师府的玄真子道长，乃是天师府2代中是除老天师的几个亲传弟子之外最出名的一位道长。虽然这位道长名气和知名度都不如前面2位，但夏晨却丝毫不敢小觑这位玄真子道长，因为这是一位大智若愚、厚积薄发的选手。玄真子一直活到了灵气复苏时代初期，天地灵气复苏，玄真子从天师府道法中走出了自己的路，从而为道家开辟了另一条道脉，成为了一方巨头。一场小小的文会，但却卧虎藏龙，很多未来名震天下的人杰都会由这场文会登上历史舞台。夏晨内心凛然，他之前不以为意，差点忽视了这场文会，幸好没有错过。不知白鹿书院和国子监的那2位来了没？算算年纪，这2位应该刚刚20岁出头吧。夏晨脑海中浮现出一些未来信息，在大一统时期，儒家大放异彩，甚至一度将佛道2家给压制，甚至儒家一度成为思想正统。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2个读书人了，这2人名叫许星辰、方知儒。
这两人分别出生于国子监、白鹿书院，一个29岁成为了内阁首辅，达成了大武朝最年轻首辅的成就，而方知如31岁破入儒道2品进，刷新了大武朝最快破入道2品进的记录。这两位一位才智无双，一位儒道天赋惊人，更因为两人出身白鹿书院和国子监，被天下人讨论与放在一起比较。这两位都受过女帝恩惠，效忠女帝，不知是否便是在这场文会被瑶光招揽的。短短一条小路，但夏晨的思绪已经飘得很远，穿过时光长河，由未来推演现在，想要找出一条适合自己正确的路。他也在想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很快，一行人便穿过重重庭院，来到了钱塘。这里人声鼎沸，很多人已经到达了现场，有的人已经落座。众人听到脚步声，目光齐刷刷地朝这边望来，顿时看到了绝世无双的瑶光和站在他身旁的夏晨。原本热闹的外堂瞬间安静了下来，众人目光都停留在瑶光身上。此时的瑶光太光彩夺目了，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遮掩他身旁那个男子的光芒。他身形高挑而挺拔，如苍松翠柏般屹立，一袭剪裁得体的衣衫更衬出宽肩窄腰的绝佳比例。面庞似是上天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剑眉斜飞入鬓，双眸深邃有神，仿若藏着万千星辰。高挺的鼻梁下，薄唇线条优美，高贵气质浑然天成。他站在那里，嘴角挂着微笑，恰似春阳破冰，温暖而迷人。他的气质空灵出尘，似从诗画中走来的神奇。他很是安静，并不刻意地显露自己，但周身散发的气场令人瞩目，让人的目光情不自禁的就落在了他身上。见过公主殿下。众人齐齐施礼，但眼角余光皆眺望着夏晨，内心好奇，这人是谁？长得好生出众，竟站在公主身旁，是哪位皇子吗？当今陛下子嗣并不多，只有4位皇子，3位公主，很多人并没有见过皇子，因此纷纷猜测，这人与公主好生般配，两人站在一起，如同金童玉女，势均力敌。莫名的，有人内心冒出这个念头：京城中竟然还有这般容貌出众的男子，我之前竟然不知晓。也有人内心这般所想。众人思绪万千，耳边传来瑶光清冷的声音：都起来吧，今日文会不必拘束。瑶光素手微抬，掌控着全场。夏晨静静地打量着全场，整个前厅包括前厅院子面积宽广，完全能够容纳几百人而不拥挤。在大厅的另一侧，有一位中年太监指挥着全场，美貌的侍女还有太监穿插其中，端上果盘酒水等，灵活又有效率地布置着全场。那个是孙公公，是我们公主府的管事，管理很有一手。紫月注意到了夏晨的目光，在他身侧小声地说道。夏晨点了点头，虽说现在公主府还在发育阶段，很多英才还没有被瑶光招揽，但这个阶段瑶光手底下还是有一些人才的。见过公主殿下。就在夏晨在人群中寻找目标时，一位看上去40多岁、气质不凡的中年男子带着3名穿着儒衫的读书人走了过来。卢师不用多礼。瑶光连忙让中年男子起身，并让他落座。此时瑶光夏晨他们待在一个偏殿中，这里既可以将整个文会现场收入眼中，又有一定的私密性。夏晨打量着这个穿着有些素朴的中年男子，顿时知道了此人的身份，白鹿书院的大儒卢通。看来瑶光早就与这个卢通有联系，这次卢通来到京城，应该就是瑶光安排的。夏晨暗自想到，果然他紧接着就听到卢通的声音响起：公主写信让我前来京城，我相信不只是让我来参加一场文会的吧。自然，现如今朝堂局势有了变化，卢师一身惊天才华，若只是教书育人，有些大材小用了，并且现如今卢氏儒道境界已到达4品明心境巅峰，但想要突破3品立言境，恐怕还需要入仕。现如今礼部左侍郎一直正好有缺，我已向父皇推荐了卢师。瑶光缓缓说道，他坐在 C 位上，此时气质便有了女帝雏形。我当年愤然辞官，陛下生气不已，恐怕……卢通沉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担忧。当年他辞官之后，归隐白鹿书院，决心此生不再入朝为官。但随着他踏入4品明心境，明悟本心，去除杂念，返璞归真，知晓了自己内心志向，因此不再排斥官场。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心急，而是静静等待。现如今机会来了，卢师是有大才的，我父皇当年虽然生气，但他是有大心胸之人，定不会在这事上记恨。瑶光很肯定地说道，他对他那父皇太了解了，只要不侵犯、不损害他那父皇的利益，在他父皇便像极了一位明君。20年过去，岁月过千，当年的那些事早就已经过去了。卢通听到这话，点了点头，不再多言。辞官20年，再次入仕为官，便是3品侍郎做起，这个位置已经进入了大武朝权力核心范围内。卢通知道，如果这次不是瑶光公主推荐他，这个位置想轮到他，即便他是名满天下的大儒，也很难。想到这里，就连卢通心中也不由感慨，20年前他辞官也不过是个5品官员，20年沉淀，他一跃为3品侍郎。
当年他们这一届中一直在官场沉浮的状元郎，至今也不过只是户部左侍郎。在卢通身后的那3名年轻学子脸色皆是一喜，自家老师成为朝中大员，日后他们中的科举对他们也极有益处，朝中有人好做官。卢通与姚光又聊了话，都没有避讳夏晨，一切表现得光明正大，足以看出两人现如今的关系还很纯粹。卢通虽受恩惠，但并未彻底地站在姚光这一边。不知这位公子是？卢通聊完之后，终于忍耐不住，心中好奇，看向夏晨。从他进门时便注意到了这个男子，这个男子气质外貌皆是太出众了，即便一直坐在一旁默默没说话，也很难让人将他忽视掉。这位是夏晨，我的未婚夫。姚光话语简洁，语气直率，并没有丝毫掩饰，坦坦荡荡介绍着夏晨。原来是驸马。卢通吃了一惊，他部里朝政多年，对京城的一些事不甚了解，这2日来了京城，第一件事便是了解京城官场。而这2天他听到最多的一个名字，那便是夏晨。官场新秀，镇东侯府嫡子，17岁，前段时间震惊全国的军防图一案便是此人查破的。夏晨也因此功扶摇直上，入主提灯人，掌控鹰眼司。有小道消息说，陛下有意让夏晨未来执掌提灯人，因为夏晨属于外戚，陛下并不放心外人。如果消息为真，那夏晨未来可能成为大武600年来权势最大的一位外戚。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夏晨如此年轻，未来前途肯定是不可限量。毕竟要知道，他还是夏家嫡系血脉呢。卢通身后的3名弟子看着夏晨的目光，羡慕中带着的还是羡慕，完全不敢有任何的嫉妒与恨。人与人真的不同命，他们已经20多出头了，但现在还只是个举人身份，而夏晨17岁便已经是正4品大员了。更关键的是，他执掌的可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提灯人9司之一啊，含权量远超寻常4品官员。不仅如此，卢通这2天在京城中听到过很多关于夏晨的小道消息。卢通本不是一个八卦的人，但奈何不住京城里传得沸沸扬扬，即便他不感兴趣，也听了一些。比如这位驸马爷受到陛下夸奖，陛下当场赞叹，朕的驸马才智皆超过首辅林韩普，文才不输天下大儒。又比如这位驸马与夏家闹翻，成为夏家近100年来第一个搬出去住的嫡系子弟。这些小道消息让卢通都产生了好奇，却没想到就是眼前此人。见过驸马。卢通起身行礼，他身后的3名弟子也连忙施礼。他们明白眼前这个年轻人虽然年龄小，但层次已经是他们老师这一级别的了。更关键是不知为何，见到这个夏晨，对方好像散发着一种无形气场，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他们，让他们内心竟然没有任何嫉妒，反而有一种想亲近追随之感。而这一点他们自身都没察觉。卢通大儒客气了。夏晨微微一笑，起身，神态并不倨傲，反而谦谦有礼，让人心生好感。听闻驸马说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话，驸马可是学过儒学，这句话似乎脱胎于我儒学。卢通与夏晨聊了几句，然后便好奇地问道。他对夏晨最好奇的便是这一点，略微了解。驸马太谦虚了，这句话虽然简单，但却一语道破了我儒家处世与国家的关系，颇有我儒家大成风范。卢通笑着赞叹道，如同身后的3个弟子内心一惊，他们老师是何许人也，大武5大儒之一，却没想到自己的老师竟然对夏晨评价这么高，一时灵感而已。面对赞叹，夏晨依旧表现得谦虚。驸马爷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心性，难怪能得陛下看重，想我在你这个年纪还在寒窗苦读呢。卢通看着眼前这个温润如玉的年轻人，一时间都不由心生感慨，感觉岁月不饶人，他已经年老了。你若是能够好好沉淀，一心学儒，将你的这句话中的理念完善，或许能够在清史都留下辉煌的篇章。卢通深刻知道这句话对皇权巩固有多重要，而且他觉得如果这句话真是这个少年感悟出来的，那此人这是读书种子，现在虽然年纪稍大，当若一心学儒，未来或许他儒家将会再出一尊圣贤。夏晨笑了笑，摇头道，我不求身后名，只求一心造福天下苍生，让百姓过得幸福，因此更向往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姚光一直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并没有随意插话，只是听到夏晨的这句话，不由多看了夏晨2眼。唉，可惜了。卢通摇头，他是真觉得可惜，如果夏晨从小由他教导，或许未来真的会有一番大成就。但卢通知道，以现如今夏晨的身份，他没有资格做对方的老师了。不知卢先生这次所带的白鹿书院入京的学子中，可有一位名叫方知儒的学子？夏晨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做探究，他目标很明确，便是想知道方知儒是否来了。驸马竟然知道他，知儒这次并没有随老夫前来京城。让夏晨失望的是，卢通摇了摇头，恰巧听过他的名字。夏晨笑着，表现得很自然。这个方知儒是何人？姚光很敏锐，尽管夏晨仿佛随意问起，
但还是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求贤若渴，此次大费周章弄出这般声势举办文会，便是想着收罗英杰这个方知如是我白鹿书院的一名读书人，10年前进入书院中，被我白鹿书院的山长收为关门弟子。卢通听到公主询问，回应道：哦，既然能够被齐先生收为关门弟子，想来必定是一位大才。瑶光瞬间来了兴趣，白鹿书院的山长那可是大武儒道魁首，半只脚踏入儒道2品进儒家大贤。夏晨脑海中自动浮现出白鹿书院山长的信息。齐敬风，字不就，一而被称为不就先生，突破3品进10立言，君子不就，从而名动天下，在整个天下读书人中都有偌大名气。但这位大武儒道魁首已经很少出世了。卢通听到瑶光的话之后，反而露出了苦笑。说来惭愧，方知如10年前拜入山长门下之后，表现得平平无奇，至今也还不过是8品修身境。本来这一次我想带他入京，见识一下京城繁华，趁着这次文会与京城青年才俊交流一番，说不定会让他心有所感，突破到7品境。结果他拒绝了，说是还未将白鹿书院的藏书看完，不愿下山。卢通摇了摇头，从辈分来讲，这个方知儒还算是他的小师弟，他原本一番好心，结果却迎来拒绝。他真心觉得山长当年看走眼了，这个方知儒品德不错，但在儒道修炼上却差了些天赋。现如今方知儒都已经20出头，与其在白鹿书院中死读书，不如来京城考取功名，入仕为官，说不定还会取得一些成就，从而不负韶华。他想要看完白鹿书院的藏书。就连瑶光听到卢通的话都有些诧异，白鹿书院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1000年时光，白鹿书院的藏书一代一代的积累，可以说白鹿书院的书籍浩瀚如烟尘，就连皇室藏书都没有白鹿书院多。但这个方知儒竟然妄想将其全部看完，这怎么可能？瑶光对这个方知儒兴趣顿时大减，但他又觉得事情或许并不简单。齐先生是何许人也？当年既然看中他将这个方知儒收为关门弟子，那这个方知儒可能真的有特殊之处。夏晨微微一笑，并不作声。夏晨自然不相信方知儒是一个庸才，通过结果看过程，他怎么可能看错？夏晨前世曾听闻，方知儒在早年在白鹿书院中确实并不出色，甚至显得有些庸才。他这个人很奇特，并不在意儒道境界，也不想着入仕为官，淡泊名利，不像是儒家之人，倒显得像道家之人。整日在白鹿书院看书，但就是这样看着看着，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方知儒一夜入3品，立下经世之言，震惊天下。夏晨觉得自己应该趁早抽个时间去一趟白鹿书院，不说要招揽，但至少要先认识，这可是个优质股，趁着现如今大家都不看好，他可以抄底投资一下。想到这里，夏晨露出了微笑。大武文帝时，世之道德所上，乃人怀善念，记住他人。然齐敬风独发议论，遂至哗然。德宣32年9月，齐敬风于白鹿书院讲道：天下士子必至，皆欲逐此读书之败类于门外。于白鹿书院悟道石上，齐敬风面天下士子而立言：君子不救。其曰：君子不救者，乃尽秩序与规则也。君子之事如凡机，自有其运理与因果。君子以广众之力为念。君子小资源有限，于宏观宜善配之。若于备职之行或群过救，恐损于社会之德风。君子不救，亦为自护与自治。君子量己力，夫贸然负险以救，恐陷己于危。如逢逆者，己若不善勇，君子弗冲动覆水，乃呼专者以救之。君子亦虑被救者之心志及后效，或救之过，致其生赖心。君子不救，欲其自悟，独立解困而成长。如有逢公事小错，君子弗敬助，乃立其自思策应，此即君子不救也。天下士子皆哲，齐敬风由是名动天下，为大武儒道之魁首。偏殿中，夏晨与卢通、瑶光3人聊着，子越时不时的也插上几嘴，每次都能够说到点子上，让卢通颇为诧异。他没想到公主身边的一个侍女都有如此才学。至于黎薇，他对这种场面并不感兴趣，静静地坐在一旁，颇有兴致地吃着桌上的糕点。而前方大厅中，关于夏晨的身份已经流传开来，先前夏晨跟随瑶光一出场便镇住了众人，众人自然纷纷打探：什么？那人就是夏晨，公主殿下的夫婿。众人吃惊，这2天他们已经听到过太多关于夏晨的传闻了。17岁的4品大官，这在整个大武朝史上都不多见。出身这么好，年纪轻轻就到达如此高位，还许配了瑶光公主，更关键是还长得这么帅，这让我们怎么活啊？在场的青年才俊脑海中都不由自主地冒出了这句话，心头沉重，感觉未来自己有敌了。听说4大美男子中的景轩公子今日也会前来，他出身江南萧家，最喜爱这种文会了。有人两眼放光地说道：萧家乃书香世家，听闻萧家体内前朝皇室血脉。这并非虚妄，
萧家在前朝多与皇室联姻，历代皇后多出于萧家，而萧家主母多为公主。后来大武取而代之，萧家也在灭国之战中遭受重创，之后退避江南，大武皇室并未赶尽杀绝。如今800年风云过去，皇族稳坐天下，并不忌讳萧家，那可是号称4大美男子，而瑶光公主乃是4大美人之一，不知两人站在一起将会有多养眼。有人一想到那画面，便情不自禁地说了出来：我靠，兄台甚严啊，这可是公主府，夏公子也还在呢，可不能暗自编排。有人面色大变，连忙与那人拉开了距离。他与这人不熟。身旁还有人听到了这句话，但面色有些怪异。最终他还是忍耐不住，开口说道：其实我有幸见过景轩公子一面，景轩公子外貌确实出众，飘逸出尘，但给我的感觉在外貌与气质上依旧皆逊于夏晨。众人听到这话，皆面面相觑。那景轩公子可是公认的大武4大美男子啊，外貌气质皆逊夏晨，这怎么可能？他们刚想反驳，可脑海中却浮现出刚才见到的夏晨面孔，然后就陷入了沉默中。这举世无双的面孔与气度，好像未免不可以啊。众人有些期待景轩公子到场了，究竟谁帅？只要两人同时出场，一眼便知。小阁老来了。随着一声呼唤，众人目光皆望向门口，原来是林相家的公子林子涵来了。林子涵在京城也是大有名气，今年25岁，已是5品官身，现如今在内阁中当差。当然他自然不是阁老，而是相当于文员，在阁老手底下当差，帮忙传递文书、撰写公文等一些事情。官小权大，虽大部分是跑腿工作，但其实已经进入了大武权力核心。很多内阁阁老年轻时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过，因此有人说这个职务便是储相，熬个20-30年，未来有很大希望入阁。并且因为林子涵父亲是首相，所以众人便称他为小阁老。林子涵气度不凡，并没有穿官服，今日他特意休假，便是为了来参加文会。他刚一进来，便目光扫视着在场众人，仿佛在寻找什么人。公子，人已经来了。与公主还有卢通大儒待在那偏院中。有人走到林子涵身边，在他耳边小声地说道：卢通大儒也来了。林子涵目光一凝，但很快释然。他昨日家中礼部尚书前来与父亲商谈，他在一旁作陪。通过两人谈论，他知晓了卢通大儒被起复，即将担任礼部侍郎，而卢通大儒便是瑶光公主推荐的。今日来参加瑶光公主举办的文会，实乃正常。公子，要不现在咱们进去？不急，要有耐心，现在进去外人自然都会认为我是冲着他去的，会说我林家气量小，小肚鸡肠。我的名誉无所谓，可我父亲的名誉不能折损。宴会马上要开始了，文会以文会友，等一下有的是机会称量他。林子涵摇了摇头，很是沉稳。虽说今日他的目标确实是夏晨，但并不急躁。他走到一旁静静喝酒，顿时便有一些公子和读书人上前与他攀谈，言语中尽是恭维。林子涵表现得从容不迫，来者不拒，很快便以他为中心围成了一个圈子。就在众人注意力全被林子涵吸引走时，公主府走进了一个俊朗的和尚。他看上去30岁左右，脸上挂着微笑，剑眉星目，虽穿着僧袍，但很是儒雅。尽管他悄无声息，但一路走来还是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是天海大师，他竟然也来了。众人惊呼。天海年少成名，从12-13岁时被人称为天海小和尚，而现在众人全称呼他为天海大师。他经常出入达官贵族之家，讲佛法传佛理，知名度很高。15岁时，当时在京城便小有名气的天海离开京城，云游天下，化为苦行僧，一路乞讨磨练佛性。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去看了哪些地方的花，赤足走过了多少万里，只知道天海25岁时回到了天龙寺。10年修行，天海练就了佛心一颗，光芒华丽褪去，不染世间尘埃。那一天，整个天龙寺佛光大盛，诵经声响彻京城。见过天海大师，即便在场诸多读书人，但面对这么一位佛家大师，众人依旧表现出了恭敬。诸位施主有礼了。天海嘴角挂着微笑，眼眸明亮，仿佛能够看破人心。玄真子道长也来了。天海目光望去，看到他身后出现一个穿着普通道袍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手中拿着一个酒壶，身后背着一柄长剑，神态随意。看到天海之后，玄真子朝他点了点头，然后不顾众人的目光，朝着大厅一角桌边坐下。偏殿中，夏晨、瑶光几人将这一幕都收入眼帘中。子月，时间差不多了，你去宣布文会开始吧。瑶光见众人来的差不多了，对身旁的子月沉吟道：文会开始了。瑶光走出偏殿，夏晨和卢通跟在他身后。夏晨走出偏殿之后，便带着夏谦脱离了瑶光的队伍。他来到大厅的一个角落，在一个道人身边停下。玄真子道长一人独自喝酒多没意思，我对文会也没什么兴趣，不如我俩共饮。
夏晨自来熟的在玄真子身旁坐下，拿起手中的酒杯，隔空敬了玄真子一杯。玄真子听到声音，醉眼朦胧的望来。这一望，玄真子如遭雷击，瞳孔收缩，眼中的醉意瞬间清醒，手中的酒杯没有拿稳，掉落在桌子上，酒水洒了一地。他看到了什么？一条无边无际的九爪真龙盘旋在夏晨的脑门上，夏晨周身弥漫着紫气，紫金之气绽放。玄真子被吓到了，他定眼再一看，看到一个年轻公子，歌风润如玉，脸上挂着笑容，拿着酒杯在敬他。而那条无边无际的九爪真龙消失不见，鸿蒙紫气也归于虚无，刚才的一切仿佛只是他错觉。他喝醉了吗？玄真子心神难定，心潮起伏。夏晨微微一愣，看着大惊失色的玄真子，又看了一眼洒了一地的酒杯。道长，怎么了？可是有何不是？你是何人？玄真子稳住心神，看着夏晨，眼神有敬畏，语气严肃道：我名夏晨。夏晨微笑回应。玄真子看着夏晨良久，在他的面骨上四处打量，越看越心惊，原来是你。玄真子虽然待在天师府中，但最近2天也听说过夏晨之名。你的面相颇为奇特，恐非凡人。玄真子认真说道，但其实他却有些心虚，因为他什么都没看出来。他精通面相，在这一方面，就算是老天师来，他也敢与之较量一番。这些年出入达官显贵之家，除了瑶光公主的面相有些奇特，让他有些看不透之外，他从未看走眼过。但这个夏晨的面相，竟然他什么都看不出来，看不透他的过去，看不出未来，也不知现在。他仿佛不属于这片古史，超脱了岁月长河。道长可否详细说说？夏晨饶有兴致，拿起一个新杯子，给玄真子重新倒了一杯酒。不可说，不可说，天机不可泄露。玄真子摇头晃脑，接过夏晨的酒杯，一口饮尽，用来掩盖他的心虚。他什么都看不出来，刚才他全是扯的。但在这种心虚之下，玄真子心头却无比凝重。他之前朦胧间看到夏晨浑身缭绕紫气，一条无边无际，仿佛气运之力凝聚而成的九爪金龙盘旋在他的脑门上。而现在他又完全看不出这个年轻人的面相，这皆有些不可思议。如果先前那不是幻觉的话，那种异象岂不是说眼前这个夏晨有帝王之相？可那又怎么可能？当今天下5国国内，他只在文帝和太子还有瑶光公主身上看到过这种面相。当初看到瑶光公主有这种面相时，他已经大惊失色，一度怀疑自己看错了。后来他仔细观察过瑶光公主，还去找老天师对应过。虽说老天师沉默，并没有回应他，但他非常确定瑶光公主的面相虽说非常朦胧，让他有些看不真切，但帝王之相却确实有，他绝没看走眼。这让当时的他心神无比感慨。难道未来5国有机会迎来一个女主天下的时代吗？也正是因为这奇异发现，他才会给瑶光面子，前来参加这无聊的文会。而现在疑似第4人出现了。5国现在国力强盛，陛下乃5国之主，但就算这样，气运之力也只能凝聚出一条1米多长、有些虚幻的5爪金龙。而夏晨身上却疑似有一条无边无际、横跨不知多少疆域的9爪金龙。玄真子现在非常不自信，他对自己的面相之术都产生了怀疑，甚至他都觉得先前他是真的醉了，在睡梦中产生了幻觉。夏晨真的有些疑惑，这个玄真子怎么有点走神？难道是昨晚只用多了，所以有些虚浮，注意力不集中？喝酒。玄真子想了很久，终于不再纠结，他决定回去请教老天师。虽然在面相上他自认为独步天下，但老天师确实全面，而且参破天机，目前不是他可比拟的。夏晨与玄真子一边喝着酒，一边聊着天，两人什么都聊，上到王公贵族政治等，下到沿街商贩哪家美食好吃。到最后，玄真子仿佛酒意上来了，与夏晨勾肩搭背，分享着自己的独家资讯。我跟你说啊，苏玉街胭脂楼里，莲玉姑娘虽不是最漂亮的，但绝对是最会服侍人的，在莲玉姑娘房里待上一晚，保证你第2天不想回。玄真子笑嘻嘻的，此时丝毫没有了之前仙风道骨的高人形象。夏晨心中赞叹，不愧是未来能够开辟另一条道脉的得道高人，不拘于世俗，随心所欲，对道的了解果然深啊。有机会与他一起去苏玉街探讨一番。这个优质股，他梭哈了。夏晨在这边与玄真子探讨着道法，而大堂中文会如火如荼地举行着，行酒令、击鼓传花、投壶、流觞曲水等各种文化人之间的小游戏，玩得热火朝天。在大厅中央还有请来的歌舞团进行表演着。夏晨瞥了一眼，只能感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酒吧啊，这本质上跟酒吧好似没什么区别，除了喝酒或者当场作诗表演才艺等。要是有个摇头子的游戏那就好了。夏晨乱七八糟地想着，丝毫没有参与进去玩一把的兴趣。在这边与玄真子探讨着人生不好吗？虽然夏晨偏居一地，但在场很多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没办法，长得太帅太显眼了，就算跑到角落中也很吸人的目光。
特别是与他喝酒的那位道长，可是玄真子。虽然名气不是很大，但还是有人知道这位道长可是出身天师府，是个有真本事的人。突然，整个文会陷入了短暂的安静，紧接着便有惊呼声响起：“景轩公子来了！”门口，一个长得无比出众的男子缓缓踏入，在他身后跟着一个书童。景轩嘴角含笑，在门口停住脚步，矗立在那里，打开手中的折扇，气度不凡。他没有再向前走，他在等待众人的赞美声。往常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全场的中心，所以他早就有经验了。这个姿势是最能显示他的帅气的，特别是可以将他的右脸完美的露出来。他的右脸可是最完美了。他很享受着众人的注视，所以此刻他已经准备好了，准备接受众人的赞美了。来吧，成为全场的中心吧，赞美声如狂风暴雨般向我袭来吧，来得更猛烈些吧。玄真子扇面相之术，初夜地时，色俱变，骇然大惊，旋即跪拜而言曰：昨宵梦于梦中，见天际紫气盈漫9000里，神龙盘桓其间，首尾难窥。今遇君，方知君乃此真龙也，无愿追随之，侍奉于左右焉。景轩非常有君子气度，此时他45度微微向天空望去，但等了半天，让他诧异的是，却并没有等来众人的赞美声。然后他这才低下头望向大厅，却发现众人的目光全都望向了大厅角落中的一个年轻人身上。景轩目光刚一落到这个年轻人身上，便瞳孔剧烈收缩。他站在门口，距离有些远，只能看到夏晨半个侧脸，但就是这半个侧脸让他心神俱震。这个侧脸好像有点俊朗啊！景轩感受到了深深的压力，仅是一张侧脸竟然就恐怖如斯，不知正脸究竟是何等神俊。景轩虽然有些自恋，但人很聪明，尽管什么都还没问，别人也还什么都没说，但他却多多少少有些猜出了气氛变化的大概，定是与那个露出半张俊脸的公子有关。众人在比较他与那人谁更帅，虽说没看到他正脸，但看众人这反应，好像是我输了。景轩喃喃自语，众人什么都没说，但眼神却告诉了他所有。他默默地将手中的折扇收起，然后装作无事发生，笑容自然，脚步从容地走进了大厅中。景轩见过诸位。景轩对着众人行礼，仪态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众人终于缓过神来，此时他们已经无比确定景轩公子输了，那个夏晨却实帅得有些无可匹敌。不知为何，众人心头压力骤减，连号称4大美男子之一的景轩公子都不敌夏晨，他们这些人比不过夏晨，似乎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了啊。那人是谁？京城何时冒出了这么一号人物？景轩在人群中找到林子涵，众人给他让出一条道路，他来到林子涵身边小声问道。林子涵面无表情，缓缓说道：那人名叫夏晨，乃是公主驸马，他就是夏晨。景轩脸色微微色变，这一次他一为文慧而来，二为瑶光公主而来。他知道瑶光公主已经许配了夫婿，但3年前他有幸在一次宴会上见过瑶光一面，惊为天人，一直念念不忘。虽然这段时间夏晨在京城声名鹊起，但景轩不认为瑶光会喜欢一个出生军中世家的侯府子弟。夏晨懂朝堂政治吗？懂儒学吗？知佛经吗？看到藏吗？他不过是一个粗鄙的武夫罢了。瑶光是一个有惊天伟地之才的高雅之人，怎么可能会看得上夏晨？而他要才华有才华，要外貌有外貌，所以今日他自信前来。但现如今，景轩却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自己最自信的外貌被夏晨玩虐了。你试过他的文采没？是否是传闻中的草包？景轩是个很谨慎的人，在外貌上已经输了，内在才华等他绝不能输。他一直在与玄真子道长喝酒，不参与这些游戏。林子涵依旧沉稳，并不心急。景轩看了他一眼，景轩知道林子涵今日来文会的目的便是冲着夏晨去的。林子涵6年前便已中了科举，如今早已经是5品官身，要才学有才学，要背景有背景，根本不需要靠文会来扬名。他一直龟缩在那边喝酒，看来是知晓自己没什么真材实料，估计那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不过是抄来的，恰巧博了陛下欢心罢了。景轩心中愈发肯定，信心大增。不急，文会还刚开始呢。林子涵稳如老狗。他是谁？小阁老。众人称呼他为小阁老，虽然有吹捧之意，但谁也不否认林子涵是有真本事的。很多人都说他有其父之资，未来或许有机会与他父亲林涵普攻列阁中，一门双阁老，成为一门佳话。所以他不会这般冒失，莽撞的去得罪针对一位得到陛下看中的提灯人司长。而且这里还是公主府，夏晨乃是公主未来夫婿，无论瑶光公主是否喜欢夏晨，在公主府打夏晨的脸，那跟打公主的脸有何区别？林子涵本就天纵之资，又入朝进入内阁中，被他父亲带在身边悉心教导6载，所以他虽然年轻，但思维眼界早已不同。景轩这些人的嫉妒争风吃醋等，在他眼中宛如小孩子过家家一般。景轩看着林子涵不着急，
心中也淡定了一些，坐下慢慢品酒。然后他看着众人玩游戏，心痒难耐，便也参与了进去。一时间，现场气氛又变得热烈起来。时间慢慢流逝，今天这场文会规格很大，几乎整个京城有名的读书人都来了，特别是国子监的读书人占据了整个文会会场一大半。一些是还没有功名的人，但大部分都已经有了举人功名。再过一段时间，3年一次的科举就要来到了，这个时候正是需要刷声望的时候，因此整场文会的质量都很高。很多人争先出场，拿出了自己打磨多日的一些对子、诗词，这些一出，质量之高让人不由暗自点头，甚至有人临场作诗，引得众人赞叹。整个诗会气氛彻底的推向高潮。整个文会前面是自由活动，便是众人自己组团玩游戏，输了喝酒吟诗等，到了中途便是自由发挥阶段，比如自己写了一首好诗词，最近写了一篇好文章，还有诗词歌赋，皆可以自由上台在大家面前展示。这可是个扬名的好机会，因此众人排队上场，有人上台念诗，有人上台弹奏乐谱，还有人吹箫。整个过程下来，夏晨依旧在喝酒，他是真的没兴趣，不想靠这个刷名声。说实话，夏晨觉得自己这段时间在京城已经有些高调了，不符合他猥琐发育，更不符合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夏晨一直以来头脑都很清楚，没有认为自己提前登陆就可以飘了。这个世界水很深，这是前世很多玩家用自己的性命总结出来的。现在还未到灵气复苏时代，所以即便个人武力值再高，也对付不了国家这台恐怖机器。因此，夏晨准备先在大武朝成为掌权者，然后再静静以待天时。所以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文会这种光出名但却没有实质性好处的，他真的不准备掺和进去。而且他可是有一个世界文库的，随便甩出几句经世诗词，或者再来一句玩家必备的横渠4句，打他们这些人那跟打小朋友似的。夏晨觉得杀猪烟用牛刀，就算他要做文抄工，那也要用到刀刃上，用到文会上太低级了。但他却不知，看着热闹的文会早就已经暗流涌动，很多人的目光都再次放到了夏晨身上。看来他是准备看个热闹，等文会结束就走，不能让他就这么离开。你们去称量一下他。有人转身对着周围人吩咐道。太祖容貌俊美，气质若天上谪仙，举世莫能与之相较。一日，太祖赴文会，方入会场，众人皆惊，咸为太祖之貌所倾，自愧弗如。彼时京城有公认之4大美男，其一者乃景宣公子，莅临此会，即见太祖，竟愣于原地，惊叹曰：今日吾真乃大开眼界矣，世间竟有如此俊朗之人，吾远不及也。遂景宣公子羞愧难禁，自此不复称美男子焉。诗会还在继续，已经到了第3个环节，姚光亲自出场，出了几个题目，现场作诗、作赋、作词等，进行文学创作，文体不限。姚光出场，让在场众多读书人皆是沸腾，这可是公主，如果不是这场文会，他们平日根本没机会接触阿弥陀佛。角落中，夏晨耳边传来了一声佛号，他略微有些醉了，整个上午他都在与玄真子喝酒。天海大师虽然身体有些醉了，但夏晨意识还算是清醒，看到眼前这个大和尚，起身朝他点头。夏公子不去参加文会吗？天海眼神中智慧光芒闪烁，眼眸无比深邃，他嘴角含笑，很是儒雅。文会只不过是虚名罢了，佛家讲究空无一物，莫非大师也对这虚名有兴趣？夏公子竟然对我佛家还有研究，真是了不起。天海眼神一亮，双手缓缓合十，朝夏晨行了一礼。我听公子之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觉这句话中蕴藏了智理，但却似乎并不完整，因此前来请教。天海态度谦卑，他的气度真的很出众，虽外貌没有景轩那么出众，但站在人群中却丝毫不比他吸人目光。天海大师乃高僧，可为何执着于世俗？听闻天海大师有佛心一颗，明镜不染尘埃，但现如今看，大师你有些这香了。夏晨并没有回应，反而坐了下来，笑着说道。天海大师听到夏晨这句话，原本一直微笑儒雅的面孔微微一变。公子这话何意？天海双手合十，念诵着佛号。儒家讲究入世，佛家讲究出世，道家讲究避世，可大师却一直游走世俗权贵之间，10年练心并没有让大师洗去尘垢，反而生出了魔心。夏晨双眼明亮，直视着天海，那双眼眸仿佛能够透过天海的血肉之躯，看到他那隐藏在身躯中的魔心。夏晨这话一出，不仅天海面色变了，就连玄真子醉眼朦胧的目光都望了过来。佛心魔心，谁又能够说得清楚呢？我有我的路。天海恢复了从容，面带笑容，双手再次合十，儒雅自信。天海深深地看了眼前这个年轻男子一眼，这人竟然能够一语道破他的状态。10年练心，他确实练出了问题。当年他回来时，
天龙寺佛光冲天，并不是因为他修出了一颗无垢佛心，而是他师父龙树主持亲自念诵佛经，在帮他镇压魔心。这件事就连天龙寺中都没有几人知晓，他竟然知道。佛可以拯救来生，但却无法拯救现世众生，我有佛心一颗，愿成现世佛。天海脸上挂着笑容，笑容无比灿烂，其实他整个人身上弥漫着悲天悯人之气，仿佛要化为一尊佛陀，拯救今世中人。当年他10年练心，去过东荒，走过南蛮，来到庆国，看过大凤山川，最后一路向西，前往西域朝圣。这一路走来，他看过太多的苦难众生，今世痛苦不堪，在尘世中挣扎，连年战争，马匪纵横，人命卑微如草芥。从那一刻起，他就决定不再出世，他要为今世众生做些什么。佛如果不能拯救众生，那他便是佛。他要掌权，他要结束这乱世。我有佛心一颗，愿世间化为净土神国。夏沉深深地看了天海一眼，天海的佛心已与现如今佛教的理念偏离。以夏沉的观念来看，不能算错，反而他很赞叹。但在这个时代，却是不为佛教所容的，这是个佛教异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夏沉缓缓说道。天海整个人愣在了原地，他嘴里喃喃自语：因无所住，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金刚经》中的一句名句，说的是心不要执着于任何事物，比如不执着于外在的功名利禄、物质享受，也不执着于自己的观念、见解、情绪等，因为执着会产生烦恼和障碍，使内心被束缚。天海心有大慈悲，但却已经有了执念，已经着相。这也是为什么夏沉说他生的是一颗魔心。那么请问施主，而生何心呢？天海待在原地半天，嘴里一直喃喃自语，重复着夏沉所说的这句话。最后他认真地问着夏沉：生出清净心、慈悲心、菩提心，不被外在的种种相所迷惑和羁绊，生出智慧觉悟的心。夏沉平静回应。天海无比凝重地看着夏沉，这个夏沉对他们佛家研究如此之深。大厅中，远处很多人目光都看着天海、夏沉，还有玄真子，这两位出身天师府和天龙寺，谁敢忽视？这两家可都是有当世一品天花板高手的。天海大师怎么了？怎么一直在对夏沉双手合十施礼？他们在谈什么？谁过去偷听一下？怎么感觉天海大师看夏沉的目光怪怪的，似乎是尊敬、崇敬？众人议论纷纷。施主是在说我这条路行不通，所以让我放下心中执念。大师有悲天悯人之心，我未来或许会外调京城，天海大师若愿的话，可以来看看我，或许那时候大师便会找到真正的路。夏沉也双手合十，仿佛一位佛教大师，面带微笑。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要做文超公那边要用在石室上。天海自投罗网来找他，那他便请君入瓮。他一开口便先声夺人，将天海直接给镇住，再搬出《金刚经》中的至理名言，狠狠地给天海来了一波震撼。不说破他佛心，至少也给他的佛心撼动一下。他没有说太多，因为钓鱼要慢慢钓。天海是个很聪明的人，他若是一开始目的性便很强，那天海这条鱼会挣脱钩子的。现在夏沉也无法给天海指出明路，但未来他如果真的外调京城为官，天海到了他的地盘，那他便有的是办法将天海给留下。先将鱼给调过来再说，至于能否将鱼给喂饱，那是后面的事情。天海确实被夏沉的这一番操作给弄起了好奇心，这个夏沉竟然如此精通佛理。夏公子与我佛有缘，若有时间可前往天龙寺，我们一起探讨佛法。天海施礼。我听闻夏公子有惊天伟地之才，有大儒之资，就连陛下都赞叹，因此极为佩服。文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不知可否有机会见识一下公子的才学。就在夏沉与天海相谈甚欢时，有人终于忍不住了，站起身大声地说道：不是他们没耐心，而是这夏沉太能狗了，整个文会这都过去大半天了，竟然一直坐在那个角落中喝酒聊天，那个角落与他们这边仿佛是两个世界隔绝了。他们原本一直在等待机会，但眼看着这文会马上要结束了，机会还没来到，他们只能如此生硬地逼迫夏沉出手了。天海大师者，怀悲天悯人之怀也。少之时，为苦行僧，行于天下，目之所及，尽众生悲苦之状，遂立宏愿，愿深入18层地狱，以益天下之太平焉。后值一文会，天海大师遇天地于其间，此乃二者初会也。会中，天地察大师心中有执念，乃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天海大师闻此语，当即恍然顿悟。未几，大师拜入世尊门下，自此吾教今世佛归位矣。宴会瞬间安静下来，众人目光齐齐望来，有人心头暗呼：这场文会的重头戏终于来了。自从前几天夏沉名动京城，很多人便想到了这场文会，因此有人是专门冲着夏沉来的。人都是有人性的，夏沉已经这么帅了，成了驸马，
年纪轻轻成为4品大员，还这么有文化，众人如何不嫉妒？其他方面众人无话可说，但文化层面那可是他们擅长的，而且夏晨究竟有没有文化这点尚且存疑。不过现在众人心中几乎都已认定，夏晨肚子里那点墨水都是装的，华而不实，所以他们要借助这场文会，特别是在瑶光公主面前戳破夏晨这虚伪的面孔。装啥不好，竟然装到了他们文化人面前，这他们能忍？对啊，夏公子，你的那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颇有大儒风范，要我看再过几年你便能成为我大武第6大儒。什么再过几年？夏公子才华那可是不逊领首相，我看现如今夏公子早就有了大儒实力了。陆续有人开口，声音都特意放得很大。一直坐在一边的林子涵听到这人的话，面无表情地看了这人一眼，将这名学子的面孔记在了心中。这个人竟然敢说他父亲林首相，虽说林子涵知道这人是故意想要捧杀夏晨，但这也将他父亲的颜面踩在了脚下，而且还是当着他的面，简直是茅坑里找死。瑶光和卢通自然也听到了这些捧杀之话，卢通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瑶光，目光看向夏晨，看他如何应对。夏晨目光平静，缓缓站立起身，目光缓缓从开口几人身上掠过，看得几人心中发毛，皆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几步。这时他们才发现，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长相帅气，身上的气势也太强盛了。我一介武夫，并不怎么精通诗文，今日文会，我也不过是想看一看咱们京城的青年才俊，诸位自行比试，我就不参加了。夏晨拿起手中的酒杯，倒满酒，隔空对着众人敬了一杯，然后一口饮尽。众人真没想到，夏晨竟然就这么当众地说自己并不精通诗文，这是自己承认了，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这不够。夏晨这么平淡的几句，要是文会结束之后传到外界，也有人会说夏晨可能只是谦虚而已，不屑与他们争斗。所以必须要让夏晨下场作上一首诗，这样众人才可以狠狠地嘲笑他，让他遗臭京城。夏公子太谦虚了，京城谁不知夏公子素有文采，今日不出手，莫非是看不起我等学子？夏司长已经是4品大官，而我等连官身都还未有，只是个小小举人罢了，自然不屑以大欺小，与我等为伍。有2道声音先后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发现是国子监2名学子开口了，一人名叫李春，一人名叫王明，在国子监中都小有名声，是这届科举的热门人选。2人嘴上虽是恭维夏晨，但言语间皆是挑衅，并且2人话语犀利，占据道德制高点，一下子就将夏晨与诸位学子划开了一条界限，仿佛他们可以代表所有人，而夏晨不出手便是看不起在场所有人。夏公子不会是觉得咱们这些人的诗句文章如同小孩过家家般幼稚，难登大雅之堂，所以才不屑出手吧？李纯又开口道，我说了，我对诗文没有兴趣，也并未看不起诸位学子，诸位都是我国未来栋梁，前途一片光明，今日我来便是想见见诸位，看看我大武朝学子风采。夏晨表现得颇为软弱，并没有动怒，也并没有因此受击而下场比试，这让众人内心愈发肯定了夏晨没有什么真本事。想到这，众人也不惧了，纷纷开始下场，想要墙倒众人推上来踩一脚，等文会结束，这件事传出去之后，说不定能因此扬名京城。夏晨不管众人怎么说，依旧是摇头，到最后就连景轩都忍不住站了出来。最近京城有谣言，说什么夏公子才华皆胜领首相，闹得沸沸扬扬，夏公子现如今掌控提灯人9司之一，这件事不会就是夏公子命人散布的吧？想要踩着领首相扬名。景轩公子杀人诛心，直接将这一大顶帽子扣了下来。他知道今日林子涵来的主要目的便是为自己父亲证明林首相何等的人物，有些事情不方便出手，但并不代表他不在乎。夏晨深深地看了一眼景轩，又看了一眼他身旁面无表情的林子涵，他明白那些学子如同疯狗一样上前来攀咬他，想要在文会上踩他几脚，便是想要讨好这个小阁老，马上便要科举了，若是能被小阁老看上，前途未来必定一片光明。而他掌控提灯人9司，又是驸马，身份虽然尊贵，但却管不到科举和未来吏部官员升迁之事，所以他们宁愿得罪自己，也要讨好小阁老。林公子，最近京城谣言并不是我散布的，陛下确实随口赞叹过我，但并没有说我的才学皆胜林首相，今日在此澄清一下，以免影响林首相的声誉，不管你是否相信，我只解释这一遍。这杯酒算是我敬林首相的。夏晨再次站了起来，倒了一杯酒，对着林子涵微笑，然后一饮而尽。这般豪迈气度让很多人不由暗自点头。紧接着夏晨并没有如同先前那般退缩坐下，他环顾四周，在场的每个人脸上掠过，然后微微一笑，气沉丹田，大声道，诸位，我夏某确实不善诗词，因为我认为诗词不过是小道，乃是太平时期的风雅之物，但现如今天下三分，西北局势动荡，天下百姓民不聊生，大丈夫心中殷庄万民，想的是如何强国富民，所以
我不屑于此诗文小道。夏臣掷地有声，声音洪亮，传遍全场，在场的人全都寂静。夏臣这是在骂他们吗？骂他们不想着强国富民，不心怀天下，而是在附庸风雅。就在他们愣住的时候，夏臣的声音再次响起来。现如今天下动荡，东荒中还有我大武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北方与西边边境也时刻警备着。我实在没有心情在此作诗，所以这也是为何我之前一直拒绝的原因。我不喜诗词，但看尔等沉迷于诗词小道中，联想到西北边疆动荡，不由心有所感，那便送你们一首诗。夏臣的声音震耳发聩，让所有人脸色涨红，有人直接羞愧不已，缩了缩脖子。是啊，前线战士们正在浴血奋战，他们却沉迷于这诗文小道中，整日想着走捷径，扬名京城。这夏臣是将他们所有人都骂了一遍啊！太祖少而博学，才具非凡，有惊天伟地之能。然太祖志存高远，心系天下苍生，深知前线士卒苦战之间，欲强国而富民也，故素不喜于诗词意图彰显己身。彼时京中诸生皆溺于诗词小道，既凭诗词扬名于世。执一文会，众书生欲请太祖赋诗，太祖屡辞，而众人终相逼，太祖遂怒而斥之曰：诸生当怀壮志，安可终日耽溺于此诗词小道乎？言毕，四座既然，在场书生皆惭而难矣。高台之上，姚光和卢通皆陷入了沉默中，特别是姚光，虽说夏臣怒斥的是那些读书人，但这场文会是他举行的公主。子越在姚光身后小声地喊了一句：没事，我岂是这点胸量都没有？姚光摇了摇头，笑着道：而且他说的没错，诗词本就是小道，古往今来可从来没有哪一位治国首辅是靠诗词治国的。公主心有大志向，若非女儿之身，必取得一番大成就。卢通也笑而赞叹：姚光太可惜了，才学本领等皆超过太子和三皇子，但可惜是女子，否则的话，他们大武朝未来必将迎来一位圣明贤君。女子之身又如何？谁说女子之身便不可做一番大事？姚光平静地笑着说道。卢通听到这话一愣，姚光笑了笑，并没有继续说下去了。他目光望向大厅边缘角落中的夏臣，不知为何，内心有些期待夏臣会做出什么样的诗词。大厅中，被众人注视着的夏臣看着众人，沉声说道：笔墨纸砚何在？驸马爷，笔墨纸砚来了。驸马爷只管念，奴才来为驸马爷执笔。一位公公连忙上前，并拿上上好的笔墨纸砚。我自己来。夏臣摇了摇头，拿过笔墨纸砚。那我来为夏公子研墨诵读如何？天海大师笑着走到夏臣身边，说罢也没等夏臣开口，便拿起砚台开始研墨。众人看着这一幕，皆有些石化。天海大师如同一个书童一般，主动开口帮夏臣研墨。这个世界是疯了吗？这可是龙树主持的亲传弟子，就算见到诸位皇子，也不用特别行礼啊。夏臣看到天海已经开始研墨，也不再矫情，很快墨水便好了。夏臣是会书法的，此身从小在侯府中便苦练过，而夏臣前世也练过王羲之的行书帖，不说精通，但也算小成。因此此时下笔行云流水，字体英俊豪迈，饶有气势，笔势飞动，神勇过人。站在一旁的天海看到第一句时便眼神一亮，然后大声念了出来，让全场众人都知道第一句的内容，真歌当唱无沟曲。虽说只是第一句，还看不出太多水准，但其豪迈的气势已经跃然于纸上了。很快天海便念出了第二句：世灭庆凤出五关。这句一出，原本全场还有些喧哗声，全都止住了，被这句诗中的雄浑意境所震撼。发誓要消灭庆国和大凤，统一天下。五关是大武西北方向的一座重要关卡，为西北门户，也是我国防御庆国和大凤的边塞要地。若想要西讨和北伐，就必须要从这座关卡出关。这句诗词一出，雄浑意境便彻底的出来了。这句诗词让在场的一些读书人热血沸腾，面朝耳红。但紧接着他们听到天海大师话锋一转，一股悲凉豪迈、视死如归的意境扑面而来。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天海大师话音落下，在场很多人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有人喃喃自语：何须马革裹尸还。好！一声惊喝传来，有人坐在酒席上情不自禁拍案叫绝：豪迈之极，豪迈之极！有人也跟着赞叹：夏公子这手一出，我们先前所做的那些诗词皆上不得台面。有一青年站起身，拿起酒杯，然后神色认真地敬了夏臣一杯。众人一看，这人竟然是兵部侍郎之子袁永奎。先前袁永奎在人群中很是低调，现如今当着众人的面镜说出这样的话。林子涵也静静地品味着这首诗，越是品味，越觉得这首诗中的意境雄浑，将士视死如归，不惧生死。这首诗乃我大武近300年来第一遍色诗。高台上，
如同神色严肃认真地说道。紫月嘴里重复念叨着这4句，眼神愈发明亮。瑶光看着人群中那个光彩夺目的夏晨，灵眸流动，不知心中在想什么。夏晨将一首诗写完，对着帮他研墨的天海大师行了一礼，谢天海大师帮忙研墨。我帮你研墨，远比不上你送我的那句佛经珍贵。天海双手合十，宛如一位虔诚的信徒。有机会我定去天龙寺与大师探讨佛法。夏晨也双手合十还了一礼，然后目光便望向了一直在一旁默默看戏的玄真子道长。玄真子道长若有时间可来找我，我那里有好酒，我们一起畅饮。玄真子醉眼朦胧，笑着点头。夏谦，走。夏晨转身对着身后一脸崇拜之色的夏谦说道，然后便带着夏谦穿过人群，走出大厅，往门外走去。在要出门的时候，夏晨回头看着高台上的瑶光，看见他目光也望着自己，两人目光在空气中碰撞，最终夏晨朝他点了点头，然后不再留恋，彻底的消失在了门外。等夏晨离去时，众人终于忍耐不住，开始大声议论起来。我靠，这首诗绝了，好气魄，不愧是夏家嫡系子弟，一出口便是要灭尽大庆大凤两国。夏公子年纪轻轻便有如此志向，未来未免不可如当年老镇东侯一般，杀进大凤腹地，攻占大凤国都。大多读书人都是没节操的，此时纷纷开始吹捧起夏晨来，全然忘记先前他们是怎么腹诽夏晨的了。林子涵看着手中的酒杯，沉默地坐在那里，最终也起身。我们也走吧。说完，他也走出了门外。景轩公子待在原地，嘴里还喃喃反复着夏晨的那4句诗，越是念叨他，越是心头沉重。妈的，外貌比不过他，现在文采也比不过他，难道我真的没希望吗？景轩公子看着高台上倾国倾城的瑶光公主，内心有一股无力感上冲。少爷，咱们就这样走了吗？文会可还没结束，万一公主……大街上，夏谦有些担忧地跟夏晨说道。众人先要我作诗时，我虽然是故意示弱，并不是给那些人面子，其实是想看瑶光的态度。夏晨头也没回，语气平静。夏晨的主要目的是试探瑶光，那些读书人不过是他借用的工具罢了。可笑，他们当时还沾沾自喜，以为是自己成功将夏晨逼到了角落中，退无可退，最后迫不得已怒而呵斥，然后做了一诗。他其实是在等瑶光是否会为他说话，是否会阻止那些逼迫他的人，但夏晨并没有等到瑶光选择了沉默，或许他只是想要看一看自己是否有真才实学，但是没有选择站在他这一边，就是站在了他的对面。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夏晨的心重新变得冰冷。记住那些带头叫得最欢的人的面孔了吗？夏晨面无表情地说道。身后的夏谦听到这话，感觉到自家少爷的心情似乎很不好，虽然平静的话语，但是给了他的感觉却异常冰冷。记住了，过几天掌控鹰眼司之后，让其他人安排一下，奖励他们几顿大餐。夏晨从来是有仇必报，那些人妄图踩着他上位，想要攀附林子涵，简直可笑。他夏晨虽然确实无法给他们铺路，让他们晋升，但却可以让他们掉入18层地狱中。不给一点教训，京城中的人还真以为他是个好欺负的人呢。另外，帮我去调查一个国子监的学子，名字名叫许星辰，找机会秘密将他给我带过来。夏晨望着沿街的商贩们，目光深远，不知道在想什么。太祖襟怀宽广，怀仁德之心。诗经中有记太祖才高卓异者，乃当众劫难太祖，然太祖皆一笑而过，未尝介怀，亦复思乡报复，以是品德，为天下读书人称颂焉。天下有志之士源，此剑附于太祖身侧，感太祖之高风亮节，遂愿追随之。街道上，夏谦一愣，有些不明白为什么少爷会对一个国子监的学生有兴趣，难道是这个国子监学生得罪了少爷？但他并没有询问，暗自将许星辰这个名字记在了心中。夏晨这次去文会主要目的其实就是冲着方之如和许星辰去的，但没想到这两人一个没来。夏晨先前虽是在喝酒，但其实一直在注意文会上的动静，便是想看有没有许星辰。据他了解，许星辰这个人热衷朝堂政治，瑶光举办文会，这么好的机会，他应该会来参加的才是。结果没想到，却一直不见身影。果然啊，这些顶级人杰虽然现在还没的事，但都是有一定气运在身的，没那么好招揽。夏晨知晓，那些人现如今还在蛰伏中，也在韬光养晦，以待天时。但这趟文会也不是没有收获的，他认识了玄真子和天海，特别是天海，已经被他抛出的饵给勾到了未来，或许会有收获。想到这里，夏晨走进一家酒楼中，已经快下午2点多钟了。在瑶光府中只摆了酒水和点心，而他最近武道进步迅猛，所以饭量越来越大。这位公子，夏晨刚进入包厢中没多久，就有人敲开了房门。一个年轻公子穿着一身儒衫，站在门口，微笑地看着夏晨。他唇红齿白，眸子灿若星辰，还是内敛，但那股自信却是从骨子中散发的。
外面大堂都已经坐满，进门时看到公子只有2人进入这包厢，因此便大胆过来询问可否拼个桌。年轻公子很有礼貌，但一开口竟然想要拼桌。夏晨还未说话，夏谦皱着眉起身。他们虽然并不盛气凌人，也不欺凌弱小，没有京中权贵子弟的那种不良习俗，可拼桌这种事怎么能随意接受？更况且他们之所以订包厢，便是图得一个安静私密，毕竟现如今他家少爷可不是普通身份。我们不，自然可以。夏谦刚想拒绝，但夏晨却笑着开口，并且还起身。夏晨的笑容无比灿烂。古语有云，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现如今这鱼自投罗网了。此人便是夏晨，让夏谦去寻找的许星辰。这是一位大才，在未来岁月中更是与白鹿书院的方之儒被称为儒道双子星，才智无双，算谋天下，是一位有真正惊天伟地之才的顶级人杰。许星辰站在门口，嘴角含笑，但眼神却一直在打量夏晨，看得无比认真。正好2人吃饭，甚是无趣，而且这么大一包厢，只是我们2人吃，有些浪费了，兄台请。夏晨施者如礼，动作之标准，身上的读书人气质让人完全看不出他是出身军旅世家的武夫。谢过兄台了。许星辰抱拳，看着夏晨的眼神不由多了几分赞叹。这个驸马爷出身尊贵之家，年纪轻轻便是4品大员，但身上却没有半点骄横之气，就连身边的随从都不盛气凌人。虽说刚才想要拒绝自己，但却没有恶语相向。他出现在这里自然不是意外，也并不是因为真的缺少桌子，想进来拼个桌。他对这个最近在京城声名鹊起的驸马爷有些好奇。他在京城7年，在心中对京城中诸多人物皆进行过点评，但却没想到看走眼了这个安东侯之子。特别是知晓今日他在文会上之事之后，便想来亲眼看一看这个人。夏晨并不相信许星辰真的只是来拼桌的，他刚从文会中走出，对方后脚便跟了上来。怎么可能这妖巧？虽说离许星辰崛起还有一段时间，但他也不相信许星辰这样至近乎妖的人会不关注朝堂大事，所以许星辰绝对是认识自己的。他接近我是想干什么？观察我，还是别有目的？夏晨心中陷入了沉思。2位年轻人脸上皆挂着灿烂的笑容，但心中却冷静如冰块，大脑都高速运转。而一旁的夏谦摸了摸脑袋，在一旁有些发愣，这是什么情况？他咋有点看不懂？我叫许星辰，字长业，是国子监的一名学生，不知公子名讳。许星辰落座之后，主动报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没有隐藏自己姓名，因为这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他在京城低调无比，很少有人知道他。许星辰没看到的是，站在他侧后方的夏谦听到许星辰3个字时，瞳孔有些收缩，神色无比认真地打量着许星辰，又看了一眼一脸笑容颇为热情的自家少爷，心中顿时明了自家少爷为什么会突然行为奇特，让对方进来拼桌了。这人不就是先前自家少爷让他去调查的那个人吗？对方这是送上门来了。夏谦看着许星辰，眼神变得有些怪异了起来。我名张胜。夏晨配合对方演戏，取了一个马甲名字。许星辰微笑着点了点头，内心却不由开始点评：为人豪爽大气，平易近人，但也有防范心，出门在外不喜显露身份。许星辰从没觉得夏晨知晓过他，他有惊世之才，反正因为此，他才知道在京城不能高调，也没必要去刷声望、名声等。为了低调，他连这次文会都没去参加，谨慎地让自己同窗去为自己探听消息。因此京城中除了他的同学之外，都很少有人知晓他的名号，所以他才会用真名。他学的是王道，目标便是寻找真龙，在未遇明主之前不可太过招摇，他在静静蛰伏，只要择出明主，他便可顷刻之间扶摇直上9万里，名动天下。为了寻找明主，他偷偷在暗处见过太子，也见过3皇子、4皇子等，但最后这2人都被他否定了，这让他无比失望。大武朝皇族嫡系这一代竟然没有英主，可他从天下局势分析，大武结束乱世，一统天下大势雏形已经形成，这让他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可能对天下大势分析有误。当这个想法出现时，他一度想要离开5国，前往大奉庆国国内去寻找那天命所归的真龙，但前段时间一次偶然机会，他听闻瑶光公主之名，这引起了他的注意。这越观察越让许星辰兴奋，因为这就是他想找的有明主之资，可以实现他的王道的人。可让他疑惑的是，为什么是个女子？天下从未有女子之身的帝王啊！许星辰又再次陷入了困惑中，于是他决定再观察瑶光一段时间，而这次文会是瑶光举办的大型活动，他自然要好好观察。但这时夏晨又闯入了他的眼帘中，所以他来了，他要近距离观察。2个各有心思的年轻人坐在餐桌前，都在算计着对方，也在观察着对方。许星辰字长业，才高绝伦，至近乎妖。一日，
星辰往酒楼用膳，奈席间已满，竟无余坐。是太祖莅临于此，太祖姓豪迈，好交游，见星辰无坐，遂邀之同入包厢共食，不以星辰身份低微而轻之。星辰感太祖之气度，心折焉，度太祖绝非庸常之人，具人主之相，日后必能成大业。由是星辰与太祖交易日赌。包厢中，许兄乃是国子监学生，今日瑶光公主举行文会，怎么没去参加？夏晨笑着问道。许星辰淡然一笑，我才学低微，就不去那里献丑了。许星辰摇了摇头，神态自然。夏晨星眸灿烂，笑着开口，你这句话我并不赞同。许星辰诧异地看着夏晨，刚才那句话他只是自谦找一个借口罢了。他想过夏晨听到这句话可能会一笑，可能会点点头，换个话题，不再多言，但没想到夏晨却直接说不赞同，这勾起了他心中好奇，于是他停住下来，想要听夏晨接下来说什么。如果许兄去了文会，那恐怕并没有其他读书人的出头机会了。许兄这是在给其他读书人机会，不想太出风头罢了。夏晨喝了一口杯中之酒，目光平静地看着许星辰。许星辰一愣，聪慧如他，却没想到夏晨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他对自己的点评。可这怎么可能？他虽在京城多年，但未显才智，连同窗好友都不知他心中沟壑，这夏晨怎会知晓？哈哈，公子说话就是好听，太会给情绪价值了。我今年已经22岁，但考了3次科举，至今也不过是秀才功名。我若有才华，岂会连举人功名都未考上？22岁还在蹉跎人生。许星辰装作苦涩地摇了摇头，演技十分高超。我听闻在遥远的北冥之地，有一种鱼名为鲲，身躯庞大无比，生活在冰寒水底之中。这种奇异之鱼可以变化为鸟，名为鹏。鲲观天下大事，等待天时，最终跃出水面，化为鹏鸟。鹏鸟庞大无比，水击3000里。它一路从北冥飞到南冥，让人知晓它的本领，最后团扶摇而上9万里。夏晨笑着说出一则寓言故事。坐在他对面的许星辰此时眼神才微变，他没听说过这种奇异的鱼鸟，但不妨他理解这话语中的意思。我还听说过有一种鸟，3年不展翅，3年不鸣叫，众人都以为这是一只弱鸟，鱼鸟，可有人却会掩石珠，对着众人笑曰：3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冠鸣泽。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夏晨说完这则故事时，许星辰的面色终于彻底变了，眼神犀利地看着夏晨。这绝不是意外，也绝不是随口说说，更不是吹捧之言。我觉得许兄便如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夏晨哈哈大笑，神态豪爽，气度无双，让人自愧不如。他的话语并没有停止，而是最后再给了许星辰沉重一击，终结战场。鹏之喜于南冥也，水击3000里，团扶摇而上折9万里，万物阴阳而生。许兄便如同这鲲鹏，此时还是鲲，虽潜伏在冰寒水底，但却有冲天之志，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凭借海运之风，水击3000里，而后扶摇直上9万里，到达南海，实现从阴到阳的转变。许星辰听到这话，久久未言，他浑身冰冷，他从未将天下英杰放在眼里，一直自认为自己隐藏蛰伏良好，化身为了一位看戏人，在看着京城舞台各位名角粉墨登场，演的这出好戏。他享受着这种潜伏在暗处，观天下大事，以待天时的感觉。但今日有人强硬直接霸道将他的伪装给撕破，他所谓的蛰伏如同一场笑话。哈哈，我一直自认为我才智无双，因此洋洋得意，不将天下人放在眼中。今日得见公子，才知我如井底之蛙，坐井观天了。许星辰自嘲地笑了起来，然后站立起身，对着夏晨恭敬施礼。夏晨也不闪躲，气定自若地喝着酒水，接受了这一礼拜。此时他给许星辰一种深不可测、不可揣摩的高深形象。你不修行，见我如井底之蛙，抬头见月；你若修行，见我如一粒浮游，得见青天。许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却一直蛰伏，可是在寻找良主。夏晨又再次平静问道。许星辰心头再次一惊，这他都知晓，这个夏晨究竟是什么怪物？难道他能够看透人心？自己可从未与人言过这些事。我只不过是觉得自己学识还不够，而现在大武朝国泰民安，多我一个少我一个都没有什么区别，索性便不着急。许星辰沉默良久，这才开口。他说话变得谨慎许多，但却依旧不敢敞开心扉与夏晨畅谈。他觉得自己现如今的处境太危险了，这个夏晨对他仿佛了如指掌，而自己对他除了市井传闻之外，其余一概不知。比如对方究竟是什么性格，心胸是否宽广，有无容人之心，而且自己能够信任他吗？他现在可是提灯人，谍探组织头目，将自己的前途命运、身家性命等交付他手上，太危险了。哦，天下太平吗？
可我怎么看，这天下到处都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百姓交不起赋税，甚至特别地方都出现卖女的现象，这可是王朝末年之象。夏臣神态轻佻，此时的他才像一位王公贵族子弟，明明话语中让人闻之色变，但他却随意自然地说了出来。许星辰瞳孔收缩，他抬起头来，此时他才正眼看着夏臣，眼神不再闪躲退避，整个人的气质彻底的变了，不再掩饰自己的锋芒，整个人宛如换了一个人。张公子说这话是何意？还是叫我夏公子吧，都是聪明人，你特意冲我来的，咱们都揣着明白装糊涂，多没意思啊。夏臣嘴角挑起，不再玩角色扮演，他要给这个自认为才智无双的年轻人心灵来一波大冲击。果然，许星辰眼神再次一变，他内心对夏臣无比忌惮，他究竟是什么人？为何什么都知晓？难道提灯人真的无孔不入吗？可很多事他明明从来没有与外人诉说过。包厢中，许星辰如坐针毡，此刻的他已经极为想离开，一秒都不想再多待下去了。他讨厌这种不确定性，对未知的恐惧，这让他很没安全感。眼前这个夏臣真的太危险了，君子不立危墙下。他扫视了一眼大门方向，却发现不知何时夏谦默默站在了门边，似乎在为两人把守，但似乎又是专门挡住他的去路。许星辰心中叹息，自己自认为聪明至极，但今日却好似羊入虎口了，而且还是他自己主动送上门去的，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夏臣嘴角挂着一抹微笑，静静地看着有些坐立不安的许星辰。许兄这是怎么了？可是有些饿了，菜应该马上就上来了，我们先喝酒。夏臣拿起酒杯给许星辰倒了一杯，许星辰看着酒杯，一咬牙接过，然后一饮而尽。司长大人，今日是我莽撞了，我自罚一杯。许星辰知道自己今日这事还是没有思虑周全，对这个夏臣还是一无所知，便莽撞前来，想要近距离观察。终究还是小觑了天下英雄，自罚便不用了。许兄回答我的问题便是了，许兄真的认为当今天下国泰民安吗？夏臣依旧微笑，但却又给人一种严肃之感。许星辰咬了咬牙，知道再也糊弄不过去，今日不好好回答，恐怕难以走出这道大门。万一夏臣给他扣上某项罪名，比如是监察院或皇城司暗探、私通敌国，直接将他弄进提灯人大牢中，那就麻烦了。这些年他太过低调，在京城中根本没认识什么大人物，想到这他不由有些后悔，早知道就应该显露一些自己的才能，认识几个权贵，也不至于现在遇到麻烦毫无人脉。我大武现如今虽然军风强盛，但财政早就已经不堪支撑，只能靠不断加赋税来运转民间，已经出现了百姓因口粮不足而饿死的现象。这些年，京城牙行和苏玉街青楼勾栏等地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而去消费一次的价格这3年来一直不断下降，足以看出青楼、勾栏这些地方的同行竞争越来越激烈，这里面的姑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漂亮。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普通人家活不下去，只能卖儿卖女，卖进青楼虽然不堪，但总好过活活饿死。许星辰声音中悲愤带着沉重。夏臣认真地看了一眼许星辰，这小子真的可以啊，竟然还知晓青楼行业可以反映当今社会现状，通过观察青楼等行业看破本质，知晓社会问题源头。许星辰继续说道，如今大武在地方上还有8王坐镇，这8王在当地如同土皇帝一般剥削百姓，很多人不堪其扰，民不聊生。更关键是这8王中有一大半都野心勃勃，外有庆国和大凤，西北局势动荡，随时会爆发一场战争。现如今天下确实出现了问题，我大武朝看似强盛，但却如同烈火烹油一般，稍有不慎，一场大动乱便会来到。许星辰严肃地说道，所以许兄便一直蛰伏，想要寻一位明主，以待天下大乱，扶真龙上位，从而得从龙之功。夏臣笑呵呵，仿佛随口不经意地说道。坐在夏臣对面的许星辰冷汗瞬间下来了，他都知道，这他都看破了。即便沉稳如许星辰，内心有些心惊胆战，异常不安了起来。他可是没忘记夏臣现如今的身份，提灯人，朝廷鹰犬，当今陛下的女婿，夏家嫡子。夏家600年来对皇室可是忠心耿耿，因此才能一直领兵得皇帝信任。他现如今被人全部看破了，许星辰内心悔恨，真是一步走错，满盘皆输。自己今日可能真的要栽在这里了。他可是有宏图大志的人，立志要做首相，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首相，他要写统一天下之功，成为有史以来第1首相。但现如今要出师位洁身先死了，那你觉得另外2国如何呢？夏臣依旧微笑，又问出了一个问题。这2国虽内部有些腐朽，但还是有一些忠臣良将在的，国力有所衰落，但气运还在。许星辰叹息一声，他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因此不再隐藏，畅所欲言。所以3国鼎立之势，反而是最强盛的我国最危险。对，陛下喜欢战争，现如今我国有内部瓦解之势，如果陛下愿意开始休养生息，任用我为首辅，
5年之内，我可扭转这一局势。许星辰如同一柄出鞘的宝剑，此时锋芒毕露，他已看到了死亡危机，所以他推翻了之前一直低调的战略，想要凭借惊世之言吸引夏臣的注意力，说不定能够将这盘死局盘活，通过夏臣让朝堂大佬甚至是陛下注意到他，只要有人愿意给他个机会，他必定可以展现出他的价值。虽然这一步走得非常冒险，但他没办法，只能赌一步了。许星辰者出身寒门，然自幼聪慧绝伦，于乡驴之中罕有其品。7岁时，村中有一道士志，其衣着褴褛，然气质不凡。道士亦许家求宿，见星辰聪慧，乃以学问考之。彼时星辰已精通儒家经典，且晓世间诸多道理，道士甚异之，遂留于许家。星辰拜道士为师，道士亲授其学，凡5载，无人知道是所授何之也。唯见星辰遇贤稳重，年少而有老成之态。及13岁，道士辞许家而去，临行遗星辰一书，名曰《王道》。夏臣静静地看着锋芒毕露的许星辰，饮了一口酒水，随意说道：“你是说，当今天下3国鼎立的局势还要继续延续下去？若无我出手，当今50年依旧是3分天下格局，3国互相制衡，虽然都有吞并对方的雄心，可却没有绝对实力消灭另外2国。”许星辰无比肯定地说道：“可我怎么觉得，或许5年左右，我大武便会迎来惊天之变，最多10年，当今天下的局势便会迎来改变。”夏臣微笑地看着许星辰，说出了自己的判断。许星辰目光深邃，听到夏臣的言论，下意识就想与其反驳，便详细说明自己的观点并为什么，但他很快便止住，面色如平湖，波澜不惊。我知道你并不相信，坚定自己的判断。这样吧，咱们小赌怡情一下，10年后再来看。今日我说的这2个时间节点，如果我判断对了，你便欠我一样东西。至于欠什么，到时候我会跟你说，但不管我要什么，你都要给我。夏臣看着许星辰，仿佛是在激将他。你敢赌吗？许星辰看着眼前的翩翩少年，目光深邃。夏臣已经将他逼到了绝境中，原本他以为接下来迎接他的将会是提灯人大牢，却没想到夏臣又与他说了这么多。而现如今听夏臣话语中的意思，似乎并不准备将自己拿下，自己奋力一搏，终于迎来了生机。好，我与你赌了。许星辰的思路一直很清晰，他有点琢磨不透夏臣究竟想干什么。原先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没想到夏臣竟然想跟他赌一把，放他一条生路，那他就赌了。至于是输是赢，那是10年之后自己的事了，关现在的他什么事？有什么烦恼，还是留给未来的自己头痛吧。更何况他坚信自己的判断，天下局势至少还可以稳定30年，他很有自信。夏臣听到许星辰这句话，不由笑了，笑容灿烂。他请君入瓮，如今这人乖乖的进来了。我看你坐立不安，应该是也没有兴致吃这顿午饭了，而且看你也不像是饿的样子。既然如此，那你便走吧。夏臣挥了挥手，示意许星辰可以走了。许星辰听到这话，心中不由一喜，但脸上依旧平静，表现异常沉稳。他对着夏臣尊敬地施了一礼：“谢公子，在下告退了。”许星辰整个人终于放松了下来，心神不再紧绷。这个夏臣虽然聪慧如妖孽，但终究还是太年轻了，缺少经验。我还以为他要将我捉进提灯人大牢，没想到竟然就这么放我离开了。应该是被我对天下大事的分析镇住了，因此为了那10年之赌约，所以放了我一马。许星辰在心中笑道，自己对于夏臣来说不过是个小喽啰而已，自己掀起的那一番话将夏臣的好胜心给挑了起来，因此想跟自己赌一局。许星辰很快便在心中判定，虽然大脑高速运转，但许星辰面上却平静挂着微笑。施完礼之后，准备转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这时他耳边突然再次传来了夏臣的声音：“明天上午来提灯人衙门找我报到，我还缺一个文书。”许星辰一愣，啊！他顿时想要开口拒绝，开什么玩笑？跟着夏臣去提灯人衙门当文书？他可是立志要做首相的男人。他刚想开口拒绝，这时的夏臣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不再温和，平静中带着冰冷：“不要想着今晚逃跑，离开京城，你的速度再快，也快不过提灯人。天涯海角我也可以找到你。今日你说的这番话，我都记下了，简直是胡言乱语。我大武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陛下治国有方，而你却在这里大放厥词，你是敌国的奸细吧？特意潜伏在我们进京城中，特意散播这种谣言，而且今天中午鬼鬼祟祟的跟踪本官，不会是想刺杀本官吧？”夏臣瞥了已经面色有些苍白的许星辰，继续说道：“而且先前你还说一直在蛰伏，静静以待天时，一直在寻找明主，想获得从龙之功，你是想造反吗？”夏臣这最后一句话说出来，如同一柄无形利剑插进许星辰的心脏中，一剑封喉。他全身冷汗都出来了，脸色苍白，机体生寒，如坠冰窟。这是杀人之言啊！
许星辰没想到先前一直温和，脸上挂着微笑的夏晨会突然态度大变，翻脸不认人。你可知这些罪名是要诛九族的？夏晨的话无比的冷酷、冰冷，强烈的杀意笼罩了许星辰。这是他在系统空间中的那片奇异小世界中接受刀意传承时淬炼出来的杀气。许星辰感觉自己坠入了18层地狱中，而夏晨是地狱中爬出来的魔鬼。他看着夏晨的眸子似乎有奇异光芒散发，恍惚间他看到了一片尸山血海，那是一片战场，无比惨烈，到处都是破碎的身躯。许星辰虽自认为自己才华天下第一，但乃经过这种场面啊，他被吓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神来，他稳住心神，让自己的大脑开始运转，想要平复心情，恢复从容。他沉声说道：大人，你先前可也说了。我说了吗？本官今日刚从文会中出来，刚踏入酒楼，便发现身后有一个人鬼鬼祟祟跟踪本官，并且一路尾随进了包厢，还想试图接近本官，妄图刺杀本官，被本官一举识破。全程至今，本官都不过是在审问你，本官对陛下可谓忠心耿耿。夏晨一脸正气地说道，并且还站在包厢中对着皇宫方向抱拳行了一礼。许星辰看得目瞪口呆，我能够证明我家少爷全程都在审问你，而你不仅身份可疑，还说了不少谋反之言。一直站在门口的夏谦也瞬间接话，让许星辰的心彻底的沉了下去。今日他可总算见识到了什么是权力，什么是指鹿为马，什么是黑的能说成白的。今日他许星辰认栽了。你是聪明人，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判断。明日上午，希望能够衙门中见到你的身影，而不是我下令让人去追击你。夏晨坐在椅子上喝了一口酒水，面无表情平静地说道。此时的他身上官威浩瀚如天威，震慑人心。许星辰初见太祖，即感太祖之仁德，亦亲服其渊深智慧，遂跪于太祖前，言愿助太祖行事。虽为一小小文书之力，亦无怨，唯求随侍太祖深策以学。太祖见其太诚恳且坚，乃汉之、许焉。许星辰离开了，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整个人走在街道上，但却宛如失去了灵魂。一向聪慧理智的他，此时思绪如麻，满脑子都是夏晨那宛如天道般没有丝毫感情的声音。诛九族，那可是诛九族啊！许星辰没想到自己一步走错，竟引来如此大祸。那夏晨，外界都传他温润如玉，平易近人，没有贵公子的架子，包括先前许星辰也是这般判断的，因此他才会大胆接近夏晨，想要近距离观察。但却没想到这是个阴祸，这夏晨隐藏得太深了，说翻脸就翻脸。许星辰想到今后要落入这个心机深沉的夏晨手中，便感觉此生无望，自己的首相之志恐怕也要落空了，今后只能沦为朝廷鹰犬，化为一个提灯人文书小吏。在大武朝，吏可是被当官的看不起的，当了吏，这以后就是他的黑历史呀，今生前途无望。想到这，许星辰很想找一棵树，再找一根绳子吊死算了，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他便连忙摇了摇头。许星辰啊，许星辰，枉你自命不凡，却心灵如此脆弱，一遇到逆境便想着了一死逃避，怎能如此？今日有此大祸，正是因为你不将天下群雄放在眼里，心胸傲慢，才吃了如此大亏。况且那夏魔头绝对是个心狠手辣之人，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家人的。你死了，他们就可以随便定罪名了。大丈夫怎能如此没有责任担当？此生就算苟且偷生，碌碌无为，也要如同一株野草一般坚韧的活着，没有什么可以将你打倒的。加油，许星辰！许星辰心理活动异常丰富，一瞬间他想到了很多很多，到最后他握紧了拳头，给自己加油打气，但这个姿态却异常搞笑。哈哈哈哈！爹爹，你看这个叔叔好搞笑。我们私塾中若是有人没有背诵出课文，被老师罚了，伤心难过时，先生便是这般给我们加油打气的。看来这个叔叔也是没有背诵出课文，被老师罚了。街边一个小朋友看着握着拳头，一脸元气的许星辰，拿着糖葫芦，一脸天真无邪，指着许星辰笑道：小智，怎能如此无礼？快与这位叔叔道歉！孩童的爹爹连忙呵斥，然后对着许星辰道歉。孩童只有7岁，名为宋智，是京城一户普通人家中的孩子，童言无忌，没事。许星辰摇了摇头，看了一眼拿着糖葫芦的宋智，对着他露出微笑，然后转身离去。酒楼包厢中，少爷，这个许星辰究竟有何益处，竟让你这么大费周章，耗费精力，也要将他弄到身边来？夏谦在桌边坐下，此时已经没有外人，夏谦便将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他可是全程将先前一幕收入了眼底。许星辰认为夏晨是想刁难捉弄他，但夏谦却知晓夏晨对这个许星辰极为看重，就算他这次不主动送上门来，许星辰也走不掉，自家少爷早就已经盯上了他。这个人有大才，有首相之姿。夏晨平静地说道：啊，不可能吧，我看着他挺普通的啊，而且都已20出头，还只是秀才功名，
国子监一大把比他优秀的学子吧？夏谦有些不相信。夏谦看着自家少爷，看着他笑了笑，并没有继续回应自己。他不由陷入了沉思。自家少爷之前从未如此夸奖过一个人，这个许星辰究竟有什么才能？那他比之林首相如何呢？夏谦迟疑地问了出来，但一问完他就有些后悔了，自己这不是问了一句废话吗？林首相何许人也？执掌相权已经20多年，至今屹立不倒。陛下那般有猜忌之心，但却始终没有动林首相。而且，什么时候林首相成为一个计量单位了？用来评判计算天下有才智之人了。但这时夏晨的声音响了起来，林首相才能确实不俗，即便在整个大武朝800年史中也可排进前10。当今天下虽然弊端丛生，但这并非林首相的责任，而在于陛下。甚至如果这20多年来没有林相执掌朝政大权，这些年来连年征战，说不定我大武朝早就已经内部崩溃，绝不会呈现如今烈火烹油之象，而是王朝末年之景。但林相依旧不如许星辰。夏晨用平静的声音说道。包厢中一片寂静，外面大堂中食客们吃得热火朝天，喧哗声不断。这些食客绝没想到，里面这个小小包厢中有人在对林首相进行点评，也绝不会想到，他们心目中的国朝之柱，竟然在夏晨口中不如一名名不经传的普通国子监学子。夏谦咽了咽口水，被夏晨口中的话镇住了。虽然他尽管还是有些不相信许星辰有如此才能，但他相信自家少爷，自家少爷说有，那便是有，如此便够了。夏晨抬起头，沿着纸窗户看向了外边天空。林寒甫确实是有大才，在整个800年历史中都可以排进前10，但许星辰在整个800年史中都可以排进前3，甚至去争夺第1。他是一位经世之才，原本以他的才智在整个历史中都可以留下辉煌篇章，但一个大争之势即将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一统时代即将来临。而在大一统时代之后，一个黄金大势扑面来，无数英杰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顶级人杰甚至绝世人杰一个个粉墨登场，登上了历史舞台。妖孽如许星辰，在未来那个古今都未曾有过的璀璨时代，都不免显得有些黯然失色，派人盯紧他，别让他今晚真的连夜跑路了。夏晨收回思绪，对着夏谦说道：行的，今晚我亲自去办这件事。不过少爷，他应该是个聪明人吧？知晓现在我们已经拿捏了他的命运，就算连夜跑路，咱们有提灯人，他能跑到哪去？正是因为他是聪明人，才要防止他不按常规出牌。读书人肚子里的心思最多了，还是要谨慎一点。夏晨很谨慎，并没有认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有自傲之心。许星辰是他碰上了第1位人杰，他无比重视。尽管这个人现在并不会臣服于他，甚至不会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事，但那又如何？先把人弄过来再说，就算不能得到他的心，也要先得到他的人。中午这餐饭，夏晨吃得心神愉悦，酣畅淋漓。而另一边，姚光举行的文会也结束了，众人全都退场。姚光坐在大殿中，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写着一首诗，这首诗文字飘逸，诗意雄浑，正是先前夏晨写下的那一首诗。姚光明眸看着这首诗，久久出神未语。玄真子拿着酒葫芦，里面灌满了酒，这些酒他都是在公主府里打包的，不得不说公主府里的酒水都是顶级好酒，让他颇为喜欢。他看似醉眼朦胧，但行走在大街上却没有撞到任何一人，甚至他脚步飘逸，速度奇快，周围人都没怎么察觉到他，有一种整个人融入虚空之感。可他又却真实的在那里，并没有消失，只是行人都忽视了他。此刻的他宛如融于了大道中，状态颇为奇异。他沿着中央大道一路向东，最终来到一座宏伟的殿府前。这座殿府占地面极极大，更关键是能够看到里面还有一座极为宏宇的高塔，足足有9层，但是这9层便给人一种拔地而起，宛如直冲天际的视觉冲击感。这里正是天下道家圣地天师府，府内坐镇着当世5大一品境界，站立天花板的老天师。师叔，师叔好，师叔祖回来了啊！玄真子径直地进入了天师府中，一路走来，不断有弟子向他打招呼。玄真子在天师府中辈分很大，乃是2代弟子中的几大领军人物，只是师承并非老天师，天师府中共有3脉。老天师呢？玄真子一路穿过大殿，最终来到了9层高塔下。师叔，师祖正在楼上晒太阳呢。一个有些胖胖的身材圆滚滚的少年原本正在捣弄手里的东西，此时听到声音，看到玄真子连忙开口：好。玄真子点了点头，刚准备上楼，但看到这个少年又看了一眼他手中的东西，不由开口：你这是在弄什么？对啊，师叔，最近我的炼金术快要大成了，我准备用炼金术来制作一件经世之物。世间自然生长的万物都有灵，但人为创造的却是死物，没有那其中的灵域，所以我用木头制作了一个人，准备用炼金术给这个木头人赋予灵域，让他变为真正的人。
小胖子莫班一听到玄真子询问，便顿时滔滔不绝，兴奋地给玄真子讲解，给木头人复灵，让他活过来。玄真子一愣，他虽然知道这小子沉迷于神将一道，在神将道有举世无双的天赋，就连老天师都很看好这小子，但让木头人化为真正的人，这有点太过匪夷所思了吧？给万物复灵，这可是造物主，也就是他们所说的道才有的本领。那效果怎么样？虽然觉得不太现实，但玄真子并没有打击这个孩子，反而仔细询问。果然，莫班神色顿时沮丧了起来。我失败了，我实验了好几次，但都只能短暂的让木头人充满灵性，但那也不算是复灵，只能算是我用术法操控了木头人，一旦我不注入气机，便会瞬间化为普通的木头。莫班垂头丧气，这种复灵之术真的不好掌握，所以我现在尝试将木头人的体积换小一点，然后我又从其他几个方向尝试，比如是否是木头这个载体不行，所以我尝试找了玉、石、奇异金属等，还将其体积缩小，这样说不定就可以成功了。莫班并没有沮丧多久，便恢复了斗志，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手中的那个小玉人。加油，我先去找老天师了。玄真子给这孩子送上了一句鼓励，然后便连忙转身。一方面他是真的找老天师有事，另一方面他怕莫班缠上他，要给他讲解他脑海中的那些奇思妙想。每次一听他的那些奇思妙想，玄真子头都大了。莫班并没有理会玄真子，他此时全部心神都在自己手中的小人身上。玄真子一路走上3楼，这时碰上了一个的女子。这女子一袭白衣胜雪，青丝如瀑垂落，面容清冷绝美，双眸宛如寒星，眉似远黛却难掩淡漠，身姿纤纤，行指间疏离清冷，宛如霜华中的仙子，不惹尘世烟火，绝世之姿令人心颤，却又不敢靠近。慕容玉颜先天道胎体质，天生劲道，也天生情感有缺，七情未开。小师妹。玄真子看到这个女子，停下脚步呼喊了一声师兄。女子对着他点了点头，脸上依旧面无表情，如同一块冰川。玄真子已经习以为常，知道这个师妹并非对自己有意见，而是天生如此。女子名叫慕容玉颜，乃是老天师的关门弟子。玄真子并没有多聊，便准备上楼去。他心中有诸多疑惑，必须要请教老天师了。但要离开之前，他再次停住了脚步，转头望着慕容玉颜。小师妹突破4品了，今天上午刚刚突破。慕容玉颜声音清冷，不食人间烟火，话语简洁。正因为刚刚突破没多久，所以才被玄真子察觉到了，沉稳如同玄真子，此时心境都略微有波澜。自己这个小师妹天赋真的是妖孽的可怕，今年才刚满18岁，便已突破到4品境，这种恐怖天赋，难怪当年老天师会收下这么一位关门弟子。可以想象，只要不出意外，未来他们天师府必定会迎来一位20多岁的3品真人。玄真子走了，继续上楼，他被略微打击到，但只是一瞬间，他很快便收敛了心神，心中波澜不惊。他有他的道。老天师，玄真前来拜见。玄真子来到第9层，这里是一层露天高楼，可以看到湛蓝的天空。夜晚，老天师便是在这里观星象，感悟天地大道，寻找突破1品之上的契机。玄真子的声音并不大，可他知道老天师必定能听见。以老天师的神通，自己一进入这摘星楼，便已进入老天师的领域中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一路走来，把手都不严厉，因为老天师无惧任何人刺杀。谁若不知天高地厚，想要妄图刺杀老天师，便有幸可以知晓，为何1品被称为人间的神话。进来吧。老天师飘渺的声音传入玄真子的耳中，玄真子进入，便看到一个黑发老头，面色红润，皮肤有光泽，宛若婴儿。这个老头看上去只有50、60岁，但玄真子知晓，老天师已有100岁高龄了。老天师，我心中有不解，因此特意前来请教。玄真子恭敬行礼。就连你都有疑惑，看来是真遇到难题了，说来听听。老天师躺在一张摇椅上，穿着普通，眯着眼晒着太阳，旁边放着茶水，悠闲的如同一个普通老头。今日我去参加文会，碰到了一少年，恍惚朦胧间，我看到他身后有冲天紫气蔓延，在他的额头身后有一条庞大9爪神龙，神龙见首不见尾，横跨不知多少万里。但等我仔细一看，这一切又消失不见，仿佛真的只是我喝醉了，可我一般千杯不醉。玄真子至今回想起来，内心依旧震撼，他组织着言语，认真说道：更关键是，我竟然看不出这少年的面相。人皆有命格、命数、命运，面相便是命格命运的一些体现。我看不出来，岂不是代表他没有命格，没有命数？原本一直眯着眼，神态轻松，如同一老翁晒着太阳的老天师，听到玄真子这话，瞬间睁开眼眸。那是双怎样的眼睛啊？里面仿佛包含了日月星辰，无比繁奥，仿佛大道在运转。那少年叫什么名字？回老天师，名叫夏晨。玄真子认真答道：就是那个镇东侯府成为公主驸马，最近又掌握了鹰眼司的那个人吗？是的，老天师。
玄真子点了点头。老天师修为通天，与大武国运相融，因此并非不问世事，相反对京城朝政等各项事情都知晓，只是基本上不插手，任由发展而已。我算过他的命数，中人之资，但他与瑶光定亲，可瑶光的气运太过强盛，这对他并非是好事，他无这命格承接这份气运，因而有夭折之象。老天师缓缓说道，他知晓皇帝给瑶光赐婚后，便特意为瑶光的这位夫婿算过一命，那为何我一点面相都看不出？玄真子不解，就算他与老天师差距过大，但在面相一道上，他自认为不会比老天师差。老天师沉默，他是知晓玄真子面相之术的水准的。我再算一卦。老天师从摇椅上站起了身，他就如同一个温和的老人，身上没有半点气势外泄。半晌之后，老天师微微皱眉，然后再次拿起龟甲，再次占卜。64卦竟一卦都占不出他的命数，没一卦成像。老天师喃喃自语，站在他身后的玄真子也看到了这一幕，心中难以平静，连老天师也算不出。老天师再次占卜，这已经是第3次，但这一次他刚将手中的龟甲甩出，还没落地，那副透露着繁奥玄纹的龟甲竟然在虚空中炸裂开来。无法占卜，无法看透，虽立足于现在，但不在古今未来中，这是变数，天机迎来了改变吗？老天师脸色有些苍白，心境如他这般都难以平静。老天师，怎么了？玄真子瞳孔剧烈收缩，老天师的龟甲炸裂开来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此人有大因果，是变数，未来已经迎来改变，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我也无法看透天机了。老天师心神平静之后，沉声认真说道。玄真子心头骇然，堪称陆地神仙的老天师也无法算透下沉。当今世上只有2人，我无法看透其根脚，看不清他的未来，一人便是瑶光，而现在又多了一个下沉。更让人奇怪的是，这2人竟然还有姻缘关系。更奇异的是，就算是瑶光，我也隐约间能从迷雾中看透一角，知晓他是有大气运之人，有人主之相，虽还是公主之身，但身上已经承载了一部分大武国运，未来或许可以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女主天下的人物，终结古今乱世。但他的夫婿下沉，我竟然什么都看不到。老天师语气无比的严肃。玄真子心头既震惊又松了一口气，震惊老天师竟然都看不透，松了一口气则是因为原来不是因为自己水平菜，而是那下沉命格太奇怪。一个人的命格从生下来的那一刻便定下了，想要逆天改命何其之难？1命2运3风水，4积功德5读书，6择业7择偶，8交贵人9养生，其中3风水和4功德可局部改小命，可这也无比之难，但是很少有人能做到，而且还得看他原有命格能否承受。除此之外，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那便只有……老天师说的这话语有些停顿，玄真子原本听得正入神，此时连忙开口：老天师，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命运？气运。老天师目光望向远方，天空目光深邃。气运也是我们所说的国运，古籍中有记载，远古时期，这个世界真的有陆地神仙，有人妖、佛、仙、巫，甚至还有一些奇异生灵，强大无比，也无比繁茂。但有一天，我们这方世界枯竭了，我们落败了，有的人老死，有的人远走他乡。玄真子听得心神向往，心中难以平静。他知晓这肯定是天师府核心秘传，今日若不是下沉，他肯定也无法知晓这些秘闻。在那时有强大的王朝，也有闻名天下的修炼圣地，圣地宗门修功德，而王朝修气运，气运之力无比玄妙，可册封神官，享天下香火，满朝文武百官，凭借官职果位可与王朝气运之力绑定，有气运之力加持，即便你根骨再差，也可比旁人修行速度快10倍、100倍。而想要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格，唯有气运之力，而且还必须是庞大的气运之力。老天师转过身来，看着玄真子，微笑说道：庞大的气运之力。老天师是说，那夏晨获得了庞大的气运之力，从而逆天改命。可据我所知，当今天下气运之力都是有定数的，被我大武还有大凤庆国瓜分了，他从哪里获得的？玄真子非常不解地询问。天下的气运之力都是有定数的，与一个国家强盛有关，百姓安康，经济繁荣，国家军队强大，人杰辈出，孕育出来的气运之力便越浓郁。总的来说，便是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成正比。而像他们天师府还有京城以西的天龙寺，虽不插手世俗事务，但之所以愿意帮助大武朝镇守天下，便是因为可以享受一部分气运之力。正因为气运之力如此重要，就连当时一品强者都要参与进世俗进行争夺。玄真子才无比疑惑，夏晨是从哪里得到的？就算改变了命格，可也应该是能够算出一些东西来的。老天师缓缓说道：这个夏晨身上有大秘密，要么是身上有屏蔽天机的物品，但我感觉他更像是变数，是那遁去的一。老天师眸子中有惊人光芒爆发，他站在摘星楼上，往京城内城望去，仿佛要隔着虚空找到夏晨所在位置。遁去的一，
天道5时，大衍49，人遁其一，世间万物都有定数，但正因为有了遁去的一，命运才有了被改变的可能。老天师缓缓说道，声音宛如大道之音。玄真子认真听其教诲。你之前说，你恍惚间看到了一条横跨无边天际的9爪气运金龙和冲天的紫气。老天师转过身来，看着跪坐在他身前的玄真子。是的，等我认真去看时，却发现仿佛是我眼花了。你精通面相之术，在这一道上，你已经走到了绝巅。当时你喝着酒心灵无比通畅，与大道相交融，因此可能才看到了那被遮去的一角。玄真子听到老天师这话，心头大骇。可这种景象乃是帝王之相，我见陛下也只能从他身上看到半丈紫气和3丈气运之力。玄真子忍不住说道，他看过道家典籍，说气运真龙还是气运之力与国运之力相结合所凝聚出来的形态，只有帝王身后凝聚成10丈气运之力，才可能有机会变化成气运金龙。老天师听到玄真子的话之后沉默不语，因为他也无法解释。玄真子继续说道，您说过瑶光命格极为特殊，降世之时天生伴有10丈紫气，我大武2成国运自主融入他的体内，他未来或许可以超越古今所有帝王，成就一方举世无双的事业，统一天下，将天下气运全都收拢于我大武，从而成功凝聚出气运真龙。到那时，您携着大一统气运，说不定能够破开天道压制，踏入传说中的超品之境。玄真子越说语气越严肃，可现在出了变数，这是否会影响老天师您的谋划？要不要趁他现在还弱小，将这变数给纠正？玄真子说到最后，语气中充满了肃杀之气。瑶光当年降生时，整个京城弥漫着紫气，天边紫云飘荡，这种奇异景象让整个京城的人都跪伏在地上。当时满朝文武都认为是南疆战役打赢，天降异象，以此来表明当今陛下功绩足以一比千古之圣君。陛下大喜，还因此大赦天下。但玄真子知晓，这种天降异象乃是因瑶光降生而引起的。当时玄真子极为震惊，因为一公主降生竟然会出现紫气弥漫整个京城的异象。这种异象从历史上看，就算是一些天生有大气运、有帝王命格的开国之君都比不上瑶光。玄真子之所以知晓，便是因为当年老天师发现了这一秘密，而他因为精通面相之道，所以被老天师秘密带入宫中，替还刚刚降生的瑶光遮掩面相，防止被其他人知晓变数。若真的那么好纠正，那便不是变数了。如果您亲自出手，您为一品强者，当时除了另外4位一品强者之外，何人能阻你？玄真子认真说道，对老天师的实力非常有信心。哈哈，在变数面前，谁又能够说万无一失呢？况且谁又能够说得准没有其他一品强者注意到这个下沉呢？老天师哈哈大笑，身上的气息祥和，如同一位慈祥老人。但玄真子知道，老天师并非是心慈手软之人。年轻时的老天师可是独自一人手拿玄武剑前往东荒荡妖除魔。老天师是说龙树主持。玄真子脸色微变，佛家当代领袖，也是佛家中原魁首。玄真子不禁想到了文会上天海大师主动找夏晨搭话，两人真的只是随意聊天吗？哈哈哈哈，我也不知天下之事何其之多，我只是一凡人，又如何能全部知晓？老天师颇为坦荡地笑着，他看一下远处天边，蓝天白云，微风吹过，再次笑着开口，没必要起杀念，变数既然存在，那便有存在的道理。未来之事，没有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算准未来，即便我也无法真正的看透，变数的出现也不一定就往坏的方向发展。或许正因为变数，我们会获得其他收获也说不定。这就是道啊，冥冥中自有天定，我们都是凡人之躯，不可与天争，一切顺其自然。老天师站在最前方，前面没有栏杆遮挡，他再往前一步便会坠落，但显然玄真子并不担心老天师会摔下去。他看着老天师，此时竟然有一种仙气飘渺，与天地相融，周身弥漫着一种玄妙的道语。玄真子叹息，这或许就是他与老天师的差距，不止在境界上，还有心境上以及对道的理解。既然是你碰上的，这或许冥冥中代表着你与他有缘，尝试去接触吧，不要有其他想法，一切顺其自然，就如同对待瑶光一样。今日种下一颗种子，来日或许会生根发芽。我也会找个机会亲自去见见这个年轻人，看看他身上究竟有何玄妙。老天师背对着玄真子，宛如背对苍生，整个人要化为道，气息不可捉摸。是。玄真子低头行了一礼，等他再次抬头，便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1楼摘星楼前。天师府术法斗转星移。在玄真子与老天师谈话时，关于文会上发生的事情也慢慢在京城传遍开来。驸马夏晨也去了，他写诗了没？表现怎么样？前2天不是有人在说他是读书人种子吗？这可是一场鸿门宴，很多学子魔长霍霍，就准备检验一下这夏晨有没有真才实学呢。
正值下午，茶馆中有很多人在喝下午茶。此时，饶有兴趣地问着一名前去参加文会回来的国子监学子。众人将他围在中央，但这位国子监学子却面色有些不好看，吞吞吐吐，一直没有回答。怎么啦？小李，我们可是你叔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当年你进国子监读书，我们可还资助过你学费呢。现如今有了举人功名，今日又参加了公主文会，莫非就看不起我们这些叔伯，不屑于我们说话了吗？有一老者见半天问不出话来，顿时怒道：陈叔，别为难理正了。就在这时，茶馆中又走进一名穿着儒衫的国子监学子。这名学子笑着说道：发生何事了？众人也看出了情况不对劲，于是问着这名学子：哈哈，李正今日与一众国子监学子一起向那驸马夏臣发难，当众逼迫夏臣作诗，我也不知他脑子是怎么想的。人家不管有无真才实学，那可是驸马侯府嫡子，现如今提登人司长，位高权重，怎么也不是我等普通人家可以得罪的。结果他倒好，傻乎乎的冲上去给人家当刀使，我怎么拉也拉不住。张仲永边说边摇头，若不是从小一条巷子里长大，他才不会提前说这么多。结果这李正倒好，还不领情，我一心为他好，结果他还反过来说我阻止了他扬明明京城，还要与我绝交，这年头真是好人当不得啊。张仲永叹息着看着认真倾听的诸位街坊邻居们，语气无奈地说道：若真的将那夏臣当众打脸也就算了，可那夏臣显然不是好惹的，当众呵斥他们整日沉迷于诗词小道中，却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好好做学问，总想着投机取巧走捷径，最后更是当着众人的面做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志向，将所有人的脸打得啪啪作响。张仲永哈哈大笑地说道，而李正则一脸羞愧，那首诗是极好的，今日过后恐怕无人再敢说夏臣没有学识文采了，这才是真正的扬名京城，哈哈，大丈夫当如是。张仲永哈哈大笑，神态无比的豪迈，对夏臣那首诗中的意境心神向往，夏臣又再次登上了京城头条，成为了众人茶余酒后的讨论对象。其中讨论度最大的自然是他写的那首诗，特别是最后那两句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令很多人心神摇曳，心神向往。夏司长说的对，诗词不过是小道，历朝历代哪一位宰相是靠诗词治国的？实干兴邦，现如今天下并不安稳，西北边疆随时会爆发大战，我们需要的是能臣，而不是什么所谓的文豪。北方大凤这些年为何国力日益衰落？还不是全国上下推崇文治，那里的学子读书人每日饮酒作乐逛勾栏，醉生梦死，丝毫不关心国家大事，全国上下皆是这种风气，怎么能打造出铁血军队？因此我可以断定，如果大凤再这么发展下去，50年左右必定可以被我大武吞食，我们大武国必定不能步入大凤的后尘，要警惕诗词一道对人思想的腐蚀。有一学子站在国子监大门口震声高呼，在他周围围绕了很多国子监学子，听着这人的话不禁赞同地点了点头，要学圣贤经篇，也要学国事策论，但绝不能在诗词一道上太浪费精力。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宰相是靠诗词做到那个位置的，都是靠做实事。一时间夏臣之名彻底在国子监等读书人群体中传颂开来，甚至有很多人将他的那句诗句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奉为座右铭，觉得大丈夫当如是，为国效忠，哪怕战死沙场。甚至还有人产生了投军的念头，这些后续都是夏臣所没想到的。此时的夏臣回到了自家院子中，而他面前坐着一个少年，从身材上看足足有15、16岁，但面庞却极为稚嫩。你怎么来了？三哥，我来投效你了。夏文坐在凳椅上，脸上神色激动，东张西望，有点多动症。你来投效我？夏臣没好笑地说道。而这时碧珠亲自端着茶水给夏臣和夏文送了进来。对啊，碧珠姐都能跟你，我为什么不能？夏文接过茶水笑着说道。而碧珠听到这话则有些羞涩。不行，你太小了，再说了，三叔知道这件事吗？夏臣摇了摇头，没记错的话，今年夏文还没满12岁，但我已经突破了8品炼金境了，按照府里规矩，我已经可以入仕了。夏文立马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认真说道。你这么快就突破了炼金境？夏臣都有点诧异，同时也不由感慨，这小子天赋真的很妖孽，与原身对比，自己原身17岁都还没突破8品炼金境，确实在侯府子弟中天赋平平。对啊，这还得多谢三哥，若不是三哥改良了基础刀法，我也没有这么快容易突破。夏文挠了挠头，一脸憨笑，他将事情来龙去脉跟夏臣说道。原先夏文按照正常修炼速度，最少也需要2到5个月时间才能突破，但后来大伯夏前亲自教导了他一种名叫手阳破魔刀的刀法，这种刀法竟然可以引动天地能量进行淬体，因此他只用了1个月时间便突破了这一关卡。我原先想去禁郡，
但那边怎么说我年纪太小了。我后来又想着去边郡，但大伯和我爹怎么也不肯，所以我就决定前来投奔三哥你了。夏文神情亢奋，原先夏乾和夏文他爹夏汉的意思是让夏文继续待在府中磨练武道，最好突破7品甚至6品之后再出府，到那时夏文的年纪也稍大了一些，他们也能放心一点。但夏文却怎么也不肯，好不容易突破8品了，自然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哪怕只是待在京城，他也不想继续待在无聊的侯府中了。夏晨看着眼前稚嫩的少年，不由叹息，这他娘的就是天赋太好然后带来的烦恼吗？但凡夏文14岁左右突破8品，他爹娘都不会这么担心，不愿意他出府11岁出来，这换谁不担心啊？这简直就还是一个小屁孩啊！大厅中，夏文环顾一圈，看到碧珠已经走了出去，然后这才小声地说：“我知道三哥跟家里面闹翻肯定是假的，虽然三哥在家中平日里有些小透明，但大伯和大伯母对你是极好的，外界那些传闻都是假的。”夏文压低声音，幼稚的脸庞上满是认真。大伯可是在府中说要革除我的族谱，这能有假？夏晨瞥了夏文一眼，虽然嘴上这般说着，但心中却赞叹了他一句：这小子虽然年纪小，平日里看着莽撞的，但看来也不算傻。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何事，但想来三哥和大伯父这么做，肯定有你们的意图。夏文挠着脑袋，笑呵呵地说道：而且我将我要出来跟你混的事跟我父亲说了，他虽然嘴上严厉反对，但却又给我派了3名家兵，这意思不就已经很明显了吗？夏晨听到夏文这话有些微愣，夏文来投奔自己是他三叔夏汉默许的，最近家中可有什么事发生？夏晨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问道：倒也没有什么大事，但前2天我在我父亲院子时，听到我父亲与我娘谈话，当时我父亲喝得大醉，隐约间我听到我父亲说礼部出现一个礼部侍郎空缺，原本应该是属于他，原本吏部都已经将折子送入内阁中了，但最后却被驳回，说是我父亲太过年轻了，还需再磨砺一下，最终礼部侍郎这个位置由白鹿书院的一位大儒担任了。夏文低着头，情绪也有些低落，当时他还进去看过一眼自己父亲喝得大醉，印象中夏文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这般模样。夏晨听到这，陷入了沉默中，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自己的那位三叔夏汉的模样，风度翩翩，儒雅帅气，颇有君子风范，面对他们这些晚辈时，脸上都是挂着微笑，从来不因天赋高低、血脉嫡庶而区别对待。我夏家掌控军权，在军中势力庞大，三叔学文从政，本就已经有些犯了忌讳，特别是三叔还在政治上颇有天赋，而今年马上就是要科举了，礼部掌管科举，礼部侍郎这个位置便格外重要了。如果三叔担任礼部侍郎这个位置，即便三叔不是这一届科举的主考官，那名义上也算是这一届考生的老师。夏晨叹了一口气，看了一眼夏文，沉声说道：我知道是陛下忌惮我们夏家，他害怕我爹由此发展党羽，害怕我夏家因此将势力伸进文官势力中，到时候我夏家积攒军权，又有文人效力，他害怕到时候他这个大武江山便坐不稳了。夏文放下手中的茶杯，站了起来，还有些稚嫩的脸庞上满是冷意。夏晨听到夏文这话都有些诧异，自己这个小老弟有些勇啊，而且看似莽撞，但实则粗中有细，是个大聪明有智慧的人。当初他爹给他取名为夏文，或许名字并没取错，他这个小老弟绝对还有遗传到了他爹的政治天赋，不愧是未来夏家3代中仅次于他那个亲弟弟夏浩的绝世人杰。虽然年纪轻轻，还刚11岁，就已经表现出了不凡的一面，而且更关键是他对大武，特别是那位陛下并无好感。不错，是个可造之才。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夏晨看着夏文平静地说道：我明白三哥，在外面我不会这么说的，我夏家自然是对陛下忠心耿耿的。夏文抬起头看着夏晨嘿嘿直笑，两人互相对视，突然会心一笑，一切在不言之中。你留在我这里吧，在我这里住下，明日我带你去提灯人，到时候给你安排一个身份，先跟在我身边当随从。行，没问题。我可听说三哥现如今已经是4品大官，而且还执掌提灯人鹰眼司，现如今可威风了。我爹在官场10多年，现如今也才不过4品官。夏文神情激动，尽管他早熟聪慧，但说到底现如今也还不过11岁，还是个小孩子。碧珠走了进来，亲自将夏文带到偏院给他安排，而夏晨则静静地坐在位置上没有动，他在思索。他的三叔夏汉22岁中科举，一甲进士，今年36岁，他有背景又有实力，14年时间做到4品官，对于旁人来说已经速度飞快，可放到他三叔身上，这个速度只是中规中矩，甚至说是很慢了。这显然是不对劲的。我那三叔少年时就在白鹿书院求学，还得到了现如今白鹿书院山长齐先生的夸赞，这足以说明我三叔是有才学的。奏折虽然是内阁驳回来的，理由是太过年轻，没有说资历，也没有说能力不足。礼部侍郎虽然确实位高权重，但只是一个从3品的位置，又不是礼部尚书这个一把手位置，年纪太过年轻，
这算什么理由？夏晨叹息，难怪自己三叔喝得大醉，一副郁郁不得志之相。如此发展下去，他三叔这一辈子仕途已经可以望到顶点，最多便是一个侍郎了，成为尚书甚至是入阁根本绝无可能。看来我大伯和三叔都已经感受到了皇帝对自家的极不放心，既要拉拢又极为忌惮，而他们将夏文送来便是一种下注。夏家第三代中可谓是人杰辈出，一个个相继冒头，虽然外界都还不算知晓，大部分都还养在深闺无人时，但夏乾和夏汉肯定是知晓自家下一代子弟的真实情况。他们尽管一个个年纪都还小，但都已经能看出那种惊世潜力。夏家一代、二代便已经这么让皇帝猜忌了，如果三代还这么多人才出现，这皇帝能睡得着吗？看来我大伯和三叔都已察觉到了我夏家的危险，已经有所行动了，所以按照原本历史轨迹来看，后来我夏家应该是坚定地压住了瑶光，所以才躲过了这一场灭门之危，从而让夏家三代能在大一统时期爆发出璀璨光芒。夏晨喃喃自语，瞳孔中爆发出金世光芒，众瞳缓缓运转，混沌气弥漫，宛如可开天。提灯人衙门已经有3天没来上衙的鹰眼司司长大人，今日终于来了。自从那日上任，给了鹰眼司全体一个震慑之后，众人原以为接下来便是狂风暴雨，可没想到夏晨根本不按常规出牌，竟然连续3天没来上班。昨日他们才知晓，他们的司长大人去参加文会了，还拔得头筹，现在那首诗还在满京城疯传呢。咱们司长大人的这首诗啊，必须马上要传播开来。京城及京城附近区域是咱们鹰眼司管辖区域，1天时间必须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首诗。夏晨刚带着夏文走进来，便听到了郑平郑堂主的声音，他正对着一众手下在吩咐着，而崔护和陆晨也站在他身旁，不过都没有吱声。而另外2大堂主陈颂和李悦不知踪影。大清早的，这是在干嘛呢？夏晨笑呵呵地走进大厅，问着众人：司长大人来了。郑平脸上的老褶子瞬间笑出了花，原本严肃的脸庞瞬间切换另一种形态。司长大人。在场的10多位提灯人看到夏晨出现，也不管情不情愿，全都拱手向夏晨打招呼。这3天夏晨没有来，他们也想通了很多事情。夏晨入主他们鹰眼司，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这与他们的意见无关，这是皇上决定的，没有人可以改变。就算少了夏晨，也会有其他人进来，因为陛下对他们提灯人内部已经不放心，所以才需要从外面调人进来。你们把我的事传遍开来干嘛？夏晨眼神有些怪异，虽说他现如今是提灯人司长，但这么以权谋私有些不太好吧。嘿嘿，司长大人放心，这件事绝对不会有外人说您的，传播您的诗那是上面下达的任务。郑平指了指天上，他们虽然想要修复一下与夏晨的关系，但还不至于如此没节操。夏晨瞬间了然，他那首诗写的是报效国家，不惧生死，而现如今西北那边很有可能爆发大战，这首诗一出，正好可以鼓舞人心，激发全国的好战之心，相当于一种全国总动员，所以他的这首诗变成了宣传诗。提灯人宣传他的这首诗变成了一种政治任务，这一点是夏晨没想到的，他没想到文帝这都能利用一波。我们鹰眼司掌管京城以及京城附近区域，而其他地方是由其他司的兄弟们负责的。大人的这首诗保证在3天之内可以传遍我大5国，到时候大人之名也能够响彻我大5国百姓中。郑平又在夏晨身边笑着说道，然后他挺直身体，一脸严肃，最后又弯下身躯，声音洪亮地说道：恭喜大人即将名动天下。恭喜大人名动天下。郑平说完这句话之后，其他提灯人特别是一直没吭声的崔护和陆晨嘴角有些抽搐，然后也反应迅速，连忙带着众人拱手说道：诸位兄弟们都辛苦了，今日中午请大家去德胜楼喝酒。夏晨笑着拍了拍郑平的肩膀，这老小子可以啊，会来事。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弟弟夏文，你帮他安排一下，一切按流程来，先让他入职提灯人，也不用什么职位，跟在我身边当随从就行。今日中午德胜楼吃饭，也算是给我弟弟入职业，能办吧？夏晨看着郑平，笑着说道。郑平看了看夏晨身后有些稚嫩的夏文，夏文对他露出一个憨厚的笑脸，像极了一个傻小子。又看了看夏晨，然后连忙笑道：司长大人亲自给他担保，自然没问题。我今天下午就把文书的东西弄好。不，今天中午入职宴之前。郑平拍着胸脯，一脸爽快地说道。这就是权力的好处，普通人侦破头颅，想要挤进的提灯人，在夏晨这里只是一句话的事。夏晨身后，夏文一脸崇拜地看着夏晨，自家3哥真是威风啊，这可是提灯人，一个个都是桀骜不驯，但3哥却将他们治得服服帖帖的。我也要这般威风，我要跟在3哥身边好好学，到时候谁不听话就将他们打成孙子。想到这里，夏文笑了，笑容无比憨厚。但其他提灯人这目光有些怪异地看着夏文，这个少年身材有15、16岁，但面庞极为稚嫩，显然真实年龄并没有这般大。这位可是礼部少卿夏汉大人之子。
一直没说话的崔护沉声开口：“对啊，这是我三叔家的孩子，哎，都是同僚，那我就直说了，哎，这孩子跟我三叔闹翻了，他想出来保家卫国，但我三叔却怎么也不肯，于是两父子在家大吵一顿，最终我这弟弟便偷跑出来了。”夏晨笑着，根本没想隐瞒，因为这事也根本隐藏不住，但有些实话肯定也不能说。众人听到这话，脸色更加怪异了，根本没注意听夏晨话语中的后半段。他突破8品境了。崔护最终还是没忍住，问了出来：“若是我没记错的话，咱们提灯人的档案显示，夏少卿家的大公子，也就是夏文公子，今年才11岁吧？”又有人忍不住开口，满脸惊骇：“11岁的8品，这怎么可能？可镇东侯府的规定便是，只有突破8品之后才能入室，这也太小了吧？这是什么妖孽？”在外界百姓口中，谭之色变得提灯人，此时一个个脸色都变了，一个目光全都不可思议。就连崔护还有一直沉默寡言的陆晨都盯着夏文看个不停。他们是提灯人，对京城权贵子弟都有资料记载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不小了。我还过几个月就满12岁了。夏文从夏晨身后站了出来，憨笑着摸着头，一脸人畜无害的模样。但众人听到这话更受打击，这个世界太疯狂了，这就是镇东侯府的嫡系血脉吗？一个个都这么妖孽。要知道，他们提灯人内部中有人20-30多岁了，还只是8品境而已。这么一对比，差距着实有些大了。今日德胜楼，诸位一定要来。夏晨叫着拱手，身上没有一点官威，但众人显然不敢忽视。那日夏晨给众人的印象太深刻了，现如今大家都知道这位上司看似温和，但其实内心极为冷酷，而且颇有手段，绝对不像表面这般人畜无害。夏文公子的入职宴，我等自然要来的。众多提灯人连忙拱手说道，看向一脸稚嫩的夏文的目光也恭敬许多了。报告大人，衙门外有一个名叫许星辰的人前来求见大人，他说是大人让他来的。有一位提灯人走了进来禀告，夏晨露出微笑，一文一武都已入瓮中。今日天气不错，心情大喜。许星辰跟在一个提灯人身后，他面容憔悴，双目中充满血丝，但眼神中却带着一些亢奋。昨夜他一夜未睡，彻夜难眠，尽管已经认命，但是依旧睡不着。他想了很多很多，到最后他感觉自己似乎冥冥中抓到了一些东西。为什么夏晨要为难自己？仅仅是为了捉弄自己吗？他是侯府嫡子，又是驸马，现如今更是提灯人司长，而自己只是一个国子监普通学子，身份天差地别，夏晨捏死自己如同捏死一只蝼蚁。这种人真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捉弄自己吗？许星辰觉得不太可能，那究竟是为什么？这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他不知道的原因。直到快天明时，许星辰突然心念贯通，整个人从床上坐了起来，身体剧烈颤抖。夏晨知晓自己是想要造反的，是想要找寻民主，可他不仅没有将自己捉拿，反而是要自己去给他当文书。这他想造反，还是说是夏家想造反？许星辰豁然开朗，原本迷茫苦闷的心绪被这一惊人分析都给吓到了。他是个绝顶聪明人，原本应该早想到这一点，可一直被夏晨误导，陷入了思维误区，直到快睡着时迷迷糊糊才想到这一点。许星辰瞳孔中爆发出惊人光芒，有兴奋，有激动，又有困惑。夏晨是驸马，如今陛下又这么重用他，他为何想要造反？是夏家吗？可现如今夏家虽然是大，但从种种迹象来看，还是忠心皇室的。许星辰疑惑了，聪明如他也有些想不通。不过他倒是没想过去揭发，因为他如果去揭发夏晨或夏家想谋反，恐怕第一时间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无论是夏晨还是夏家还是皇室，都会要他死。皇室现如今绝不会与夏家决裂。想明白这些，许星辰瞳孔中透露着兴奋之色，只有先破败才会迎来繁荣，不破不立，这不就是自己一直想要的吗？许星辰走进提灯人衙门，开始东张西望起来。外界对提灯人衙门一直有传闻描述，说是这里如同地狱一般恐怖，但现如今许星辰进来之后发现，这里的人进进出出，并没有那般的阴森恐怖。到了，你进去吧。前方带路的提灯人将许星辰带入一间小庭院中，示意他自己进去。大人。许星辰敲了敲门，听到里面传来声音之后，才推门走了进去。一进去，他便看到一个无比英俊的少年坐在桌案椅子上，似乎在办公，而房间中还有一个稚嫩的少年，目光正好奇地打量着自己。昨晚没睡好吗？坐在桌案椅子上的夏晨头也没抬，但却仿佛能够清晰看见许星辰的状态，这让许星辰觉得夏晨更加深不可测。昨晚一时激动，有些没睡好。许星辰拱手老实说道，因为觉得我有谋逆之心，所以激动。夏晨依旧头也没抬，在看桌子上的文书，还一边在批注，声音无比平静，但许星辰却感觉这声音是九幽冥音，让他如坠地狱。这他都能知道，他难道有读心术不成？幸好我没想着去衙门告发，说不定他早就已经安排人手
我一旦有此念头，可能刚踏出家门口不远，便已经被人宰了。许星辰冷汗顿时出来了，自己又再次在死门关上走上了一遭。今后你就跟在我身边，当一个文书，帮我处理一些卷宗档案。另外，你父母年纪都已大了，你离家已多年，我大武以孝立国，侍奉双亲是我们这些做儿女应该做的。将你父母从平安县中接到京城吧，我家旁边还有一处小院子，我已买下，今后你们就住在那里吧。夏晨依旧头也没抬，而一旁一直没吱声的夏文静静走了过来。这是钥匙。夏文递给许星辰一串钥匙，许星辰咽了咽口水，他知道自己接过这一串钥匙便是彻底的上了贼船，不管夏晨是否是明主，他都要一条路走到黑了。但他知道自己不能拒绝，否则的话他并不是入职提灯人，而是提灯人大牢了，自己的家人也一个走不掉。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在提灯人大牢中来一个合家团圆，做幸福一家人。谢大人。许星辰从夏文手中接过那一串钥匙，看了一眼露出憨厚笑容的夏文，然后对着夏晨恭敬行礼。中午，德胜楼，整个2楼大厅都被夏晨包下。德胜楼在京城名气不小，饭菜美味可口，更重要是名字取得好。京城无论是权贵还是富豪，有喜事都喜欢来这一家请客吃饭，不是张老板，整个2楼都包下了。这来头是谁啊？这么霸道？就是啊，我平日里都在2楼雅间里吃饭，今日就让我坐1楼大堂。我表舅可是户部侍郎，我倒要看看是谁在京城这么霸道。1楼大厅有人堵着，不满地向德胜楼老板张林德怒道。张林德是一个40左右的中年男子，此时连忙向众人作揖：诸位都是我德胜楼的老顾客，这我自然是知晓的，只是今日2楼确实不方便，已经被提灯人包下，若是大家上去冲撞了贵人，恐怕会引来大祸，我也是为大家着想。提灯人，果然，众人一听这个名号，顿时脸色微变。正是啊，而且还是提灯人夏晨大人亲自包下的。诸位今日还是在1楼大厅吃饭吧，或者去对面德顺楼都是可以的，但万万不可上楼冲撞了贵人。张林德满头大汗，到最后主动开口让众人去对面竞争对手德顺楼那里吃饭。众人看了一眼2楼，脸上的怒气消失不见，就连先前那个说自家表就是户部侍郎的公子，此时都没有再声张德胜楼2楼。诸位，今日是我弟弟夏文和我兄弟许星辰入职的日子，感谢大家来赏脸，这杯我先干了。夏晨倒了一杯酒，然后主动起身，先是进行了一番简短的领导发言，然后又说了声感谢，非常的平易近人。许星辰看了一眼异常和气的夏晨，又看了一眼大厅中异常温顺的提灯人，不由感叹，这个夏晨表面看着温润如玉，没有一点架子，跟大家打成一片，但却将众人治得服服帖帖，没有人敢冒犯。难道这就是领导风范吗？整个入职宴都气氛融洽，整个宴会上夏晨自然是全场的中心。今日到场的最少都是百户级别的中基层官员，到了后面他们壮着胆子前来敬酒，夏晨笑着一一回应，整个人表现得没有一丁点架子，彻底的融入基层中，这让众人的心渐渐放松了不少。之所以众人心中有担忧，那是因为他们这位大人实在是太年轻了，他们害怕这位大人着急立功，手段粗糙莽撞，一开始就对他们这些基层官员进行血洗。夏文和许星辰周围也有众多人围绕，众人都知道这2位必定是夏晨的亲信，虽然都只是随从文书身份，但宰相府的管家还堪比7品官呢。特别是夏文，这可是镇东侯府嫡子，虽然他这一支并没有爵位，但人家老子那也是少卿，堂堂正4品大官呢。而且现在众人都知道夏文是个妖孽，今年才11岁就已经入了8品，可以想象未来绝对会是一位大人物，所以没有人因为夏文年纪轻轻便忽视他。不行了，喝不了了，你们跟许兄去喝去。夏文醉眼朦胧，但还有一些清醒意识，他人鬼精鬼精的，连忙指着一旁的许星辰。之前他在侯府没有机会喝酒，今日出来被众人拥护着，一时兴致上头，便也喝着，结果很快便有些醉了。许星辰听到夏文的声音，又看到夏文指着他，连忙装醉，趴在了桌子上。一场宴会，众人喝得都无比高兴。而另一边，夏晨身边坐着郑平、崔护和陆晨。今日大人破费了。郑平脸颊通红，他也喝了不少酒，但他依旧举起手中酒杯向夏晨敬道：都是兄弟，哪有什么破费不破费的。夏晨也举起手中的酒杯，笑着与郑平碰杯。只是啊，今日我原本包下了整个2楼，但却没想到这2楼都没坐马。夏晨叹着气，漫不经心地说道。郑平、崔护、陆晨3人听到这话，脸上都有细微变化，但皆有不同。陛下命我进入提灯人，其实交给了我一项任务。夏晨又开口说道，颇为坦荡，仿佛把他们3人都当成了自己人。3人脸色都一变，就连最平静的陆晨目光都望来，不知是何任务。崔护忍不住开口，那日被夏晨说教之后，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他格外的老实，并且格外听话。陛下说啊，
这些年提灯人内部结党营私，个个抱团，手下的那些人都快发展成自己的家兵了。夏晨说道，这并没有继续说下去了。他瞥了脸色骤变的3人一眼，特别是陆晨。所以啊，那日将你们手底下的人打散是救你们，你们3人我都很看好，也都是聪明人，相信能够理解我的一番良苦用心的。夏晨拍了拍郑平的肩膀，又拍了拍他旁边崔护的肩膀，又看了看脸色最难看的陆晨，开口说道，陛下是有仁慈之心的，更有宽广的胸怀。你虽是陆离的义子，但终究只是义子，只要你在这敏感时期不要做错事，这些问题都不大。陆晨咽了一口口水，心中冷汗已经出来了。他终于知道为什么陛下要调一个年纪轻轻的外人进入他们提灯人了。年轻气盛，做事莽撞，着急立功，下手自然就会狠，这就是年轻人的优点。年轻人最适合当刀用了，而现如今这把刀就是要斩向他义父陆离的党羽，而他身为陆离的义子，自然原本也应该在这被清理的名单上。但现如今这个敏感时期，你已经不适合担任梨花堂堂主了，你可愿将位置让出来，先暂时委屈你，在我身边当个随从？夏晨平静地问道。陆晨沉默无声，夏晨没有用雷霆手段，也没有给他扣上什么罪名，他也没犯错，就这般的用平静言语想要将他手中的权力全都收回，这比之前将他手下全部打散还要严重。但陆晨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并且还要感恩夏晨将他保留下来，因为原本按道理来说应该要拿他第一个开刀的，如今只是收回他的权力，这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回大人，在下愿意，今后愿为随从，跟在大人身边，报大人救命之恩。陆晨端起手中酒杯，沉声说道。不管他是否真心实意，他知道他必须要感谢夏晨，因为现如今夏晨掌握着他的生死。夏晨没来衙门的这3天，他们都已经知晓，夏晨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代表的是陛下的意志。这也是为什么那日他们与夏晨还剑拔弩张，而今天却乖巧如小媳妇的原因。至此，夏晨成功杯酒释兵权。老郑，夏晨又转头看向郑平，郑平一个机灵，连声说道：大人，小人可不是那陆离的党羽，请大人明鉴啊！但我也愿意让出堂主之位，跟在大人身边当个随从。郑平一顿输出，连忙撇清关系，表达着忠心，生怕夏晨指鹿为马，将陆离党羽的大名扣在他头上。陛下绝对是动了杀心，只要是陆离党羽都将被血洗。哈哈，老郑啊，我又不是啥杀人魔王，没必要如此紧张。我是想问，我听说陈颂和李月2人似乎是太子和3皇子的人啊。夏晨话锋一转，夹起桌上的一块牛肉，边吃边说道。郑平放松下来，但眼神中却从始至终都无比平静。这些事情属下着实不知，小人也不敢议论太子和3皇子。不过太子和皇子将手伸进提灯人，这可是大罪，咱们提灯人那都是效忠陛下的。郑平认真严肃地说道。哈哈，老郑，你很有趣啊，你是咱们鹰眼司的老人，我初到鹰眼司有很多规矩也还不知晓，正好请教你。你说今日我宴请鹰眼司诸位同僚，你们3人都赏脸，就唯独他2人不来，而且还带着一众手下不来，这是什么意思？夏晨又再次换了一个话题，漫不经心，仿佛只是随意问道。崔护和陆晨眼神都无比凝重了起来，都知道真正的重头戏来了，藐视上级并且还结党营私，这是大罪。郑平眼神严肃地说道。那该怎么样处罚比较合适？结党营私，死罪，抄家，家族中男的流放，女的冲入教坊司。郑平没有丝毫犹豫，冷声说道。这话一出，就连一旁的崔护和陆晨都深深地看了一眼郑平，还是平日里的那位对谁都笑嘻嘻、一脸和气的老郑头吗？夏晨听到这话笑了，他又夹了一块牛肉，再次开口问道：可万一他们要真的是太子和3皇子的人，这咋办？崔护和陆晨知晓这话绝不是随意问问，而一旁的陆晨则看着郑平若有所思。提灯人只属于陛下，太子和3皇子插手提灯人应该是大忌，我想太子和3皇子也不可能在提灯人中安排人手。郑平笑了笑，然后又继续说道：但陈颂和李月2人狂妄无比，我看像是陆离党羽，咱们提灯人中绝不能留下这种结党营私之人。郑平严肃果断的开口，语言中透露着肃杀之气。哈哈，郑大人说的对，太子和3皇子怎么可能会将手伸入咱们提灯人中呢？他俩一个太子，一个3皇子，总不可能去谋反，要渗透咱们提灯人干什么？小道消息，果然就是小道消息，一点都不准确。夏晨哈哈大笑，而崔护和陆晨都脸色一变，皆知晓夏晨话中有话。有郑大人这番指点，那我便放心了。崔护、陆晨。夏晨说完，转头看一下崔护和陆晨。刚才我与郑大人的谈话，你们俩也听到了。你俩辅助郑大人，今天下午带人去将那李月和陈颂给捉拿。另外，他们这2大堂口中没来参加宴会的百户千户也全部拿下，押入提灯人大牢中，能做到吧？夏晨平静问道。
让一旁的郑平连忙说道：“哎呀，大人，这种事让他们2个年轻人出手就行了，我这都一把老骨头了，而且10多年来没有带队了，万一坏了好事就麻烦了。郑大人，正因为他俩年轻，恐怕镇不住场子呀。你是鹰眼司老人了，资历在整个提灯人中那都是响当当的1号人物，这件事必须你出手。再说了，这件事有你我2人扛着，能出啥事？”夏晨笑着，并不给郑平拒绝的机会。而这时崔护也听出了一些名堂，自家这个大人对郑平有些特殊啊。崔护顿时想到了郑平这20多年来在鹰眼司屹立不倒，瞬间有些明悟。于是他也默不作声，在一旁低头吃菜。他非常拥护夏晨这个安排，这件事必须郑平冲在前头，领着他们去捉拿那李月和陈颂。夏晨走了，带着夏文、夏千许、星辰、夏晓，还有一个李喜离开了德胜楼。起风了呀！崔护推开纸窗，站在2楼窗边，看着繁荣的大武京城。他伸出手，感受风掠过自己的手指，缓缓说道：“都吃饱喝足了吧？”陆晨依旧坐在桌边，脸上一脸平静，但此时却一声大喝：“吃饱了！”顿时有人站立起身，大声回应他。陆晨转头看着坐在另一边的郑平，认真说道：“郑大人，大人说让我们俩辅助你，还请吩咐该怎么样行动。”郑大人只管吩咐，我们只管执行。郑大人是前辈，经验比我们吃过的盐还多，我们听郑大人的。崔护也站在窗边抱拳附和道。郑平嘴角抽搐，这2个小兔崽子现如今对他这般客气，之前那可是一直不将他放在眼里，觉得他只不过是仗着资历深罢了。1个2个的，平日里桀骜不驯，不将其他人放在眼里，现如今要动太子和三皇子的人了，知道利害关系就当缩头乌龟了。你们俩速回衙门，把人手全带出来，我也会安排人辅助你们。这场行动速度要快，不要闹出什么波澜，将人拿下之后解除兵甲，然后关入提灯人大牢，不要让旁人靠近。郑平沉声说道。是。陆晨、崔护2人齐声说道。而众多提灯人也面面相觑，虽然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但他们都意识到有暴风雨要来临了。但似乎这场暴风雨跟他们没太大关系，而且似乎他们化身成了暴风雨，这就是跟对好领导的结果吗？下午，整个提灯人都有些轰动。鹰眼司2个堂口，从百户往上一直到堂主，全都被人拿下。有人试图反抗，但差点被当场斩杀。有一些百户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直接卸甲抓走的，这让提灯人内部都有些惶惶不安。但这件事只局限于鹰眼司内，这让众人内心不由安定了许多。我弟乖乖，鹰眼司这位新来的司长下手未免太狠了。2个堂，2名堂主，50多名百户，10多位千户直接被拿下，这有点太恐怖了吧？那位夏大人下手这么直接，还一连抓了这么多人，是真不怕出现啥大乱子吗？年轻人啊，就是勇猛，还没被社会磨平棱角，自然无所畏惧。这李月和陈颂这次恐怕是要栽了。其他几个堂口留在京城的人都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被夏晨这次行动给震慑到了。不过用的是什么罪名呢？无缘无故抓这么多提灯人，就算他是司长，恐怕也不合规矩。有人不禁疑惑，这夏晨究竟是抓到了这些人什么把柄，从而敢行事这么肆无忌惮？我跟你们说啊，我强调一点啊，我也是听小道消息说的，这陈颂跟李月疑似是太子和三皇子的人。真的假的？太子和三皇子想干嘛？咱们可是提灯人，这可是大忌讳。不对啊，这2人若真的是太子和三皇子的人，不应该是绝密吗？怎么现在闹得有点像人尽皆知了？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也有人有政治头脑，疑惑问道：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反正都说了是小道消息，咱们当个热闹听就行，上面大人物斗法，咱们还是别跟着掺和。若是这陈颂跟李月真的是太子和三皇子的人，那这个夏大人行事这么肆无忌惮，倒也不奇怪了，这可能是陛下的意思啊。有人指了指上天，顿时众人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讨论下去了。提灯人第3层大牢，放我出来！他娘的，谁给你们的胆子敢抓我的？逮捕令呢？我可是堂主！夏晨刚一走进来，便听到了怒骂声，嚷嚷什么呢？夏文走了过去，一脚踹在了48号牢门上，里面关着的正是李月。夏晨，你凭什么抓我们？我们犯了何事？李月怒瞪着后方走出来的夏晨，双眼宛如要喷火。你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挟私报复，我定要向指挥使大人状告你，就算你是驸马，陛下也不会饶了你。李月看着夏晨不说话，认为自己已经震慑到了夏晨，又大声说道，越说越自信。你确定陛下不会饶了我？夏晨终于开口，笑着看着李月。李月脸色微变。夏晨走了，而李月则没有在牢房中叫嚣了。在夏晨经过第23号牢房时，一直呆坐在牢房中的陈颂眼神一亮。夏大人，夏大人！陈颂连忙起身，抓着栏杆呼喊着夏晨。大人，我错了，今日之所以不来参加宴会，
真的是家中有事，家中老母生病了，我得照顾啊。陈颂一边说着，还一边流泪，那演技让人看得都心生不忍。老家伙骗谁呢？你家中老母生病了，你手下那些人全都家中老母生病了吗？你们怕不是一个老母吧？夏文跟在夏晨身后，此时不由开口笑道。陈颂脸色一僵，但他依旧不放弃，咬了咬牙，沉声说道：大人，借一步说话。夏晨瞥了他一眼，向前走了几步，看这人究竟要说什么。大人，我是太子殿下的人，之前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大人，我已知道错了，今后再因眼私为大人马首是瞻。您还是瑶光公主的夫婿，我家太子与瑶光公主关系一向亲近，将来太子登基后定然不会少了大人好处，说不定将来提灯人指挥使这个位置便是属于大人您的。夏晨认真地看了一眼陈颂，眼神怪异，而陈颂以为夏晨已经被自己这句话给镇住了，脸上浮现出一抹自信的笑容。没想到吧，震惊不？老子可是太子殿下的人，你有背景，咱也有背景，哈哈哈哈哈！陈颂在内心大笑，自己将这个绝密告诉夏晨，定然这次可以转危为安，说不定还可以将这个驸马夏晨拉入太子阵营中。陈颂在心中这般想着，外表依旧表现得谦卑。陈大人，您猜我为什么要将你拿下？不是因为我们不听号令，故意为难你，然后还不给你面子，没去参加宴会。陈颂下意识回答道。夏晨听到这个回答，笑着摇了摇头，这陈颂还真是傻得可爱呢，都已经入狱了，都还不知道自己因何入狱。陈大人将头伸过来一点，我好好跟你说。夏晨招了招手，跟招狗一般，笑着说道。陈颂来的精神，连忙将自己的头贴到了栏杆缝隙中，侧耳倾听。夏晨往前仰了仰身子，语气轻柔而又平静的开口：老子弄得便是太子的人。说完这句话，夏晨拍了拍陈颂的脸颊，而陈颂瞳孔收缩，内心已经翻江倒海。陈大人是真傻还是假傻？这可是提灯人啊，你可是提灯人堂主，真以为你们做的有多天衣无缝吗？拉拢提灯人，勾结太子，陛下现如今还在呢，怎么太子殿下迫不及待想要登基了，想要掌控提灯人，来一场逼宫？夏晨语气轻柔，而陈颂冷汗早就已经下来了，他浑身冰凉，到如今他若还没醒悟的话，那便真是傻子了。还有，现如今你被抓了，你说太子是会耗费周章来营救你，还是直接派人来灭口省事呢？夏晨笑着，而陈颂听到这句话，已经浑身无力瘫软在牢房中了。夏晨哈哈大笑，像极了一个反派。夏晨继续朝着牢房深处走去，他今日进牢房自然不是为了陈颂跟李月而来，这两人还不配，他今日是为了3位人才而来。大人到了，这里关押的便是于少谦。一间牢房被打开，刺眼的光芒照进昏暗的牢房中，一个穿着囚衣、满脸胡须，因常年见不到阳光而肌肤显露病态白的人被惊醒。于少谦，出来吧，大人要见你。于少谦头脑有些发沉，他被关进大牢，至今应该已经快有2年左右了。自从一开始进来时受了几顿鞭打之外，后来就根本没人管自己了。今日怎么有人找自己？见过大人。2年牢饭已经让这个曾经充满棱角、无所畏惧的少年心存敬畏之心了，不再如之前那般不知天高地厚。他看着眼前这个俊美无比的少年，恭敬行礼。于少谦，2年前带着国子监的一众学子跪求上书，希望陛下能够多关心朝政，实行无为而治，藏富于民，休养生息，并且还妖言惑众，说我大武朝要停止兵戈，否则危在旦夕。1、2被提灯人逮捕，至此已经过去2年零3个月了。夏晨念诵着罪名，看着眼前跪着的青年。于少谦脸色变幻，最后一脸平静。2年来不管不顾，我还以为是将我忘了，今日便要杀头了吗？于少谦挺直腰杆，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尽管身穿破烂囚衣，但也显得气度非凡，如同一根咬定青山的青竹，坚韧不拔，正直不屈。可有后悔自己当年的言论？夏晨平静地看着于少谦，再次开口问道：若是再来一次，我依旧会选择上书。我也确实后悔自己太过莽撞，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是国子监的读书人，便可以直抒胸臆，随意议论国家大事。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静静蛰伏，认真考取功名，入翰林院，再当面质问阁老与陛下，为何不顾天下百姓？天下非陛下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万民的天下。如今天下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再不休养生息，再继续这般连年征战，我大武迟早会亡国。于少谦话语无比平静，但声音却铿锵有力。2年牢饭让他知道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自己有多卑微渺小，但他依旧不认为自己有错。天下将亡，大武将亡，只是苦了这天下百姓了。夏晨盯着眼前这个浑身充满浩然正气的青年，看了良久，最后他笑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夏晨缓缓说道。而于少谦听到夏晨的这句话，眼神一亮，他嘴里反复念叨着夏晨的这句话，眼神越来越明亮，看向夏晨的目光也有所改变。
于少谦，你被释放了，从今日以后，你便跟在我身边，当一个文书吧。原本已经抱着视死如归的念头的于少谦，听到这句话愣在了原地，然后目光紧紧盯着已经转身的夏晨背影。他被释放了。于少谦，字守正，自幼勤勉好学，年17入国子监修习，至23与同窗诸生共上书，陈国家政事之弊，其言辞犀利，且有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乃天下万民之天下等忤逆之言，遂为有司直捕，下于狱中。时太祖正为提灯人司长，察于少谦乃忧国忧民，心系苍生，且怀大才之人，遂视之，令从于己侧以学焉。提灯人2楼地牢中，一个浑身肮脏，手脚皆带着铁链的青年正靠在墙上睡觉。张文辽，起来！张文辽被这巨大的声音吵醒，一个机灵翻身起来。到晚上了吗？吃晚饭了吗？张文辽摸着肚子，肚子发出咕咕叫响。他早已饥肠辘辘，被捉进提灯人大牢，如今已有快2年了。他早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出去，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混混，怎么可能从提灯人大牢中出去呢？他没有什么大志向，没有死在提灯人大牢中，便已是万幸。哪怕苟活，能活1天是1天。出来！一个腰上挂着白牌的普通提灯人打开牢门，对着张文辽面无表情地说道：大人，我真的该说的都说了，我当时也是受人迷惑，我真没想阻碍提灯人办案，更没想对提灯人出手，当初是误会。张文辽看了一眼打开的大门，心中愈发胆战心惊。当初进来时他可是见识过提灯人的手段的，之后如一条死狗一般被关进大牢中，苟延残喘了2-3个月才活过一条狗命。今日莫不是觉得这个普通小混混占了他们提灯人大牢，想要让他出去将他弄死？出来，有大人要见你。站在门口的提灯人拿起手中的鞭子便要给张文辽来一下，但想到了身后的贵人，还是最终止住了。也不知道这小混混哪来的运气，竟然让下大人亲自点名要人。这位提灯人心中纳闷，催促着张文辽快点出来。大人，别杀我！张文辽双腿发抖，他刚走出牢房，就看到外面站着3人，特别是为首的那位年轻人，张文辽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他发誓他这一辈子20多年来从未见过这般容貌出众的男子，这是天上的神仙吗？张文辽想到这里，跪在地上更加不敢起身了。夏晨皱了皱眉，这张文辽这么没气度，这是日后那位闪耀战场的那位江星吗？抬起头来，夏晨沉声说道。张文辽连忙抬起头，内心惶惶不安，不知接下来的命运究竟如何。张文辽，从今日起，你便跟在我身边，当我护卫吧。夏晨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而跟在他身后的夏文则有些疑惑，自己三哥为什么会收一个被关押在大牢中的混混？先前那个于少谦还说得过去，是国子监的读书人，但这个张文辽未免表现也太差劲了，就他还当护卫。夏文觉得自己一只手就能吊打这个张文辽，默默跟在夏晨身后，还穿着囚衣的于少谦也打量着跪在地上的张文辽，这个也是被大人选中的幸运儿啊！张文辽愣在了原地，他看着已经转身离去的夏晨3人，还有些不知所措。还愣着干什么呢？没听到大人已经发话了吗？你还想继续待里面吃牢饭？不会真将我们提灯人大牢当养老院了吧？一直在一旁观看的提灯人没好气地说道，将宛如在睡梦中的张文辽给叫醒。我这就可以走了？张文辽迟疑地说道，这可是传闻中的提灯人大牢，这么容易就出去了？他虽是混混，没见过什么世面，但心思聪慧，这不会是陷阱吧？故意让自己走，然后又说自己越狱，最后将自己当场斩杀吧？张文辽刚想到这一点，便连忙摇了摇头，不可能，提灯人想弄死自己有1万种方法，他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哪需要这么麻烦？沈雪岩见过大人。一个30多岁，穿着囚衣但身上却无比整洁，留着胡须的男子跪在夏晨身前。亿万家产皆被收走，又在提灯人大牢中关了3年，还能有如此心态，如此风度，你很不错。夏晨看着眼前的沈雪岩，虽然落魄，但精神却无比良好，这是身上那件囚衣遮挡不住的。默默走在最后方的张文辽默默咽了口水，这么一对比，先前的他似乎确实有些不堪。看看人家这在回想先前自己那表现，张文辽人生第一次有种很羞愧的感觉。多谢大人夸奖，人生中有一死，有何畏惧？而既然我3年前没死，那便说明我气运未尽，3年等待，终于迎来明主。沈雪岩一边说着，一边再次行大礼，额头紧紧地贴在地上。你知晓我，也知晓我今日会来救你。夏晨听到这话都有些诧异，还有人能比他更预料先机。雪岩并不知晓大人身份，也并不知晓今日大人会救我，但我想3年前我被抄没家产，虽在入狱时吃过苦头，差点被活活打死，但之后便一直无人问津，想来我在当年那位大人物眼中只不过是一个蝼蚁，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当年那位大人物看中的不过是我的家产罢了，
至于我的生死，他并不关心。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苟延残喘。入狱时，我也万念俱灰过，10多年心血奋斗一朝成空，我想过一死了之。可后来我想通了，我想赌一把，赌万一有大人物看中我，看中我这一身伤甲之道，所以我不能死，我要坚强的活着，哪怕只是在牢狱中苟延残喘，哪怕是等上5年、10年、20年，只要没有人来取我性命，我都要坚强的活着。这一天比我想象中来的要快，仅仅3年而已，我便等到了大人您。这3年，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实力却拥有珍宝，这就是原罪。沈雪岩跪在地上，头依旧恭敬地磕在地上，他语气无比认真，又带着凄凉，但又如同春日中顽强的小草，坚韧不拔。我虽不知大人身份，但大人既然能够将我从提灯人大牢中救出去，想来并不怕当年那位夺我家产的大人物，因此我恳请大人收下我。沈雪岩声音坚定，他知道这是他可能唯一的机会，他必须要抓住。请大人收下我，收下我当狗，从今往后大人便是我主。雪岩别无所求，只求大人庇佑，给我一个容身之地，也给我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沈雪岩铿锵有力，张文辽再次咽了咽口水。这么一对比，他先前愈发不堪了。人家一开口就是说要给这位神通广大的大人当狗，而自己呢，先前被吓得好像感谢的话都还没说，张文辽内心有些不安了，自己好像有些拉胯。另一边，于少谦也认真地看着沈雪岩，他承认夏晨救他是大恩，但要他说让夏晨收下他当狗，读书人的气节说不出这话。大不了今后好好替这位大人做事，好好报答便是了。于少谦在心中默默想着，内心也开始坚定起来。有时候没对比，那就没伤害。通过沈雪岩这一对比，无论是于少谦还是张文辽，都觉得自己先前表现的都还不够啊。沈雪岩者，邵家坪，年12，为酒楼学徒，其性聪慧机灵，遂见重于东家，常协于身侧。雪岩敏而好学，仅1年，酒楼诸事皆处置井然。年14，为店主着任掌柜，约2载，店中生意较往昔旺5倍矣。年16，雪岩决自营生计，协历年所需往别城，营一小饭馆，客似云来，生意极盛，借此获人生手经。年18，开首家酒楼，后其业渐大，设诸行，咸为翘楚。至年30，乃成云州首富，时人赞为商业鬼才。年32，雪岩欲扩商业版图至京城，遂为京中权贵所瞩目。年33，遭抄家之祸，资产息没，系狱3载。幸太祖慧眼识才，整雪岩于囹圄，其能方为泯没焉。夏晨看着跪在地上的沈雪岩，点了点头。起来吧，今后我便是你的靠山。沈雪岩听到这，再次跪拜叩谢。叮咚，恭喜玩家集齐5位人杰，王朝争霸版本达到要求，请问玩家是否更新？夏晨听到一声脆响，系统面板浮现在他眼前。夏晨看了一眼，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然后又望向沈雪岩、张文辽，还有夏文和于少谦，加上被他留在房间里整理文书的许星辰，正好是5位自己的系统版本已经是灵气复苏版本，现在又要进行系统升级了，这真是要遥遥领先啊！走吧。夏晨看着沈雪岩，笑着说道，心情极为不错。今日他进地牢，目的便是为了这3位，却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成功触发系统升级条件。话说自己这系统应该原本就算是3.0版本了，再一升级，那应该算是4.0版本了。沈雪岩看着一脸笑容，明显心情愉悦的夏晨默默地跟在身后。这个大人不知是何来头，看上去只有10多岁，但周围的提灯人对这位大人明显极为恭敬。这可是提灯人大牢，号称18层地狱，普通人关进来超过1个月还没出去，那基本上要么老死在里面，要么被弄死在里面。而这位年轻的大人仅仅说了一句话就能将他弄出去，这权势简直滔天。夏大人怎么亲自来了？一路走来，于少谦3人不断看到有提灯人向夏晨打招呼，而夏晨只是淡然地点了点头，这让他们3人惊讶不已。他们2、3年没出来，京城什么时候出现一位这么年轻的大人物了？外面的世界真是变了啊！李堂主，这3人我带走了，还需要什么手续流程我亲自去办。在地牢负一层大厅，夏晨对着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子说道。地牢是属于提灯人第6司幽禁司管辖范围，而负1到负3层便是属于这个李堂主管辖。这3人也不是什么重要犯人，夏司长直接把人提走就行，手续流程我亲自去办好，傍晚下衙时应该就能将释放文书送到您院子中。原本正在喝茶悠哉的李堂主瞬间从座位上弹起来，对着夏晨拱手笑道，那多谢李堂主了，手续什么的就麻烦你了，流程一定要正规，改日里请李堂主喝酒。夏晨点了点头，对着李堂主笑了笑，也没有太客气，直接转身离开。而夏晨身后的于少谦3人则把刚才对话全都收入耳中，
虽然他们三人身份眼界各不同，但无疑都是极为聪明之人。他们心头惊骇，都已知晓夏晨身份。这位看起来只有10多岁的大人，竟然是提灯人司长，只是不知道掌管的究竟是哪个司。我被关入大牢2年多，不知外界变化，这位大人究竟是什么身份来头？10多岁便掌控9大司之一，这份恩宠，未来必定是朝中大员。于少谦心中喃喃自语，2年大牢经历让他的心境与之前有了很大不同。以前他是一个高尚的理想主义者，而现如今他早已知晓，想要救国，靠别人是不行的，必须要自身强大，自己掌控权势，自己去做实事，这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此时的于少谦不再是一个只会读圣贤书的青年，而是一个方中有缘的实干家，年纪轻轻便已做到司长之位。这位救下我的大人必定还有金氏身份，不知是哪位顶级权贵家中子弟，竟然能得到陛下这份信任。今后有这位大人庇佑，我的生意定然能够畅通无阻，不再招人窥视。沈雪岩心中默默想着，神情越来越振奋。他3年等待没白等，终于等来了看中他才华的贵人。这3年他在牢中并非白白等待，脑海中早就有了一篇宏伟的商业蓝图计划书，为的便是出狱之后展现自己的价值。他的商业之道比之3年前提升了不知几个档次。没想到进了一次提灯人大牢，反而因祸得福，我抱上了真大腿，说不定我也有机会成为当年我眼中的大人物。张文辽美滋滋地想着，此时他的眼界还极低，心中也没有什么大志向。原本按照他们原定的命运轨迹，他们还需要再等上2-3年才会被瑶光选中，命运迎来大改变。特别是张文辽，即便按照原有的命运轨迹，他的高光时刻也都在10多年后了，而现如今他们的命运轨迹再次改变。头儿，你这么紧张客气干嘛？他是鹰眼司的司长，咱们是幽静司的，就算他级别比我们高，算是我们长官，但也没必要这么紧张吧。等夏晨一行人走出地牢之后，李堂主身边有一位提灯人百户，看着一脸恭敬的自家堂主，不禁说道：你小子懂什么？没看到今天下午有那么多人被送进大牢中了吗？其中2位还是跟我同一级别，都是堂主，也被捉拿关了进来。李堂主看了一眼自己的手下，又环顾了一眼四周，这才小声说道：你别看这位夏司长年轻，说话又一脸和气，没有一点架子，但这只是表面，这可是个狠角色。2个堂包括堂主在内，百户千户全都被拿下，像你这样的百户，今天可是被送来了50多个。李堂主瞥了一眼自己的这个手下，王百户顿时缩了缩脖子，后背升起一股凉气。这么行事，难道就不怕引来手下哗变？这样岂不人人自危？王百户忍不住说道。当然有人有意见，今天下午很多其他司的百户、千户听到这都感到不安，自发的去找指挥使大人，让他出手管管。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位马宋大人将所有人都给赶了出去，甚至有几名说话难听的堂主被打了板子。王百户听到这里，面色又再次变化。李堂主接着说道：这位夏大人跟其他司长都不一样，指挥使大人这般死保他，便足以说明一切了。咱们是陛下的亲卫，而他是陛下的女婿，未来说不定整个提灯人都要姓夏，所以即便这位目前管不到咱们，但也万万不能得罪。李堂主拍了拍王百户的胸膛，若不是这小子是自己的亲信，他才不会指点这么多呢。夏晨带着一众人走进自己的办公院子，便看到许星辰拿着笔墨正在看卷宗。他适应能力极强，也极为聪慧，一些案子卷宗他仅仅看上几眼便能够发觉其中破绽，他的批阅速度极快，让一旁的崔护都不由有些发愣。这个人是夏晨从哪里找来的？这般妖孽，一些案子看一眼卷宗便能够轻松破解，这是神探吗？崔护又再一次被震惊到了。大人。崔护看到夏晨进来，连忙行礼。许星辰听到这声响，也放下了笔，起身行礼。夏晨点了点头。陆晨这时正好进来，他看到夏晨，连忙禀告：大人，那2大堂涉嫌结党营私的已经全都被抓捕，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先审问吧，然后收集一下他们的罪证，情节严重的处死便是，情节轻的解除提灯人身份。至于陈颂和李月，就按路离党羽算。这些年他们担任堂主，手底下必定不会干净，查一查，然后把这些罪证送给指挥使大人。夏晨坐了下来，平静地说道，但这话却让在场所有人心头一紧，特别是许星辰几人对夏晨的权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3言2语，2位提灯人的堂主，还有那10多位千户、50多名百户的命运便被定下。他们很多人手底下可能会有些小问题，但很多都罪不至死。可这就是政治斗争中站错队的下场。明白了。陆晨心中无比森寒，如果这次不是夏晨保他，可以想象接下来等待他的命运也会是提灯人大牢。因为李月和陈颂并非陆离的党羽，而他却是板上钉钉的陆离义子，原本应该被清理的对象也包含他才是。就因为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几句话，自己便逃过一劫。想到这，陆晨心中有些庆幸。你们去忙吧。夏晨挥了挥手，陆晨和崔护退出了他的院子。感觉怎么样？夏晨目光开
看向许星辰问道：“还好，这些卷宗都不是什么大案子，不是特别复杂。”许星辰谦虚答道：“他聪慧如妖，这些卷宗对他来说自然不是难题，能够抽丝剥茧，发现其中的逻辑漏洞。”不错，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于少谦，之前也是出身国子监的，今后你们两个一起帮我处理这些文书。夏晨点了点头，而许星辰则早就已经注意到夏晨身后的几人，因为这几人身上还穿着囚服呢。见过守正兄，守正兄2年前大胆直言，颇让我敬佩。今日一见，守正兄恐怕是因祸得福，被大人所救。许星辰笑着行礼：“你认识我？”于少谦有些诧异，没想到自己入狱2年，出来之后还能遇到熟人。我也出身国子监，2年前守正兄上书时，我也正在国子监求学。许星辰笑着回应：“没想到我这刚出狱还能遇到同窗，真是缘分。只是为何？我在国子监很少外出，也不喜与众学子一起交流，因此一直默默无名。守正兄没有听过我的名字，实属正常。”许星辰似乎知道于少谦想说什么，笑着回应。于少谦看了一眼许星辰，他之前从未听说过这人的名号，但对方却知晓他，显然并非是真正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方要么是没有什么才华，要么就所图甚大。于少谦更相信这是后者，否则的话，国子监那么多学子，这位年轻的夏大人怎么会找他来做文书？于少谦和许星辰开始通过聊天来互相了解。通过聊天中，于少谦愈发肯定许星辰绝非常人，不管自己聊什么，对方都能够接上话，并且说出自己的观点。而许星辰也在谈话中发觉于少谦是个有真本事的人，两人从儒家经典一直聊到国策，到最后甚至讨论起了天下大事。两人都知晓，未来他们便是同僚，说不定很长时间都会一起共事。两人骨子里都是自傲之人，不希望自己的同僚是蠢货，拖自己的后腿。通过聊天下来，两人默默在内心中都对对方评价提高了几个档次。这个于少谦与守正不愧是2年前名动国子监的人，盛名之下无虚事。这2年牢狱之灾，不仅没让他的学识荒废，还颇有一种在牢狱中大彻大悟之象，整个人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看来天下还是有一些有才能的人，果然不能够小觑天下英杰。许星辰在心中赞叹，又偷偷看了一眼夏晨。这个夏晨识人确实眼光独到，不过他一个驸马招揽这么多有才能的人，难不成真被他猜对了？这个夏晨有不臣之心。另一边，夏晨正看着眼前的张文辽，识字吗？不识字。张文辽摇了摇头，他今年21岁，之前混迹帮会，哪有机会识字啊？夏晨看了一眼两个正相谈甚欢的国子监的读书人，最终决定还是让于少谦来。守正大人。于少谦连忙走了过来。这几天你除了处理文书之外，每天抽2个时辰教张文辽读书识字，争取1个月内让他将所有常用字全都给我认全。于少谦诧异地看了一眼一脸痞气的张文辽，让他教人读书识字，这有点大炮打蚊子了吧？自家大人似乎对这个混混也很重视啊。没问题。于少谦虽然心中所想，但连忙点头。大人，不是说让我当你护卫吗？我是粗人，读书识字这……张文辽听到这话扭扭捏捏，读书识字这不折磨人吗？你一个9品境的武夫，还给我当护卫？是你保护我，还是我保护你？夏晨挑眉觉得有些好笑。张文辽听到这话，脸色瞬间涨红。哈哈，我三哥这话可没说错，也不知道我三哥看中你什么了，就你这水平，连我都打不过。一旁的夏文听到这话，也不由一笑，然后一巴掌拍在张文辽的肩膀上。张文辽顿时感觉自己半边肩膀没知觉了，心中大骇，这个看着小屁孩模样的人，先前他还以为是关系户呢，但刚刚一巴掌拍下来，他感觉像是一座山压了下来，这是天生神力吗？也未免有些太恐怖了。小文，你也有任务。夏晨转头看向夏文，从明天起，你给张文辽和他们2个讲解九阳兵法，族中长辈怎么教导你的，你便怎么教导他们。夏晨又指了指于少谦和许星辰，于少谦和许星辰都是一愣，这个11岁的小孩当他们老师。三哥，他们讲解兵法问题倒是不大，只是兵法有些太无趣了，我更喜欢练拳，用拳法打遍天下无敌手。夏文挥舞着拳头，少年聪慧，但心性未定，不太喜欢文绉绉的，信奉能用拳头解决，绝不用嘴解决。大丈夫当学万人敌，你拳头再厉害，能一人对抗千军万马吗？夏晨沉声说道，看着夏文还有张文辽，语气无比严肃认真。30年内，武力值虽然重要，但兵法才是大道。你们兵法若真的学到通神地步，率领大军，即便是天师府的老天师，天龙寺的龙树主持，也要避你们锋芒，这才是真正的万人敌。夏文和张文辽听到夏晨这话，听得心神向往。于少谦和许星辰也从一开始的不以为意，面色凝重。他们不知道夏晨所说是否为真，但他们都知晓老天师和龙树主持的厉害。而许星辰还敏锐地注意到了一点，刚才夏晨说30年内武力值不如兵法，
这是什么意思？为何还特意说了个时间？难道30年后这种情况便颠倒了吗？张文辽者，少为寻常无赖子也。后因大过而陷囹圄，幸遇太祖。太祖元之初，且使人授其读书识字之法。复慷慨以下家兵法传之。太祖曰：大丈夫当习万人敌之术，慎勿屠城匹夫之勇也。文辽感太祖之遇之恩，明珠肺腑，由是勤勉向学，苦读不辍，终有所成焉。房间中众人听到夏臣的话，一片安静，全都被夏臣话语给震惊到了。兵法真有这么厉害？就连夏文都震惊。他虽然年纪小，并且对兵法兴趣不大，但身为侯府嫡系，兵法是基础项目，从小就要学的。所以说，若论兵法理论水平，他已经胜过天下很多人了。这是自然，兵法一道博大精深，乃是浩然大道。武道、儒道、术道、巫蛊等在正面对抗上，皆不如也。强大的兵法大家率领军团，全军上下气机相连，共为一体，甚至有强大将领可以凝聚出军魂，军魂一出，诸邪退避，即便上3品的强者，一个不慎，甚至会被当场斩杀。夏臣认真说道：提前将这一秘密告知几人？三哥是说依靠军阵吗？夏文眼神一亮，可眼神中也有疑惑。他们侯府中自然有很多军阵，甚至他也学习掌握了一些。这些军阵确实可以提高大军的战力，但是凝聚成那什么所谓的军魂，夏文也并未听说过。之后你便知晓了，认真学好兵法，打好基础吧。等时机到了，你便知晓我说的了。夏臣目光深远，笑着说道，并没有再继续多说。但许星辰和于少谦皆把夏臣的话默默记在了心中。夏臣又将目光望向了一直站在一旁默默无声的沈雪岩。知道我要交给你什么任务吗？大人将我从牢狱中救出来，自然是看中小人精通商贾，愿为大人效死。沈雪岩低头认真说道，屋子中就他年纪最大，也是最展露锋芒的。这个时代，商人是让人看不起的，特别是屋子中，要么是国子监的读书人，要么就是京城权贵子弟，他的身份就更显低贱了。因此他才抓住一切机会显露自己的聪慧，展现自己的价值。很好，我这里还有1000两银子，明日里我让提灯人找京城黑帮收点功德钱，给你凑齐5000两，你可有信心给我造一座聚金盆出来？夏臣笑着问道。只要有大人庇佑，帮我抵住京中权贵的压力，让我放开手脚，半年之内，不，3个月之内，我定让大人看到成效。沈雪岩抱拳斩钉截铁地说道。哈哈，你自放手去干，商业上的事交给你，其他的事交给我。夏臣笑着说道，心情颇好。现如今他手下算上那陆晨，应该有6位人杰了。虽然说这些人都还未归心，但已经到了他锅里，那还能逃得了他的手掌心吗？想到这里，夏臣起身独自一人进了里院。系统开始升级吧。夏臣可没忘了先前系统说可以升级的事，他仔细研究了一下面板，然后不再犹豫。系统王朝争霸版本升级中，所需时间1天。夏臣话音刚落，系统面板上面浮现出来了一行小字。夏臣也不心急，反正就1天时间而已，等就是了。傍晚时分，地牢李堂主那边办事效率果然快，他亲自拿着3份释放文书来到了夏臣院子。辛苦李堂主了，能为夏大人办事是在下的荣幸。李玉刚笑若桃花，尽显职场打工人风范。李玉刚并没有在夏臣这里多待，露了脸之后便知趣的告退。你们的文书从现在起，你们便是自由人了。夏臣将3份文书递给3人。多谢大人。3人看了一眼文书，然后都有点激动的异口同声道。这一刻他们对权势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时间也差不多了，走吧，下衙了。你们3人刚出狱，正好我昨儿里将我家隔壁那间院子买了下来，本来是给许星辰和他家人住的，你们今晚先住那里吧。多谢大人。3人又再次拜谢。你呢？今晚回国子监还是？夏臣目光又望向许星辰，自然是跟诸位同僚一起。许星辰连忙笑道，他无比聪慧，知晓这事绝对不能搞特殊。夏臣点了点头。天在将黑为黑时最美。夏臣下班走出衙门时，太阳已经完全落山，黑夜慢慢要笼罩大地。夏臣一行人骑着马从中央大道进入未央街，然后又进入长乐街，进入这条街便离夏臣家不远了。什么人？夏臣一行人刚从长乐街准备转入巷子中，便看到巷子中站着一个黑衣打扮的人。夏谦当即骑着马挡在夏臣前面，并且右手慢慢摸到了腰间的刀上，而夏文则一脸兴奋，挥舞着铁拳，拉着马也向前走了2步。张文辽在夏臣身后左顾右盼，这才醒悟过来自己好像才是护卫，便也连忙从队伍中出来，但内心却颇为紧张。对方敢拦下大人的马，并且看这气势一看就是一位大高手，自己这个小小九品不会一出狱便被人打死吧？夏大人不用紧张，并无恶意，我家大人有话想跟大人说，可否下马一叙？坐在红鬃大马上的夏臣瞥了一眼这个黑衣人，眼神若有所思，然后翻身下马。
少爷不可，对方来历不明，而且是个高手。夏谦有些紧张，夏晨笑着说道：没事，没有感受到杀气，若对方对我有杀意，但却能够收敛的让我一点都察觉不到，那最少是4品，这种级别的高手，即便我坐在马上也无用。夏晨笑着从容不迫，让黑衣人都不由多看了他一眼。夏晨之所以这般大胆，是因为已突破6品，现如今外界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只是8品，却殊不知他早就已经在短短时间内连破2品。现在的夏晨即便是5品，他也敢一战。至于上3品级别的强者，没经过报备偷偷潜入京城，只要一路契机，便会迎来龙树主持和老天师的雷霆天威。夏晨向着这个黑衣人走去，黑衣人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看着夏晨小声说道：大人，我此行前来绝无恶意，乃是代表我家主人向大人问好。黑衣人笑着对夏晨点头：你家主人是住在那边还是那边？夏晨指了正东和东北2个方位，笑着问道：夏大人果然聪慧，我家主人住在那边。黑衣人指了指正东方向，他有些诧异，自己还未说明自家主人身份，没想到夏晨便已猜出。那不知你家主人今日找我何事？难道是要我手下留情？我家主人自然不会让大人为难，也知晓大人今天出手并非大人本意，今日之事并不会怪罪大人。当初我家主人只不过是随手下的一步闲棋，但也因此冒了些风险，如今这一闲棋已被发觉，自然已无用。但这闲棋影响有些大，不宜深挖，否则的话对大家都不好，因此我家主人想请大人帮个小忙，帮我家大人去掉这步闲棋，如何？黑衣人指了指自己的脖子，然后右手做手刃，在自己的脖子上抹过。夏晨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黑衣人，又看了一眼正东方位，那是东宫所在方向。他虽早已猜到会发生此事，也是这般跟那陈颂说的，但没想到东宫这么迫不及待想要灭口，并且还是找上自己。不过他转念一想，倒也觉得挺正常，那个太子明显也是聪明人，知晓自己只不过是一把刀，是陛下想要割掉他们伸进提灯人的手，因此这才敢大胆地找上自己，让自己帮忙杀了灭口。大人与我家主人关系亲近，都是一家人，来日我家主人请大人喝酒。喝酒就不必了，虽然关系亲近，但你也知道现如今我这个位置敏感，多有不便，但你所说之事问题倒不大，只是这般让他们死在牢中还是有些粗糙，人是我抓的，这案子也是我审，你放心，不会牵扯出你家主人，你回去禀报就是。夏晨笑着说道，他已知晓文帝是何态度，文帝想砍掉太子和三皇子的手，又不想这件事闹出太大风波，毕竟要是让朝野知晓太子和三皇子将手伸进了提灯人，到时候必定又是一番波折。文帝现在只是想让太子和三皇子2人争斗，认为2人再怎么斗那都是皇家内部的事，若是被朝野知晓，到时候误会2人都有谋逆之心，岂不让文帝很没面子，而且会是皇家丑闻。文帝很自信自己能够掌控整个局面，因此即便太子和三皇子将手伸进了提灯人这个敏感组织中，也依旧心大，觉得将手砍掉便是给他们一个小小教训便足矣。既然如此，那夏晨便顺水推舟，卖太子一个人情。而现如今太子显然并不知晓文帝的心思，因此害怕有人借此大做文章，趁机攻击他东宫。黑衣人听到夏晨的话一喜，原以为他还要大费口舌，甚至要威逼利诱才能做成此事，没想到夏晨这么快便答应了。那这件事便有劳夏大人了，夏大人今日之事，来日我家主人必有相报。黑衣人拱手，然后转身离开。刚刚那个黑衣人是东宫的人，想要我将陈颂灭口。骑在马上，夏晨缓缓开口，没有瞒着众人。众人心中都一惊，都是聪明人，很快便想到了东宫为何会对自己人这么狠的原因，虽然狠毒，但倒是有魄力，只是无人主之相。许星辰沉声开口，众人听到许星辰的这个点评，又是一惊，没想到许星辰这么大胆，敢这么点评东宫，那可是太子。于少谦深深地看了一眼许星辰，这个同窗胆子颇大。夏晨听到这话面色不变，但也没有接许星辰的话，谨言慎行的道理他自然懂。许星辰看了一眼夏晨，有些失望，他刚才之所以这般大胆，便是想试探夏晨，他怀疑夏晨有不臣之心，但又一时看不透。等着吧，今晚或许还会有第2位客人来。夏晨骑着马开口笑着说道，大人是说三皇子也会派人来，也会想要杀人灭口？于少谦开口接话，今日下午他已经通过许星辰了解了自家这位大人的身份来历，竟然是出身大名鼎鼎的镇东侯府，现如今还是瑶光公主的驸马，身份尊贵至极，同时也知晓了这位大人今天做了何事。一向有仁德之名的太子都有如此魄力，三皇子怎么会弱于他人呢？夏晨哈哈大笑，挥动马鞭加快了马速。晚上果然又有人登门，虽未说明身份，但一开口便是想要夏晨除掉李月，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死在大牢中。夏晨笑着点头，又卖给三皇子一个人情。大人真是料事如神。院子中，夏晨6人正在喝茶聊天，于少谦笑着说道。
人性罢了。夏晨摇了摇头，并不自得。他看到几人说道：这间院子有些小了，过段时间等咱们商业上的事铺开之后，到时候将周围的几间院子都给买下，到时候改造一下，你们每人住一间院子。哈，这就要辛苦沈先生了。不过我们倒不觉得拥挤，这地方可比我们之前那牢房好了千倍万倍。于少谦笑着，然后朝沈雪岩拱了拱手。沈雪岩连忙回礼：于先生，我区一商人，当不得先生二字。哈哈，沈先生不必自谦，商人又如何？治国需要商人，国无商不富呀。大人这般看重你，今后你掌商业，可以说是管后勤，我们所有人吃穿用度，到时候还要依靠沈先生呢。沈先生万不能妄自菲薄。许星辰笑着说道，然后以茶代酒敬了沈雪岩一杯。之前他虽有万贯家财，也依旧被那些读书人在内心中鄙夷，而现如今这两位出身国子监的天之骄子却这般敬重自己，沈雪岩一阵感动。夏晨看到这一幕，不由一笑，这就是为何他要将这些人聚拢在一个院子的原因，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长时间待在一个屋檐下一起生活，自然更容易培养同僚感情。翌日，夏晨带着几人去上衙，整个上午都在忙，倒不是因为卷宗、文书等，现如今已有许星辰和于文谦这两位大才帮忙，夏晨基本上不用太操心，他主要在筛选名单，两大堂口百户、千户基本上全都被他捉拿了，而现如今他自然要重建这两大堂口，所以他要提拔人才，提拔自己的亲信，无论是什么组织，都必须要有自己的亲信，手底下必须得有自己人，这样权力才能自上而下，否则的话，即便你做多大的官，那都是虚名，得有人效忠，得有人听话，要指挥得动人，这样才是权力，权力便是这般自上而下的。结党营私果然是自古难以解决的终极难题，不管文明发展到何种高度，只要有人在，只要还有人性，结党便会一直存在，以不同的形式，组织结构永远流传。夏晨感叹着，提灯人前指挥使陆离便是因为结党营私而倒台的，而现如今他也要做相类似的事，只不过他现在还远称不上结党营私而已，但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在关键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人。但没办法，想要做事，想要自己的位置坐得稳，手底下就得有自己的人。夏晨仔细地筛选名单，这件事他无比重视，并未假借他人之手。许星辰和于少谦可以帮他批阅文书卷宗，但人事任命权却必须要牢牢抓在手中，这是当领导的基础。一直忙到下午才整理出来一份人员名单，而就在这个时候，他脑海中出现一声叮咚脆响，系统王朝争霸版本升级成功，系统新功能增加，请玩家查收。房间中，夏晨精神一振，增加新功能了。开启新功能介绍。夏晨看着系统面板说道：王朝争霸版本系统新功能1，检测世间人杰也有高低之分，系统将其归为4个等级，分别为2流人杰、1流人杰、顶级人杰以及绝世人杰。为了让玩家对人杰有更直观的认识，系统采用数据化，将人杰的各项能力用数值形式呈现。2流人杰80、89， 1流人杰90、94，顶级人杰95、99，绝世人杰100以上。玩家可以通过检测功能对人杰各项能力值进行检测，便于玩家任用贤才。王朝争霸版本系统新功能2，系统商城。王朝争霸时代已来临，天骄层出不穷，各路雄主闪亮登场。为了让玩家在这个大时代中不落他人，快速积攒实力，特意开放系统商城。系统商城中上架5件商品，刷新商品需要100争霸碎片，玩家可根据自身需要以及自身的争霸碎片进行兑换。备注：收服人皆可得到争霸碎片。王朝争霸版本系统新功能3，抽奖。使用50枚争霸碎片进行随机抽奖，或许可以抽出系统商城中没有的好东西，但也可能白白浪费50枚争霸碎片，一切皆看运气。王朝争霸版本系统新功能4，系统空间。空间大小增加到1000立方米，玩家可以通过系统空间收取一切物品，包括活物。备注：花费争霸碎片可以继续解封系统空间，另外收取活物时，活物不能有意识，否则会收取失败。夏晨一口气将所有介绍全都看完，他呼出一口浊气。他没想到这次系统版本更新竟然增加了4个新功能，而且都非常实用。打开系统商城。夏晨对系统商城最感兴趣，他很好奇系统商城中有哪些物品。系统商城商品1，下品小还丹1瓶，10枚，作用1枚丹药可抵3个月真气修炼，对各大体系皆有效，购买价格30枚争霸碎片。商品2，断体丹1瓶，10枚，作用增加7成5夫淬炼血肉筋骨的效果，购买价格20枚争霸碎片。
商品3，洗髓丹1枚，作用：洗精伐髓，增加根骨天赋，购买价格100枚争霸碎片。商品4，紫金龙马幼崽。物品介绍：拥有真龙血脉，帝王专属坐骑，非大气运者不能降服，实力4品境。购买价格300枚争霸碎片。商品5，碧玉酒1坛10斤。物品介绍：零酒，温阳体魄，加速修行，短暂提高人的悟性，酒香醇厚，世间顶级美酒。购买价格50枚争霸碎片。夏晨一字不漏将5件商品全都仔细看完。系统，我现在有多少争霸碎片？夏晨对这些商品都已经有数，他心中一片欣喜，但唯一担心的便是争霸碎片究竟有多少。玩家夏晨，争霸碎片1050。备注：争霸碎片可通过收服人杰和系统评估玩家势力大小进行结算得到。二流人杰50枚争霸碎片，一流人杰奖励100枚争霸碎片，顶级人杰奖励150枚争霸碎片，绝世人杰奖励200枚争霸碎片。夏晨看到自己有1000出头的争霸碎片，心中松了一口气。现如今系统版本超出了很多，他就担心因此获取不到什么争霸碎片，那就难受了。夏晨思索了一会儿，系统商城的小环丹他已经使用过，确实是好东西。其他4样东西除了那一匹紫金龙马之外都很实用，不仅可以用来提升自己，还可以提升手下。不过夏晨也没有急着兑换，而是起身走出了房间，来到了大厅中。许星辰、于少谦、张文远、夏文等人都在。检测许星辰。夏晨二话没说，直接开启检测。许星辰，半部绝世人杰，统帅31、86，智力99100，政治92、96，潜力4颗半星，境界如到7品境。夏晨看到系统面板上的各项数据，又看了一眼正在飞快看卷宗的许星辰，赞叹的点了点头。不愧是他看中的人，3维中即便是最差的统帅，也有潜力达到2流人杰的范畴。半部绝世人杰是怎么判定的？夏晨看着许星辰智力那一项，这是代表他的智力在99100之间吗？还是说他的智力时而99，时而100，因此他才判定为半部绝世人杰。半部绝世人杰比顶级人杰潜力更强，在潜能爆发下有机会达到绝世人杰水准，如若后期获得大机缘，有机会突破命运枷锁，实现生命本源跃迁。系统面板上缓缓浮现一行小字，夏晨看了若有所思。检测于少谦。夏晨目光又看向于少谦，虽然都已知晓他们的水准，但系统用数据将他们的各项能力呈现出来，显然更直观。于少谦，一流人杰，统帅36、88，智力93，政治90、94，潜力3颗半星，命格特性玉碎，遇到大危机，面临重大决策时，3维属性各项加5，境界如到7品境。夏晨目光停留在于少谦命格特性那一项。于少谦虽然是一流人杰，但是却比许星辰多了一项命格特性。生死存亡之际时可以激发潜能，3维属性值全面加5，那岂不是统帅可以到93，智力到98，政治到99？这水准已经堪比顶尖的顶级人杰了。这一项特性有些恐怖呀。夏晨有些惊讶，于少谦给了他一项大惊喜。有这一项技能，岂不是特别适合福大厦之将倾，力挽狂澜吗？检测张文辽。夏晨将目光从于少谦身上挪开，看向坐在一旁皱着眉头但却神色认真在认字的张文辽。张文辽，半部顶级人杰，统帅52、95，智力82、90，政治63、85，命格特性注意，面对异族时3维全面加3，潜力3颗半星，境界5到9品境。夏晨看了一眼张文辽的各项能力值，不禁点了点头，特别是张文辽统帅那一项，未来更是有机会达到95，那可已经是顶级人杰的范畴了，而且他也有命格特性，难怪被评为半部顶级人杰。张文辽潜力很高啊，特别是面对异族时，这要是未来将他派往东荒战场或者前往南疆，没记错的话，大凤北边也有异族。夏晨喃喃自语，然后又开始检测站在院子中练拳的夏文。夏文，绝世人杰，统帅82103，智力85、95，政治42、87，命格特性破军，率领大军冲锋时各项属性值全面加3，潜力5颗星，5到境界5到8品境。夏晨看到夏文这豪华3维都不由有些震惊，难怪为绝世人杰，可以冠绝一个时代巅峰103的统帅值，这放在之前的任何时代都可以闪耀一个时代无对手，都已经如此出色了，竟然还被我那亲弟弟夏浩给压了一头。
我那亲弟弟不愧被誉为是超越元祖的人。夏晨这一刻想到了很多，心中感叹不已。通过系统检测来看，夏文无疑是极为出色，可在未来那个大时代中，表现却还略逊他那个亲弟弟。可以想象他那个亲弟弟天赋潜力是何等惊人。夏家600多年气运都要在这个时代彻底释放爆发啊！已经孕育出夏文、夏浩这等绝世人杰了。可即便如此，这两位也无法彻底掩盖其他夏家子弟的光芒，群星璀璨。夏晨想到这，不由豪情万丈。大人！就在夏晨感叹时，又有2人穿过院子走了进来，正是陆晨和沈雪岩。事情办得如何？夏晨目光望向2人，陆晨抱拳回道：我带人将京城狼牙会给灭了，我都事先做过调查，这个狼牙会在京城干的是拐卖妇女儿童，手上的人命不少，这次也算做了一件善事。狼牙会各项财产总值估计有1万出头，我拿了5000，都已经交给沈先生了，剩下那6、7千上报衙里，大人放心，我做得很干净，不会给大人带来麻烦的。陆晨认真说道，这算是夏晨单独交给他的第一件事，而且还是这种私密隐蔽的事，这让他内心放松了不少。一般干这种事可都是亲信，足以看出夏晨后面应该不会将他也给灭了。做得很好。夏晨目光又看向沈雪岩，沈雪岩也连忙汇报，我今日沿着京城走了一圈，已经选好了位置，我决定先开酒楼。一方面酒楼生意利润极大，我在这方面也比较有经验，最多2个月我便有信心回本。另一方面酒楼人多是社交场所，如今大人在朝堂为官，虽说是提灯人不缺耳目，但终究是需要倾听一些底层声音以及动向的。沈雪岩说道，这小心翼翼地瞥了一眼夏晨，他昨晚思来想去，觉得要体现自身价值，绝对不能单纯的从生意上展现，必须要做复合型人才。夏晨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变化，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既已选好了位置，有了想法，现如今资金也到位了，你便放手去干吧。是，大人。沈雪岩神色振奋的抱拳，而一旁的陆晨则感觉到了深深的压力。这大人身边感觉个个都是人才啊。那个许星辰和大人之弟夏文就不说了，就连他先前一直不以为意的这个沈雪岩，竟然都有这份眼光。以及自命不凡的陆晨内心有了紧迫感，不行啊，必须要展现自己的价值，否则怎么能得到重用。而夏晨虽然在听他们汇报，但其实已经在开始检测他俩的各项数据了。陆晨一流人杰，统帅81、89，智力90、94，政治66、87，叠碳94，潜力3颗星，境界5到7品境。沈雪岩顶级人杰，统帅76，智力96，政治68、82，商业99，潜力4颗星，境界不入品。夏晨注意到2人不再是3维，而是有4维属性，各自都多了一项，这难道就是代表2人是特殊人才？其中沈雪岩的属性值让夏晨都不由多看了2眼。他现如今30多岁，各项能力基本上都到达了巅峰，特别是商业达到了99，即便在顶级人杰中，这一直都是最顶级的。夏晨还顺便检测了一下夏谦，让夏晨诧异的是，就连夏谦都达到了2流人杰水准的级别，他的统帅值达到了86，政治也达到了82，这让夏晨更加感叹夏家气运的强盛了。之后的1周，夏晨都一直待在提灯人衙门，每天准时上班下班。虽然这7天内夏晨的日子规律而又平静，但提灯人内部却暗流涌动。陈颂和李月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结党营私，一同被处死的还有5位千户，20多名百户，这让很多人心惊胆战。提灯人内部这1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被判处死刑，但这就是权力斗争，比战场还要凶险，不见刀光，但下一刻便尸首分离。而同时夏晨也在鹰眼司内部大肆提拔人，并且还拿着指挥使马宋的文书，将其他8大司中的一些人调入了他鹰眼司。原先陈颂和李月那2大堂口被他重建，而郑平他们3人的堂口也被他重新洗牌，将原先的权力结构打散，重新安排。至此他彻底掌控鹰眼司。时间不缓不慢的流逝，转眼间便来到了5月末。夏晨进入提灯人也差不多刚好1个月时间。无论是夏晨还是许星辰他们，这1个月来变化都极大。许星辰和于少谦彻底的适应了提灯人的办公，2人一人负责卷宗破案，一人负责文书，配合得非常的默契。而张文辽也在这1个月时间基本上将所有基础文字全都给认识了一遍，读书识字后，他整个人的气质相比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变，身上的混混气息逐渐褪去，整个人开始变得沉稳起来。1个月的时间，沈雪岩的酒楼也彻底装修好，步入正轨。夏晨大笔一挥，将酒楼开业时间定在3日后。今日的丰盛是喧嚣啊！夏晨坐在庭院中，看着院中被吹动的野花，喃喃自语。
大人，上面已经下达命令，要求我们开始动员人心，务必保证京城及京城区域民心亢奋。陆沉站在夏沉身后，抱拳躬身说道，他眼神无比凝重。朝廷可能决定要开战了。庭院中，夏沉听到陆沉这画面无表情，他缓缓开口，这件事就交给李肃和张真两人去办吧。他两人刚上来，正需要做点事。夏沉头也没回，这1个月他身上越来越有官威了，仅是随意开口就无人敢轻视。李肃和张真便是他新提拔上来的堂主。是，大人。陆沉点了点头，转身离去。要开战了，你们怎么看？夏沉依旧站在庭院中，但声音却穿过庭院飘进了屋子中。许星辰和于少谦皆不由抬头，听到这话，面色开始变得严肃。要打仗了。夏文一个窜步从屋子中窜了出来，神色有些兴奋。他的命格代表他是一个为战场生的人，尽管年纪还小，但却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一直在庭院中打磨体魄的张文辽此时也放下手中巨石。朝廷要出兵了，这件事内阁已经一致通过，应该就在这3-5日就会正式下达。夏承看着出来的几人，将详细情况都与几人说明。你们觉得西北这一战胜算如何？夏承目光望向许星辰和于少谦，这两人不仅智力高，在兵事上也是有天赋的人，特别是于少谦，能文能武，统帅职也有90多。统军主帅是谁？许星辰目光望向夏沉，开口问道。虽然一场战争是由各方因素决定的，但不可否认主帅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无比之大的。应该是太尉欧阳靖。夏沉平静地回应，昨天晚上他已偷偷让夏谦回去了一趟，知晓了这几天文帝并没有召他大伯进宫，便已猜到结果。太尉虽然已经多年未出手，但却是知兵之人，经验老道。从他10多20年前出手来看，他统帅军队很是沉稳，做事也非常谨慎，喜正而不喜奇，喜欢在正面战场一步一步侵蚀对方。有太尉出手，而我大武这些年兵锋正盛，在正面战场对决应该不需要太担心，唯一要担心的便是……许星辰说到这里不由有些叹息，唯一要担心的是我大武国国力是否还负担得起这一场战争，别万一太尉在正面战场没有输，结果后方粮草后勤的问题却跟不上，到时候数10万将士们便危险了。于少谦接着说道，他面色无比的凝重，这一战不能拖太久，否则的话我大武的经济可能会被拖得崩溃，国库被耗尽。许星辰认真的说道，其实大武朝现如今对自身军事力量很是自信，他们也有自信的资本，但即便如此，是否出兵也依旧讨论了将近2个月才尘埃落定。原因便是国库没钱了，这几10年来几乎每隔10多年便要打一场大战，虽说将大武朝的尊严与自信全都给打出来了，但也将国库消耗殆尽。若不是灵首府和杨阁老在那支撑着，恐怕大武朝早就已经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一仗必须要快，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狂烈，甚至要一战定乾坤，绝不能如同东荒战场那般慢慢消耗对方。夏文眼神明亮，挥舞着拳头，神色亢奋地说道。他战场嗅觉敏锐，直接抓住要害。可太尉大人用兵喜欢求稳，一步扣一步，环环相扣，在正面战场慢慢蚕食对手，直到有必胜把握时才会倾巢出动，这样恐怕会将让战场陷入僵局，到时候恐怕会打得很久吧。奇怪了，咱们都能想明白的道理，陛下和阁老们怎么会想不明白？这一战就算要打，派大人的伯父安武侯下前，岂不是更合适？安武侯大人用兵稳中带奇，善于在战场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一旁的张文辽听到几人的分析之后，挠了挠头，有些疑惑地说道：这些天于少谦教他读书识字，夏文每天下午还会抽出一个时辰给他讲解兵法，同时将近50年来天下发生的重要大战当作案例给他讲解了一遍。因此他现如今大局观、认知以及见识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显然他的政治能力还依旧有很大提升空间。许星辰和于少谦听到张文辽这话，都小心翼翼地看了夏沉一眼，见他脸上依旧挂着笑容，这才不由放松了一些。小辽啊，一个将领要会打仗，但绝不能只会打仗，要知兵，更要知人心，要懂大事，明白何谓政治，你还得需要努力啊。夏文老气秋横地拍了拍张文辽的肩膀，他的个子还刚到张文辽的肩膀高，因此这画面颇为滑稽，但他的话语却很有深度，很难想象这是一个11岁少年说出来的话，让许星辰和于少谦都不由再次对夏文的评价高了几分。大人这个小老弟，未来前途真的不可限量啊。是，文哥，我一定跟着你继续学习。张文辽有些似懂非懂，但立马拍着胸脯对着眼前这个比他矮了一个头的少年说道。1个月下来，他对夏文是彻底的服气了。尽管11岁，但天赋高的离谱，武道境界比他高，知识也比他渊博。那些他看着头疼的兵法，夏文说的头头是道，他是真有些佩服。夏文已经算了他半个老师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特殊手段，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一切战争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夏晨看着这一幕，笑着开口。许星辰和于少谦听到夏晨这句话，皆是身躯一震。大人这话总结得太精辟了，一切战争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这句话太好了。许星辰和于少谦眼神严肃，他们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但夏晨的这个总结太精妙精辟了，让人一下子就懂了。这几天帮我注意一下东荒战场那边的情况，西北要开战了，那边应该快要结束了，大武朝国库已经空虚，不可能支持两线作战。夏晨对着许星辰说道。那岂不是说二伯和二伯母快要回来了？夏文眼神又再次一亮，但却看到依旧没有什么情绪变化，也没有任何喜色流露的三哥，顿时脸上喜色褪去。快的话2-3个月，最迟年末应该就能回来。夏晨目光平静，望向天边，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夏天快要来了呀。京城这几日异常喧嚣，上至朝廷权贵，下至商贩走卒，全都在讨论西北兵事。有太尉出马，此战必胜，此战必定让大凤小儿跪地求饶。哈哈，杀进大凤京城去！听说大凤的长公主长的如花似玉，乃是大凤第一美人儿。整个京城人心亢奋，经过提灯人的暗中调动，所有人对这一战都非常有信心。至此，民心可用。但一些高层却并没有就此乐观，反而有些愁容。天下聪明的人不在少数，加上越是身在高位，知晓的信息便越多，知道其实这一战是有风险的，一个不好可能会造成西北局势崩盘。而在这种局势下，沈雪岩忙活了1个月的酒楼要准备开业了。夏晨对这个酒楼非常重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管干什么事都是需要经济支撑的，所以他得有钱，而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将沈雪岩弄出来的原因。朝中勋贵、侍郎以上我都用少爷的名义邀请了，还有太子三皇子、平阳公主和瑶光公主，那也递了请帖。夏谦在夏晨身后抱拳禀告。夏晨听完之后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茶杯中茶水晶莹剔透，芳香四溢。很好，后天帮我休沐请假，我要亲自过去开业。夏晨今日心情不错，他对开业的事也无比重视，开业他要一炮而红，让他的酒楼名动整个大武，成为京城第一酒楼。开这个酒楼，他没有想隐藏在背后的想法，京城神通广大的人太多了，这是瞒不住的，干脆亮在明处，让大家知道是他的产业，省得一些眼瞎的人打酒楼的主意。大人，咱们这个酒楼开业动静是不是有些大了？不仅邀请了诸位阁老，还邀请了太子三皇子、平阳公主等，他们会来吗？本人可能不会来，那应该会派一些家中子弟过来，这边够了。至于太子三皇子，他们来不来，那是他们的事，我邀请了就可以了。夏晨无所谓，反正他全邀请一遍，只要有1-2个人来，他就是赚的。最近修炼效果怎么样？夏晨又转头问道。夏谦脸上浮现激动之色。少爷，你给的那丹药真是神药，我最近服用那断体丹，又配合你教给我的那手阳破魔刀法，淬炼筋骨血肉，进步神速，我这才突破8品境没多久，感觉或许再过1个月便可以突破到7品境了。夏谦越说越激动，这1个月他可是长见识了，少爷给的那丹药太神了。原本他想要突破到7品境，最快起码也要花费1年多时间。这枚丹药给你，你找时间服用。夏晨从怀里拿出一个玉盒，里面装着一颗青色充满光泽的丹药。少爷，这又是什么丹药啊？夏谦面露好奇之色，他有预感这种丹药可能也不简单。小还丹，可以省你3个月苦修。夏晨平静地说道。3个月苦修？夏谦被夏晨的话给吓到了，世上还有这种神奇的丹药？有这枚丹药，应该这2天你就可以跨入7品境，你去吧。夏晨笑着说道。16岁的7品境，在整个京城应该也能算是天才人物了。对于夏谦，夏晨是毫不吝啬的，并且舍得投入。这可是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又是同一个族上，身上是有相同的血液，即便隔得有些远了，但那也是同族。夏谦自然不是其他人可以比拟的。他准备后面要是手头上的争霸碎片充裕了，他再兑换出1枚洗髓丹，替夏谦洗精伐髓，彻底改命。这1个月，夏晨手底下的几人都进步神速，特别是张文辽。夏晨给他选了一门精妙功法，再加上有断体丹的帮助，夏文手把手的教导，前2天已经突破8品境了。6月1日，良辰吉日，沈雪岩所开的酒楼就毗邻中央大街的永乐街，这是内城的一条繁华主干道，商业聚集中心。这条街商业繁华，餐饮繁荣，乃是京城权贵们购物逛街必来榜第一。今天这条街道天明开始便开始热闹起来。今天什么情况？这么大阵仗，连街道都被清洗，这就插不上地毯了吧？我怎么感觉这街道上的空气都变得芳香起来了吗？是我的错觉吗？不是你的错觉，先前请来了一位8品术士，将这街道的空气都净化了一遍。从长乐街街口开始，
便有青衣小厮在打扫，沿路街道全部被整理得整整齐齐，沿街小贩没有被赶走，但是不准随意占路，周围还有提灯人整装待发在巡逻。一些有着固定摊位的小商家刚一到达摊位，便被这帮大阵仗震惊到了。知道长乐街中央的那家正在装修的酒楼吗？有隔壁商贩小声地说道。自然知晓，就是那家装修的有些怪异的天上居嘛，名字真敢取啊。就是这家酒楼今日要开业了。卖水果的老板环顾四周，然后凑到茶肆老板身边小声说道。开业这么大阵仗？茶肆老板被震惊到了，从街头就开始清扫，这阵仗未免太大了吧。这天上居啊，背后东家来头甚大，听说今日会邀请很多大人物来。卖水果的老板一副震惊吧，我厉害吧，这种内幕消息都有的神情跟茶肆老板说着。他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他侄儿幸运的被那天上居给选中，成为了天上居的一名小二。我跟你说啊，这天上居虽然只用了1个月便开起来了，但工程巨大，短短1个月时间可以说算是重建了。虽然说是楼，但其实已经算是小塔了，里面足足有7层。我可是听说这7层分别对应不同级别的人，普通人再有钱，那也最多只能去到第2层，上面还有5层，那得真正的达官显贵才可进入。卖水果的老板透露着内部消息，一边说着一边神色向往，也不知道那2楼之上有何玄妙，什么级别的人才能去第7层。一间酒楼搞得这么花里胡哨，难道有人想去2楼之上吃饭消费？店家还拒之门外不成？茶肆老板听完之后一脸震惊。老张啊，格局小了，吃饭吃的可不止吃饭，还有面子啊。大家都是权贵，我能去第4层，而你只能在第3层，那我自然比你更有身份，更有面子，懂了吧？快别说了，看那马车，有大人物来了。卖水果的老李一边说着一边眼观六路，正在说话间看到街头有一辆尊贵马车缓缓驾来。永乐街，众人全都望着那辆豪华马车，那好像是平阳公主府的马车。有人认出了马车上的标志，这匹马车明显经过改装，异常宽大，奢华中带着尊贵。而在马车前方有4匹高大白马并驾齐驱，拉着马车，白马前方还有人骑马开道，阵仗很大。平阳公主怎么来了？莫不是去？有人很快想到了今天天上居开业，他们顿时有些失神，连平阳公主都来了，这天上居背后的东家究竟是什么身份啊？马车内，公主，不过就是酒楼开业，您何等身份，随便派人前往便是，哪需要您亲自来啊？一个白衣侍女看着美艳丰腴动人的平阳公主，开口说道。这夏晨若论起来还是我侄女婿，他现如今入主提灯人，未来说不定我那皇帝哥哥还会将提灯人交给他，咱们自然要给他这个面子。平阳公主美眸中有万般风情，她轻笑着，整个人看上去只有26、7岁，像熟透了的水蜜桃。说起来我还见过她一面，那日在白月楼看戏，她出手捉拿监察院，我也算见证了军防图一案被破的过程，只是没想到这才短短1、2个月，她便进步如此神速。平阳公主美眸流转，声音温婉动听，极具成熟魅力。她一边说着，脑海中不由又浮现出了那日在白月楼中看到夏晨出手的那画面。平阳公主平日里素来不喜血腥，可那日夏晨浴血奋战的画面却总不由想起。听说他有诗才，像个读书人，可那个剑道倒像是一个粗鄙的武夫，长得有些俊俏的武夫。平阳公主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着。这时马车缓缓停下，公主到了。平阳公主刚一下车，入目便看到一个俊美的少年站在一座大楼前方，大楼拔地而起，非常的气派有格调，而在1楼牌匾上写着天上居3个大字，气势雄浑，颇有意境见过公主。夏晨站在前方，而他身侧站着沈雪颜几人。夏晨看到平阳公主下来，连忙上前几步笑着问好。没想到公主殿下能亲自过来，真是让我这蓬荜生辉。从平阳公主踏入永乐街开始，他就收到了消息，否则的话其他贵客还不需要他亲自出来迎接，都是一家人，你开酒楼，我自然要来关照一下。平阳公主在夏晨俊朗的脸上略微停留，然后笑意盈盈。而且听闻你在请帖中说你这里有好东西，我自然要来见识一下。公主能来是微臣的荣幸，微臣确实得到了一点好东西，等一下还请公主品尝。夏晨笑着，然后便亲自给平阳公主带路，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平阳公主走上台阶，刚走到天上居大门前，便被天上居大门两边的对联给吸引了目光。这2句可是你写的？平阳公主美眸中绽放亮光，美眸灿灿地看着夏晨。正是微臣。夏晨笑着点头。对工精巧，最后一句更是豪迈大气，将喝酒也能说得如此清新脱俗，有意思。看来你这天上居最出名的那便是酒了。平阳公主身着一袭红衣，成熟艳美，而夏晨站在她身边，神情自若，
这画面堪称绝美。公主果然聪慧，我这天上居主打的便是好酒，我可是喝过不少好酒的，宫廷中的那些御用酒，我也是经常喝，这口味可是很高的。平阳公主笑意盈盈，眸光似一汪春水，笑若桃花。她天生如此，因此有传闻说她天生媚体。可令人奇怪的是，却从没听闻过这位公主有什么绯闻，并且至今也未曾嫁人。但平阳公主身后的那位白衣侍女心中却是清楚，自家公主为了威严，在外人面前已经很多年没有展颜一笑了。今日既然这般心情愉悦，笑颜不断，等一下便让公主见识一下微臣的酒。夏晨轻笑着，今日她气质温润如玉，丝毫不见那日白月楼身上的煞气，这让平阳公主觉得颇有反差感。那日虽然凶悍了些，但也算有些男子英气，今日温润如玉，倒像是一位贵家公子哥，英俊潇洒。平阳公主暗暗想到，听闻你这天上居设计颇为精巧，共分7层，不知以我的身份可以去哪一层？进入天上居大堂之后，平阳公主转身笑着问着夏晨。夏晨看着平阳公主那美眸，自然地说道：第6层。大胆，我家公主只能去第6层。平阳公主还没说话，她身侧的那个白衣侍女便大声说道。平阳公主可不是普通公主，这10多年来，在文帝的默许下，她插手朝政，在朝堂中是有着自己的力量的，而且势力还不小。人们把依附在平阳公主身边的官员统称为平阳系，再加上平阳公主身份，自然尊贵至极。那第7层可是只有陛下才能去。但出乎众人预料的是，平阳公主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盈盈地问道：公主聪慧，天上居正是这样设计的，如若陛下老天师龙树主持亲临，第7层便会开放。夏晨拱手回应，笑着说道：那我这是该去第6层。平阳公主听到这，眼眸中的更加璀璨了。此时的她根本看不出平日里是一位强势的掌权公主。青洛阁，夏晨带着平阳公主一路走上第6层，最后在一间庭院中停下。平阳公主看着的3个字不由念了出来。公主，整个第6层只有5间庭院，每日最多只接待5位贵人，我们进去看看吧。夏晨亲自给平阳公主打开大门，然后转身笑着说道：这么宽广的一层只有5间庭院，倒是将本宫的好奇心挑起来了。我今日便见识一下你这第6层有何玄妙。平阳公主眼眸流转，万种风情，夏晨都不由微微挪开了目光。这并非刻意，只不过是下意识而已。可即便如此，依旧杀伤力巨大。青洛阁内，玉砖铺地，古朴厚重，雕花窗棂透进几缕清幽，墙上墨画诗意流淌，檀木桌椅精致典雅，摆放齐整，檀香袅袅，静谧中透露着高雅情致。平阳公主目光很快便被墙壁上的一幅诗词给吸引住了。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平阳公主瞬间便感受到了这诗词中的意境，她又情不自禁地念着下去：雪墨乳花浮舞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平阳公主目光失神，看了这幅词许久，然后这才回过神来。她看着身旁笑盈盈的俊美少年，不由问道：这首词也是你做的？正是微臣。夏晨没有丝毫犹豫点头，在文会中人前显圣，那太没意思了。现在这般在大佬面前单独展示，换取实际利益才有意思。我很喜欢这首词，你年纪轻轻便有如此阅历，很好，难怪京城中都说你颇有诗才，果然是位读书种子。公主殿下谬赞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也不过是运气好，灵光乍现罢了。夏晨一边笑着说道，一边带领平阳公主继续往里走去。公主请看，这是我派人从天师府中找到了一种材料，乃是由炼金术士炼制而出，像是琉璃，但却又质地坚硬，并且这种材料从外面看是看不到里面的，但里面却能够看到外面。夏晨指着前方的一块巨大的落地窗，介绍道：这倒是好创意，站在这里居高远眺，可以看到大半个京城，整个京城中恐怕也只有老天师的那座观星楼能够胜过这里了。平阳公主站到这块巨大的落地窗前，看到楼下车水马龙的路人，又向远方望去，看到了远处的皇宫，不如笑着说道：自是比不了老天师呢。夏晨笑着说道，然后又转身对着身侧的沈雪岩说道：将我那茶叶取来。是。一直沉默无言的沈雪岩拱手快速退出了院子。什么茶叶弄得这么神秘？莫非这茶叶就是你这天上居的招牌？平阳公主美眸看着夏晨，沉道：我这茶叶天上居可不卖，今日若不是公主前来，我恐怕不会拿出来。夏晨示意平阳公主坐下，至于许星辰几人则都在门口等待。房间中此时只剩下夏晨、平阳公主和她身边的白衣侍女。那我倒是有荣幸了。平阳公主笑着，眸中很是平静。无论是这天上居主打的酒，还是夏晨自己的茶，她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兴趣。她之所以如此配合，只不过是对人有兴趣罢了。天下美酒好茶，她都已经喝遍了，
夏晨这里的再好还能好过宫廷中御酒和御茶吗？很快，沈雪岩便将一小罐用玉瓶装的茶叶拿了进来。你先去忙吧，招呼进来的客人。夏晨对沈雪岩轻声说道，这里有他亲自作陪。沈雪岩点头退出了房间，沈雪岩几人也跟着他离开，开始帮沈雪岩忙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达官贵人过来了。夏晨亲自用木炭烧火泡茶，他特意去学过茶艺，虽称不上大师，但也称得上精通。配合他这俊朗的外表，整个过程让人看得赏心悦目。平阳公主坐在他对面，静静地看着夏晨的动作，她目光先是停在夏晨那玉白如艺术品的手指上，之后又情不自禁地停留在夏晨那张完美的面庞上。精致的五官，深邃的眼神，唇红齿白，平阳公主静静地端详。房间中极为安静，只有木炭燃烧时发出轻微的声响以及水流声。平阳公主觉得今日的夏晨比那日在白月楼看到的夏晨还要俊美，可能是由于今日距离更近一些，也有可能是今日夏晨身上没有煞气。一时间，平阳公主看得入神了，直到她闻到一股浓郁的茶香，她才猛然惊醒过来。这是平阳公主这才注意到，夏晨身前的茶具中的茶水晶莹剔透，宛如在冒着亮光，而茶杯中的每一片茶叶竟然如同绿宝石一般充满生机。那一瞬间，平阳公主宛如觉得那茶杯中装的不是茶叶，而是一整个春天。这是什么茶叶？碧玉仙茶。夏晨依然专心致志地在泡茶，他听到平阳公主的询问，平静答道，这种茶叶是他尝试系统抽奖功能花了50蒸霸碎片抽出来的10斤茶叶，名叫碧玉茶。这种茶叶10斤本身只卖20蒸霸碎片，从价值上来看，夏晨亏了30蒸霸碎片，但从长远来看并不算太亏，因为只要被抽出来或者在系统商城购买过的商品，就不再受是否上架的限制，相当于夏晨购买过或抽过的商品加入了购物车，不用担心找不到，可以随时购买。公主请。经过夏晨艺术性的手法之后，夏晨给平阳公主倒了一杯，还未品尝，平阳公主就感觉心灵愉悦，浑身似乎轻松了不少。她凝神凝视了许久，那每一片茶叶都如同翡翠一般碧绿，闻着那扑鼻的香气，她感觉体内的气机似乎都被牵动了。她拿起这一杯茶水，最终送入她那性感红唇中，碧绿的液体顺着红唇涌入她的口腔中，她只轻抿了一口，然后情不自禁地用她那柔滑的小舌舔了舔鲜艳的红唇，似乎在品味。平日里她从来不会有这般不端庄的行为，特别还是在一个男子面前，但今日一切都是下意识行为。这种茶可以壮大体内气机，而且让人心神宁静，我感觉身体暖洋洋的，很舒坦。公主感觉并没有错，这种茶对修行有一定帮助，特别是对术士，可以温暖他们的精神，同时让人心神宁静，思维会比寻常时更快。但这种茶奇异的是，它蕴含了一种生机，宛如那春天蓬勃生长之力，不仅对治疗暗伤有好处，长时间饮用还可以延缓衰老，美颜让人保持青春。夏晨笑着缓缓说道，而随着他的话语，坐在他对面的平阳公主眼神越来越亮。难怪你敢称之为仙茶，延缓衰老，美颜保持青春，确实是神效。这种茶你有多少？平阳公主眼睛亮晶晶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倾，一股清香扑鼻而来，眼眸中风情摇曳，似含秋水，让人想搂在怀中怜惜。青落阁中，平阳公主身体前倾，精致细腻如玉的锁骨映入夏晨，一股幽香如同蝴蝶一般向夏晨扑来。她真的是媚骨天成，并没有故意矫揉造作，可恰恰正因如此，才更显魅力。夏晨目光微微从平阳公主衣领下挪开，平阳公主也注意到了自己前倾的不妥，她眼神有些不自然地看了夏晨一眼，看到夏晨那有些闪躲的眼神，不知为何心中又隐隐有些自得。这一切都发生得极为隐秘，两人的眼神在空气中碰撞，那一刹那仿佛在交流，但又很快两人皆收回目光，恢复了自然之色，仿佛刚才一切都没发生过。这种茶叶我也不多。夏晨笑着说道，他这句话刚落下，平阳公主有些柔媚的话音就响起，可以出钱，或者你有什么想要的，只要我有的都可以给你。房间中并没有其他外人，平阳公主美眸大胆的直视夏晨，那说到的眼帘中似乎有春水荡漾，勾人心魄。即便是他也有一刹那失神，但很快他的眸子中有奇异光芒荡漾，眸子深处隐约间可以看到他的眸子变为了重瞳，大的套着小的，但又很快重合，合二为一。夏晨心智无比冷静，他嘴角浮现笑容，笑着说道，这种茶叶产量稀少，所以不卖的，但若公主喜欢，这一罐茶叶送给公主，过些天公主若喝完了，我再差人送公主一罐。对于碧玉茶，夏晨手头上还有不少，毕竟抽出了10斤呢。对于茶叶这种东西，10斤已经不在少数了，而且他现在还可以继续在商城中购买。但这种茶叶它的定位是非卖品，只用来交换或送人，赚人情远比赚银子要值钱得多。真的吗？平阳公主美眸一亮，嘴角浮现一抹灿烂的笑容，她
她真的很喜欢这茶叶，可以延缓衰老，养颜美容。尽管她自认为自己还年轻，可这是世间又有何人能敌得过岁月呢？美人迟暮，太过于残忍，自然是真的。夏晨笑着再次点了点头。过几天你来我府上，我宝库里也有一些好东西，你来瞧瞧看是否有瞧得上眼的，必须要来哦。平阳公主既霸道又仿佛在撒娇，语气娇柔又带着魅惑。房间中没有外人，此时的她仿佛真的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小女孩。夏晨笑着点头，但在心中却默默说道：检测平阳公主。夏晨一直以来觉得自己都是心智坚定之人，即便见到瑶光也能够坦然自若，可今日见到平阳公主竟然多次心有涟漪，这让他意识到平阳公主不简单，他必须要检测一下。平阳公主，顶级人杰，统帅67，智力93，政治91，魅力99，命格特性媚骨，心情愉悦时魅力属性值+5，潜力4颗半星，境界术士4品境。备注：镇鼎之身，顶级如鼎，天生契合阴阳大道。夏晨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目光凝神，他没想到这一检测竟然有这么大收获。镇鼎之体，双修圣体，而且平阳公主竟然是一位4品术士，隐藏的有些深啊。无论是京城百姓还是他们提灯人档案中，都是记载平阳公主只是一位普通人，没有修为在身，还有她的智力和政治水准皆达到了一流人杰的地步，魅力那一项更是达到了99，再加上她的命格特性，她的魅力属性值达到了惊人的104。平阳公主竟是位隐藏的 BOSS。 怎么了？平阳公主美眸中有些疑惑，她身体向前倾了倾，葱白如玉的手指轻轻地点了点夏晨的手臂。刚才有些走神了，抱歉了，公主。夏晨从系统面板上收回目光，回过神来，在我面前都能走神，难道是我长得不够美吗？平阳公主嗔道，她双手托腮，可爱艳美成熟等各种气势杂糅在一起，却又不显矛盾，极具万种风情。公主的美貌无人能及，是微臣的错。夏晨笑着说道，看过系统检测之后，他已经知晓平阳公主这一切都是自然流露，是真正的媚骨天成，没有施展什么魅惑之术，因此放松了不少。那比之瑶光呢？平阳公主听到夏晨这话，双手托腮，瞪大美眸，下意识便问了出来，但很快她意识到了这么问有问题，她连忙补充，我是说比之那京城4大美人如何？瑶光不是被号称京城4大美人之一吗？平阳公主坐直身体，眼神略微不自然，她偷偷看了夏晨，然后看到他一脸自然平静，这才放松了不少。其他3位美人我倒是没见过，不过想来她们再美，公主的美貌也不会逊色，甚至更有魅力。夏晨笑着说道，然后又给平阳公主倒了一杯茶水。平阳公主连忙伸手去接，两人的手指触碰，夏晨感觉自己手指一片滑嫩，宛如触碰到了冰肌玉骨，而平阳公主则感觉到一股温热雄阳之气涌入她的手心，这让她脸颊微红，眼神不自然。系统，我是否有魅力属性值多少？夏晨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自然地收回了手，然后再次询问系统。系统面板上快速浮现一行小字：夏晨，魅力105，气运金龙加身，全方位提高玩家魅力值，容貌魅力+3，人格魅力+5。备注：魅力分为容貌魅力和人格魅力，容貌魅力越高，更容易吸引同性或异性，让其心生爱意；人格魅力越高，对玩家周围的人及知晓玩家名号的人吸引力越大，更容易吸引人杰相投，可以将天下英杰聚拢到身边，此乃帝王必备属性之一。夏晨看完系统面板上的小字之后，目光深邃，这个魅力值有点强啊，特别是细分之后的人格魅力。自己的基础魅力值有105，这一点倒是不太意外，但夏晨没想到那天在那番残破天庭中得到的气运金龙对他的帮助这么大。有这条气运金龙加持，自己的魅力属性值可以达到108110，这真是要化身成魅魔吗？庭院中，夏晨与平阳公主聊着，气氛越来越融洽。公主品尝一下我这里的特色美酒如何？夏晨笑着说道。两人都是魅力值超绝之人，虽然房间里还有一个白衣侍女，但那白衣侍女早就已经站在角落中，如同融入的黑影中。两人如同在房间中单独聊天，虽是聊天，但夏晨却有一种上对抗路的感觉。媚骨天成果然不是说说而已。而平阳公主则感觉自己和夏晨待在一起，心情都比往日要更好，心情愉悦。她心中没有杂念，也没有往常朝堂上的勾心斗角，这种感觉让她很舒服，这让她有一种想要一直和夏晨待在一起之感。她目光望着夏晨，比最开始要多了一些情感，可理智又在狠狠地压制着。好啊，世间美酒早就已经喝腻了，我倒要瞧瞧你这天上去的美酒究竟有多美。平阳公主美目笑盈盈，有碧玉仙茶在前，
他对这种期待感已经彻底的上来了。能被夏晨这般重视，肯定不一般。很快便有侍女抱着一坛包装华丽的美酒上来，这一坛酒有2斤重，上品碧玉酒，这一坛酒我要卖5000两，今日我请公主喝。夏晨又是亲自倒酒，他笑着给平阳公主介绍道：“5000两，你这一坛酒莫非金子不成？”平阳公主笑道：“不过她倒没有被这个价格吓到，只是觉得京城最好，被命为皇家酿酒酒玉轩，最好的一坛酒也才2000两一坛，而且那一坛酒足有5斤重。”公主喝了便知晓。夏晨笑着拔开酒盖，顿时一股浓厚酒香在屋子中飘荡开来。平阳公主琼鼻微耸，先是闻到一缕若有若无的甘甜果香，似熟透的浆果在鼻间轻舞，继而陈酿的馥郁醇厚铺陈弥漫，如岁月的韵味沉淀其中，浓郁而不失高雅，丝丝缕缕地撩拨着嗅觉神经，令人只是闻着酒香便心醉神迷。好酒！平阳公主眼眸明亮，仔细盯着夏晨手中的酒，有些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了。夏晨轻轻一笑，然后拿起酒杯，抱起坛子便给平阳公主倒了一杯。碧玉色的酒液顺着坛沿倾斜进酒杯中，顿时屋内的酒香更加浓郁了。公主，请。平阳公主端起酒杯，慢慢倾送入自己的红唇中，顿时一股浓郁的醇香在平阳公主的味蕾上炸开，同时她感觉口中的液体仿佛入口即化，化成了丝丝缕缕的能量涌，融入了她的四肢百骸中。一时间，平阳公主感觉自己如同冬日处在暖阳之下，思维比平日里运转得更快，对一些术法的理解更加透彻了。绝顶好酒，并且似乎对修炼也有妙处。平阳公主睁开双眸，美眸灿灿看着夏晨。正是这种酒对修炼是有极大的好处的，特别是对于术士和悟道有绝顶妙处。夏晨笑着，这天上居所卖的碧玉酒，乃是夏晨从系统商城中兑换出来的碧玉酒掺其他酒水所兑出来的。第一、第二层所卖的下品碧玉酒，乃是按照1比1000的比例兑换，1斤纯正碧玉酒兑1000斤普通酒水，而3、4层所卖的中品碧玉酒，则是按照1比100的比例兑换。这上品碧玉酒便是1比10的比例，虽然比不上纯正的碧玉酒，但无论是酒香还是药力，都已经超出世间绝顶美酒了。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方式，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如今夏晨还没从系统商城中弄到碧玉酒的酒方，如果卖纯正的碧玉酒，那产量根本没有那么大。就算现如今采用对普通酒水的方式，天上居也不得不限量下品碧玉酒，1斤装的每天最多只卖50坛，中品碧玉酒每天只卖10坛，至于上品，每天只卖1坛好酒。平阳公主再次一饮而尽，她粉嫩的脸颊微红，一时间不知是酒意上冲还是药力上来了。她一杯一杯的小酌着，美眸中也越来越迷离。公主，您慢慢喝，我让人给您上菜。夏晨看了一眼外面的太阳方向，已经快到饭点时间了，估计差不多邀请的人都要来了，决定起身。那你呢？夏晨刚起身，平阳公主竟然大胆一把抓住了夏晨的手。你陪我喝酒。平阳公主眼神迷离，声音嗲嗲的，又带着魅惑，似乎在撒娇。一直处在角落中充当透明人的白衣侍女看到这一幕，顿时一惊，想要上前，但又止住了。她也没想到今天的公主与往常这般不一样，而且这可是瑶光公主的未婚夫公主。今日微臣还有事，等下去招揽客人，不如改日我陪公主畅饮，如何？夏晨微笑着，自然地握住平阳公主光滑细腻的玉手，然后轻轻捏开，挣脱开来。那好，过几日你来我府中，拿上你的这种酒，我们畅饮。平阳公主如同一个听话的小孩子，脸上露出开心灿烂的笑容，笑靥如花。大人，太子来了，还有三皇子，他的马车也出现在永乐街，另外林首府家中的马车也出现了。夏晨刚从6楼下来，陆晨便来到夏晨身边小声说道：倒是有意思，都来了。夏晨笑道：大人年纪轻便身居高位，太子和三皇子想来都是想拉拢大人。一旁的许星辰笑着说道：说不定是来寻仇的呢，前些天咱们还处死了他们的人呢。夏晨开玩笑说道，不过他也知道可能性不大。夏晨一边说着，一边走出天上居，前去迎接那所谓的太子和三皇子。很快，2辆马车互不相让，一同驾驶而来。微臣参见太子、三皇子殿下。人还未下车，夏晨便在马车外大声喊道。而天上居门口还围观着大量的人。这家酒楼背后的东家能量好大，太子和三皇子竟然都来了。不仅如此，平阳公主先前也早已进去。这你们都不知道，这天上居背后乃是提灯人司长夏晨。人群小声议论，互相诉说着自己的小道消息。你就是夏晨。天上居门口最右方的那辆马车走下来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身着一袭长袍，并不怎么华丽，但穿在他身上却愈发衬托的这个青年气质不凡。正是微臣。太子端详夏晨，然后又点了点头，果然容貌甚伟，与瑶光郎才女貌。起来吧，
都是一家人，不必多礼。哈哈，上次你我兄弟二人便说要一起喝酒，今日听说你的酒楼开业了，便来讨一杯酒喝。就在太子与夏臣聊着的时候，左边马车传来一声爽朗笑声，三皇子从马车中走了下来，穿着随意，气质放荡不羁。见过三皇子，你我兄弟之间何须如此客气？上次又不是没见过。三皇子走到夏臣身边，亲热地将手搭在夏臣肩膀上。太子脸色瞬间有些阴沉，但又很快恢复如常。上次你我确实在路边见过一次，当时确实没时间一起去喝酒，今日正好太子也在，咱们三人一起进入畅饮。夏臣笑着，然后又看向太子说道。太子听到夏臣这话，顿时浮现笑容。好，今日便见识一下你这里的美酒。太子笑着说道。夏臣则后退几步，不经意间松开三皇子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然后对着太子和三皇子说道：两位殿下请。太子和三皇子点了点头，正准备上楼，又一辆马车缓缓而来，林首府家的马车。太子看了一眼马车，开口说道。就在三人目光望来时，马车中下来一个年轻人，正是林首府的儿子林子涵。夏臣略微诧异，没想到是这位跟他略有摩擦的人来了。不过转念一想又很正常，林首府日理万机，整个大武19州都在他肩上扛着，怎么可能抽得出时间出席一个酒楼开业呢？见过太子、三皇子、夏大人。林子涵笑着抱拳，容貌气度皆挑不出任何毛病，丝毫看不出他之前对夏臣有意见。子涵客气了，不必多礼。太子笑道，然后他又问道：今日怎么没在内阁中当差？听闻夏大人今日酒楼开业，而我父亲最近又因西北军事而繁忙，没有时间过来，因此特意叫我休沐，代表他前来。林子涵笑道，然后又对着站在一旁的夏臣一笑。太子和三皇子眼神中都有光芒流转，他们皆没想到林首府对夏臣也都如此关注重视。平日里他可是最为严肃了，更别说让自己儿子休沐来参加酒楼开业这种小事了。三位请。夏臣笑着将这三位算是大武朝最顶级的二代给请了进去。太子和三皇子自然也是要上第6层的，至于林子涵代表的是林首府，自然也是有资格去第6层的。一下子第6层5间庭院就已经迎来了4位主人，沈雪岩、张文辽几人今日也是真正见识到了夏臣的面子与人脉。临近饭点，陆陆续续客人全都来了，被夏臣邀请的权贵基本上也都赏脸，就算没时间来的也派人前来。见过驸马爷。大门口又加来一辆马车，这是瑶光公主府的，但马车中下来的却并非瑶光，而是一个黄衣漂亮女孩。她手里拿着一个大雪梨，就这么边啃着边走了下来。她来到夏臣面前盈盈施礼，正是黎薇。公主3日前便已闭关，因此紫月姐姐叫我今日前来带公主参加，并且让驸马爷莫要误会公主。黎薇眨着漂亮的大眼睛，异常认真地说道。公主修为上的事情自然更加重要，酒楼开业本不过就是一件小事罢了。夏臣笑着说道。驸马你真没生气？黎薇继续眨着漂亮的大眼睛，认真问道。当然没，我知道你喜欢吃美食，我给你安排一个房间，给你尝尝我们店里的美食，如何？真的吗？驸马爷怎么知道？黎薇顿时笑盈盈，漂亮的小脸上满是开心。我还知道你是美食专家，我这里还有美酒，等一下让你品尝一下。夏臣看着青春活泼的黎薇，笑着说道。驸马爷真好，那我请你吃梨子，这种雪梨可好吃了。黎薇眼神亮晶晶的，说到手中的雪梨时，嘴角还有亮晶晶的液体流露出来。她舔了舔鲜红的嘴唇，目光有些不舍，但还是将手中的大雪梨递给了夏臣。黎薇替我品尝就行了。夏臣笑着将黎薇手中的大雪梨给推了回去。驸马爷真好，我宣布你是除公主之外，今后我最喜欢的人了。黎薇笑容无比灿烂，开心。她是个很纯粹简单的人，相比于聪慧的瑶光和紫月，没有那么多复杂念头，也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的想法。夏臣其实更喜欢与这样的人相处，简单纯粹。他看着眼前开心的黎薇，嘴角也不由浮现笑容。之后又有大人物上门，夏臣的顶头上司马宋也来了，夏臣亲自将马宋给迎了进去。那位年轻人是谁？突然夏臣目光向一个青年人望去，陆晨看了一眼，连忙答道。那人是刑部侍郎家的公子杜来会，今日应该是代表刑部侍郎过来的，知晓他的信息或者他有什么传闻吗？这个杜来会从小被刑部侍郎带在刑部，听说很擅长断案。陆晨虽然不知为何大人突然问起这人，但也连忙答道。那个人呢？夏晨又指了这一个刚从马车下来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英武不凡，身上朝气蓬勃。这人是汉阳侯之子苏岩，听说汉阳侯前段时间还给他取了一个字，名叫定方，希望日后他继承爵位，建功立业，平定一方。陆晨对这些权贵之子的信息如数家珍，夏晨听完之后点了点头。你去将他们2位都请来。陆晨听到这话略微诧异，但连忙照做。
夏晨目光深邃，他的这双重瞳很特殊，尽管还未复苏，但已经展露出一些神意了。这两人的气场与其他人有很大的不同。给我检测这两人的数据信息。夏晨对着系统发出指令，然后系统面板上浮现出一行行小字。天上居门口。夏晨眼眶中看到系统面板上不断浮现小字。杜来会，顶级人杰，统帅，52、76，智力95、97，政治92、96，命格特性，能断，遇到重大决策，智力+2，潜力4颗星，境界儒道7品境，苏颜，一流人杰，统帅86、94，智力89，政治75、87，命格特性1，纵横，率领大军团作战时，统帅值+2，命格特性2，破译，面对异族时，统帅值+4，潜力4颗星，境界5到6品境。夏晨看完这两人的数据之后，眼神一亮，一位顶级人杰和一位一流人杰，而且这两位都是有着独特命格特性的，特别是苏颜，竟然有2个命格特性。94的基础统帅值，若是让他率领大军团与异族作战，在命格特性的加持下，统帅值可以到达绝世人杰的范畴。100，一位一流人杰，这爆发的潜力有些惊人啊！夏晨看着远方那英武不凡的少年，眼神明亮。杜公子，我家大人有请。陆晨走到杜来会身边，抱拳说道：“你家大人是？”杜来会顺着陆晨的目光，看到天上居门口一个俊美少年，笑着对自己点了点头。夏晨夏大人，正是我家大人。陆晨露出笑容，然后再次手一伸，示意杜来会过去。杜来会点了点头，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变化，但心中却一紧。今日自己确实是受邀来参加天上居开业，可之所以过来，不过就是给一个面子而已。无论是自己还是自家，之前与那夏晨都没有交集。他们是属于文官集团的，而夏晨出身武勋世家，原本就是有些对立。现如今夏晨更是成为了提灯人，身份位置就更加敏感了。杜来会经日本打算吃一餐饭，给个面子就走。这么多朝中大员勋贵都来，自己一个侍郎之子根本不起眼，但却没想到夏晨亲自邀请他过去。是武勋集团想借着他向我们发难，还是提灯人盯上了我父亲？杜来会政治敏感度极高，因此内心有些不安，但脸上却浮现笑容，极为自然。见过夏大人。杜来会恭敬行礼，虽说这夏晨年纪比他还小上几岁，但抛开身份背景不说，现如今已是4品大官，而自己父亲身为刑部侍郎，也不过才从3品而已。自己一个刑部侍郎之子，在其他人面前那是身份尊贵，但在夏晨面前却着实不算什么。杜兄客气了，今日不论官身，你我年纪相差不大，又是同辈，以兄弟相称便可。夏晨笑道。杜来会听到这松了一口气，但依旧不敢彻底放松下来。他还摸不清夏晨到底找他干什么，这么多权贵都来了，夏晨为何独独亲自找他呢？杜来会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抱着这个警惕之心，杜来会与夏晨闲聊着，然后他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夏晨好像真的只是与他聊天。今日与杜兄一见如故，下次我再单独请杜兄喝酒。杜兄，你先请。夏谦，你带杜兄前往第5层。夏晨笑着说道，点到为止，没有表现得太过殷勤。君子之交淡如水，来日方长。杜来会满头疑惑，聪慧如他，一时也没想通夏晨究竟想干嘛。两人之前应该是并无交集的才对啊，难道真一见如故？杜公子，您的房间在第5楼，原本应该是第4楼的，我家少爷与你一见如故，因此将你升了一层。夏谦跟在杜来会身后，笑着说道。杜来会心头微惊，虽然他自认为朝中权贵很多，并不自傲，但也只是相对来说而已。事实上，刑部侍郎已经是朝中真正的大员，称得上大佬了。但按照原先发展，这个身份在夏晨这9楼中只能去第4层。那不知这第5层和第6层有哪些人在？杜来会不经意的随口问道。第6层有太子、平阳公主、3皇子，还有林首府的嫡子小阁老林子涵。这第5层有提灯人指挥使马宋、工部尚书嫡子沈迪、镇北侯府中嫡子怀王世子、无双侯嫡子、安乐侯嫡子、靖海侯嫡子。夏谦如数家珍，将一串串名字报了出来。杜来会面色越听越凝重，难怪自己这个侍郎之子原本只安排在第4楼。今日这家小小酒楼开业，整个大武朝几家顶级武勋竟然基本上全到场了，这就是夏家在武勋集团中的影响力吗？这些顶级武勋集团之所以派嫡子来，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夏晨姓夏，乃是镇东侯府嫡子，跟他们是一个阵营的。更让杜来会诧异的是，太子、3皇子、平阳公主，甚至小阁老竟然都来了。特别是小阁老，小阁老代表的可是林首府，而林首府代表的可是整个文官集团，这其中莫非有何含义？一瞬间，杜来会又想到了很多。他对那位在门口见到的夏大人有些更加敬畏了。
夏大人，教和大人，你我两家乃是世交，你若不嫌弃，叫我一声陈哥就行。夏晨身前站着一个英武不凡的少年人，夏晨笑道。苏颜听到夏晨这亲切的话，摸了摸头，憨厚地笑了笑，目光好奇地打量着夏晨。这个与自己只大几个月的少年，现如今已是威名赫赫了，但似乎人很好相处啊。陈哥，苏颜抱拳豪爽地叫道。他们都出身武勋之家，尽管之前从未见过，但天然就亲近。这也是为何夏晨一封邀请，便有这么多武勋子弟前来撑场面。两人站在门口聊着，气氛很快就火热起来。相比于之前的杜来会平淡，夏晨与苏颜的关系快速升温。陈哥现如今真是威风，在我们武勋子弟中已是顶尖人物。苏颜有些羡慕地说出真心话。现如今夏晨虽年纪轻轻，但若论在朝中的声势，在他们这些武勋2代3代子弟中，已经隐约是第一梯队的。只是可惜未走他们武勋军中道路，否则的话，未来或许将成为他们武勋中的领军人物。哈哈，我相信定方你，未来定然可以取得一番成就。夏晨笑着拍了拍苏颜的肩膀，17岁便破入6品境，这天赋在整个武勋子弟中可都不多见，是当之无愧的天才。可我都已经17岁了，陈哥就比我大几个月而已，都已经响彻京城了。而我想要出世，我父亲都还说不急，让我再等等，至今还籍籍无名，一事无成。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够去边疆建功立业啊？苏颜觉得今日认识的夏晨跟他意气相投，跟他聊天很舒服，让人情不自禁就想亲近，这让他大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此时他也忍不住将自己的心中愁绪说得出来。今日的无名之辈，来日未免不可威震天下。我相信定方的潜力，未来说不定会超越你先祖的荣耀。夏晨哈哈大笑，颇为豪迈，让一旁的苏颜眼神越来越明亮。此时他身上完全没有了读书人的文雅之气，与不同人聊天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当你如果与一个人聊天，一直全程感觉很舒服舒心，那么这人一定是在向下兼容你。只有与一个情商、智商皆高于你的人聊天，全过程才会无比愉快。玄真子道长也来了，天海大师也来凑热闹。夏晨亲自将这2位给迎了进去。听闻你这里有好酒，我便赶忙来了。玄真子笑道。天海大师在一旁笑而不语。没问题，今日让道长见识一下我这里的上品碧玉酒。夏晨笑道，然后又望向天海大师。我让后厨特意给大师准备斋饭。谢夏公子，不过贫僧酒肉荤腥皆不忌，不用额外准备了。这里应该就我与玄真子道长2个出家人，不如我与玄真子道长拼个桌如何？天海大师念诵佛号，目光望向玄真子笑道，我没问题，正好一起喝酒。玄真子潇洒至极，并没有什么道统之争，两人一佛一道相处，倒是颇为融洽。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大师好境界。夏晨笑道。而天海大师听到夏晨这一句话，眼神明亮，嘴里重复念叨夏晨的这句。夏公子果然精通我佛家真理，乃是有慧根之人，若入我佛家，说不定能够成佛。天海大师停下驻足，然后施佛礼，眼神认真。哈哈，众生皆佛，哪里不是修呢？何必一定要出家呢？夏晨双手合十，这一刻恍惚间，天海大师竟然看到了夏晨身后升起了万丈佛光。直到很久，天海大师才缓过神来，他再次看夏晨，而夏晨只是夏晨，并未立地成佛。天上居开业第一天是极为热闹的，让很多京城百姓都见识到了什么才叫人脉，什么是势力。一个提灯人4品司长，竟然能够让太子、三皇子等人都来，这未免有些太逆天了。不止皇室来了，武勋集团也基本全到齐了，还有文官集团也来了一些大人物。这夏晨不得了啊！文官和武勋集团不说势如水火，但平日里也不会这么融洽。这夏晨竟然能够让两方都给面子。出身武勋世家，现如今是驸马，算是半个皇室，掌管鹰眼司，又颇有诗才，与天下读书人走得近，这身份关系逆天了，难怪哪一方都给面子。关于天上居的消息快速的传遍整个京城，被京城其他权贵知晓。一些为给夏晨面子，连下人都为派人来祝贺的人家，他们没料到这么多人都会给面子，有些权贵甚至是亲自过去的。现如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不由些后悔，不会被那小子记恨吧？应该不会。听说这夏晨颇有仁德之风，是个心胸宽广之人，大不了下次咱们再去祝贺就行了。有人摇了摇头，回想了一下京中关于夏晨的传闻，不由放心了不少。出事了，天上居闹起来了。永乐街众多商贩今日里可谓是长见识了，尽管这条街是众多权贵们喜欢逛的地方，但他们也从没在一天内见识过这么多权贵。怎么了？水果店老板老李顿时拉住惊呼之人，茶肆老板老张和周围的一些老板顿时也围了过来，全都准备吃瓜。那么多大人物都在天上居，竟然有人敢在开业时去天上居闹事，不要命了吧？茶肆老板老张忍不住问道。张老板，不是有人去天上居闹事？
而是天上居里的那帮神仙人物闹起来了。被抓住的这人连忙说道，但这句话让众人的好奇心顿时飙升。那些不是被邀请的贵客吗？他们在天上居闹起来了，怎么可能？也不是闹，是天上居推出来一种美酒，众人尝了之后惊为天人，但没想到天上居竟然限购，每一桌只卖一坛，多了的话你给钱也不卖。而且这酒价格昂贵，1、2楼所卖的下品碧玉酒，而且还只有1斤重，便要足300两银子。那人赶忙说道，张老板，你们先放开我现在赶忙回店子，要替我家老板去取钱。今日天上居开业，所以破例允许每一桌额外再买一坛，我再不赶快回去，到时候我家老板没有买到酒，定会责罚我的。小王连忙说道。众人听了之后极为惊奇，什么酒？1斤装，而且还是最普通的，竟然卖300两一坛，这比抢钱还快吧？那里面的贵人为何闹起来了？不会是有人对那下大人不满吧？小王，你将话说清楚呀！周围的人都认识这个小王，这个小王的东家也是这条街上的店主。今日天上居开业，小王的东家看到这么多权贵人物去了，便也升起了好奇心，落座了天上居第1楼大堂。不是对夏大人不满，是对夏大人的规矩不满。下品碧玉酒也是绝顶美味，我听说那些达官贵人所在的楼层还有中品上品碧玉酒，他们品尝之后都被惊住了，然后都想再来几坛，结果却被告知每一桌只能上1坛，因此这才不满。小王快速地说道，然后扒开人群，飞速地跑进店中。他再不将银子拿过去，恐怕真会被老板责骂了。那什么碧玉酒有那么好喝吗？那可是京中权贵，听说太子、三皇子等人都去了，他们什么美酒没喝过，会被天上居的美酒惊为天人。有人被震惊到，但以他们贫穷的想象力，想象不出那碧玉酒究竟有多美味。天上居，诸位兄弟，这酒真不能多卖，产量太少了，今日要是全卖了，明日我这天上居就得倒闭了。第5层一个庭院中，这里坐着7、8个青年人，苏颜也在其中。夏晨眼神真挚，抱拳说道，好了好了，你们别为难臣弟了，今日这酒我们就只各买1坛，今后若是想再来喝，便自己来这天上居便是。其中一个看上去26、7岁，充满阳刚之气的青年挥了挥手，压下众人，定下基调。多谢无双哥理解。夏晨抱拳，为首的这个青年人乃是无双侯嫡子，名叫韩无双。无双侯乃是大武开国侯勋，至今已经传承了800多年，论资历比夏家还深厚。开国武勋传承到现在，只有3家还算繁茂，没有衰败下去，其中这无双侯府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在武勋中地位颇高。韩无双从出生那一刻便被这一代的无双侯寄予众望，希望他能够重振无双侯府，实现祖上荣光，因此直接以爵号为名。韩无双也不负众望，在整个武勋年轻一代中崭露头角，颇有威望，年仅27岁便已经是4品官身。按照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可以想象未来他必定会成为新一代武勋集团的话事人之一，让无双侯府光芒再延续几10年。陈帝之前一直待在侯府，这几个月又一直忙着衙门里的事，无暇分身。今日倒是我们这些兄弟们第一次见面，今日你可要好好招待我们，留下喝酒。韩无双为人颇为豪爽，待人很是真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武勋子弟中人缘颇好，很有威信，众人都愿意与他结交。那是自然，小弟之前颇忙，倒是疏忽了这事，今日我与兄弟们不醉不归。夏晨深刻知道，他出身武勋世家，即便他真的与夏家决裂，但这一事实是改变不了的。武勋集团是一股庞大的力量，是他的基本盘，他也不可能放弃。今日这些武勋子弟释放善意，他自然也要懂事一点。再拿1坛上品碧玉酒来，诸位兄弟，这1坛酒算是我请大家的，咱们不醉不归。夏晨拿起酒，然后从韩无双开始打了一圈酒，每一个人都亲自敬了一杯。这些人都是侯府嫡子，未来都将继承侯爵之位，可以说这些人便是未来武勋集团的代表。整个包厢中的氛围开始火热起来，喝酒从来都是一种提升关系的捷径。我听闻无双哥这次将会跟随太尉前往西北战场。喝到后面，关系都已升温，夏晨双眼看似迷离，但实则意识清醒。他开口问道，哈哈，正是，这些年在禁军中颇为无趣，该去外面闯一闯了。韩无双拿着酒杯一饮而尽，气势豪迈，哈哈，大丈夫处事若不能立功建业，不如与草木同腐。夏晨也举起手中的酒杯，壮志豪情地喝道。已经上头微醺的众人听到夏晨这话，皆是神情亢奋，脸上还有稚嫩之色的苏颜，嘴里仿佛念叨着这句话。而韩无双眼神一亮，目光灼灼地看着夏晨，还是臣弟懂我，相逢恨晚，真是未能早点遇到臣弟啊。韩无双神情亢奋，直接站立起身。我听闻臣弟素有诗名，特别是那日在瑶光公主诗会写的那句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真是甚合我意。我即将出征，不知臣弟可否也送我一首诗。
已经有些上头的韩无双目光热切地看着夏晨，有何不可？今日我便为无双哥赋诗一首，提前祝无双哥名震西北，凯旋。夏晨哈哈大笑，气度无双令在场众人都不由心中赞叹。之前还有人觉得夏晨整日混迹读书人之间，没有他们五勋子弟的英气，但此时一见到，是他们目光短浅了。这夏晨真乃大丈夫也，身上尽是他们五勋子弟的英武与豪迈。夏晨拿起酒壶，一口饮尽，他也站立起身，声音豪迈大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西北50州。当夏晨这一句诗词一出，在场出身五勋世家的人皆都毛发耸立，鸡皮疙瘩瞬间就起来了。众人的眼前仿佛看到了一片滚滚黄沙，众多将士身着甲胄，骑着战马，喊杀声响彻整个战场，向着敌方大军冲锋而去，视死如归。有人激动地站立起身，想要喝彩，但夏晨的声音又再次响起，且这一次比之前更加激亢：请君赞上子萧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子萧阁乃是大武开国皇帝用来供奉功臣画像的，到现如今已800年过去，子萧阁已经成为无数文人武将建功立业所追求的了。夏晨最后那一句，有哪个书生能够被册封为万户侯呢？话语中的意思明显是，只有他们5人在战场建立功业，才能够被封为万户侯。这首诗配合此情此景，大家全都毛发耸动，激动不已。在场众人无不起身，有人手都在颤抖。好，绝妙！一声大喝，苏颜一拳捶在桌面上，他神情无比激动。大丈夫就该如此，纵横沙场，建功立业。韩无双也大笑，无比兴奋。我臣弟文武双全，今日2部成诗，真乃诗仙也。韩无双赞叹天上居的开业极为成功，整个京城都已知晓，在长乐街新开了一家酒楼，京中大半个权贵都去了。比天上居开业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天上居里面有一种美酒，名为碧玉酒，分为上中下不同品质。有人说这是仙酒，不仅是世间绝顶美味，还对修行有绝顶益处。在第4层，有一位公子喝了一口上品碧玉酒之后，竟然当场突破进了7品境，在场很多人都亲眼目睹，这令众人更加惊叹。而碧玉酒高昂的价格也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上品碧玉酒竟然卖5000两银子一坛，简直比金子还贵。但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这数量稀少的上品碧玉酒，竟然有人开出了1万两银子的天价，出价的是平阳公主向一位处在第5层的侯府嫡子购买。但令人更没想到的是，这位侯府嫡子竟然当场拒绝了平阳公主，坚定的不卖。这个世界真是疯了，1万两银子竟然都不卖，那碧玉酒真是仙酒不成？说是仙酒毫不为过。今天中午我去凑了热闹，进了那天上居第2层，只喝了一坛内下品碧玉酒，那也是绝顶美味，不敢想象那上品碧玉酒究竟是何仙酿。有去过的人咂了咂嘴，似乎还在回味那美酒。你们听说了没？驸马爷还赋诗了一首，赠送韩将军，那首诗气势豪迈，堪称一绝。听说是驸马爷2部成诗，如此诗才，真乃我大武诗仙也。有人又是爆料，并且将夏晨做的那首诗给念了出来。太祖性豪迈，常与好友共饮。太祖曰：大丈夫若不能建功立业，不若同草木之腐朽也。饮至酣处，太祖即席赋诗，以赠将赴战之好友。太祖2部成诗，举作皆精。自是而后，众人咸称太祖为诗仙焉。晚上，林府，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西北50州。一个清冷绝美的女子缓缓念道，在她对面坐着一个男子，正是林子涵。这首诗确实绝好，那夏晨虽出身五勋之家，但却颇有诗才。亭子中，林子涵笑着说道，意境雄浑豪迈，也正因为他出身五勋世家，才能写出这等诗句吧。对面那个绝美女子笑着说道，林洛仙，京城4大美女之一，诗箫双绝，一世月神转世。小妹，那天上居确实有点东西，里面的碧玉酒堪称一绝，我带回来一坛，等一下等父亲回来，我们一起品尝一下。林子涵看着眼前的林洛仙，心情颇好。大哥不是对那夏晨一直以来感官不好吗？怎么今日多连夸赞他？林洛仙轻笑，他五官精致完美无缺，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却给人一种不是眼前之人，宛如天上仙之感。小妹，别取笑大哥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之前听京中谣言说他比父亲还厉害，我自然对他无甚好感。但那日在文会见他颇为沉稳，为人更是低调，明明有经世诗才，但却并不故意张扬，这让我对他的感官好转很多。今日又在天上居见到了他，与他多聊了几句，仔细观察，确实他真是一个心胸宽广、有仁德之人。林子涵笑着说道，在自家人面前说出了真心话。林洛仙美眸灿灿，安静倾听着林子涵的话。而且这夏晨容貌确实俊美，就连景轩也不如也，哎，倒是颇为可惜。林子涵说着说着叹息了一声，大哥怎么叹息呢？林洛仙端起茶壶给林子涵倒了一杯茶水，不由问道。那夏晨品行端正，
极有诗才，容貌俊美，更是有君子之风。你与他年纪相近，又有共同爱好，你俩倒是极为合适。但可惜这夏晨现如今成为了驸马。哎，林子涵越说越叹息，她这小妹从小就眼光甚高，无论是皇子还是京中权贵之子，一个都瞧不上。现如今都已18，还未定亲。林洛仙听到这些话，脸颊微红。大哥说什么呢？就算他不是驸马，我与他也不可能在一起。他出生镇东侯府，而我是首府之女，我们两家如何能结亲？真要结亲了，恐怕会给家族惹来大祸。林洛仙摇了摇头，眼眸中颇为冷静，但却对那夏晨升起了一丝好奇心。究竟是什么样的男子，才能让自己这一向眼光甚高的大哥都如此夸赞呢？我也知晓，只是感叹罢了。我小妹是何等人物，此生自然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无论是父亲还是我，都不会着急。小妹慢慢等待有缘人便是，小妹一定会遇到良人的。林子涵笑道，看着林洛仙的眼神颇为宠溺。就在兄妹俩闲聊时，有声音响起：“公子小姐，老爷回来了。”正在说话间，一个看上去50左右、气色红润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父亲。林子涵和林洛仙全都起身，都坐下吧。林寒甫挥了挥手，精神略显疲惫。父亲这么晚才回，可是朝中又有大事。林子涵看了一眼精神不好的父亲，开口问道：“还不就西北那事？15万禁军精锐，再加上府兵等，足有30多万人出征。陛下命我等2个月内集结粮草，提前运送到西北兰州。但现如今国库又空虚，马上又要秋闱科举了，还得准备这些事。”林寒甫摇了摇头，大武朝看似强盛，但实则内部积病已久。尽管他能力不俗，可也只能做一个缝补匠，而无法彻底治病。林子涵听到这沉默不语，想安慰父亲，可是知道语言无用，他只能转移话题。父亲，今日我从天上居带回来一坛好酒，咱们一起尝尝。就是那夏晨开的酒楼。林寒甫坐在亭子中看着天上明月，转头说道：“正是。那你仔细观察，觉得这少年如何？”林寒甫再次望天上明月，皎洁的月光铺洒大地。少年英杰，胸有才智却不显露，低调沉稳，性子不像他这个年纪的人该有的。总的来说，确实是一位不错的人才。林子涵认真答道，然后又将夏晨写的诗拿给林寒甫看，并且吩咐下人将他带回来的那一坛碧玉酒拿过来。确实好诗，难怪陛下这般倚重他。林寒甫凝视望了许久，不由点了点头。父亲，您素来喜欢美酒，尝一尝这坛酒。林子涵亲自从下人手中接过碧玉酒，然后看着父亲和林洛仙笑着说道：“我看你已经提过几次了，莫非这酒有何玄妙？”林寒甫轻笑，心情好了许多，不再那般愁绪。大哥先前可也跟我说了好几次，说的神神秘秘的，硬是说要等父亲回来才开这一坛酒。林洛仙轻笑，美帝能跟天上明月相映照。林子涵笑着，一边打开酒坛，一边说道：“这一坛酒在天上居卖5000两银子，而且有价无市，只有上5层和第6层的贵客才能喝到，而只有第6层的贵客才能够额外购买一坛。今日因父亲的面子，我才能与平阳公主、太子等人一起登上第6层，否则的话，最多第5层。这一坛酒5000两银子。”饶是林寒甫身为大武首府，听到这个价格都被惊住了，倒不是吃不起，而是他刚刚因钱财粮食之事而发愁。现如今大武物价，一担粮食也才只需要1两银子左右，而一担粮食有120斤，那岂不是说这一坛酒就值5000担粮食？平阳公主花1万两银子向威武侯之子购买他手中的那坛上品碧玉酒，威武侯之子都没有卖。林子涵笑着将自己今日在天上居的见闻说了出来。林寒甫和林洛仙平日里都是见过世面的，但也都被震惊到了。他们先前都以为不过是寻常好酒罢了，但现在看来，这怕不是仙酒吧？他们刚心想着，一股扑鼻的酒香便弥漫整个亭子，令人心神陶醉。父亲，小妹，请。林子涵给两人各自倒了一碗碧玉色酒液，示意两人品尝。酒液刚一入喉，林首府便睁大了眼眸，紧接着又闭上了眼睛，仔细回味，极为芬香，身心接近。这种酒不仅可以帮助修行，还可以增强悟性。林洛仙身体体表上浮现璀璨月辉，仿佛披洒了一件月华甲胄，她的气息变得空灵，仿佛要化为天上月神。她睁开美眸，眼眸中有太阴之力一闪而过。不愧是小妹，一下子便品尝出来了。林子涵笑道，又给林洛仙倒了一杯。有如此神妙之力，难怪卖如此高昂价格。林寒甫也睁开眼睛，喝过这酒之后，他原本有些憔悴的精神竟然立刻恢复了过来，现在感觉精力充沛。父亲，咱家虽不缺钱，可我也不至于如此奢靡，花5000两买一坛寻常美酒。今日这碧玉酒被那些人高价抢夺，但即便如此，也依旧没有一个人愿意卖，是真正的有价无市，大家都是识货之人。林子涵笑道，路上碰见长公主，听长公主说，夏晨那里还有一种神奇的茶叶，被称为碧玉仙茶，但可惜
这种茶叶天上居不卖，父亲和小妹都喜欢喝茶，下次我找那夏晨看能不能要来一些。林寒甫听到林子涵的话点了点头，沉声说道：看来这夏晨确实有点东西，年轻人真是不可小觑啊。林若仙则是在一旁静静没有说话，但眸光流转，不知心中在想什么。大人，今天我们赚疯了！天上居中，张文辽激动地大喊着。一旁的沈雪岩嘴角含笑，一旁的许星辰与邵谦看到那数字之后也有些无法淡定，而夏晨无比平静。他们开天上居，前面花了5000两，后面又补了1000多两，总共也才花了6000多两银子，但今日一坛上品碧玉酒便卖5000两，卖上2坛便已彻底回本，还有的赚。只要有这酒楼在，每日可以说是日进斗金。得想办法兑换出酿酒方子，否则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而且随着碧玉酒名声越大，肯定会有人打其主意，到时候被他们发现啥就不好了。在众人一片欢愉时，夏晨内心却很冷静。他觉得还是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争霸碎片是大有用处的，不可能全都用来兑换碧玉酒，还是要自己酿制。夏晨一行人清点着账目，夏晨对着一旁的沈雪岩说道：天上居目前就开这一家吧，你拿着天上居赚的钱投资其他行业，尽快扩张起来，这些钱不够，我未来需要更多钱。夏晨神色非常认真，今日赚的钱看似是个天文数字，但实则远远不够。我明白，大人，我会尽快招募人手，将商业版图搭建起来。沈雪岩点了点头，现如今京城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他是夏晨的人，他终于不用畏手畏脚了。就在两人谈话间，天上居门口走进一位老道。道长，我们已经打烊了，今日不接待客人了。还在兴奋中的张文辽看了一眼，连忙说道：是吗？我听闻这里有好酒，便连忙赶来了，却没想到来晚了，看来还是无缘，我下次再来。老道士摇了摇头，叹息一声便要退出门外。夏晨被声音吸引目光望来，目光落在老道身上，他目光一凝，两个眸子短暂分裂，又重新合为一，深处有奇异光芒绽放。道长，既已来了，那便是有缘，虽说已经收工，但我们这还没有关门，道长不妨进来一坐。夏晨脸上浮现笑容，气质温润如玉，对着老道笑道。老道士听到声音停住脚步，转身目光望向夏晨，目光浑浊，宛如普通老人。那便打扰小友了。老道士笑道，目光一直停留在夏晨身上，似乎要看破虚妄，看到的诡计。这名道士正是老天师，今日他亲自来了。文辽，去拿一瓶上品碧玉酒来，然后将我那茶叶拿来。夏晨笑道，在场众人都是聪明人，顿时都意识到了这位老道士身份可能并不简单，否则自家大人怎会如此，只是不知这位道士究竟是何身份。我听闻那上品碧玉酒可是只有5、6层的贵宾才可以喝，而且一坛要5000两，我一普通老道恐怕是无福销售。老天师摇了摇头，在一楼大厅坐下。好酒配有缘人，无缘之人自然是要钱，可有缘之人哪怕只是坐在第1楼，那也是有资格品用的。夏晨再次笑道。老天师内心端倪，今日前来，他隐去了天机，收敛了气息，化为一普通道士。自己也已多年未见外人，这夏晨应该是不知道自己身份的，可竟然对自己这般客气，难道真是因为有缘？不知为何，老天师感觉心中怪怪的，怎么感觉夏晨把他的话说了，说的全是他的词啊？小友可否陪我小酌一杯？老天师伸手邀请夏晨。夏晨微笑点头，自然的在老天师对面坐了下来。果真看不出面相，是因为他身上有东西遮蔽了，还是他真的是遁去的衣呢？老天师心中喃喃自语，他目光又在屋内许星辰几人身上一扫而过，都是气运浓厚之人，身具大气运的人都围绕在他身边，这只能说明夏晨身上的气运更加庞大，才能压得住他们。老天师心头有些诧异，这么多大气运者都凝聚在他身边，难道这夏晨真有帝王命格吗？就在老天师思索间，张文辽将碧玉酒和碧玉仙茶全都拿了过来。碧玉茶夏晨将其分开装，每一小罐只有50克，因此夏晨才会那般豪爽地送给平阳公主1罐。而这茶叶每次泡上一壶，只需5、6片茶叶便足够了。好茶，好酒。老天师到茶香和酒香之后，眼神都一亮。他先是端起茶杯，轻轻地抿了一口，顿时一股浓郁的茶香在他的味蕾上炸开，一股浓郁的生机沿着他体内经脉弥漫开来。他心头宁静，这一刻竟然感觉更接近到了。天上居内，良久之后，老天师才睁开眼眸，真是绝顶好茶。老天师眼神明亮，不再浑浊，仔细端详茶中开口说道：这种好茶之前竟然从未听过，倒是我孤陋寡闻了。老天师摇了摇头，感叹说道：道隐无名，真正的好东西宛如大道一般，无名无形，是不被外人所知晓的。夏晨平静地笑道，又给老天师倒了一杯碧玉酒，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老天师眼神一亮，
不仅是因为浓郁的酒香，还是因为夏晨刚才的那句话：道隐无名。小友对我道家也有研究，略懂。夏晨伸手示意老天师品尝美酒，老天师内心有些好奇，但他心静如水，很快便平静不起丝毫褶皱。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顿时他感觉这股酒力在温暖他的血肉，在壮大他的精神。茶水与酒水的共同作用下，他感觉自己似乎隐约间感受到了大道，那是一种灵魂战力般的感觉。他感觉自己渺小如尘埃，而大道浩瀚如烟海。今日见识了小友的茶与酒，才知天下无穷，凡人终其一生也不可完全知晓天下事。老天师再次睁开双眸，心有感慨。然后他话锋一转，再次问道：小友对我道家的道颇为精通，不知可有否见解？见解谈不上，只不过平日里通读了一些道家典籍罢了。夏晨谦虚地摇了摇头，沉吟了片刻，这才抬头，目光璀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天师身躯一震，一刻他似乎感受到了道在与他共鸣，在旁人耳中普通的话语，但在他心中却感受到了道韵的涟漪在扩散。夏晨的这句话仿佛黄钟大吕一般，直击他的心灵。天师府中有一部道经，乃是道家圣典，历代天师都会对这部道经进行修筑总结。老天师研究天下道家经典，精通治理，可他感觉哪怕道经中对道德描述，也没有夏晨这句话描述的准确。可还有，老天师声音略微颤抖，有些激动。他感觉自己若是能够参悟透这其中，或许便能破入超品之中。夏晨沉思，最终缓缓抬头，嘴角浮现一抹笑容。他声音不大不小，但却又似乎符合了某种特殊规律，在于某种至高存在共鸣。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随着夏晨话语落下，众人只听见轰隆一声，一声惊雷从天边炸响，雷光闪耀整个京城，整个京城的人都被吓了一跳。紧接着瞬间而已，磅礴大雨便急促而下，天地间仿佛有种莫名存在在复苏，所有人心头都压抑，感受到了压迫感。皇宫，身穿道衣身戴佛珠正在打坐的文帝猛然睁开双眸，那副瘦弱身躯下蕴含了磅礴能量。他右手一挥，宫殿大门便被打开，他整个人如同瞬移一般出现在宫殿之外。他抬头望向远方天边，目光似乎要穿破黑暗云层。而也在这时，京城以西漫天佛光绽放，一股浩瀚温暖，让人情不自禁便想要虔诚跪拜的气息弥漫整个京城。陛下，一位老太监快速出现在宫殿外，走到文帝身旁，正是那次前往夏家传圣旨的叶公公。天生异象，龙树主持也复苏了，究竟发生了何事？臣这边让人去查。李文忠也立刻赶到了现场，他跪在宫殿外台阶下，心中胆寒，究竟发生了何事？瑶光公主府，一间密室中，容貌绝美的瑶光全身包裹着璀璨光芒，每一根毛发都晶莹剔透，她的气息到达了一个顶点，不再收敛，可怕到了极点，似乎想要破开某种禁制。突然一刹那，他感觉原本压制着他的束缚之力一松，他整个人宛如化为了一柄剑，他一剑斩出，顿时柳暗花明，他迈入了一片新天地中。良久之后，他收敛了自己身上强盛到了极点的气息，整个人没有一丝气息外泄。他走出密室，而密室外紫月站在外面，目光有些凝重。外界有发生什么事情吗？瑶光打开大门，第一句话便问道。刚才天空突响一雷，磅礴大雨急促而下，龙树主持复苏了，佛光照耀整个京城。紫月语言简短，快速将事情描述了一遍。瑶光眉头微皱，龙树主持在寻找破入超品的契机，已有5年左右未曾复苏了，而且还闹出了这么大动静。突然瑶光想到了自己刚才突破时，原本压制在其上方的禁锢被松动，似乎被某种存在撼动了，他才能如此顺利破关而出。公主成功突破3品了。将所有事情说完之后，紫月忍不住问道：已经突破了？原本以为还要再打磨半年，没想到顺利突破。瑶光平静地说道，绝美的脸庞并没有丝毫动容。公主天纵之姿，外界都以为公主只不过是普通人，却不知其实公主已经迈入了超凡之境。20岁的3品，古来恐怕都找不出几个人了。紫月笑道，很是为瑶光开心。瑶光听到夸赞，并没有洋洋自得，反而颇为冷静沉稳。对了，老天师呢？他那边可有动静？天师府方向并无异动，老天师也没有消息传来。你偷偷的去查探，看究竟发生了何事，为何龙树主持会突然复苏？是，公主。紫月点了点头，然后脚步盈盈缓缓离去。瑶光抬头看着天空中的磅礴大雨，眼神深邃。他伸出洁白如玉的玉手，雨水敲击在他的手上。下雨了呀。天上居。夏晨自然也感受到了外界的动静，他心头一惊，
看了一眼闭目，仿佛陷入了顿悟之中的老天师，快速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有预感，这一切可能是因为自己，或者说是因为刚才的那一段话。许星辰和于少谦几人见证了夏晨与老天师的对话。许星辰快速地走出天然居，看到弥漫整个京城的佛光，回头认真打量夏晨和老天师。他眼中狐疑，这一切不会是因为夏晨的那段话吧？这一切发生的太巧了。话音刚落，天雷炸响，异象便诞生，并且坐在大人对面的那个老道士究竟是何身份？天上居中，良久之后，老天师睁开双眸，眼眸中有金光暴涨。小友既然对我道家研究如此之深，小友与我道家有缘啊，不如入我道家，日后定可以成为一代宗师。老天师神色认真，目光看着夏晨。哈哈，我的道不在此，多谢道长好意。夏晨笑着摇头。老天师听到这话，不禁还想再劝，他是真不忍心夏晨这个修道好苗子在人世间蹉跎。若你潜心修道，我可以介绍你入天师府，以你对道的理解，未免不可以成为下一代天师呀。许星辰几人听到这位不知来头的道长这话，皆不由目光望来，那可是老天师人间神话。自家大人天赋这么高，世间万物各司其职，都有它的作用，都蕴含着道。我从红尘中来，当作红尘仙。随着夏晨这句话落下，外面天空恰巧又是一声轰隆巨响，天雷炸响。当作红尘仙，小友好境界。老天师喃喃自语，体悟这其中的意境，最终感叹说道：外界都只知小友乃是驸马，是侯府嫡子，有偌大名气，却不知小友胸中才华啊。老天师感叹着，然后又接着说道：京城年轻一辈中都以魔掌霍霍，希望借西北军事崭露头角，而小友现如今虽有才名，也已身居高位，可却并无诺大功勋，只是凭借陛下恩宠，难免依旧有人不服。小友就不想着展露一下才华，显露一下实力，去争一争那年轻一辈中的翘楚吗？老天师眸光中有光芒流动。外界都说夏晨不过8品之境，乃是一介废体，但今日他一见，却发现他已到达6品之境，而且对道有如此理解，身边又聚集了如此多的大气运者，但却又一直行事极为低调，除了必要时从不过分展露。夏晨听到老天师这话，目光流转，拿起杯子，目光不由望向了窗外。外面狂风暴雨，大雨倾盆下，沿着屋檐急促而流，流水不争先。夏晨收回目光，放下手中茶杯，施了一礼：道长慢慢品用，在下还有事情要处理，就不作陪了。夏晨微笑起身，态度令人挑不出毛病。流水不争先。老天师看着夏晨的背影，嘴里念叨的这句话，越是念叨，眼神越是凝重。这句话里似乎也包含着道啊。小友，这句话似乎并不完整，可还有下一句。老天师看着夏晨已快走远的背影，连忙追问。夏晨并没有回头，但声音却飘了过来：吾有3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夏晨并没有立刻回答老天师，而是说出了另外一句话，《道德经》中的另一著名名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有3件宝贝，一是慈爱，能让人勇敢且有爱心；第二是俭色，即懂得节俭收敛，可积蓄能量与资源；第三是不敢在天下人面前争先。世人都讲究要敢为天下先，但老子却说要不敢为天下先，这是一种处世智慧。不为天下先，不逞强，不争先，保持谦逊和低调，将自己化为那山谷，让自己处在低谷，或者说让自己处于阴的状态，最终天下的雨水河流才会都向自己汇聚而来，从而转化为阳的状态，被众人推举为首领。从不敢为天下先到敢为天下先，实现以柔克刚。老天师听得震耳发聩，他感觉自己在聆听大道的教诲，他隐约捕捉到了什么，他想继续追问请教，但这时夏晨的话再次响起：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说完，夏晨走出天上居，外面已有整装待发的提灯人在外面等候。报告大人，陛下命令全城戒严，城门封闭，不准任何人外出，城中若发现可疑人员、可疑事物，配合禁军直接拿下。崔护身穿蓑衣，眼神严肃，前来禀告。知道了，鹰眼司全部出动，保护城中安危。你先去吧，我随后就来。夏晨点了点头，看了一眼天空，雷光已经消失，但大雨依旧滂沱，源源不断，滔滔不绝从天空落下，向低谷汇聚而去。夏晨身后，张文辽、夏谦、夏文几人也拿好武器，整装待发。而另一边，于少谦亲自前去驾马车。马车中，许星辰目光闪烁，最终还是没忍住开口：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不争即是争，大人想要为天下先吗？众人的目光全都向夏晨望来，刚才他们听得似懂非懂，但也感觉得到，刚才大人所说的那些话，格调似乎很高啊。未来还很长，一时领先那又如何？一时的风光又有何用？我要的是亘古长青。
夏晨目光深远，仿佛要望透时光长河。许星辰也目光深邃，夏晨的这句话很好理解，但他又感觉自己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他感觉夏晨似乎在借这句话还说了些什么，可他无法参透。夏晨掀起一角窗帘，再次望向那磅礴大雨。许星辰很聪明，可即便以他的智慧，也依旧无法理解未来那是一个怎样的大时代。不止一个大时代。黄金大势潮起潮落，绝世天骄层出不穷。大一统版本之后还有灵气复苏版本，灵气复苏之后还有王朝争霸，王朝争霸之后残酷的诸天融合来临，之后最终版本更是号称仙朝争霸。夏晨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版本，但他知道这每一个版本都是一个大时代，一个璀璨又残酷的大时代。夏晨前世身为玩家，感觉时间过得飞快，但其实每个版本之间所横跨的时间都非常长，想要安然且璀璨的活到下一个大时代，强度很高。每次版本更新是一次残酷的洗牌，虽然第一版本的天骄人杰们潜力值都很高，也很容易被淘汰，一些在这个版本风光无限的玩家们在下一个版本中都可能被虐成狗。所以夏晨的理念从来都是要争的时候他必争，但大部分时间他都要做到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化作红尘仙，高坐九重天，观潮起潮落，看云卷云舒。马车中，里面众人一片寂静，虽然他们都是第一次听，但都感觉到了这话语中似乎蕴含了巨大的力量。莫非这就是那个老道士所说的道吗？既然大人要亘古长青，那我也要永远追随大人，陪大人一直走下去。张文辽摸着头憨憨直笑，他不懂什么叫不敢为天下先，也不懂为什么流水不争先，但他知道是大人救他出去的，给了他前途，还教他读书识字修炼，那他便要永世报答。好，陪我一直走下去，带你去看这世间最璀璨风景，那种风景再过去，即便你地位再高也无法寻求。张文辽听到夏晨这话，嘿嘿直笑。我也要跟陈哥去看世间最璀璨风景。一旁的夏文也不由说道。夏晨听了哈哈大笑。好，只要你们跟着我，未来会见识到的。陈哥，为何京城突然戒严了？马车在急促的雨夜中行驶，夏文看了一眼外面一队队巡逻的禁军，不由问道。可能跟龙树主持复苏有关吧。夏晨随口说道，他有预感，这一切可能是因为自己引起的。自己当时说的那一段，乃是《道德经》中最核心的关于道的描述，乃是另一个世界的道。所有玩家进入这方世界，关于另一个世界经典文章思想等，全都会被屏蔽抹除，记不起任何。只有到诸天融合版本这个限制才会取消。夏晨之前就猜测，之所以会有这种限制，便是因为不同诸天之间的道是不同的，一旦提前在这方世界显露，可能会引发某种未知的变化，不知是好是坏。陛下让我们捉拿可疑之人，那个老道士就有点可疑，我们都已经打烊准备关门了，他还特意进来，而且还神神叨叨的。陈哥，不如我们折返回去，先将那个道士拿下再说。夏文恶狠狠地说道。他先前就有点怀疑了。不用了，那个老道士没问题。夏晨摇了摇头。为何？陈哥之前认识这个老道士？夏文将大家都想问的问了出来。夏文是夏晨族弟，因此有时候自然没有顾忌，但许星辰他们可不敢这般随意询问。夏晨瞥了一眼夏文，又看了一眼眼神中有求知欲的众人，这才缓缓说道。不认识，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人应该是老天师。夏晨眼神凝重，好端端的这么一位人间神话，怎么会突然找上他？是好事还是坏事？但应该没有恶意。夏晨之所以特意说了那么多，便是要先镇住老天师，不管他此次前来是有恶意还是另有目的，先把他胃口吊上来再说。天师府的老天师。于少谦听到夏晨的话，都忍不住惊呼。许星辰也目光凝重，刚刚那老道士竟然就是号称人间神仙的老天师吗？听闻老天师有神鬼莫测的能力，虽是人间人，但却已是人间仙，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酒楼？许星辰忍不住说道。难道老天师也发现这夏晨的不凡了吗？我也不知，但应该没有恶意，今日与其谈话，不要宣扬出。夏晨看了众人一眼，缓缓说道。明白，大人。一整夜，夏晨带领提灯人都在巡视京城，在极度戒严情况下，没有人敢出来犯事，就连青楼勾栏遍地的苏玉街那边，这一晚动静都小了许多，生怕招来祸患。第二日上午，城门才被打开，夏晨得知陛下派了使者前往天龙寺求见龙树主持，询问昨晚发生何事。具体聊了什么，夏晨并不知晓，只知道很快便有命令下达，解除禁言，城门恢复通行。接下来几日，京城中人逐渐不再提心吊胆，城中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与安定。很多人都在猜测那一日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普通人根本无人知晓。时间缓缓进入6月中旬，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起来，京城变得无比热闹。
9月就要举行秋闱，大武19州的举人全都开始赶往京城，偏远地方的学子甚至年初便已动身，就是害怕错过这3年一考的秋闱。而现如今6月，也有很多学子赶到了京城，顿时京城的酒楼客栈价格都开始飙升，京城中随地可见吟诗的读书人。那天上居真有那么神？我就2年没来京城，京城变化这么大吗？还有如此美酒？驸马下臣，诗仙，我张二何不服？天上居经过半个月的发酵，现如今已是京城第一酒楼。由于碧玉酒产量有限，每天限定售卖数量超过不管是谁都已不卖，只能明日再来。由此每日天上居门口达官显贵众多，一砖头砸下去，说不定就能砸到一个侯爷。现如今上品碧玉酒早已经被人们称为碧玉仙酒了，凡是品尝过的人无不拍案叫绝。更是有消息称，即便是中品碧玉酒，现如今都已经被炒到了6000两银子一坛。至于上品碧玉酒，但凡能够买到的贵人，还没听说过有谁将其售卖出去过呢，全都珍藏起来自己享用。而此次进京赶考的学子们一进京城便被天上居给镇住了。有一些自认不凡，在当地作威作福的学子，听闻了天上居共分7层，身份越高，能上的楼层便越高。这些学子顿时兴奋，觉得这个设计颇好，可以由此彰显身份，当即便直接冲向天上居。结果大多数自信的人只能够登上第3层，堪堪踏入贵宾门槛而已。这令他们气愤不已，觉得折了面子，顿时闹着想要登上更高楼层。结果直接被在附近巡逻的提灯人从天上居中拽了出来，将他们直接当着众人的面在永乐大街上暴打一顿，然后以肇事为由将他们关进了提灯人大牢。这让刚刚进入京城的读书人心头一寒，刚进入京城，兴奋的心终于冷静下来，意识到这里是京城，不是他们那小地方。这里达官权贵们太多了，即便他们父亲来，可能也要夹着尾巴做人。从那之后，再没有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敢去那里闹事了。提灯人衙门，指挥使马宋庭院。你来提灯人也快有3个月了吧？对的，大人。2人坐在庭院喝茶，下臣点头。可还记得陛下让你进提灯人是干什么的吗？马宋是一个长相平平无奇的中年人，平日里不显锋芒，也没有什么威压。下臣看一下手中茶杯，笑着说道：自然知道，我那日在陛下面前说3个月内必然将那间桌拿出来，如今3月之期已快到了，君前无戏言，我自然不敢欺瞒陛下。那就好，1个月前我就已经将所有在外办事的堂主千户全都召集回来了，就等着你大施拳脚了。你可要什么帮助？马宋看了一眼下臣，开口问道。多谢大人支持，我需要一些高手压阵。下臣站立起身，抱拳认真说道。下臣走出马宋的庭院，夏谦出现在他身边，下臣沉声说道：交给你的都安排好了吗？都已安排好。夏谦点了点头，严肃地说道：明天晚上行动，今天晚上我先去一个地方。下臣眸光流转，望向京城一个方向，嘴角浮现一抹笑容。夜晚，下臣整个人宛如融入黑夜中，快速穿行。马上就快到宵禁时间，因此路上行人脚步匆匆，但随着下臣往那个方向而去，一路上越来越多同行人。这里便是整个京城有名的苏玉街，这里也是最容易找到同道中人的地方。下臣来到一栋名为流苏阁阁楼楼下。苏苏小姐真是漂亮，只可惜是个清管人，不然的话我定要尝尝滋味。哪有什么清管人啊，什么卖艺不卖身，无非钱财不够罢了。非也非也，苏苏姑娘是真的卖艺不卖身，前些日子有人出1万两，苏苏姑娘都毫不犹豫拒绝了。下臣刚来到这里，便听到门前有人在讨论，他看了一眼阁楼，又在几人身上一扫而过，并没选择从正门进去。他慢慢退入黑暗中，浑身气息收敛，直接从苏玉阁后方开始潜入。开玩笑，正常人出来玩谁走正门，当然要走后门。苏玉阁共有5层，下臣发现从第3层开始，青衣小四便多了起来。每个人衣服之下的体魄中都蕴含着能量，他们收敛的都很好，可却躲不过下臣的重瞳。7品都有不少，还有3个6品。下臣喃喃自语，在第4层他发现了不少高手，可即便如此，也依旧没有一人发觉他。直到下臣摸进第5层，下臣发现一道炽热的气息，一位5品武夫，不对，还有高手。下臣目光在望向第5层一个角落房间中，他的目光穿透阻拦，眼眸中2个眸子缓缓分裂，如同在演化混沌，最终出现一个大一个小，2个眸子一个套着一个，众瞳不再隐藏，显露于世。丝丝缕缕的混沌气从众瞳中弥漫而出，他瞳孔中有神秘力量在酝酿，他的眼眸宛如可以看透一切虚妄，世间万物在他的眼眸下无处遁形。一只虫子，下臣看到一只浑身冒着金光的虫子，依附在人的血肉中。蛊尸，下臣目光一凝，这个世界是有蛊的，有人通过养蛊让蛊虫寄生在自己的血肉中，从而获得强大的力量，被称为蛊尸。这一条道路也被称为蛊道。
而苏玉阁坐镇着一名四品古诗。夏晨诧异，古诗一道在南疆盛行，天下其他地方很少有古诗的踪迹出现，没想到今日见到了。夏晨一边想着，一边继续潜入。他现如今艺高人胆大，也有一些保命手段。他自信，即便是一名四品古诗，也无法瞬间杀死他。夏晨找准目标，翻窗进入一间房间，一切没有惊动任何人，即便是那名四品古诗也没发觉。房间中透露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像是茉莉花香，又像是梨花。房间布局极为典雅，房间面积极大，还连接着一间偏院，那里放着木桶，是洗浴之地。房间中没有人，夏晨看了一眼宽大的床，最终想了想，还是翻上了房梁，静静等待。时间缓缓流逝，夏晨极有耐心。天色尚早，既然准备夜袭，那今晚就没打算回去。突然间，夏晨睁开双眸，他听到了脚步声，虽然很轻，但他依旧听到了。自从众童觉醒之后，他的五感都变得极为敏感。夏晨眸光流转，目光穿透木门，看到了外面走廊有一道极为美丽清冷的身影正向房间走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侍女。很快，这道美丽身影便推开房门，他极为小心，进来之前还环顾了屋内一圈，看着一切都没变化，这才走了进来。累死了，那些臭男人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还想让小姐留他们过夜，想得美。美丽女子身后那名侍女等进了房间内，愤慨地说道，就算留他们过夜，也不过就是让他们梦中睡一晚罢了，只是让男人进来，确实有些脏了这房间。苏苏样貌清冷，此时不由露出一抹微笑。小姐，你稍等一下，我去打水。苏苏身边的那名侍女与苏苏聊了会儿天之后说道，自家小姐每次出去弹奏古琴玩都会洗浴，不想沾惹男子身上的浊气。苏苏点了点头，她模样极好，是那种小家碧玉温柔模样，让人越看越喜欢，越看越觉得好看。侍女退出房间，苏苏走进偏院中，来到浴桶旁，便准备先脱去外衣。她刚把外衣脱去，突然间她机体生寒，她刚想回头，而这时一只坚硬如铁的大手已经掐住了她那洁白如玉、丝滑的脖颈。清雅姑娘，好久不见呀！身后，夏晨贴近苏苏的耳垂，在她耳边吹了一口气，笑着说道。苏苏耳朵瞬间变红了，毛孔张开，身体鸡皮疙瘩蔓延，红晕从她的脸颊蔓延到锁骨之下，是你。苏苏虽然身体有点不受控制，但意识却极为冷静。她听出了夏晨的声音，夏公子身为驸马，大半夜的摸进我房间中，躲在房梁上，现在奴家又要洗浴，你这么抓着我，不是君子行为吧？而且，你就不怕那瑶光公主吃醋？苏苏虽然身体有些发软，但意识却极为清醒。房间中，夏晨听到这话微微一笑，继续贴近苏苏的耳垂，小声说道，若我不是君子，我就应该等苏苏姑娘脱了衣服之后，躲在房梁中静静欣赏，然后再跳进浴桶中与苏苏姑娘共浴。夏晨说着，然后右手捏住苏苏那纤细柔滑的下巴，熟悉的感觉又涌上心头。苏苏再次想起了在清雅小阁的那一晚。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苏苏转移注意力，让自己的心跳声慢慢平稳下来。不都说了吗？我用了秘法，可以感知到你。我让人检查过，你根本没施展什么秘法，而且你是武夫，也不会那些手段。苏苏摇了摇头，并不相信。不相信便算了，你只需知道，不管你再怎么变换隐藏身份，我都能够立刻找到你。夏晨依旧轻声笑语，你今夜来找我何事？苏苏感受着身后的那具火热的身躯，身体发软，这种奇怪的感觉他又再次体验到了。可为何自己内心没有厌恶的感觉？来找你就不能是想你了吗？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不是说你随时可以找到我吗？想我了，3个月之后再来找我。尽管夏晨掐着苏苏的脖颈，但他依旧强硬的转身，美眸灿灿的看着夏晨，直视他的眼睛。他大胆的再向前走上一步，这时他的身躯紧紧的贴在了夏晨的胸膛，嘴上说着想我，但眼眸中却无比平静，果然凉薄。苏苏眼眸中有万种风情，幽怨都看着夏晨。怎么，大名鼎鼎的苏苏姑娘是要投怀送抱吗？夏晨一把搂住苏苏纤细的腰肢，两人的距离极近，仿佛下一刻便会嘴唇贴上，气氛暧昧到了极点。眼看着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苏苏的心跳声也越来越快，最终她终于支撑不住，有些慌乱地挪开了目光，并且后退一步。说吧，究竟何事？在京城素以高雅之称苏苏姑娘，此时脸上染着红晕，眼神慌乱中又带着迷离。她强撑着身躯，不敢再随意挑拨了。我要资料，监察院隐藏在提灯人中的资料。夏晨眼神平静，看着美丽动人的苏苏，认真说道：我是大庆皇城司的人，监察院的资料我哪里有？苏苏摇了摇头，调整着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上次监察院坑了你们一把，别说你们没去调查深究，凤国能够顺利的将军防土给偷盗出去，并且还栽赃陷害给你们，绝对是有人潜伏进了提灯人中，并且还身居高位，
这才能够误导陆离，让他们一开始就找错方向。我也知道，你们皇城司也有人潜伏在提灯人中，你把这些人名单交给我。夏晨眸光盯着苏苏，语气不容置疑。你觉得可能吗？而且我为什么要帮你？你可是提灯人，咱们的关系本就势如水火。苏苏咬了咬诱人的嘴唇，摇了摇头。提灯人是提灯人，我是我，正如皇城司是皇城司，你是你，我从来都是将你和他们区别开来的。夏晨笑着，然后又伸手一把将缓缓退后、拉开距离的苏苏给搂进了怀中。被人号称诗仙、有高尚品德的驸马，在私底下也这么喜欢占姑娘家的便宜吗？苏苏感受着自己腰肢上那只火热的大手，又察觉到自己已经躺在了夏晨的怀中，顿时抿了抿嘴唇，忍不住嘲讽道：“3月不见，苏苏姑娘进步神速，已经突破6品，我怎能不小心一点呢？”夏晨轻笑道，看着怀中美丽动人的苏苏姑娘，眼神中无比平静。“你怎么知道？”苏苏美丽的瞳孔收缩，这件事自己可没告诉过外人。我无所不知。夏晨挑起苏苏精致光滑的下巴，看着她那诱人的红唇，笑着说道：“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对火热的新婚夫妇在亲热呢。你知道的，我没有恶意的，否则今日便不是我独自前来，而是带着一众提灯人高手，我们俩也不会在这房间里相遇，而是在提灯人大牢中进行审问了。”夏晨看着苏苏的眼眸，认真的说着。两人的眼眸深处都在发光，有奇异的能量波动荡漾，但很快苏苏的眼神便迷离起来，直到过了几秒钟才清醒，她脸色略微苍白。“你这双眸子很奇异，瞳术也很厉害，但对我并不管用的。”夏晨的右手在苏苏绝美的脸颊上划过，手感细腻柔滑，苏苏感觉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这种感觉更加强烈，让她心头发颤，双脚站立不稳，完全倒在夏晨的怀中。“苏苏姑娘这么敏感吗？”夏晨轻笑，而苏苏咬着嘴唇沉默不语。她本以为这次突破6品术士之后，自己的瞳术不说完全控制夏晨，但至少也可以对他造成一定影响，结果依旧如上次那般，她感受到了煌煌天威，自己卑微如蝼蚁。这个男人身上究竟有什么秘密？你的那个小侍女要来了，但我们的事情还没谈完，我展现我的诚意，我放开你，你继续，等一下无人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谈，怎么样？还是说不用顾及你的那个小侍女，咱们继续？夏晨看了一眼门外，收回目光，笑着问道：“等一下继续谈？”苏苏也看了一眼门外，犹豫片刻，开口说道。夏晨露出一抹灿烂的微笑，竟真的就放开了苏苏。苏苏感受着自己腰肢上的大手离开，然后又看着夏晨准备继续跳上房梁，咬了咬牙：“别去房梁上，我要洗浴了。”“我知道啊，我说了你继续，不用管我。”夏晨微笑转身看着苏苏笑道。苏苏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这人太无耻了。京城众人还皆称他有君子仁德之风，但苏苏觉得这个人性格太多面了，根本不是外人所说的那样。你真去房梁上的话，那我就真喊人了。苏苏咬着银牙，眼神中透露着倔强。自己这边在洗浴，这个夏晨躲在房梁上，岂不一览无余？虽说两人已经很是亲密，肢体接触不在少数，清白早就已经毁在了他手中，可让苏苏在他面前洗浴，他还是做不到。可房间中又没有其他可以藏身的地方。夏晨摆了摆手。苏苏听到这话，略微犹豫，然后一咬牙，开口：“你先去我床上，那里有床帘遮挡。”太祖皇帝品德醇厚，有君子之范，且道心坚毅非常，服逆于女色，未尝涉足青楼勾栏之所，与女子皆以礼相待，恭谨守矩。虽有家人慕太祖而欲自荐枕席，太祖皇帝亦惧之甚远，从不与家人有肢体之接也。